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操！记忆一点点地涌到了脑海。原来叶千灵是一个21世纪的，就是做微整形的，经营着一家医美工作室，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哪知道树大招风，被同行嫉妒，雇了几个小混混一棒子敲死了。敲死就敲死啊，居然还穿越了。巧的是，这原主名字也叫叶千灵。打小便寄住在舅舅家里，被舅母8两银子就卖给了一个傻子当老婆。原主不堪此辱，拜堂的时候碰壁死了，身体却被叶千灵给借尸还魂了。唉，想活的不能活，想死的死不掉。看来咱俩是有缘了。你放心的去吧，剩下的烂摊子啊，就交给我来收拾了。叶千灵摸了摸脑门上还流着血的伤口，痛得嘶了一声，对空气搓着牙根说道：吱呀。门突然被推开，叶千灵连忙躺到床上继续装死。一个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少女走了进来，怒气冲冲道：晦气！老娘可是花了8两银子才给傻子讨了这门亲事，本想着这丫头娶进门也能够帮咱娘俩干点活，哪知道娶进来一个死人，这可是亏了血本了。少女走到床边，探了一下叶千灵的鼻息，惊喜地尖叫道：娘，没死，还有气儿呢，没亏。妇人一听，也连忙的来摸了摸叶千灵的脉搏。呀呀呀呀，天助我也呀，给他灌点冷水就清醒了。叶千灵一听到要给自己灌冷水，连忙主动的睁开了眼睛。妈呀妈呀，见鬼了！我又没死啊，见什么鬼？夫人听到叶千灵说话，这才反应了过来，立刻拉长了一张马脸，抓住叶千灵就要打。死丫头，你还敢顶嘴？你可是老娘花了8两银子买来的，你敢寻死试试？叶千灵这原主的身子刚刚才经历了生死，就剩下一口气儿吊着了，哪里干得过这身强体彪的中年农妇呀？3两下的就被他晃得头晕目眩。门外闯进来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一把将妇人给拉开。干娘，不能打。哎呦，你这傻子也会疼老婆呀？刚刚娶了娘子就开始跟干娘对着干了，你莫要忘了，你这娘子可是我花了8两银子给你买的。叶千灵一惊，傻子莫不就是自己嫁的那个人？连忙抬眼看那人，这不看便罢了，一看简直惊声尖叫啊！怎么会有这么丑的人呢？只见他除了一双眼睛还算澄澈，脸就像是被马蜂蛰过了似的，肿得跟个猪头一样。干娘，灵儿又小又瘦，刚才还撞了头，打不得呀。妇人愣了愣，想想也是啊，打坏了就不能干活了，损失的是自己呀，便是干脆换了一张嘴脸笑道：算了算了，这丫头啊虽然不听话，却是阿叶新讨的娘子，也就是我的干儿媳，我就不计较了。你们俩呀好好洞房吧，早点睡啊，明儿还要早起上山砍柴呢。叫阿叶的丑男人听了以后感激得快要哭了。谢谢干娘。妇人临出门前凑到了阿叶的面前，暧昧兮兮地说了一句：还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吗？阿叶的脸立刻就红了，好在他本来就黑，也看不出来。记得。哼，那你就好好的疼疼你的小娘子吧。妇人嘿嘿一笑，拉着少女离开了，门关上。阿叶瑟瑟缩缩的往床边走来，叶千灵立刻呵斥：你干嘛？阿叶吓得一抖。干娘说娶了媳妇儿就要跟媳妇儿一起睡觉，都要脱光了睡。什么鬼干娘啊，他骗你的。我睡床，你睡地，天下夫妻都是这么睡的。
阿叶虽然有些疑惑，但是又不敢违拗叶千灵，只好站在一边不敢动弹了。叶千灵见他杵的跟根棍子似的，这才想起屋里一共就这么一床破被子，阿叶要是睡地上能冻死啊。他冻死也就算了，关键是自己盖这么一张破被子也会冻死呀。这可怎么办呀？外头可是能冻脱了皮的大雪天啊，总不能没被撞死反而被冻死吧。叶千灵咬了咬牙，只好往床里边挪了挪。啊，你上来睡，两个人总好过一个人，能互相取点暖啊。你不是说天下夫妻都是一个睡床一个睡地的吗？不然我去牛棚拨2捆干草来将就将就。叶千灵瞪了他一眼，你这么有主意啊？人家怎么还喊你傻子呀？还不快上来啊？阿叶只好战战兢兢地爬上了床，鼻尖窜进了叶千灵身上淡淡的香味，身体的某一点立刻有了反应。叶千灵自然不知道阿叶的小反应，只是凑近了看他那张脸，越看越觉得奇怪。不过跟这个傻子也不是真的夫妻，叶千灵肯定也不会拿他当丈夫看，也就懒得继续去研究他那张惨绝人寰的脸了。扯了扯背角，便准备睡觉。那你盖一点儿。娘子，你对我真好。谁是你娘子啊？叶千灵立刻又瞪了阿叶一眼，吓得阿叶连忙闭了嘴。阿叶应该是白天重活干多了，很快就睡着了。叶千灵却是又冷又烦，完全睡不着。在古代，自己既然已经跟阿叶拜了堂，管他是傻是丑，这辈子都得认了。叶千灵自然是不会认命了，可是眼下的情形还真不得不跟这个傻子先凑合着过呢。原来刚才那个妇人叫做刘寡妇，丈夫早年修河道的时候掉河里淹死了，一直带着独女秋儿过活。虽然衙门也赔了她一笔银子，但是眼看着坐吃山空，还是急得很。好巧不巧，半年前刘寡妇在山里捡到了重伤的阿叶，就带回来了。本以为他都快死了，没想到为了点稀粥馒头的又活了过来，只是傻乎乎的，问他什么都说想不起来了。不过阿叶虽然傻，但是身板看着就结实啊，刘寡妇干脆就把他给留下了，专门干粗活，养了阿叶半年。村里边有人眼红了，阿叶虽然傻，可是干活可麻溜了，把寡妇家里几亩地收拾得井井有条不说，种地的空档还进山砍柴打猎去卖。刘寡妇只给他几口比猪食稍微好点的饭菜，他却给刘寡妇赚了许多的银子。有些村民嫉妒啊，便说刘寡妇凭什么捡一个大活人就当长工使啊，甚至还叫嚣着要报官。刘寡妇为了堵村民的嘴，就认了阿叶当干儿子，又咬咬牙花了血本给他买了个老婆，心想着这一下总没人能说什么了吧。而叶千灵因为母亲早死，打小就被后妈撺掇着寄养在了舅舅家。这舅舅还不是亲舅舅，是那恶后妈的表兄弟，跟他后妈一个鼻孔窜气儿的，怎么可能对叶千灵好啊？这不，8两银子便是把他给卖给了刘寡妇。可怜的叶千灵长到了15岁，已经完全的记不起自己亲爹长什么样干什么的了。叶千灵现在可以算是一穷二白，什么靠山都没有，逃跑都跑不过2里地，更何况也没地儿投奔。好在叶千灵天生乐观，算了，先睡觉，睡一觉起来没准就能想到办法了。半夜，叶千灵只觉得胸前一阵窸窣，
夹杂着阿叶的梦一声。好吃，好吃，好软的大馒头。叶千灵睁眼一看，差点气得晕死过去。只见自己的上衣不翼而飞，而阿叶正把头埋在了自己的胸前。叶千灵啪的一巴掌打到了阿叶的脸上。阿叶惊醒，睡眼惺忪地问道：怎么了？怎么了？哎呀，原来是做梦啊！白天没吃饱，做梦都在啃馒头。哎，这里怎么真有一对大馒头？哎呀，娘子，怎么是你啊？叶千灵一脚踹到阿叶的身上。死开，臭流氓！这一脚好死不死的，居然正好踹上了阿叶的命根子。阿叶吃痛，立刻抱住。叶千灵却脸色通红起来。这个臭流氓！娘子，对不起，我真的是在做梦啊，肚子饿得很，梦里我就在找吃的。说着，阿叶的肚子果然咕噜噜地叫了一声。叶千灵虽然气愤，可是这傻子也不像是撒谎来吃豆腐的模样，这豆腐简直被白吃了。叶千灵只好忍回这口气，却再也不敢跟他睡在一起了。你下去，跟我睡地上。阿叶唯命是从，连忙就下了地，也不敢寒冷，蜷缩着身子就躺在了床脚下。叶千灵吞了口口水，这才发现自己也是脸红心跳的，身体都有些燥热。妈蛋，日了狗了，见了鬼了，竟然叫一个傻子占了便宜。叶千灵把衣服全都穿好，这才重新缩回了被窝。可是阿叶下床之后，被窝就四处漏风，怎么都捂不热了。不一会儿，叶千灵就冻得手脚冰冷，简直就像是小龙女睡在寒玉床上。可是本姑娘不练玉女心经啊，哪里扛得住这么冷啊？倒是阿叶，就那么缩在床角，居然又睡着了，还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傻子！叶千灵骂了一句，背过身去，又扯了扯身上的破棉絮。真冷啊，要是有条羊毛毯就好了。叶千灵看了看家徒四壁的破房子，想到自己前生精心布置的奢华工作室，阁楼上还有舒适的休息室，那里面有2条客人前几天才送来的澳洲羊毛毯，暖和的简直是烧人啊！以前真的是不知道珍惜啊。这么一想，叶千灵只觉得眼前一黑，转瞬又是一亮，竟然置身在自己的工作室之中。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不会吧，带着工作室空间一起穿越了？该不是冻傻了，跟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做梦吧？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不会吧，带着工作室空间一起穿越了？该不是冻傻了，跟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做梦吧？叶千灵不敢置信，连忙掐了掐自己的胳膊，疼！为了确认这工作室真的跟自己一起穿越了，叶千灵又闭上了眼睛，回忆着阿叶的破房间，再一睁眼，果然又回到了破房间。再来一次，我就信了。叶千灵又闭上了眼睛，努力地想着工作室的画面。芝麻开门，可别耍我呀！叶千灵再度睁开眼，只见面前是琳琅满目的护肤品、化妆品、医疗美容器械。工作室真的跟我一起穿越了！叶千灵高兴的手舞足蹈，第一件事就是噔噔噔跑到阁楼上，把2床羊毛毯给抱了起来。只怕扛不住冻，又把平时囤放在床头的一盒暖宝宝也翻了出来。再回到阿叶的破房间，
叶千灵把贴身衣服都贴上了暖宝宝，又把羊毛毯裹在了身上，这下浑身都暖洋洋的，再也不冷了。正躺得笔直准备入睡，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低头看了看地上的阿叶。这个傻子，那么高大的身子，现在却瑟瑟缩缩的蜷成了一团。叶千灵撇撇嘴，扔了一床羊毛毯到他身上，这才睡下。第二日，叶千灵又早早的起来，将2床羊毛毯都收了起来，又藏进了工作室空间里，这才把阿叶给推醒了。傻子，起来！阿叶傻乎乎的揉揉眼睛，这才清醒过来。娘子，你醒了？没醒，难道我是在梦游啊？娘子，你在这里等着，我去给你打点热水来洗脸。去吧，快点啊！阿叶只顾点头，鼻尖却又嗅到了叶千灵身上那一股淡淡的香味。刘寡妇没有给他娶媳妇之前，天天让他睡在牛棚的，闻的都是牛屎味儿，哪里闻过这么好闻的味道啊？闻着闻着，阿叶的脸色就红了。叶千灵见他脸色通红，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你又怎么啦？没什么。阿叶一溜烟跑出去，比兔子都快，半点不敢停留。傻子。去吧，快点啊！阿叶这一去，叶千灵左等右等，也没见他回来。不一会儿，倒是听到外头一声接一声的吵嚷声，不由叹口气：唉，傻子就是傻子，打个洗脸水都做不好，只好自己起身往外走去。一出门，却看到阿叶浑身湿透了，淋在身上的水还冒着热气儿，而刘寡妇拿着一个铜瓢，追着阿叶打。你个傻子，要翻天啦！竟敢把我和秋儿的洗脸水端走！叫你端，叫你端！刘寡妇一边打一边骂着。叶千灵立刻就明白了，肯定是阿叶想给自己打洗脸水，结果动了刘寡妇的热水，他就追过来打他。一点热水就这么打人，太过分了！打够了没有？叶千灵冷冷地问道。他倒不是心疼傻子，只是现在他跟傻子是名义上的夫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哟呵，翻天了啊！我说呢，阿叶平时都是用冷水洗脸的，肯定是你这个死丫头啊，叫他来偷我们的热水的，是吧？你还好意思说啊？凭什么你们娘俩洗脸就用热水，阿叶就得用冷水了？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天儿啊，井里的水都能结成冰渣子了，你让他洗脸啊？你怎么不洗一个试试啊？刘寡妇一时语塞，她是从来都没有想过阿叶也是个人，但是他这种人怎么会认错呀？他只会狡辩。阿叶从来都没有说过冷，怎么到你这儿就冷了？我看就是你挑拨我们母子关系，我把你这死丫头嘴撕烂了！说着就扑上来要抓叶千灵的脸。叶千灵自知不是刘寡妇的对手，吓得对着阿叶喊道：还不来帮忙啊！我看就是你挑拨我们母子关系，我把你这死丫头嘴撕烂了！说着就扑上来要抓叶千灵的脸。还不来帮忙啊！阿叶被刘寡妇欺负惯了，以至于那么高大的身板都能够叫刘寡妇追着打，只是挡在了叶千灵身前，任由刘寡妇撕拉咬拽自己。叶千灵也看出来了，阿叶对刘寡妇淫威的恐惧不是他几句话就能够劝过来的，只好趁着刘寡妇对付阿叶的时候，用手中的铜瓢狠狠地给了刘寡妇一下。刘寡妇吃痛，抱着头往地上的血堆里一坐，嗷嗷直叫。哎呀，反了反了！这傻子啊，和叶娘们要谋杀了我啦！他这么一叫，把左邻右里全部都给叫过来了。阿叶吓坏了，连忙去拉瘫在地上的刘寡妇。一直躲在屋里看戏的秋儿没料到自己娘居然吃了败仗，只好也赶紧出来了。叶千灵瞪了阿叶一眼，阿叶吓得立即松手，刚刚被拉起来的刘寡妇又摔在了地上。哎呀！刘寡妇又发出了一声嚎叫，
仗着人多，撒起了泼来。都快来瞅瞅啊！瞅瞅我刚刚讨进门的这个白眼狼，不止不孝顺婆婆，还打婆婆。叶千灵又岂能够让刘寡妇得逞啊？娘，您这是怎么了呀？自己不小心摔了跤，我们还来扶您，您却不起来，怎么就骂我是白眼狼了呢？我这什么也没有干呀！乡里乡亲的，谁不知道刘寡妇的德行啊？那是又抠门又不省事儿的。叶千灵看着就小小弱弱的，阿爷又是一个傻的，还不任由他欺负的呀。因此见他坐在地上，也没一个人同情他的。有年纪大点的大娘便和稀泥劝了起来。哎呀，老刘啊，大清早的这坐地上干嘛呢？冻着自己还得花银子去看病呢。刘寡妇气得肺都要炸了。哎呀，老刘啊，大清早的这坐地上干嘛呢？他们两个偷我的热水，叫我看到了，还敢跟我顶嘴动手的。偷热水？难道家里的热水不是大家一起用的吗？哎呀，都怪我刚进门不懂事儿，以为可以用呢。我和阿姨大清早的就爬起来，怕吵了您和小姑子睡觉，这才悄悄的倒了一点热水，准备抹把脸就上山去打柴。难道阿爷辛辛苦苦打的柴，烧出来的热水他自己洗把脸都不行吗？阿爷，那你平时都是怎么洗脸的呀？阿爷哪知道叶千灵的计谋啊，老老实实的回答：我平时都是从水里打冰水抹一把就成了，有时候起晚了抓一把雪擦擦也行。叶千灵瞪大眼睛，这么冷的天，你从不用热水洗脸啊？哎呦，这么冷的天用那么冷的水呀，冻坏了这可怎么办呀？阿爷挠挠头傻笑道：嘿嘿，冻不坏的，我天天睡牛棚里的干草堆都没冻坏过。什么？睡牛棚？村民震惊了，这刘寡妇也太狠心了吧。刘寡妇见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连忙嚷道：谁让你睡牛棚了？不是你自己说的，你跟牛儿最好，想天天跟他在一起的吗？什么？睡牛棚？谁让你睡牛棚了？不是你自己说的，你跟牛儿最好，想天天跟他在一起的吗？说着，他又挤出尴尬的笑。你们也知道阿叶的脑子有点不好使的，我有时候啊也拗不过他。这不，昨儿他一成亲啊，我就给他收拾了一间屋子，让他们小两口住嘛。娘啊，您是不是光给我们收拾了屋子啊？忘记布置床褥了呀？我跟阿叶昨儿夜里就盖了一床破棉絮，我这都冻病了。叶千灵说着就打了一个喷嚏。阿叶一听着了急，娘子，你冻病了？哎呀，我真是该死该死，早知道我抱2捆草给你铺床底下呀。干娘说了，茅草最保暖的，比被子都好使。阿叶傻，村民们可不傻呀，都听出来了刘寡妇平时怎么忽悠阿叶的了。合着这么冷的天，阿叶天天就睡在牛棚里，抱着茅草对付呀。刘寡妇平日里最会拌嘴吵架的，今儿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一句被怼一句，简直就跟踩了狗屎一样的倒霉。他倒是不怕别人知道他虐待阿叶，他是怕别人要报官带走阿叶这棵摇钱树啊，因此立刻抹着眼泪就开始演戏。我这不还是因为穷吗？干娘说了，茅草最保暖的，比被子都好使。我这不还是因为穷吗？汉子死得早，家里没个干活的，又带着个拖油瓶，平日里只要出没有进呐。我想着要守着这个家，将来下地了也给那死鬼一个交代。年轻那会儿啊，媒婆都踏破了我的门槛儿，可我愣是守到了现在没有改嫁。
好容易辛辛苦苦的把秋儿拉扯大了，哪里还有余钱养活阿叶这个白捡的儿子呀？村民们一听，倒也是有一些同情起来了。是啊，一个寡妇能跟他计较什么呢？隔壁的张大娘却一直跟刘寡妇不对付，早就眼红刘寡妇养了阿叶这么一个听话的壮劳力，逮着了这个机会，立刻扯高了嗓门道：哎呀，我说老刘啊，你要是养不起阿叶，我来养啊，我家不怕多一双筷子的。阿叶呀，你要是愿意来呀，带着你媳妇儿一起，我收拾一间舒舒坦坦的屋子给你们，保管呀当自己儿子一样疼。刘寡妇一听就急眼了：谁养不起阿叶了？你这老张做人怎么这么差劲呢？平白来抢我的干儿子干儿媳！张大娘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听到刘寡妇骂她做人差劲儿，当场就不干了。我怎么就差劲啦？我又没养着一个可怜孩子，天天逼人干活，还不给吃饱睡暖的，寡妇了不起呀？你家死鬼虽然死得早，衙门可是赔了200两银子的呀。寡妇了不起呀？你家死鬼虽然死得早，衙门可是赔了200两银子的呀。咱们这些人家一年都省不出1两银子来，你这些年过得比我们可好多了好吗？连床被子都舍不得给人家，还好意思叫人喊你干娘。刘寡妇被人揭了老底，哪里还忍耐得住啊？张秋莲，你这个臭婊子，红口白牙的胡说什么呢？老娘跟你拼了！刘寡妇和着张大娘冲了过去。村野妇女打架无非就是扯头发抓脸，两人打得难舍难分，不一会儿就都披头散发的挂了彩。两人气势汹汹，也没人敢去拉呀，怕遭无妄之灾。阿叶毕竟还是被刘寡妇奴役惯了，看张大娘把刘寡妇给撂倒了，就想去拉架，却被叶千灵一把给拽了回来。谁让你凑热闹了？这么被叶千灵一呵斥，立刻就缩回了手。刘寡妇瞥见了两人的小动作，立刻嚷道：你们两个小兔崽子，还不过来帮我！张大娘一听刘寡妇喊帮手啊，也扯着嗓子喊了几声：铜柱、铁柱、孩儿他爹，快点来呀，刘寡妇打人了！欺负人啊，张秋莲欺负人啊，欺负我没有汉子没有儿子，拖家带口的欺负我一个寡妇啊！张大娘毕竟还是要脸啊，被刘寡妇这么骂着，连忙使眼色给自家几个人，一家4口都赶紧回家了。村民们见热闹没了，也就渐渐的散了。见村民散了，刘寡妇才开门出来，指着叶千灵就是破口大骂：都是你这个狐狸精，一进门就给我惹事儿！哇，我这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中过呀，关我屁事儿啊！娘啊，您要是嫌我狐媚啊，可以把我跟阿叶赶出去啊。隔壁张大娘刚才也说了，她家不缺我们2双筷子呢。刘寡妇一听立即傻眼了，秋儿却是一个有心眼的，扯了扯他娘的衣角，陪笑道：阿叶哥，灵儿嫂子，你们别跟娘计较了，她一贯刀子嘴豆腐心，心里不知道怎么疼哥哥嫂子呢。以后啊，我每天早上多烧点热水就是了，咱们一家人都用热腾腾的水洗脸。哎呦呦，瞧瞧娘这个性子呀，真是被张秋莲那个老婊子给气糊涂了。她挑拨咱们一家人的关系，咱们不能上她的当。秋儿说的对，一点热水的小事儿嘛，多烧点就是了。咱们窝里反，叫人家看笑话呢。叶千灵心中冷笑，这要是不这么大闹一场，本姑娘岂能用得上热水啊？只怕得和阿叶一样，天天用血碴子抹脸。来，嫂子，进来吃早饭吧。今儿是您进门的第一天，
昨天晚上娘可就嘱咐我多做一点好的呢，我都做好一会儿了呢，再不吃就要凉了。叶千灵不动声色，进了屋，只见桌子上果然已经摆好了早餐，有煮鸡蛋、浓浓的白粥、香喷喷的大肉包。阿叶立刻就咕哝咕哝吞了几口口水。叶千灵一眼就看出，这早餐只准备了2份，分明就是他们娘俩的分量。而桌子的拐角上，一个破了口的搪瓷粗碗里放着2个发了黑的馒头，那才是阿叶和叶千灵的早饭。这是给我们吃的吗？刘寡妇脸已经黑了，急着想要上来说什么，秋儿却抢先把叶千灵按到了桌子前坐下，又对阿叶笑盈盈地说道：当然是给你跟嫂子的呀，阿叶哥你也坐。秋儿。刘寡妇忍不住对着秋儿吼了一声：哥，快吃，吃饱了才有力气砍柴。你怎么这么傻呀？妹妹都说了，这是娘疼咱们俩，给咱俩做的，不吃等一会儿怎么砍柴呀？来，阿叶，这白粥啊也熬得很好的，喝一碗，不怕啊，喝完锅里啊肯定还有呢。叶千灵故意说道。啊，没事儿哥，你随便喝，对的，锅里还有。刘寡妇掐着自己的手，都快掐出血了，一直用眼睛瞅着秋儿。这个死丫头啊，在搞什么鬼呀？这边母女俩柔肠百转，那边叶千灵已经吃饱喝足。阿叶把锅里剩下的粥全部都喝掉了，桌子上的肉丝儿、小菜也全部都被他扫光了。还想吃那2个大肉包子，叶千灵却拦下了。刘寡妇咽了咽口水，心里稍稍的舒坦了一些。这贱丫头还知道留2个包子。哪知道叶千灵从怀中掏出了一块手帕，把2个肉包子给包了起来。阿叶，包子留着，等一会儿干活饿了拿来填肚子。刘寡妇白眼一翻，差点当场晕过去。阿叶，把嘴巴擦擦，咱们该上山打柴啦。丫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干嘛给那个傻子和那狐狸精吃那么好呀？那可是咱们娘俩的伙食啊！秋儿恨铁不成钢的看了刘寡妇一眼。娘，您算一算，傻子到咱家这半年，给咱们挣下了多少银子呀？刘寡妇不明所以，但是女儿问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掰着手指头算了起来。3亩薄田，割了1茬稻子，这1年的口粮就有了，至少省下了2两银子。这2个月呀，地里没活计了，他天天上山砍柴打猎，卖柴的银子也有1两5钱。不过呀，这些都是小头，大头是他打的那些山味儿。这2个月天香楼收去的野味儿也有个10多两银子了。上一次啊，光是一只野狐狸的毛皮扒下来就卖了20两呢。你还别说啊，这傻子啊，虽然脑子笨得像个疙瘩，但是啊，真是能干呀。尤其是这一手打猎的功夫，张秋连家父子3个劳力加在一起，忙活3、5年都没傻子这半年挣得多呢。秋儿点头，可不是嘛，娘您怎么就算不过来这账呢？咱们就是1年到头好吃好喝供着他，那也是赚钱的买卖呀，何苦苛待他那一点吃的呀？刘寡妇还是不忿，那他以前睡牛棚吃坏馒头，还不是好好的把活都干了？傻子懂什么呀？娘啊，您怎么还搞不清楚状况呀？傻子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他傻，他媳妇儿又不傻，咱们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待他了。您没见张大娘已经虎视眈眈了吗？傻子要是真走了，谁给我挣嫁妆，谁给你挣养老啊？秋儿一脸精明地说道。刘寡妇一听，可不是这个理儿吗？哎呦呦，秋儿，还是你拎得清啊，娘就没算明白这个账。不过呀，为娘的这心里还是不舒服，凭什么这从前任劳任怨的傻子娶了个媳妇儿，咱们就得供着他了呀？早知道啊，不给他娶这个叫家精回来了。您不给他娶媳妇儿，村里那些眼红的人能饶得过咱们吗？
这媳妇儿啊是必须娶的，好在叶千灵爹不疼娘不爱的，他那舅舅舅母拿了咱们的银子，更不会管他死活了。他没什么靠山，浪也翻不出什么大浪来，咱们先惯着他几天，等到摸清了他的路数，再治他不迟。丫头啊，你说的有理，还是你聪明，娘就想不到这么多。娘子，你在家好好待着就是，干嘛要跟我一起出来打柴啊？叶千灵止步，回身看了阿叶一眼，正想开口骂阿叶，却看到了那一双清澈如水的眸子，有一股动人心魄的魅力。只是再看他那张脸，简直呕吐，越看越像是玻尿酸打坏了。叶千灵微整大整手术做了这么多，一双眼睛毒辣无比，不由得有一些奇怪。你过来。阿叶愣了愣。干什么？我叫你过来。阿叶连忙小碎步的跟上。凑近点儿。叶千灵又发号令。阿叶乖乖听话，把一张肿脸又靠近了些。你心跳这么快干嘛？我不知道，一靠近娘子我就胸口打鼓，喘不上气儿。叶千灵无语，这傻子没看出来呀，还是个色鬼啊！穿越过来一夜加半天，一直都在刘寡妇那个破屋子里，连个镜子都没有，也不知道这原主长得是丑是美。不过看阿叶这么着迷的样子，应该不丑。叶千灵捏了捏阿叶的脸颊，也没有心思追究自己的模样了，因为他发现阿叶的脸确实是不对劲儿。他脸上的皮肤看着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叶千灵这等行家里手，一摸就摸出了端倪。他脸上的皮肤不是真的皮肤，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材质，和皮肤很类似的东西。也就是说，他这张猪头脸是有人刻意的给他戴上了一层面具，只是这面具和普通的面具不一样，经过特殊手段，就像是整容了一样，面具已经长到了他的脸上。天啊，傻子并不是长成这个猪头样子啊！叶千灵看着他那一双漆黑的眸子，一瞬间有了许多的幻想，不会是个帅哥吧？呸呸呸！叶千灵甩了甩头，就算是个帅哥又能怎么样啊？还不是傻的冒泡。傻子长得帅，那就是寡妇怀小孩，多余啊。不过是什么人在他脸上动了这种手脚呢？难道是有什么心术不正之人拿他这个傻子练手，研究易容术？娘子，你在想什么呢？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待着，非要出来受冻呢？你就真的这么傻呀？你还在家呢，那贼婆娘就那么欺负我，我要是一个人在家里，她岂不是要把我给活吞了呀？叶千灵瞪大了眼睛骂道。阿叶舔了舔唇，娘子的心情简直就是瞬息万变啊！刚刚还拉着自己那么亲热的捏人家的脸，现在又这么凶了。干娘对咱们挺好的呀，早上还做了大肉包给我们吃。叶千灵叹了口气，这傻子真是没救了。刚才还想着等空闲了，想办法把他这张面具给摘了，现在又没了兴趣了。一个傻子还用得着在乎容貌吗？我问你啊，咱们能跟那婆娘分家吗？先从刘家分出来，再踹掉阿叶就简单多了。要是现在逃跑，只怕刘寡妇为了那8两银子能追到天涯海角。分家？阿叶摸了摸脑袋，干嘛要跟干娘分家呀？分家了咱们住哪儿啊？分家了就没有大肉包和煮鸡蛋吃了呀。鸡蛋，你就记得鸡蛋了。叶千灵气得简直想往阿叶的头上扔鸡蛋。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声音从一片树林之后传了过来。根据我们大越国的律法，子女成婚后，除非是父母同意分家，否则子女是没有权利分家的。小夫妻俩的所有收入都是要上交给父母掌管分配的。谁？叶千灵警惕地问道。树林后走出来了一个男人，背上也是背着柴刀，正是张大娘家的大儿子同柱。只见他一双眼睛在叶千灵的身上前后溜了2圈，最后
停留在他那一双发育良好的胸脯上，叶千灵顿时就不爽起来，微微侧了侧身，心里暗暗的骂娘。早上张大娘和刘寡妇混战的时候，叶千灵就已经注意到了铜柱了，一脸的脓包，满脸的色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没想到这货啊，竟然跟着自己和傻子到山上来了。铜柱却以为叶千灵是在害羞，一双贼眼更是大胆了，赤裸裸的盯着叶千灵白腻的脖子，连吞了好几口口水，嘿嘿淫笑一声，嘿嘿嘿，不过阿叶又不是刘大娘的亲儿子，就算是干儿子也没在官府里登记过，官府管不了的。要不灵妹你跟阿叶一起搬到我家，我让爹娘去官府拿了文契，正式认阿叶做干儿子，怎么样？我爹娘都是憨厚人，肯定不会亏待你们的。叶千灵翻着大白眼，你爹娘都是憨厚人？他们拉拢阿叶，还不是和刘寡妇一个心思啊？想让阿叶去当不收钱的长工？现在说的好听，文契一签，只怕连刘寡妇都不如，更何况铜柱这个大色狼，显然还想占叶千灵的便宜呢。黄主公，这样怕是不好吧？我已经认了刘家干娘，干娘还给我娶了媳妇儿，也不在乎这么一纸文契。铜柱见阿叶这么说，也不气馁，一步步的靠近叶千灵，一个不注意就抓住了叶千灵的胳膊。灵妹，你的衣服好单薄，冷不冷啊？叶千灵哪里知道铜柱竟然不要脸到这种程度啊，连忙甩手。只是铜柱一个做惯了农活的年轻男人，此时又有心吃豆腐，叶千灵甩了2甩，竟然没有甩掉他。叶千灵这便是有些急了，正想怒斥他，没想到阿叶却一把捏住了铜柱的手腕。让铜柱没有想到的是，阿叶也不知道捏到了他的什么穴位上，那整条胳膊都立刻软了下来，手也就从叶千灵的胳膊上松了。叶千灵趁机抽出了胳膊，恨恨地瞪了铜柱一眼，又嫌恶无比地弹了弹方才被他捏过的位置。铜柱本就是跟踪2个人上的山，想要趁机在山上把叶千灵给办了。阿叶这个傻子，无知无识的，想必不会说什么。叶千灵一个刚进门的新娘子，料也不敢说出去半个字。如此一来，以后趁着邻里之变，就能够长期霸占这个嫩得掐出水的漂亮小媳妇儿了。未料到竟在阿叶这个傻子手里吃了鳖，铜柱觉得受到了侮辱，快要气爆了。臭傻子，你有什么能耐霸占着女人？你会弄吗？说时迟，那时快，他已经摸出了柴刀，对着阿叶就要砍。叶千灵也吓坏了，拉着阿叶就喊道：傻子，跑！铜柱却一把扯住了叶千灵的辫子，叶千灵一下子就仰面摔倒，好在地上都是厚血，也没有摔到哪里。阿叶见叶千灵挨了欺负，回身就和铜柱扭打起来。干嘛欺负我娘子？阿叶愤怒地喊道：娘子，傻子也配娶老婆？铜柱的嘴脸暴露了，已经下了杀心，想直接杀了阿叶，霸占叶千灵，是以刀刀都往阿叶的要害砍。叶千灵急得团团转，却帮不上忙。看了一会儿，却发现阿叶虽然看着惊险，但总能够巧妙地躲开铜柱的攻击，时不时的还能够给上他一拳半脚的，把铜柱打得鼻青脸肿。叶千灵不禁奇怪，这傻子的招式怎么看起来像是练过的呀？难道他会武功？铜柱此时也是满头冒汗，他也发现了傻子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对付。他本以为柴刀一出，一刀就能够要了他的命，再找一个偏僻的山洞一扔，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他给解决了。哪知道到头来挨打的却是自己。野猪啊，你们快点别打了，再打咱们3个人都得被野猪给咬死了。铜柱一听，也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看也吓了一跳，他可是见识过野猪的厉害，
前年里，一头野猪跑进了村子，一连拱坏了6户人家的房子，整村子的男人一起，才勉强把那头野猪给制住了。饶是这样，村东头的王伯还是被咬掉了半个耳朵呢。童珠不敢怠慢，只好和阿叶休战，只是他丝毫没有和阿叶同仇敌忾，一起对付野猪的意思，而是趁着阿叶收手，狠狠地踹了阿叶一脚，把阿叶一下子踹到了野猪的跟前，然后自己转身就跑。叶千灵气坏了，这什么人啊，简直就是小人家贱人。再一看他跑过的路上，竟然流了一路的尿水，竟然活脱脱的给吓尿了，真是一个龌龊又恶心的人。而阿叶这一边，野猪看到送上门的猎物，立刻就发动了攻击，长长的獠牙刺过来，眼看着阿叶就要被一口吞掉。傻子，小心啊！娘子，快找一棵大树爬上去。叶千灵知道自己帮不上忙，在下面还会分阿叶的心，只好听他的话，找了一棵好爬的大树往上艰难地爬着。本以为阿叶已经注定要报销小命了，哪知道他竟然徒手握住了野猪的獠牙，直接混着血给拔了出来。野猪吃痛，越发暴怒，跳起了身子就想踩阿叶。阿叶却是灵巧至极，往野猪的身下一钻，直接钻到了他的身后，又一下子跳到了他的背上，拔出柴刀，对着脖子就是狠狠的一刀，苦苦的挣扎几下，很快就瘫软下去。娘子，没事了，死了。叶千灵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的看着地上的死猪，这么一头硕大的野猪，就这么被阿叶解决了？傻子，你练过武功啊？不记得了。叶千灵舔舔唇，看他这个样子也问不出什么，便从半树腰上溜了下来。阿叶拍了拍野猪，高兴道：太好了，把野猪拖回去给干娘卖掉，今天就可以不用砍柴了。叶千灵在那里闷闷不乐地打算了许久，阿叶就站在一边，还以为他又生自己气了，大气都不敢出。刘寡妇平时都把野猪往哪儿卖啊？镇上的天香楼。走，咱们现在就去天香楼。去天香楼干啥？你傻呀，自己拼了命打来的野猪干嘛给刘寡妇卖啊？你自己不会卖啊？我自己从来没卖过，我不会啊。你不会，我也不会吗？快带我去天香楼。二位是吃饭还是打尖儿？叶千灵直截了当，我们是来买野猪的。野猪整头吗？要知道大雪天里野猪可是紧俏的要命，尤其是一整头野猪，老板眼睛立刻就亮了。自然是整头啊。猪呢？还在山里呢。姑娘，是跟我开玩笑吗？还在山里的野猪怎么卖？老板有些生气。叶千灵笑笑道：我们才打的这一头野猪大的要命，我俩赤手空拳的根本就弄不来，还得你们带几个人去抬呢。老板一听更加高兴了，整头的大野猪，明儿招牌一打出去，准可以赚一大笔。好好好，我这就派伙计跟你们一起去。叶千灵却伸出了手，搓了搓大拇指和食指，先付定金。这老板姓魏，经营天香楼已经10多年了，眼睛毒辣得很，早就瞧出来阿叶有一些傻。叶千灵虽然精明，却又年轻的紧，便以为两人是好拿捏的，哪里知道叶千灵竟然知道要定金。这猪还没见着呢，怎么就要定金？做买卖付定金，天经地义。老板，您开了这么大的馆子，不会不知道这个理儿吧？您要是觉得付定金不合理，那我们去隔壁同庆楼好了，他们家貌似也在收野味呢。叶千灵拔脚就要走。哎，别啊，付定金就付定金。同庆楼那可是天香楼的头号竞争对手，要是这一头猪叫他们给收去了，生意就能够被他们抢了一大半。魏老板可不傻。喏，这是1两银子。叶千灵看了看魏老板捏在手里的银锭子，却并不伸手接，而是问道：我这猪少说也得有400斤，
不知道您这里多少钱一斤收啊？魏老板转了转眼珠子，笑道：“30钱一斤，不能更高了。我看你是整头才愿意出这个价钱的。”哼，看来老板还是不诚心要跟我们做生意啊。市场上1斤普通的猪肉都40钱了，野猪肉更是卖到了60、70钱，这样还买不到呢。您给我们30钱，哼，您觉得合适吗？魏老板呆了。这丫头看着不过14、15岁，怎么比我这个老油条还精？看着魏老板被人识破谎言后的尴尬样子，叶千灵也不咄咄逼人，而是笑道：“咱们这是头一回做生意，我也不图赚钱了，就当交个朋友。给你50钱一斤，这野猪400多斤，只有多的，统共收你20两银子，你看怎么样？成，我立刻带路；不成，我拔脚走人。”嗨，是我老魏有眼不识人啊，没想到钱浪被拍死在沙滩上了呀。20两就20两吧，记住，以后再有好东西可都要给我呀。必须的。魏老板见到这么大一头野猪，高兴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爽快的把剩下的19两银子给了叶千灵不说，还请两人吃了一顿饭。阿叶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崇拜无比的对叶千灵说道：“娘子，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一下子就赚了20两银子，还带阿叶吃了这么好吃的饭菜。我到干娘家以后就没吃过大肉了，这红烧肉太好吃了。快吃吧，吃完回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叶千灵又嘱咐道：“回去了，不要说咱们卖野猪的事儿。”不说卖野猪的事儿，那今天又没打柴，我这衣服还叫野猪撕破了，这样空手回去，干娘肯定要骂人。叶千灵打量了一打量阿叶，直接扯住了他衣服上被野猪撕开的口子，撕得更烂，又低头把自己的衣服也撕得破破烂烂。阿叶呆住：“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好好的衣服撕烂了，咱们穿什么呀？”“待会儿到家了，你别说话就行了，保证你有新衣服穿，刘寡妇也不会骂你。”阿叶的榆木脑袋实在是不懂叶千灵的套路，只好乖乖地跟在他身后，心里还想着，真有这么神？干娘那可是一个母老虎呀，能不开骂，还给自己做新衣裳，那太阳能打西边出来了。片刻功夫，两人已经回到了刘寡妇门前。叶千灵拉着阿叶酝酿了一下情绪，便扯开了嗓子，一边哭一边跌跌撞撞的往里面走去。阿叶被叶千灵的样子给吓坏了，连忙问道：“娘子，你怎么了？”叶千灵回头瞪了他一眼：“不许说话！”阿叶连忙捂住嘴，不敢再开口了。这一哭，刘寡妇和秋儿立刻就出来了。“哎呀，怎么啦？我们遇到了野猪，差点命都没了。”“野猪？怎么会有野猪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这要是不给他们做新衣服，那不是讨村里人的骂吗？山里有野猪出没，难道娘不知道吗？阿叶往常进山打柴打猎，那可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为这个家挣银子呀。娘不会是不相信我们吧？隔壁同柱哥可是跟咱们一起上山的，他也见着野猪了，不信您可以问问他呀。”刘寡妇将信将疑，想去问同柱，又碍着早上才和同柱他娘干了一架，实在抹不下脸。秋儿却比他娘段位高多了，拉住了叶千灵道：“娘怎么会不相信嫂子呢？人没受伤就好，同柱哥也遇着野猪啦，怎么回来也没听他说呢？”“娘怎么会不相信嫂子呢？人没受伤就好，同柱哥也遇着野猪啦，怎么回来也没听他说呢？我刚做了一些白饼准备送去，早上娘和张大娘的事儿是我们不对呢，我过去赔个礼道个歉去，顺便看看同柱哥有没有受伤。”叶千灵暗暗的冷笑，小丫头心机真重啊。不过
就你会演戏吗？你爱演戏，姐姐陪你演好了。哟，秋儿妹妹还真是善解人意呀。冤家宜解不宜结，远亲不如近邻啊。你快去看看同柱吧。秋儿果然回到了屋内，端了一盘白面饼，正准备一个人过去呢，叶千灵却道：咱们一起过去吧，毕竟乡里乡亲的。刘寡妇被叶千灵一拉，也不好意思说不去。再说她也确实想去查问查问野猪的事儿是不是真的，便跟着一起过去了。开门的是张老头，见到刘寡妇一大家子都笑盈盈的，秋儿手上还抱着一盘饼，也不好伸手来打笑脸人，只好冷冰冰地问道：你们来干嘛？张伯，早上的事儿是我娘对不住张大娘在先，这不我们一家子来给张大娘赔礼啦。好东西没有，我就烙了几张饼，还请张大娘不要再生气了，免得破坏了邻里的和气。都是我家那娘们吵事儿，罢了罢了，我也给你们赔礼道歉。秋儿把饼塞进老张头的手里，这是秋儿一点心意，您要是不收，那就是嫌弃了。老张头听了这话，也就不好意思了，只好收下道：还是养闺女贴心，我家那2个愣头小子哪有这么可人，一天天的净给我惹事儿，讨媳妇儿的年纪了还跟孩子似的。说话间，他上下打量着秋儿，发出了一声满意的惊叹：我都没注意到秋儿都出落成大姑娘了，我记得你是迎春节生的，开春就该15岁了吧，鸡鸡的年纪了。秋儿有一些害羞，便低下了头。叶千灵却是灵光乍现：张伯，您看我家秋儿怎么样？要是喜欢的话，讨回去做媳妇儿啊，以后咱们又是邻居又是亲家的，互相有个照应，多好呀。秋儿一听，脸都绿了。叶千灵虽然只是比她大不了几天，却是嫂子，完全有权利谈论小姑子的婚事的。可是她自己却是黄花大闺女，听到这种事儿，只有躲开的，没有插嘴的理儿。老张头一听，高兴坏了。哈哈哈哈，我倒是看着这闺女越看越喜欢，只是不知道秋儿和她娘怎么想的呀。哈哈哈哈，我倒是看着这闺女越看越喜欢，只是不知道秋儿和她娘怎么想的呀。老张头啊，你家2个儿子都还没有订婚事啊？我记得铜柱也有20了，铁柱得18了吧？可不是嘛，我家那口子你又不是不知道，眼光高嘞，村里的姑娘还都瞧不上眼呢。哟，村里的姑娘都瞧不上啊？我秋儿可也是村里姑娘，只怕也高攀不起你家这门楣啊。你那婆娘也真是的，上下3代也没出个村的，她还瞧不上村里姑娘来了。张大娘碍着面子，一直没有出来，但却躲在门后偷听了很久。她也早就看中了秋儿能干漂亮，最重要的是刘寡妇手里捏着那么大一笔赔偿金，又只有这么一个闺女，这要是把秋儿娶进门，那些赔偿金到头来还不得落到自己家来。这时候连忙跳出来，挽住刘寡妇的胳膊，就跟亲老姐妹似的，哪里像是早上刚吵过架的呀？哎呦，桂英啊，别听老头子胡说，我哪是看不上村里姑娘啊，我是村里除了你家姑娘谁都看不上。你看看我天天啊瞅着这么一个漂亮能干的姑娘，还能看得上旁人吗？我呀早就想到你家提亲了，就是看着秋儿还小，怕你舍不得呀。现在秋儿眼看着15成人了，我看啊，我还是得先下手为强，省得叫别人把这朵花儿给摘喽。张大娘这几句奉承的话一出，刘寡妇就飘了，也记不得早上2人还干架呢，笑道：这么说咱俩竟然还能做亲家。可不嘛，
肥水不流外人田呐。我这俩儿子呀，你随便挑，以后啊，我俩儿子都管你喊娘。你那俩儿子呀，都是好的，只是我嘛，还是觉得呀，铁柱和秋儿年纪更配一点儿。叶千灵惊呆了，没想到这俩村妇的姐妹情也是这么塑料啊！这边张大娘和刘寡妇聊得正欢呢，那边秋儿却是狠狠的一跺脚，小脸通红，也不知是羞的还是气的。娘，刘寡妇笑道：“大人商量事儿呢，你先回去。”秋儿似有千言万语，却又一句都说不出来，只得咬着嘴唇往回走。经过叶千灵身边的时候，眼神扫过，说不出的怨毒。叶千灵原本只是想打趣一下秋儿，给他点教训，没想到两家父母竟是一拍即合，把婚事都这么说定了。阿叶媳妇儿说呀，在山上遇到了野猪了，还说同柱当时也在，可是真的啊？可不是真的嘛！同柱下午啊，连滚带爬的回来，一身衣服啊都摔烂了，约摸着吓坏了。这会儿啊，还躺在屋子里边发烧呢，铁柱正守着他呢。我还庆幸啊，这小子竟然从野猪的嘴里给逃命出来了。怎么，你家阿叶当时也在啊？奇怪，怎么同柱没给我说呢？张大娘哪里知道同柱的龌龊心思啊？同柱回来以后，只当阿叶两口子已经叫野猪给咬死了，提都不敢提。刘寡妇吞了口口水，瞥了一眼叶千灵，那意思是算你没撒谎，又回头对着张大娘道：“哟，这可真是吓人啊！幸亏都没有受伤，我先回去烧晚饭了。掌灯以后啊，你到我家来，咱们细聊孩子们的事儿哈。”哎，好好好。几人刚回到院子，就听到秋儿屋里传出了哭声。刘寡妇连忙进去：“秋儿，怎么啦？”叶千灵连忙接话：“妹妹怕是不愿意。”“不愿意？上哪儿再找这么好的婆家呀？”刘寡妇一意孤行惯了，哪怕是女儿的婚事，也是强硬无比的。只见秋儿已经哭肿了眼睛，叶千灵装糊涂：“秋儿怎么哭成这样啊？跟死了娘似的。”“你咒谁呢？”“我就是打个比方。”秋儿一抬头看到了叶千灵，眼神里的恨都快要溢出来了。“你自己嫁了个傻子，就要拿我当垫背的吗？”“秋儿妹妹，这话怎么说呀？同柱铁柱哥俩一个也不傻呀。再说了，都是一家人，干嘛说我家阿叶傻？你这么说，我可不愿意。”叶千灵又掐了阿叶一把。阿叶神助攻：“我不傻。”刘寡妇一听，连忙拉架：“死丫头，乱说什么？阿叶哪里傻了？”秋儿虽然愤怒，但毕竟还是有一些城府，知道阿叶现在是抢手货，不能够再随意的践踏了，但是满腔的怨气又不吐不快，便喊道：“娘，铜柱铁柱我都不会嫁的，谁愿意嫁谁嫁。那哥俩，铜柱一脸脓包，铁柱个头还没我高呢，要是逼我嫁他们，我宁愿一头撞死。”“哟，妹妹啊，话别说的这么死，刚嫁给阿叶的时候，我不也是恨不得一头撞死吗？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秋儿脸都绿了，生怕刘寡妇听了这话更加的不在乎自己的反抗。我上吊，我和耗子药，我喝了耗子药再上吊，上吊不行，我抱着块砖跳河去。过日子嘛，男人只要能干又待你好就行了，脸蛋个头又不当饭吃。刘寡妇怕秋儿真的干傻事，拿出了一副过来人的架势劝道：“你兄弟俩都有粗鲁又没学识，能对我好吗？”任凭刘寡妇怎么劝，秋儿还是一口咬定不嫁，可把刘寡妇愁坏了。叶千灵眨巴眨巴眼睛：“听妹妹这么说，你是喜欢又高又帅又有学问的男人咯？”秋儿脸色顿时通红：“
刘寡妇却一下子反应了过来：“死丫头，你该不是想着那个穷书生吧？我跟你讲啊，想都不要想，我在一天就不可能。你要是跟那个书生走了，我才喝了耗子药再上吊呢。”娘，什么书生啊？别给我提那个书生，想起来我头皮都疼。你们都回去！刘寡妇恼羞成怒，把叶千灵和阿叶都赶了出来，自己却还在那高一声低一声的训斥着秋儿。秋儿则是越哭越凶，真的是跟死了娘似的。阿叶，你知道书生是怎么回事吗？阿叶挠挠头。前2个月，一个外地的书生逃荒到这里，说他老家大旱，爹娘都饿死了，只剩他自己了。正好叫秋儿碰着，就带回来了，还下了碗鸡蛋面给他吃呢。后来呢？后来干娘也回来了，看到书生一身破破烂烂，就给赶走了。秋儿还哭了好久呢。那书生现在好像就住在东头的破庙里，天天读书，说是要赶春考呢。有前途啊！叶千灵啧啧嘴，明天咱们去会会那个书生，看看什么人能把秋儿迷成这样。明天不是还要砍柴吗？这么喜欢砍柴，你自己慢慢砍去。叶千灵白了他一眼。刘寡妇母女2人一直窝在房里，不知说了什么。晚饭看来也是省了，2人只好回到了破房间。夜幕降临，温度骤降，呼呼的寒风吹着，叶千灵只觉得脑壳都冻得疼。可是阿叶还没睡，又不好进空间去拿羊毛被，只好窝到床上，用破被子包住了自己。阿叶也是磨蹭到了床边，开始解上衣。叶千灵怒道：“你脱衣服干嘛？”没想到阿叶只是把早上叶千灵揣在他兜里的肉包子拿出来，嘿嘿一笑，递到叶千灵的手上：“娘子，我一直捂着呢，不凉，你吃。”叶千灵愣了愣，这傻子对自己倒是不孬，看他那样子都快对着包子淌口水了，居然还能够忍着馋让给了叶千灵。“你不饿吗？”“我不饿。”阿叶吞了口水，肚子也应景的发出了咕噜声。“你自己吃吧，我不爱吃包子。”“什么？鲜肉包这么好吃，娘子竟然不爱吃？”“叫你吃你就吃，哪儿那么多废话呀？”阿叶见叶千灵竟是真的不想吃的样子，便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吃完以后也不用叶千灵说，就老老实实歪到了床角，蜷缩着躺下了。白天打野猪也是累了，很快的就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叶千灵悄悄地探头看了他一眼，把破被扔到了他身上，这才放心地进入了空间。抱羊毛毯的时候，叶千灵瞥见了楼下的各种整容设备，不由心头一痒，顺手带了一点常用的工具出来。叶千灵轻手轻脚地下了床，蹲在阿叶身边，开了一瓶填充物溶解剂，倒在一块药棉上，饶有兴味地看着阿叶的脸。“啊，你这面具再厉害，应该也没有21世纪的硅胶厉害吧？”叶千灵说罢，便把药棉覆盖在了阿叶的半边脸上。等了一会儿，再摸那半边，已经是软了很多了。又摸出了一把小小的修容刀，很细致的慢慢从他的下巴开始撬。不一会儿，还真的就把那层面具撬松了。啊，果然是假脸啊！叶千灵有些惊讶，阿叶没有失忆之前到底是个什么人啊？那面具与阿叶的皮肤本来就是贴合的很牢固的，又戴了这么久，都快要长在一起了。叶千灵又想着等一会儿还给他戴上去，就不敢把面具给破坏了，因此足足费了将近2个时辰才撬松了半边。摘下面具的一瞬间，叶千灵就呆住了。他前世经常接触来微整的大小明星无数，什么样的帅哥没见过呀？可是阿叶也长得太好看了吧？虽然只有半边脸恢复了容貌，
可是已经惊为天人了。面具下的皮肤略显得苍白，手感却是好的不得了，比绝大多数的女人的皮肤都好。浓淡恰到好处的剑眉，眉角是一点别致的朱砂痣，让她的英俊略显几分阴柔。秀挺的鼻头，略显凉薄的薄唇，配上她那一双原本就澄澈深邃的眸子，放到21世纪，简直立马可以出道秒杀所有鲜肉啊！就在叶千灵盯着阿叶那半边脸吞口水的时候，阿叶突然间睁开了眼睛。叶千灵吓得差点尖叫出来。娘子，娘子，你怎么了？没怎么。你怎么醒了？一边说话，一边把工具和那半张面具藏到了身后。好在这屋子里面没有镜子，阿叶也看不到自己现在一半奇丑一半绝美的怪模样，要不只怕他自己都要被吓死了。我脸有点疼。阿叶皱眉嘟囔着，这就想要伸手摸摸自己的脸。叶千灵连忙一把拉住他的手。我一个人睡着有点冷，你上来陪我吧。阿叶受宠若惊。我上去陪娘子。叶千灵死死地抓着他的手。阿叶只觉得叶千灵一双柔体软嫩香滑，而他身上那股若有似无的体香又窜进了鼻孔，不由得又在胸腔里打起了小鼓，身体的某一点也跟着一起醒了。阿叶害怕被叶千灵发现，想伸手去捂，无奈双手都被叶千灵死死地抓着。娘子，哪里来的毯子呀？这毯子好香啊！嘘，我刚刚去刘寡妇屋里偷偷抱来的，明早还要还回去呢，让叫他知道了可不得了。阿叶被叶千灵吓得不敢再问。娘子，你能松开我的手吗？怎么，你不喜欢我握着你吗？不，喜欢，只是我的脸又疼又痒的，我想挠。阿叶老实答道。叶千灵舔舔唇，这傻子怎么事儿这么多呀？我帮你挠。什么？娘子竟然要帮我挠痒痒？阿叶的心花都快要美开了。为了不让阿叶摸到脸上的古怪，叶千灵果然的亲手帮他轻轻的挠了起来。面具戴久了，皮肤自然是敏感的很，又疼又痒也是正常。叶千灵挠了一会儿，又悄悄地从床下摸出了一支消炎药膏，挤了一点涂到了阿叶的脸上。阿叶总算是不难受了，脸上告急解除之后，叶千灵才发现两人竟然几乎已经是面对面贴在一起了。而阿叶那半张脸又恢复了容貌，简直叫他忍不住的心猿意马起来。阿叶，以前的事你真的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吗？爹娘是谁啊？家在哪里啊？名字叫什么？都记不起来啦？想不起来。那你为什么叫阿叶呀？你还记得吗？我只依稀记得名字里有个叶字，其他的想破头都想不到了。干娘就喊我阿叶了。唉，睡吧睡吧。娘子，又干嘛？娘子，又干嘛？你干嘛一直抓着我的手？叶千灵一愣，是啊，老抓着他的手也不是事儿啊。你抱着我睡，好奇害死猫，自己惹的事儿，跪着也要扛下来。抱你睡？阿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妈呀，娘子今晚怎么了？又是握我的手，又是替我挠痒痒，现在居然叫我抱着她睡。一定是我阿叶太可爱，娘子越来越疼我了，一定是。阿叶美滋滋的把双手环住了叶千灵的身体，正好放在了那个尴尬的位置。娘子，你的胸口怎么有2块大馒头啊？好软啊！臭流氓，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叶千灵又被袭胸，气得差点岔气，一把推开阿叶的手，正想扇丫的，
看到那半张绝色的脸，又下不去手了。阿叶一脸懵逼：不是娘子你自己叫我抱你的吗？我叫你抱我，我没让你乱摸。那还抱吗？要不娘子你挪一下身子，我把手缩回来，我这脸又痒的话，我得挠挠。抱，接着抱，我给你挠。臭傻子，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叶千灵不得不咬着牙，含着恨，让他继续抱着自己，还得给他挠痒痒。阿叶这下老实多了，一双手环在叶千灵的肋下。饶是这样，已经是心神荡漾，大大的起了反应。叶千灵在他脸上挠着挠着，不由奇怪，傻子的脸怎么红成这样啊？不会是刚才光线昏暗，不小心刮坏了他的脸吧？阿叶也不敢说话，生怕叶千灵发现自己的秘密。两人各怀鬼胎，呼吸却都是越来越急。娘子，你好好看啊！睡你的觉！叶千灵啪的在他脑门上一巴掌，打得阿叶七荤八素的，再也不敢胡思乱想。只等了半天，阿叶才又睡着了。叶千灵长舒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从他的怀中挣脱出来，怕他再醒过来，迅速地用胶水把摘下来的半边面具又戴了上去。第二日清晨，叶千灵又把从空间拿出来的东西都送了回去，这才把阿叶推了起来。两人随便拾掇了下，往外走去，却只听外头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昨夜也不知道刘寡妇和秋儿说了什么，秋儿总算是不再闹腾了，但是面如死灰的，看起来很不开心。既没有烧热水，也没有烧早饭，病恹恹的躺在床上不愿意起来。叶千灵倒还好，阿叶却饿得肚子咕咕叫。阿叶啊，娘这几日都要忙妹妹的婚事，没时间给你弄早饭，吃俩馒头将就着吧。阿叶伸手就去接，却被叶千灵暗暗地掐了一把。他跟了叶千灵2天，也是有一点小聪明了，立刻缩回了手。这可不是从前的黑面馒头啊，这是白面馒头，甜着嘞。等过几天不忙了，娘每天啊给你做好的还不行吗？昨天才夸下海口，以后要顿顿给阿叶吃好的，今天就又变成了馒头。刘寡妇自己也觉得有点理亏。娘，您没时间弄，我有啊，我来给大家做早饭嘛。叶千灵不等刘寡妇反驳，已经撸起了袖子，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刘寡妇身上的围裙解了下来，自己穿上。娘，都是一家人，您别跟我客气啊。再说了，我是媳妇儿，做家务照顾婆婆小姑子不是应该的吗？刘寡妇呆了，我和秋儿不……字还没有说出口，叶千灵已经从篮子里摸了4个鸡蛋，顺手就找了一只碗打了。我给娘摊点鸡蛋饼。叶千灵就在刘寡妇目瞪口呆的注视下，麻溜地摊了一盘鸡蛋饼，又煮了一锅粥。虽然叶千灵前世是一个时髦整容师，可是她脑子里还是有原主的记忆呀。原主在舅舅家的时候是被当丫鬟用的呀，什么活都干，煮饭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叶千灵摆好了碗筷，阿叶，快来吃早饭啊，你不是早就喊饿了吗？阿叶连忙坐过去就开始吃笔。刘寡妇看着地上的蛋壳，心疼的滴血，连忙喊秋儿一起来吃，生怕叫叶千灵和阿叶吃多了。哪知道秋儿杠上劲儿了，死活不肯吃，竟是要绝食的架势。刘寡妇毕竟是当娘的，见女儿这样，自己也没有胃口。叶千灵趁机把他们俩的那一份全部都包起来，塞在阿叶的怀里，这才抹抹嘴道：娘，我们去打柴啦。揣着一大包鸡蛋饼的阿叶对叶千灵简直五体投地了。娘子，你真是太厉害了。叶千灵又把刘寡妇气了一下，心情大好，看阿叶也顺眼多了。你呀，跟着娘子混，有肉吃。阿叶点头如啄米，这2天可不就是天天有肉吃吗？走，
去破庙。破庙在村子尽头的一片荒林里，刚一靠近，就听到朗朗书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叶千灵敲敲庙门，读书声戛然而止。破庙乃是村民共有，来者无需敲门，进来吧。有点意思。破庙乃是村民共有，来者无需敲门，进来吧。有点意思。进去之后，只见一身白衣的男子坐在破破烂烂的长案前，桌子上堆满了笔墨纸砚。阿叶兄到这里来了，不知刘伯母和秋儿姑娘可好？说罢，又看到叶千灵。这是我娘子。阿叶自豪地介绍道。男子一愣，旋即笑道：几日不见，阿叶兄竟已成家立业，小生却依然苟且在这破庙之中，惭愧惭愧。叶千灵悄悄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书生，虽说没有阿叶露出来的那半张脸惊艳，但也是一个传统的美男子，再加上说话这么文质彬彬的，整个村里也找不出第二个，怪不得秋儿一眼就喜欢上了。小娘子好，小生杜白，不敢请教娘子芳名。叶千灵扑哧一声，差点没笑出声。杜白，杜甫、李白的大名，都叫你用上了呀！沾着2位大神的光，不考个状元都对不起这个名字呀！杜白见叶千灵憋笑，不由问道：小娘子为何发笑？没有，我叫叶千灵，叫我千灵就行。果然人如其名，千面玲珑。杜白也不追究前世，淡淡笑道：小生在此乡也有2月余，从未见过这位姑娘，不知姑娘是从哪里下嫁而来？沟村。叶千灵搜索了一下原主的记忆，回答道。杜白顿顿：沟儿村啊，离这里10里路呢。我都不知道几里路呢，轿子抬来以后也没有回去过，你倒是比我还熟啊。小生惨遭突变，一路乞讨过来的，所以记得清。杜白解释道。叶千灵同情不已，这么惨啊！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小生全当是历练。叶千灵没有想到杜白如此的乐观，鼓励道：没错，你春考一定能中榜的。杜白却好似对春考并不在意，而是问道：不知千灵姑娘在娘家时，最近有未见过陌生男子出没？叶千灵有一些奇怪：陌生男子？你在找人啊？杜白微微颔首道：倒也不能算是找人，我有个表弟跟我一路逃荒时走散了，所以我想试试看还能不能找到他。你光说陌生男子，这怎么找呀？怎么的也得有一个相貌特征啊。我那表弟长相倒是个妖孽货色，个头身材嘛，跟阿叶兄差不多的，眉角有一颗红色朱砂痣，尤其好认。叶千灵脸色微变，长相妖孽，眉角朱砂，那不就是阿叶本人吗？难道杜白找的人就是阿叶？千灵姑娘见过我表弟？没有。那姑娘为何这样表情？杜白的样子有些着急，和方才的温吞判若两人。我倒是还没有见过长着红痣的人呢，有点好奇而已。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失散的表弟。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了，有生之年只要他没死，我是肯定要把他找出来的。届时我兄弟2人重整家门，也不枉父母舅舅在天之灵。杜白微微眯起眼睛，悠悠说道，眼睛里却射出了一道闪烁不定的光。不知为何，叶千灵看到那道光，莫名的便有一些紧张。他也搞不懂自己为何没有告诉杜白实情，反而是选择了隐瞒。我们还要去打柴呢，就不打扰杜公子了。叶千灵扯了扯阿叶的衣服。杜白微笑，那小生就不送了，二位慢走。出了破庙，叶千灵不禁疑惑，杜白真的是个逃荒的？阿叶真的是他失散的表弟？若阿叶也只是一个逃荒的倒霉孩子，
又是谁在他脸上做下了这么精致的面具呢？不论给他做面具的是什么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个人不想让阿叶以真实的面貌示人。这张面具的存在对于阿叶来说起的是保护作用。阿叶到底是什么人？他的身份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可是阿叶傻了，也失忆了，什么都问不出来。杜白也许知道，可是叶千灵的直觉告诉自己，不能去问杜白。万一他根本不是阿叶的亲戚，而是阿叶的仇家，那不是坑了阿叶的命吗？叶千灵想了又想，决定在搞清楚这一点之前，还是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阿叶的真实面貌为妙。娘子，阿叶的声音把叶千灵从遐思中拉了回来。干嘛？杜书生说的那个眉角有红痣的人，我好像见过哎，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阿叶突然挠了挠头，用力地回忆着。叶千灵心里说，你当然见过呀，你自己不就是吗？阿叶，你好好想想，你以前有没有什么仇家啊？阿叶狠狠地挠了挠后脑勺。仇家是什么？叶千灵白眼直翻，也不知道他在山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傻了也就算了，还傻得这么透透的。算了算了，打柴去。娘子，你昨晚不是说不打柴吗？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叶千灵因为杜白的事心烦意乱的，对阿叶就凶巴巴的。阿叶不敢说什么，只好乖乖进山。娘子，我背你上山吧。叶千灵嘟嘟嘴，知道自己走路太慢，便也不逞能，老是爬到阿叶的背上，捏捏阿叶的耳朵，心里倒是升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来。这个傻子虽然傻，对自己倒是真的很好，只是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过去，过去的他是个好人还是坏蛋啊？叶千灵正想着呢，阿叶突然小声开口，语气中全是兴奋。娘子，娘子，你看那是什么？叶千灵顺着他的手一看，只见一棵松树上两只纯白的雪貂正在嬉闹。叶千灵也兴奋不已，轻手轻脚地从阿叶的背上下来。你能打到吗？阿叶已经从背上摸出了弓箭，眯着眼睛瞄准。可以。叶千灵微微一愣，阿叶说可以的时候，眼神里全然没有了平时的那一股傻气，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纯天然的自信和与生俱来的沉敛。呲溜！叶千灵还没有反应过来呢，阿叶的箭已经射了出去。叶千灵本来想着两只雪貂能射中一只已经是赚大了，哪知道阿叶竟然一箭双雕。昨天看到阿叶单枪匹马猎杀野猪的时候，叶千灵已经很诧异了，但那毕竟是蛮力，也有运气的成分。今儿射雕这一箭，要是没有个10多年的基础，肯定不会这么精准的。阿叶，你以前到底是什么人啊？不管以前是什么人，约莫大概没有现在这么傻吧。阿叶跟叶千灵在一起待久了，也学会调皮了，捡起掉下来的两只雪貂。娘子，你看。叶千灵哭笑不得，接过雪貂，还是高兴地擦掉了血迹，撕了一块手帕，把两只貂头朝下绑了起来，这样血就不会流到皮毛上了。走，去集上。又不交给干娘吗？你就不想跟我单独成家呀？咱们跟刘寡妇分家，然后自己盖一所大瓦房，火炕烧得热乎乎的，你每天打柴，我每天做好大肉包等你，你说好不好？每天都有大肉包？当然啦，每天都有大肉包。我想。你想，咱们就得先攒钱啊，猎物都交给刘寡妇去卖了，咱们哪来的钱盖房子、砌火炕、做大肉包啊？我懂了，我每天都要打多多的柴去卖，早日跟娘子盖自己的房子。叶千灵忍不住笑，这傻子总算是开窍了。哟，又来卖野味啊？魏老板见多识广的，见过有人
把雪貂当野味来卖的吗？我们明明是来卖皮草的。我是开酒楼的，自然只收野味了。两位想卖皮草，不该来我这里啊。叶千灵抿嘴笑笑，绝口不提自己找不到皮草铺，而是说道：昨个跟魏老板合作甚欢，所以啊，很是信任魏老板。我都说了，做买卖不止赚钱，也交个朋友嘛。这两只雪貂成色极品，我自己卖怕埋汰了。魏老板人脉广，也许啊能够介绍到好买家，所以这才又来了天香楼啊。魏老板舔舔唇，我生意这么忙，哪有功夫给你介绍买家呀？叶千灵凑近，伸出一根食指。1成。魏老板要是介绍成功，给你抽1成。魏老板内心狂喜，这两只雕，少说一只能卖50两，抽1成的话，也有10两银子了。可是，做生意的人哪个不贪啊？魏老板假装为难的摇摇头。这种好东西价格高昂，此乡多是清苦百姓，谁能买得起啊？怕是不好介绍，太耽误功夫了，划不来。那魏老板心意如何？少说2成。魏老板，您这就不地道了，简直就是老人家欺负我们小人家不懂行情。我们已经答应把以后打到的野味都卖给魏老板了，魏老板就是卖我们个人情，也该替我们介绍介绍客户啊。魏老板一听叶千灵这话，要是不介绍的话，这小两口该不会以后就不给自己送野味了吧？他俩的野味质量高不说，价钱还公道，不像之前那个刘寡妇送来的东西，不是少根腿儿就是缺块肉的，价钱还高得离谱，可不能把这样的供货商给得罪了。嘿嘿嘿，好，1成就1成，我就当卖你们个人情，以后有好货可一定要给我哟。阿叶也不知道1成2成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光看着叶千灵和魏老板周旋，他就知道叶千灵占上风了。娘子漂亮也就算了，居然还这么聪明，阿叶满满的都是自豪。两人在天香楼等到下午时分，又吃了一顿免费的饭菜，魏老板就把城里吴大户家的买办带来了，最后以120两的价钱成交。分了魏老板12两之后，叶千灵只留下了8两碎银子揣在身上，把剩下的100两并昨天赚的20两都拿到钱庄换了一张银票，藏进了贴身的小衣里，这才跟阿叶一起回家。这些钱可是离开刘寡妇家的根本，千万不能叫那个泼妇给发现了。对了，娘子，咱们这连续2天了都空手回家，干娘会不会骂我们呀？就怕他不骂呀，他把我们赶走了最好了。叶千灵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他攒的这些银子足够和阿叶单立门户了，但他要是直接跟刘寡妇提分家，刘寡妇肯定不会这么放过他们。倒是这样每天光吃饭不干活，没多久刘寡妇肯定就会忍受不了，赶他们走。怎么今天又是什么都没有啊？野味打不到，就老老实实去打柴呀，天天吃这么多却不干活，又多养了一口人，当我是开善堂的呀。阿叶知道自己说什么错什么，干脆只低着头不说话。娘啊，山上的雪大，我们俩光上山下山的一天功夫就过去了，哪里还有时间打柴啊？什么动物都没有看到，又不敢往山里走，怕再遇到野猪啊。就你个小蹄子事儿多啊，怎么你没来的时候阿叶天天都有收获啊？这老东西还没完没了了，吵得人头疼。叶千灵决定放个大招让他闭嘴，那不然您出个休书把我休了，看看除了我哪家的姑娘能往你家里嫁呀？果然他这么一说，刘寡妇也不敢再说什么了。是啊，除了叶千灵这样没爹没妈的可怜孩子，但凡家里有一个老子娘的，谁能把闺女嫁给一个傻子呢？这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吗？刘寡妇狠狠地瞪了叶千灵一眼，给我赶紧回去把脸擦擦，张家今晚请咱们一家人吃饭，不要给我丢人现眼。
张大娘请我们吃饭啊！叶千灵眼珠子一转，便反应过来，应该是说秋儿和铁柱定亲的事儿，要不然刘寡妇又岂会舍得便宜自己和阿叶，去蹭他亲家的吃喝啊？切，还不是怕自己一个人过去谈婚事没底气。叶千灵回头瞅了秋儿的房门，果见门上挂着一把大大的铜锁，锁得死死的。封建婚姻真的是害死人呐！这老匹夫的饭不蹭白不蹭。叶千灵当即带着阿叶回屋擦了脸，跟着刘寡妇一起出了门。一到张家门口，刘寡妇便一左一右拉着阿叶和叶千灵，就好像刚才骂嫁的不是他一样，亲热的跟亲生的似的。叶千灵都快要吐了，这老东西真是绝了，演技派呀！为了女儿的婚事，在张家要装出一家和睦不好欺负的模样来啊！进了屋，只见张大娘已经准备了满满一桌子好菜，又备了酒，一家4口都围坐在桌前等着了。这规格可比过年还要丰盛。刘寡妇见到这派头，显然很满意，上前便和张大娘叙了起来。咱们都是老邻居了，也就不说客气话了。今儿啊，就把秋儿和铁柱的婚事定下来吧。我们家呀，虽然不是有钱人家，但我们老两口绝不会亏待秋儿的，一定啊，风风光光的把她娶进门。张大娘先发制人，刘寡妇又岂是好将语道：前些日子啊，王双芬家的闺女嫁到隔壁村，人家可是收了48两的聘金呢。那才叫风光。张大娘抿抿嘴，心里暗骂：你个刘桂英，真会狮子大开口。但为了那一笔赔偿银，忍了。48两，秋儿也绝对值这个聘金。我们自己的提己虽然不够，但是孩子也有几个叔舅，我舔着老脸也要借够48两啊，绝不让秋儿叫人给比下去了。刘寡妇只呵呵冷笑，不说话。借？你个张秋莲真是精明啊，光是聘金就要借了，那其他的彩礼排场还搞个屁啊！张大娘听刘寡妇这么冷笑，心里也是毛毛的。我和老张啊，还准备就在咱们这屋的东头再垒2间屋子，单独给他们2口子住，直接连到你家。到时候你们母女更好来往了。屋里的东西呀，我们也都给他们备齐了。至于你们娘家陪嫁什么，都给他们小2口，我们不要的。想来秋儿也命好，你就她这么一个闺女，还能亏待她呀？叶千灵正在喝一碗汤，听到2人的唇枪舌剑，差点笑喷。这2个大娘啊，都不是省油的灯啊。不过让叶千灵暗暗啧舌的是，古代结婚跟现代差不多呀，得有房子呀。刘寡妇岂能听不出张大娘的讨价还价，但是为了将来闺女离自己近，又嫌秋儿已经开始思春，思的还是一个破落书生，当真女大不中留了，只好也忍着。这样嘛，你们倒也费心了，就这么定了吧。下个月15可好？刘寡妇咬咬牙，15就15吧。婚事谈妥了，张大娘便开始劝酒劝菜。心怀鬼胎的2家人看起来倒也和乐融融。叶千灵只觉得铜柱那一双色眼一直贼溜溜的在自己身上转悠，正想着怎么对付他呢，没想到他居然举了一杯酒端到叶千灵的面前。灵妹，铁柱和秋儿成亲以后，你就是嫂子了，长嫂为母，以后铁柱可就要承蒙你照顾了。这一杯，我当哥哥的先干为敬了。说着，他把自己杯里的酒喝干了，居然还端起了酒壶，要往叶千灵杯里倒酒。叶千灵恨得牙齿痒痒，这个贱人干了坏事儿，还能脸不红心不跳的来找茬，真是脸皮厚到了一定境界了。灵妹，咱们也是一家人了，我也是你哥，以后啊，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跟哥说，阿叶敢欺负你，告诉哥。来，喝完这杯酒，
你就是我干妹妹。干你妹呀！叶千灵内心10000吨草泥马呼啸而过，阿叶却已经是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夺过了酒杯。我娘子不会喝酒的。童柱恨了阿叶一眼。怎么，咱们都是亲家了，我跟灵妹喝杯酒你也要管着？阿叶气血翻涌，只是嘴拙说不出来，直憋得满脸通红。叶千灵却又是咪咪一笑，从阿叶手里接过了酒，又把阿叶按回了座位上。没事儿，我跟童柱哥喝2口，叙叙情谊。童柱听到这话，当场就快要发情了，嘻嘻凑近叶千灵。嘿嘿嘿嘿，灵妹，我们农村人说感情深，一口闷，把这酒喝了，咱们才是真的有情谊呢。叶千灵又把自己的杯子放到了桌上，又往童柱的杯子里斟了一杯酒，暗暗地对童柱送了一个秋波，这才笑道：童柱哥，我们沟村喝酒可都流行划拳呢，妹妹陪你划2拳再喝，岂不更助兴？好，来来来，划拳就划拳。哎，灵妹你真是太有意思了，乌龟手啊，666啊。两人吆喝了2声，童柱输的居多，一杯酒很快就喝光了。叶千灵也输了2次，也喝了小半杯酒。童柱看着他喝尽了半杯酒，嘴角露出了狡猾淫邪的微笑。酒足饭饱，各回各家。阿叶嘟着嘴，一路都没有说话。叶千灵拎了拎他的耳朵：傻子，你怎么啦？阿叶却只是老老实实的蜷到地上，背过身子去，也不回答叶千灵。哟呵，这傻子生气了还？只是他生什么闷气呢？没人得罪他呀。叶千灵只得蹲到地上。哎，你怎么了呀？在生我的气吗？阿叶还是不说话。叶千灵越发的奇怪了，掰过阿叶的肩膀：傻子，你到底怎么了呀？这一掰，乖乖不得了了，傻子竟然在哭，还哭得很伤心。阿叶，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呀！叶千灵还以为他哪里不舒服呢，没想到他却抽抽搭搭的哭道：娘子，你是不是嫌弃我傻，所以根本不喜欢我？阿叶虽然没有那么聪明，但是又能干又可爱呀。我最喜欢我们阿叶了，你好好的，干嘛这么问啊？那你跟同桌划拳还喝酒，你还给他抛媚眼儿。娘子，你从来都没有给我抛过媚眼儿。叶千灵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这傻子不傻呀，他还能够看到自己给同柱抛媚眼，他还会吃醋了。哼，娘子你都不说话，是不是真的喜欢同柱啊？阿叶扁着嘴，眼看着就要嚎啕大哭了。叶千灵哭笑不得，一把把他拉起来：你就为这个生气呀？我不是生气，我只是怕娘子喜欢上同柱就不要我了。阿叶委屈巴巴，这么笨还不肯承认自己傻。你看我是会喜欢那种人渣的人吗？人渣？娘子不喜欢同柱？阿叶高兴的想要跳舞。那你干嘛陪他喝酒，还跟他抛媚眼？你呀，脑袋瓜子不灵光，就要跟娘子我多学着点，懂吗？叶千灵用食指狠狠地戳了戳阿叶的脑门。同柱这个坏的流油，你觉得他会好端端的给我敬酒吗？阿叶脑袋瓜子被戳得生疼，心里却是甜的。嘿嘿，阿叶不懂。不懂，你还装懂。只见破窗户叫人捶得咚咚直响。有贼！娘子你躲好，我出去看看。阿叶抓起一根木棍子就要出去，却被叶千灵给拉住。你看过哪个贼这么大张旗鼓的敲窗户的？不是贼。阿叶呆了。那是什么人？叶千灵撇嘴一笑，哼，你不是问我干啥给同柱抛媚眼吗？看着吧，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外面的不会是同柱吧？阿叶这一下还算是反应的够快。开开门啊，灵妹，开开门啊，哥哥想跟你睡觉。同柱猪一般的嘶叫声贯彻长空。真的是同柱，看我不打死他！叶千灵也呆了，这同柱胆子也太大了吧？
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欺辱良家妇女呀。果然，刘寡妇先就被吵醒了，她也听到了同住的叫声。叶千灵好歹也算是刘寡妇的干媳妇儿，这样被人公然调戏，她岂有不管的道理啊？示意举着一个铁耙子就出来了。同住，你在我家院子里瞎嚷嚷啥呀？刘婶儿，我热，我燥得慌，我想跟女人睡觉。像个发情的公狗一样，还在不断的捶着叶千灵的窗户。刘寡妇气不打一处来啊，举着耙子就来打同住。畜生啊，你还是人吗？同住被刘寡妇这么一赶，就赶到了秋儿房门口。他像一个公狗鼻子似的，闻到了秋儿屋里发出的少女香，又爬到了秋儿的门口，狠狠地撞了起来。秋儿，开开门啊，哥哥想跟你睡觉。秋儿在屋里已经吓坏了，哪里还敢说话呀？叶千灵和阿叶趴在窗户口，看到这一幕，叶千灵忍不住捂着嘴直笑。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娘子，同住这是怎么了？我看像是中邪的样子。中什么邪呀？他这是喝了春药了。原来方才同住贼兮兮的来劝酒的时候，叶千灵就已经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儿，悄悄的观察，才发现他在指甲盖里藏了药粉，趁着倒酒时洒进了叶千灵的酒杯里。叶千灵一开始想直接揭穿他，后来干脆将计就计，看看他到底下了什么药。这不，原来是媚药，自作孽不可活。刘寡妇见同住居然连秋儿的房门都敢敲，气得就想提刀砍人，挥着耙子又追了过来，一边追一边喊：张秋莲，你还不过来看看你儿子呀？神经病啊，到处摸年轻姑娘的门算什么呀？哪知道同住药劲上头，见秋儿的门一直撞不开，已经憋不住了，一把拽住了刘寡妇手上的耙子，直接扔到了院子外。刘寡妇没有武器，2下子就被同住拦腰抱住，还被他的臭嘴连着亲了好几口。我去，太劲爆了！屋内的叶千灵连忙捂住了阿叶的眼睛。少儿不宜啊，少儿不宜，快把眼睛闭上。哎呀，同住哥在欺负干娘，咱们要不要去帮忙？阿叶惊慌不已。帮个锤子呀，别说话。叶千灵干脆把阿叶的嘴巴也捂住，一边啧嘴一边独自看热闹。刘婶儿，秋儿和灵妹的门都敲不开，真不行，你老人家将就着给我杀杀火也行。婶儿，我真憋不住了，快可怜可怜我呀！同住说着，已经把刘寡妇压在了身下。刘寡妇再凶悍，也是个娘们，这些年又不做什么活计，哪里是20出头的同住的对手？就在这时，张大娘、老张头和铁柱也都是披上了大衣赶了过来。一看到眼前的情景，全都惊呆了。刘寡妇白花花的在雪地里打抖，同住更是连屁股蛋儿都光了，这画面辣眼睛。老张头和铁柱连忙翻进院子，一左一右的按住了同住。你们这是养的什么畜生儿子呀？欺负人欺负到我们孤儿寡母头上了，我这就要去报官。哎，老刘啊，别冲动，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同住这孩子不会是中邪了吧？吃晚饭的时候还好好的呀。中个邪屁，我喝了玉女散，再不给我找个女人，我就要爆炸了。娘，你劝劝刘大娘，秋儿反正就要嫁到咱们家了，给我先用下也无妨啊。畜生，畜生啊！刘寡妇一听，指着同住的鼻子，气得浑身抖如筛糠。孽障，你给我回家，看我不打断你的腿！打断腿怕是不行，要打断那第3条才行。娘，他们家的女人都不让我碰，不然你求求儿子吧，你不想看儿子死吧？同住嘴唇干的都要裂开了，眼睛充血，看着张大娘都浑身冒火。老张头气的拾起地上的铁耙子，对着同住就是狠狠的2耙子。你这个畜生哟！哪知道同住被打了
也不消停，在地上滚来滚去，满地的血碴子也没能泄掉他的火。就在这时，猪圈里的老母猪突然叫了2嗓子，铜柱眼睛一亮，爬起来就跳进了猪圈，对着一头老母猪开始不可描述。我去！叶千灵的眼睛都快要被捂瞎了，这铜柱的口味也太重了吧！就算是药劲儿上来了，也不至于这么饥不择食呀，连母猪都不放过。母猪做错了什么？叶千灵无比同情地为那头母猪祈祷。母猪啊母猪，你今儿个也算是为姑奶奶我挡了煞，明天啊多喂点猪食给你啊！铜柱在猪圈直捣鼓了足足半个时辰，总算是消停了下来。刘寡妇却不依不饶，瘫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妈呀，这是人还是畜生啊！欺负我家的女人就算了，连我家的母猪都不放过。看明儿我家老母猪要是下不了崽儿，我为她试问。张大娘自知理亏，上前去劝，却被刘寡妇一把推开。这婚事不定了，我们家秋儿要是嫁到了你们家，被这么一个畜生早晚盯着，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哎，别呀！张大娘这下慌了。刘寡妇把他们几个人推出了小院。都给我滚，别再进我家半步，明儿个我就去报官，你们一个都别想脱干系。张大娘还想说什么，又怕把村民给招来了，只好灰溜溜的先回家了。刘寡妇吃了这么大一个亏，整个人都虚脱了。转身回屋的时候，突然气不打一处来，跑来砰砰砰的拍着阿叶的门。你两个睡了还是死了？这半天没听见动静吗？也不出来帮帮老娘！门后的阿叶条件反射的就想要去开门，叶千灵却一把拉住他。干娘在敲门啊！阿叶急道。我知道他在敲门。叶千灵不紧不慢的凑到阿叶身边，把阿叶的上衣都脱了，自己的外套也披到了肩膀，露出了一抹雪白的皮肤来，这才道：行了，去开门吧。娘子，外头风大，你干嘛要解开衣服啊？小心吹出风寒。再说我也冷啊。你俩干什么呢？装死呢？叫你开门你就开门，哪有那么多废话呀？阿叶只好瑟瑟缩缩地打开了门。干娘，干啥？刘寡妇刚刚被脱光光的铜柱轻薄成那样，已经对男人的裸体产生了恐惧。这一开门，看到阿叶也是裸着半身，吓得往后就退了半步。要死啊！大半夜的，脱成这样，做贼啊！叶千灵小鸟依人的从阿叶的背后钻出一个头，笑嘻嘻地说道：脱衣服睡觉呀？娘睡觉难道穿着大袄啊？刘寡妇一眼瞥见叶千灵也是衣衫不整，那张老脸顿时就红了。她虽然守寡多年，但是当年跟秋儿爹那可也是如胶似漆的，这点夫妻间的事儿还能不明白吗？见两人这副模样，就知道他们肯定是在干好事儿。这气也不是，不气又咽不下去。老娘在外头都快叫人日了，你俩也不出来帮衬着点，真是白眼狼！说完，气呼呼地走了。叶千灵把门一关，哈哈大笑了起来。这老娘们儿也太粗俗了吧！娘子，什么是日啊？日就是聋，他骂我们聋呢，说我们听不见外头动静。阿叶凝眉思索，觉得哪里不对，又说不出哪里不对。算了，娘子说的都对。娘子，我能把衣服穿上了吗？没有叶千灵的准许，阿叶不敢擅自穿衣服。叶千灵经他这么一提醒，才抬眼认真地看他的身材。这一看，口水差点掉下来了。阿叶的身材，典型的穿衣显瘦，脱掉有肉啊，线条分明的手臂，精瘦的腰身，6块隐隐约约的腹肌，真的是多一分则嫌多，少一分则嫌少。娘子，叶千灵回过神来，
狠狠地吞了口口水。快快快，穿起来吧！叶千灵装作不经意地转过身去。这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叶千灵本来想着等阿叶睡着就去空间里面拿羊毛毯子，哪知道比阿叶先睡着了。睡着之后又冷得一直往阿叶身边缩，阿叶的身体像一个小火炉，贴上了就暖和了。叶千灵这么钻在阿叶怀中，阿叶却怎么都睡不着了，心里像是有一只小手在挠一样。娘子怎么这么香呀？娘子睡着的样子怎么这么可爱呀？像个小老鼠一样。天哪，娘子怎么还流口水了？第二日一早，叶千灵在一阵压迫感中醒来，一睁开眼，只见阿叶的手脚都压在自己身上，两条腿跨在自己的大腿上，至于手嘛，压在了胸前的不可描述上。臭傻子，你给我起开！叶千灵一脚踹开了阿叶，阿叶嗷嗷醒来，睡眼朦胧地看着叶千灵。昨夜偷看叶千灵看到了半夜，现在睡眠不足，脑袋发晕，被踹了也没有清醒过来。不过他很快就清醒了。刘寡妇已经在外头叫骂开了，日头都晒到屁股了，你们两个还不滚起来，给我出去干活！好几天了，一根柴都没有给我带回来，天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们，真把老娘当冤大头啊！阿叶吓得提起柴刀就要开门，叶千灵却白了他一眼。着什么急呀？说着便走过来，细细的替阿叶把头发重新的搂了搂，又理了理衣服，直到外头的刘寡妇差点要用脚踹门了，才把门打开了。小蹄子，你俩干嘛呢？这么久不开门？小两口睡觉。娘，你说我们还能干嘛呀？刘寡妇不料叶千灵这么脸不红心不跳的回答自己，要是旁的新媳妇儿，只怕脸都要羞红了。这下轮到他自己这张老脸红了。你这个小浪妇，还要不要脸了？娘啊，我跟阿叶明媒正娶，拜过天地的，又没干什么越规矩的事儿，怎么就叫不要脸了？我倒是记得昨晚上娘都叫同住哥扒得只剩肚兜了。刘寡妇气得差点跳起来。干娘，我们这就去打柴。快给我去，今儿早上没得早饭了，晚上不带柴火或者野味回来，晚饭也没的。什么时候带回东西来了，什么时候给饭吃。说着连推带搡的把两人赶出了门。叶千灵摇头啧啧道，这刘寡妇一把年纪还真是白活了，秋儿不在她身边指点，她就是一个被拔了牙的母老虎，连馒头都不给了。阿叶却愁眉苦脸，今天可真的要带东西回去交给干娘了，要不没饭吃可怎么办？吃，就知道吃。昨天怎么跟你说的？你是愿意跟着刘寡妇天天吃馒头，还是愿意跟着我天天吃肉啊？阿叶想到这几日吃的大肉，不由吞吞口水。这样糊弄干娘真能成？你也知道咱们在糊弄她呀。野猪雪貂都叫咱们媚下了，还不叫糊弄啊？阿叶挠挠头，自己的东西怎么叫媚啊？咱们正大光明的收获劳动果实好吗？刘寡妇那才叫媚，不，那是抢。阿叶似懂非懂，叶千灵也懒得跟他解释，而是用实际行动再次让阿叶认识到什么叫站队队伍。把阿叶带到集上，到包子铺里给他买了一笼大肉包。叶千灵不等他开口就抢白，怎么样，跟着娘子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啊？快吃，吃完了干正事去。阿叶吞完一笼包子，心里的小天平彻底倒向了叶千灵。在刘寡妇手里本就受了大半年的窝囊气，眼前有了这么漂亮的小媳妇儿，对自己又好，最重要的是天天都有大肉包吃啊，谁还要再听那个夜叉的话呀？
两人今日运气不佳，进山之后什么都没有打到，回家的时候也不用装两手空空了。这把是真的两手空空。阿叶有些懊恼，想是天气太冷，动物们都躲起来冬眠了。不妨事，咱们正好变点戏法。什么戏法？你在刘寡妇家一天没歇的干了半年活了，就不想休息休息？可是，干娘怎么会舍得让我们休息啊？叶千灵掏出了一方手帕，把阿叶的双眼蒙上，乖乖等着，看娘子给你变戏法。阿叶不知道叶千灵要干嘛，老老实实的闭着眼睛。叶千灵则是飞速的进了工作空间，把化妆箱摸了出来，扒开了阿叶的裤腿儿，在他的腿肚子上画了一道又深又长的伤口。叶千灵是干什么的？搞胸容的呀，不止整容拿手，化妆也是看家本领啊。待叶千灵收好了化妆箱，摘下阿叶眼睛上面的手帕，阿叶简直被腿上的伤口吓坏了。妈呀，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奇怪，不疼啊。是我画出来的，怎么样？这戏法好玩吗？画出来的。阿叶不敢相信地摸了摸腿，只抹下来一抹嫣红。这怎么画的？用我平时化妆的眉笔胭脂画的。至于怎么画的嘛，天机不可泄露。你呀，等一会儿回去的时候什么都别说，就跛着腿看疼就行了。阿叶又看了看伤口，要不是真的不疼，都不敢相信那是假的。老规矩，把叶千灵背到了村口的时候，叶千灵从阿叶的背上溜了下来。阿叶则是听叶千灵的话，提着裤腿，在叶千灵假模假样的搀扶之下，一瘸一拐地走着路，嘴里还嚷嚷着疼啊，疼啊，疼啊，疼啊。叶千灵故意让阿叶从每家每户的门口都过了一遍，好多村民都看到阿叶的伤口了。这么冷的天儿，又快过年了，村里人都歇活了，这刘寡妇心也忒狠了，居然还叫傻子上山。哎，可怜见的，也不知道啊，在哪里受了这么重的伤啊。叶千灵听到这些话，表示很满意，就这么慢吞吞的挪到了刘寡妇门口，又故意的让阿叶站到了篱笆门后面。门挡住了阿叶的腿，从院子里面看不到他腿上的伤口。白日里，张大娘怕刘寡妇真的要去报官抓铜柱，过来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还赔了20两银子。刘寡妇才松口答应不再报官，但还是问候了张家祖宗18代，才算是出完了气。又把秋儿放了出来，哄了半天，母女尽释前嫌。此时见到阿叶小两口又是一无所获，还一脸苦相地站在门口，刘寡妇立刻就炸了。柴呢？山货呢？干娘，天儿太冷了，猎物都找山洞躲起来了。那你不会一个一个山洞去找啊？啥也没有，你们还好意思回来？刘寡妇倒竖了眉毛，掐腰骂道。秋儿比她的娘聪明许多，自叶千灵进门之后，阿叶就再也没有往家里带过任何东西，猜到肯定是叶千灵在背后捣鬼。阿叶哥，最近打野味儿确实是难了些，但是柴还是可以砍的嘛。叶千灵狠狠地掐了阿叶一把，阿叶不背，痛得龇牙咧嘴。叶千灵趁机把他按倒在地，便是从怀中掏出了手帕，什么也不说，捂住了脸哭了起来。之所以捂着脸，是因为实在是挤不出眼泪。好在叶千灵身量虽小，却底气十足啊，眼泪没有，嗓门来凑。刚才那一些见到阿叶拖着伤腿的村民，许多都跟了过来看热闹。听到叶千灵这一番痛哭，同情万分。这刘寡妇也太狠了吧，人腿都伤成这样了，不闻不问也就算了，还问人家要柴要山货。刘家嫂子呀，阿叶虽然不是你亲生的，也是爹生妈养这么大的，
这么待人不厚道呀。是呀，瞧瞧阿叶这腿都伤成了这样了，还叫人上山，还不赶紧扶回去躺着，弄不好啊瘸了，可就害了人家一辈子呀。可怜见的，阿叶媳妇儿也就15岁吧，天天跟着阿叶上山打猎，要是我家闺女呀，我是肯定舍不得的。刘寡妇就是一个无脑战斗机，被别人这么指摘，第一反应就是打回去。秋儿却是一个细心的，立刻察觉不对，跑到门口一看，才看到阿叶腿上血淋淋的伤口，知道事情不妙，连忙凑上去搀过阿叶，佯装大惊失色。嫂子，阿叶哥这是怎么了呀？叶千灵见时机成熟，这才抽噎着说道：山上雪大，柴也不好打，猎也不好打，这几日我跟你阿叶哥都没什么收获，早上娘就不许我们吃早饭了，还说晚上带不回东西，晚饭也不许吃，我俩饿急眼了，这不一个山洞的去找野物，哪知道不小心摸进了一个老虎洞，正好遇到了一只母大虫追出来，把阿叶给咬了一口，要不是我们跑得快，现在命都没了。众人一听，大虫，哎呦，那真是福大命大了。刘寡妇也吓了一跳，大虫？怎么你一来，不是碰到野猪，就是碰到大虫？切，你不就是一个母大虫吗？怎么，娘还不信我呀？娘不信我，也该谢谢阿叶的伤啊！难道这伤还能骗人吗？村民也不答应了。刘寡妇，阿叶伤成这样，你不抓紧着找个大夫来看看，还怀疑人家撒谎，也太不厚道了吧？秋儿狠狠地给刘寡妇使了一个眼色，我娘就是心急嘴快，没有那个意思的。娘，快来，把阿叶哥搀回去躺着。刘寡妇虽不情愿，但是看着阿叶的腿，确实是鲜血淋漓，只好命秋儿、叶千灵一起把她扶进去，自己却转身把院门锁死，把村民都赶走。回吧回吧，看什么热闹呀？到了屋里，秋儿便迅速地松开了阿叶，面露嫌恶，不愿意再搀扶他。叶千灵看在了眼里，也不戳破。小样，看姐姐怎么治你。秋儿，你哥哥这腿怕是要好好调理，你们快去镇上请个大夫来吧。刘寡妇已经进门，一听到叶千灵这话，立刻道：哪有闲银子请大夫呀？阿叶身体一向好，不过就是一个小伤口，拿块布随便包包，几天就好了。秋儿望天，用沉默表示赞同。这娘俩呀，也太狠了吧！虽然伤口是假的，可是看起来却非常严重啊。阿叶给他们干了那么多活，要是真的受了伤，难道他们也是这个不闻不问的态度吗？这么重的伤，拿块布就能够包好了？那不然呢？你也知道伤得重，还不晓得好得了好不了。要是治不好了，以后也不能够干活了，还浪费银子干嘛？合着你们看阿叶不能够干活就不管了？他自己要是能好继续干活，那我们肯定管呀。要是好不了了，我们小门小户的肯定养活不起你们2张嘴了。叶千灵心神一动，决定将计就计。娘好狠的心啊！阿叶这腿都伤到骨头了，十有八九是好不成了，以后估计也干不了农活了。我不管，阿叶是娘的干儿子，我是娘的干媳妇儿，我们打死都不会走的。娘一定要管我们一口饭。刘寡妇一听，差点跳起来。小贱人，阿叶是我哪门子的干儿子？不过随口一说的，又没有过衙门的，你们可别赖着我呀。娘那日不是跟张大娘说我们是一家人吗？你听错了。刘寡妇矢口否认。妹妹，那天你也在的，我听错了吗？嫂子，莫怪娘把话说难听了，不是娘不愿意管哥哥嫂子，
实在是我们孤儿寡母的，养活自己都不容易了，哪还有余力再养你们2张闲嘴呀？只看哥哥伤口恢复怎么样吧，要是恢复得好，还能够干活，我们自然还是一家人在一起亲亲热热的生活。要是恢复不了了，那只能请哥哥嫂嫂出门自立门户了。叶千灵心头一喜，面上却不露出来，依旧愁眉苦脸。啊，我们拿什么自立门户啊？想赶我们走可以，把阿叶这半年做活赚的银子都拿出来，我们就走。什么？买你还花了我8两银子呢，你就是出了这门，也得给我打个欠条的，你还敢找我要银子？刘寡妇无赖道。对付无赖，唯一的方法就是比他更无赖。那我们恐怕一辈子都凑不起8两银子还给娘了，干脆不走了，一直不分家，也就不用还钱了。刘寡妇一听急了，你个小贱人，你敢不走？又没银子，又没地儿，叫我们出去睡大街吗？我不走，打死也不走。叶千灵做无赖状，刘寡妇恨不得掐着叶千灵往外拖了。好在秋儿还有一点理智。嫂嫂，娘，阿叶哥这不还没瘸吗？先养着几天看看嘛，分不分家的事儿，过些日子再谈也不迟啊。秋儿那点小心思，叶千灵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他比刘寡妇精明，心想着再等几天，若是阿叶好不了，那再赶走，不过多费几天伙食。若是阿叶能好起来，这点投资绝对是值得的。既然你算盘打得这么精，那姑奶奶就再大吃大喝几天，看谁玩得过谁。叶千灵挤出了几滴眼泪，拉住秋儿的手，感激万分似的。妹妹，还是你待我们好，嫂嫂快别这样，一家人说什么2家话呀？叶千灵趁机开口。那个，我跟你哥哥到现在都还没有吃东西呢。秋儿咬咬牙，我跟娘去做。那个，我跟你哥哥到现在都还没有吃东西呢。秋儿咬咬牙，我跟娘去做。出了房门，刘寡妇就嘟嚷道：丫头，你莫非糊涂了？傻子的腿都已经那样了，还不快快赶走，留在家里费米费油做什么呀？娘，秋儿蹙起了秀眉，万一他好了呢？刘寡妇经女儿这么一提醒，总算是解过来了。哎呀，我果然是老糊涂了，暂时还不能够把他们赶走，先看几天再说。在秋儿的不断劝说下，刘寡妇忍着心痛，又好吃好喝的伺候了阿叶和叶千灵几天。叶千灵毫不客气，每天换着花样的点菜，不是要鱼就是要肉，美其名曰阿叶受伤需要补充营养。刘氏母女足足折腾了半个月，却不见阿叶的伤势转好，最要命的是还有恶化的趋势，那伤口越来越大，还化脓了，看起来令人作呕。阿叶的脸色也越来越黑，看着奄奄一息。叶千灵的化妆术堪称是整容术好吗？每天把阿叶的伤口画大一点，又把阿叶的脸色画得像一个癌症晚期患者，谁看谁怕。终于有一天，在叶千灵又点了粉蒸肉、叫花鸡、清蒸鱼、锅包肉等肉菜，把母女俩都使唤得团团转之际，秋儿实在是看不到阿叶伤好的希望。娘，我看傻子的伤估计是好不了了，我怀疑他也就是拖一天是一天了。您看他那脸色跟死人也没有区别了。丫头啊，我早就想这么说了，傻子可不就是一口气吊着呢吗？咱们不能够再往里投入了，都是白搭。母女俩当即决定。感人。娘，你说过咱们是一家人的呀。妹妹，你那天不是还说一家人不说2家话吗？怎么这就赶我们走了呀？滚，赶紧给我滚，要死给我出去死，别在屋里给我招晦气。刘寡妇断定阿叶活不成了，也就再没有好脸色了。老娘白养了傻子半年，已经仁至义尽了，难不成还叫我给他送粥啊？天底下
哪有这个理儿？阿叶可是为了给娘打猎，才被大虫给咬了的。娘您怎么卸磨杀驴呢？要不是您舍不得花银子给他治，他能这样吗？两人吵吵嚷嚷，很快就有村民前来围观，就对刘寡妇指指点点起来。阿叶好歹给你干了半年的活，也帮你挣了不少钱，眼瞅着就要不行了，居然连块棺材板都舍不得给人家。你们当初一个个的不都要把阿叶带回去认干儿子吗？你们当初一个个的不都要把阿叶带回去认干儿子吗？不是都说不缺他一双筷子吗？这话怎么都当缩头乌龟了呀？你这刘寡妇怎么说话呢？阿叶好好的时候又没有把银子挣到我们家，全都落你的口袋去了。现在不管人家死活，也就你刘寡妇干得出来。嘿呦呦，可怜老刘当年死了，连尸首都没有捞上来，用命给你们娘俩换了200两银子，让你们过上了好日子。我看啊，老刘死的也蹊跷呢。你血口喷人，我挠死你！刘寡妇急眼了，上去就想干架，却被秋儿一把拉回来。秋儿可不敢像刘寡妇那样破罐子破摔，跟铁柱的婚事黄了，她将来还要嫁人呢，不想把名声搞臭了，当即便哭得梨花带雨。各位乡亲父老，天可怜见，真不是我们母女无情无义。阿叶哥受伤以后，我跟娘煲汤炖肉的伺候了半个多月，几乎把家里都掏空了，现在家里连一个铜板都找不出来了，所以这才让阿叶哥跟灵儿嫂子分家自己想办法呀，总比跟我们娘俩在一起耗死了强吧。秋儿说的好像也有道理，既然没救了，多花银子也是浪费呀。叶千灵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当即便道：既然你们都觉得阿叶要死了，阿叶死了，我就要守寡，指不定没几天就跟着饿死了，又怎么逼我还你8两银子呢？我死也死不出8两银子来还给你呀。刘寡妇张口就想说，没关系啊，阿叶死了，我们把你再转手卖掉就回本了，却被秋儿拦下。我们母女虽穷，但也不是毫无人情味的，当初娶嫂嫂花了8两银子，如今既然分家也就算了，咱们以后两不相欠。刘寡妇气得直跺脚，秋儿只得在她耳边低声道：娘，我将来还要嫁人呢，买卖人口的坏名声可担不起。刘寡妇一听，额头渗出了冷汗。刘寡妇打碎牙囫囵吞，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叶千灵见母女俩低声叨咕，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两不相欠，曲儿妹妹此话当真？当着这么多父老乡亲的面，自然当真。好，那我这就带着阿叶走，是死是活跟你们都没有关系了。秋儿和刘寡妇像送瘟神似的点头如捣蒜，齐声道：是，没关系了。叶千灵也装出了凄凄惨惨戚戚的模样，扶着阿叶往村子尽头的树林里走去。临走还不忘了往刘寡妇头上扣了顶大帽子。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刘寡妇也不免有些心虚，做贼似的拉着秋儿赶忙进门，大门重重关上了。啊，总算把这2个瘟神给送走了，我就是心疼那8两银子。秋儿撇嘴：娘，傻子这半年给咱们赚的远不止8两。刘寡妇听着这话，心里稍稍好过了些。小树林里人烟罕至，阿叶不再装重伤病人，背着叶千灵深一脚浅一脚的往里走着。娘子，你也太厉害了，这么3言2语就把干娘打发了。阿叶崇拜地看着叶千灵，满眼都是小星星，不过转瞬就又着急起来了。可是咱们现在住哪儿啊？3言2语，老娘也是费了一番脑筋好不好？还记得这一片树林的西头有一个废弃的小木屋吗？
当然记得。木屋大约是从前的不知名猎人搭的，年代虽然远了，看着也破破烂烂的，但底子很牢靠。最满叶千灵意的是，木屋边上便是一条小溪，生活用水也解决了。叶千灵站在了木屋前，大有紫霞仙子宣布盘丝洞成为自己府邸时的架势，就差没在阿叶脚上刻3颗痣。从现在开始，这木屋就是我叶千灵的啦。屋子有了，但是里面却空空如也，什么都要现制办。叶千灵把之前留下来的碎银子用一块布包了，揣在身上，带着阿叶来到了集市上，把一应生活用品买齐，8两银子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叶千灵不禁肉疼，不过看看阿叶身上又破又薄的旧衣服，叶千灵咬咬牙，索性把剩下的几百钱也拿出来，给阿叶添了2身粗衣，虽不是锦罗绸缎，好歹能遮体避寒了。阿叶跟着刘寡妇的时候，连集市都没有来过，更别提买什么新衣服给他了。此时高兴的像个过年的孩子，叶千灵看着他这个傻样，不禁感叹，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当家立业的首要问题是解决房子呀。回到小木屋，叶千灵又指挥阿叶用新买来的木桶到小溪边打了几桶清水，把小木屋里里外外都刷了一遍。阿叶虽然脑子不灵光，但是胜在行动力强，并且不偷懒。叶千灵的枪指哪儿他就打哪儿，手脚又麻利，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屋子收拾得颇有模样。叶千灵掐腰看着阿叶的劳动成果，很是满意。唯一的缺憾就是小木屋太小，只有1张床，也实在是没有地方容纳第2张了。叶千灵同情地看着阿叶，可怜的阿叶同学，你只能继续打地铺了。天色渐沉，叶千灵把洋油灯点上的一刹那，激动的都快要哭了。来古代这么些日子了，刘寡妇那个抠逼从来就没舍得给他和阿叶的屋子里面放过1根蜡烛。天一黑就没有任何的光源了，起床撒尿都得靠月光。怪不得古人生育毫无节制，这除了夫妻大和谐，实在是没有别的娱乐生活了呀。修木屋的猎户大概是一个专业打猎的，把屋子的基础硬件设备搞得不错，还垒了一个小厨房，可惜灶台塌了，不修没法用。忙活一天，两人都又累又饿，叶千灵当即决定到屋子外头生火，随便弄点吃的填饱肚子再说。阿叶弄了一些石头来，垒成了一个简易的土灶。叶千灵看他忙得团团转，也不好意思闲着，亲自去捡柴，倒有点你挑水来我浇园的小夫妻味道。火升起来，叶千灵把白天买来的面粉做了一锅鲜美的疙瘩汤，还特地的往里头加了一些青菜，又打了2个鸡蛋。柴火碧波，浓汤滚滚，饶是3九寒天里，竟也温暖心和。叶千灵舀了一碗疙瘩汤递给了阿叶，喏，吃吧，你今天表现得很好，明天割2斤肉回来卤给你吃。阿叶受到表扬，又听说明天有肉吃，开心不已。嘿嘿，娘子你真好。哎呀，咱们这是有自己的家了吗？叶千灵白了他一眼，你也知道还是自己有一个窝好，那你之前还嚷着要把打到手的猎物交给刘寡妇。阿叶笨，以后都听娘子的。这才乖。叶千灵抚了抚他的脑袋，快吃吧，再不吃要凉了。看着阿叶吃得呼呼的，叶千灵心头竟然升起了一丝异样的感觉。穿越已成事实，就意味着要在这个时代活上一辈子。叶千灵掂量了掂量自己，3无产品一个，无依无靠，没爹没娘，最重要的是没银子，光是糊口已经用尽了洪荒之力，而且靠的还是阿叶的劳动力。在这个男尊女卑、弱肉强食的封建社会里，想咸鱼翻身基本没机会，想靠成亲2次投胎也是没戏了。已经嫁给了阿叶这个傻瓜，不然
跟傻子就这么过一辈子算了？叶千灵下一秒就否定了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念头。切！阿叶！叶千灵起身背手，像一个国企干部训话，就差手里没端个保温杯。阿叶还没有吃完，条件反射的就扔掉了碗站起来。怎么了，娘子？叶千灵扑哧一声坐下坐下，坐着听就行了。是，娘子。叶千灵像个汉子，阿叶也就只好入乡随俗，像个小媳妇儿了。咱们也算是单立门户了。这往后啊，柴米油盐酱醋茶7件事儿，样样都要银子。以前呢，你挣的银子都叫刘寡妇给剥削了，以后呢，你挣的银子只许我剥削。不过呀，我不会像刘寡妇那么对你的，我天天都给你大肉包吃，好不好？好，娘子对我最好。饶是阿叶智商不够，也知道靠马屁来凑。叶千灵点头，往后啊，咱们还是得打猎挣家用。但是呢，你但凡有觉得累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都要告诉我，切莫逞强硬撑。阿叶泪光盈盈。娘子，你是仙女下凡吗？是夜，两人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小屋里睡下。当然，叶千灵睡在小木床上，阿叶睡在地板上。不过叶千灵构足了被褥，两人再也不用挨冻了，不需要等阿叶睡着再进出空间拿被褥藏被褥。叶千灵也在穿越后第一次睡了一个踏实觉。第二天醒来后元气满满。这一日，两人合力把厨房里的灶台重新垒好，添了一口大锅支上。临到傍晚，阿叶又出去打到了一只野兔。哪知道叶千灵看到那野兔只是伤了腿，并没有死，心生不忍，给他包了包又放了，还把阿叶给骂了一通。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啊？怎么可以吃兔兔？阿叶内心10000吨草泥马呼啸啊。阿叶以后再也不打兔子了，只打野猪。算了，野猪凶悍，咱们还是捡小巧值钱的动物打。这2天收拾屋子，你也累得不轻，明儿咱们休息1天，逛集市去，顺便呀把家里还缺的东西给备齐了，过日子嘛。不过根本不知道到底要用什么。昨日两人赤手空拳的搬回来，叶千灵到集上也只买了被褥、锅碗、米油等等。今天才发现缺的东西可多了去呢。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马桶，小屋附近没有茅房，想来以前那个猎户都是在树林里面露天解决，可是叶千灵不行啊，作案工具没有人家方便。这大冬天的，要是敢在外头露天作案，只怕屁股都能冻烂了。娘子，那边有个货郎挑子。阿叶眼尖，连忙指给了叶千灵看。两人到挑子前，叶千灵挑了一把桃木梳，一柄美人镜，正想结账，却被一个绘着春宫的红木盒子吸引，顺手就拿起来，想要看看里头装的是什么。叶千灵一个现代人，上学那会儿跟室友窝在一起看过的岛国动作片少说100季。古代这种含含糊糊点到为止的春宫对于他来说算什么呀？但是货郎显然已经惊呆了，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媳妇儿手上拿着这种玩意儿，也太彪悍了吧。阿叶更是呱里呱气的不解风情。娘子，盒子上这2个人在干嘛？打架。叶千灵像一个在孩子面前看到接吻镜头就调台的家长一般，把那盒子往怀里一揣。这个我也要了，帮我算算一共多少钱？80钱。货郎舔舔唇道。办齐了物件的小两口打道回府，却不知身后有一双眼睛已经跟了他们足足半条街了。原来两人在货郎挑子前买东西的时候被一个老熟人给撞见了，那人正是和叶千灵结了深仇的同住。刘寡妇收了张大娘的20两银子以后，虽然没有去衙门告同住，但是他那个得理不饶人的性子
又岂会让同住好过呀？没2天，就把他那一场拱猪大戏传得整个村子都知道了。他现在在村子里就是缩头乌龟，脸都不敢露，更别提谈媳妇儿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这才到镇上来，想谋个干粗活的差事。哪知道冤家路窄，就这么撞见叶千灵和阿叶了。同住刚看到叶千灵的时候，只注意到她那张娇美的脸，想想这张脸曾经近在咫尺，却只能看不能摸，费尽心机算计着想得到手，却次次都吃瘪，已经气得要命。再一看阿叶，听说他被大虫咬了，都快没命了，才被刘寡妇赶出了家门。可是眼前的阿叶不是好端端的吗？不止腿没坏，连身板都比之前在刘寡妇家里的时候还壮了些呢，哪里像是要死的样子呀？而且他们手上大包小包的都是东西。叶千灵付钱的时候干脆爽利，看起来不止不缺钱，简直就是不差钱啊！同住气愤地搓了搓后牙槽，哼哼，想要这么比翼双飞过好日子，门儿都没有。娘子，这牛肉怎么这么香啊？这可是阿三人民几千年的文化精髓啊，能不香吗？饿了吗？先盛点饭去吃吧。叶千灵给阿叶盛了一碗晶莹剔透的米饭。阿叶虽然又饿又馋，却并不接饭碗，而是笨拙地把桌椅擦好，又把碗筷摆放好。叶千灵奇道：“你这个大肚汉，不是一直嚷嚷着饿吗？”嘿嘿，我等娘子一起吃。阿叶憨憨一笑。叶千灵心头一暖，这个精神可以发扬光大。娘子辛苦了，吃完饭我来刷锅洗碗。哟，看不出来啊，这小傻子还是一个实力宠妻呀。你会洗碗吗？叶千灵还是表示怀疑，别把姐姐新买的青花瓷碗给打碎了呀。我可以学，娘子在一边教我就是。阿叶壮志踌躇，女人洗碗不好，伤手，磨粗了就不嫩不软了。谁教你的？叶千灵忍俊不禁，都傻透了，还懂这些弯弯绕啊？我偷听到干娘对秋儿妹妹说的。叶千灵撇嘴，这老货还挺懂得投资嘛，知道把女儿养好了，找一个好婆家才是正理。两人正有说有笑呢，屋外突然传进来一个彪悍的熟悉的声音：“好你个小贱人啊，居然敢骗我，跑到这里过上日子来了，把阿叶还给我！”刘寡妇！叶千灵和阿叶几乎是同时跳了起来，这也太灵了吧！说曹操，曹操到啊！叶千灵也顾不上锅里的牛肉了，就跑到外屋。刘寡妇的战斗力他是见识过的，但万一砸了家里新置办的家伙，那就损失大了。一到外面，只见刘寡妇掐着腰，像个夜叉似的站在了屋里，怒目圆瞪，而他的身后，秋儿还是一副深藏不露的小人模样。最要命的是，屋子外头居然还站着一群被张大娘撺掇过来看热闹的村民。小贱人，说你是怎么指使着阿叶装病的，哄得我们母子分家，我打死你个狐狸精！刘寡妇显然是有备而来，手里握着根棍子，上来就往叶千灵身上抡。叶千灵轻巧的一闪身，躲到阿叶的身后。阿叶见刘寡妇要打叶千灵，又快又准的握住了刘寡妇的棍子，怕他还要抡叶千灵，干脆狠狠心直接夺了过来。阿叶有些畏缩的说道：“干娘，你不要打我娘子。”你还知道我是你干娘啊？我问你，你的腿怎么回事？同住回去以后，立刻就把这一等大料发给了张大娘。张大娘因为刘寡妇退了亲事，还要走了20两银子，一直憋着一口气，终于逮着机会气刘寡妇，怎么会放过呀？半盏茶的功夫，就绘声绘色的把阿叶和叶千灵现在的春风得意传进了刘寡妇的耳朵里，还不忘挖苦几句。干娘，你不要打我娘子。你还知道我是你干娘啊？我问你，你的腿怎么回事？我说老刘啊，阿叶在你家的时候都快病死了，怎么他媳妇儿一带走就好了呢？看来呀，本来不是什么大毛病，
都是你狠心不给人治，才耽误了。怎么样？为了省点小钱，把个壮劳力丢了，太不划算呀！刘寡妇被戳到痛处，气得又想跟张大娘干仗，却被秋儿拉住。娘，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咱们先去看看阿叶哥再说。这不，两人撇开耳报神张大娘，马不停蹄的就赶了过来。张大娘自然也不肯放过这等看热闹的好机会啊，自己看还不过瘾，还叫了好几个要好又好事的老姐们儿一起来看戏。刘寡妇不来不要紧，一来看到两人不但没有落魄而死，还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简直气炸了，当场就质问起来。阿叶不会撒谎，只低着头不说话，这点小把戏又怎么能难得到叶千灵呢？只见他冷笑几声，清脆地回道：哼，阿叶的腿怎么回事儿？干娘不是应该最清楚吗？在干娘家里拖了半个月，干娘也不请大夫，差点病死了。这不，我带出来找了一个大夫上了药，饶是阿叶身子底好，也休养了2天才勉强能够下地呢。你撒谎，分明就是你这个小贱人，哄着阿叶装病骗我！刘寡妇扯着嗓门喊道。此刻她恨不得戳瞎自己的眼睛，当时怎么就叫这个小贱人给骗了呢？呀，娘说话可是要有证据的呀。阿叶的伤势，你跟秋儿妹妹可都是看在眼里的，我还能够平白的给她变一个大虫咬出来的伤口不成？叶千灵睁着眼睛说瞎话，伤口可不就是她一双巧手平白变出来的吗？秋儿也是奇怪，阿叶临走前那伤口确实已经化脓的惨不忍睹，怎么就好得这么快呢？她疑惑是叶千灵动了手脚，但是实在又想不通叶千灵是怎么动的手脚啊？她一个村子都没有出过几趟的村里姑娘，哪里知道21世纪的化妆技术那么发达呀？不过不管怎么说，当时他们娘俩以为阿叶快不行了，把阿叶2口子赶出家门的时候，可是全村的人都看见了，还说出了以后再也没有关系的话。现在怎么说都是不占理的，耍横更是不行，只能够走怀柔政策了。秋儿暗暗地扯了扯刘寡妇的袖子，挤出几滴眼泪，走到前头来，哭得情真意切。嫂子别怪娘，娘是个直肠子，说话就这样不中听，她其实只是太关心阿叶哥了。嫂子别怪娘，她其实只是太关心阿叶哥了。嫂子不知道，那日嫂子跟阿叶哥走了以后，我们娘俩在家里哭了半宿，只恨咱们家穷，实在是拿不出银子来给阿叶哥治腿。昨个娘咬咬牙，把家里的房契拿出来，送到典当行里押出了几两银子，在镇上请了个大夫，约好了明儿来给哥哥看病的，还请嫂子跟哥哥回家吧，明儿叫大夫来仔仔细细的检查一下，可别落下了病根子啊。刘寡妇那么抠的一个人，能为了阿叶一个傻子典当房子？算了，先吃瓜再说。叶千灵虽然讨厌秋儿的紧，此刻也忍不住给她的演技点赞了，这也太能装了吧！而且张嘴就来啊，不去考个电影学院都浪费了。不过姑奶奶可也不是吃素的，家都分了，没有又回去吃喝老娘的礼呀。更何况还是一个没有过衙门的干娘。再说了，妹妹不是说家里早就掏空了，养活你们娘俩都是难，哪里还能够再添我们2张闲嘴呢？还是赶紧去把房契赎回来为妙，别为了我们这2个不中用的人把房子给丢了。雀儿被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些话都是他们娘俩赶阿叶夫妇走的时候的托词，现在却被叶千灵拿出来挤兑他们。秋儿顿觉棋逢对手，立马打起了精神，阴沉沉地说了一句：我看嫂子和哥哥这新居样样摆设
都是好的呀，又软又厚的大棉被，素心的碗筷瓢盆。呀，这铁箍的木水桶，家里那个坏了，娘心心念念的想了快半年了，也没舍得去买一个呢。置办这些要不少银子吧？秋儿是个聪明的，从叶千灵刚才的反应中已经意识到，想再把阿叶诓回去干活，估计是不可能的了。立刻改变了策略，捞一点是一点。哼，再好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刘寡妇立刻咋呼道：你这个小贱人，怎么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先把我讨你花的8两银子还来，咱们再算账。秋儿暗暗的嫌恶的瞥了刘寡妇一眼，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就知道惦记那8两银子。娘，您说咱家前些日子丢掉的那50两银子够置办这些家用了吗？秋儿此言一出，刘寡妇还没有反应过来，叶千灵已经暗自吃惊，好厉害的丫头啊，居然想出这么狠毒的法子来诬陷自己和阿叶。嫂子啊，秋儿实话跟你说了吧，就在哥哥受伤之前，家里失了窃，也不知是什么贼，那么了解我们家，把娘藏在米缸里的全部家当全偷走了，50两啊，那是爹爹留下的抚恤银，可是我跟娘安身立命的最后资本啊，竟然被偷得一干二净。也正是因为这个，娘才没有银子给哥哥请大夫。嫂子之前质问娘为何舍不得花银子给哥哥治病，我们也是有苦说不出啊。秋儿几次都忍不住想要告诉嫂子实情，娘怕告诉嫂子突惹嫂子和哥哥担心，这才拦着我不让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阿叶哥，你不会怪娘的，对吧？娘这半年待你跟亲生孩子也没两样的，你心里最明白了。阿叶顿住，秋儿这话处处都是陷阱，他哪里接得上来？半晌，只能可怜巴巴地说了一句：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都听娘子的。嫂子，可都说了，听你的。秋儿在这左右逢源演了半天戏，刘寡妇可算是明白了秋儿的战略了，当即拍大腿嚎道：哎呀，可不是嘛，我家死鬼拿命换了那点银子，留给我们孤儿寡母过活，那个挨钱刀的给我偷了呀！呀，我记得你嫁到我家来的时候身无分文啊，阿爷是我从山沟沟里救出来的，连衣裳都是我给缝的，他有几斤几两我也知道的。你们置办这些家事，银子哪里来的？村民们虽不信刘寡妇会卖房救阿叶，但是刘寡妇母女俩这么一唱一和，也确实都起了疑。是啊，这两口子，一个是没爹没娘的可怜孩子，另一个更惨，傻了吧唧的在刘寡妇家干了半年活，哪来的银子啊？叶千灵气得牙根发痒，真是一对贱婢，居然拿他置办家业的银子来做文章。可是现在也不能说是阿叶之前打猎卖的银子，要不然又会被刘寡妇拎出来做文章。而阿叶现在还是个病号呢，银子自然也不可能是这2天挣的。这一下，两人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竟然被秋儿几句话说成了黑钱。众人见叶千灵低头不语，便也是有一些怀疑两人银子的来源了。阿叶，你说，是不是你偷了干娘的银子？你媳妇儿是个刁钻的，她的话我不信。你说。刘寡妇柿子捡软的捏，带着阿叶问道：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你，是你媳妇儿。刘寡妇横着脸：好啊，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原来是你这个小蹄子偷了老娘的银子，自己倒在这里过上了好日子了。
走走，跟我见官去！刘寡妇说着，就扯叶千灵的衣服。阿叶挡在前头，不要欺负我娘子。正当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声音从树林中响起：银子是我借给他们两口子的。众人回头一看，只见说话的是一个身材敦实的中年人，魏老板。跟他做过生意的刘寡妇却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惊道：魏老板，怎么是你？哈哈哈，巧了，千灵丫头是我的干闺女，前儿过来跟我说要跟婆婆分家，又见干女婿受了伤，我就借了点银子给她。刘寡妇已经惊呆了，什么？叶千灵是魏老板的干女儿？屋外的吃瓜群众已经忍不住八卦之心了，纷纷交头接耳。哎呀，这财老爷是谁呀？杜白听到村民们的讨论，微笑着解释道：是镇上天香楼的老板。啊，大老板啊！众人大惊，对叶千灵也刮目相看起来。这丫头竟然有一个这么有钱的干爹，深藏不露啊，深藏不露。刘寡妇，你那50两银子大概是被毛贼偷了，抓紧报官吧，叫县太爷好好的查，查出来狠狠的打50大板，可千万别放过那挨千刀的贼。刘寡妇老脸一阵红一阵白，我是肯定要报官的，那可是我跟秋儿安身立命的银子。走走走，我跟阿叶现在就陪您去报官，这么大的事不报官怎么行？虽然分家了，我们还当您是干娘呢，之前您没跟我们说就算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肯定是要帮干娘把银子找回来。要是银子不找回来，岂不是全村人连带着我们都是有了嫌疑？是啊，丢了这么大一笔银子，不查明白，岂不是全村人都有当贼的嫌疑？张大娘第一个起哄：哎，老刘啊，咱们啊陪你一起去衙门击鼓鸣冤去，这事儿啊可不能不了了之。50两银子呢，妈呀，我们听着都心疼，得挣多少年呐？那可是秋儿爹拿命换来的呀。50两银子呢，妈呀，我们听着都心疼，得挣多少年呐？刘寡妇此时恨不得一巴掌扇死这个不省事的老娘们。她艰难地望向秋儿，希望这个一向有主见的女儿能帮自己解围。哪知道秋儿自刚才看到杜白之后又惊又喜，哪还有心思陪着刘寡妇撕逼？怎么，老刘，还不快去衙门啊？我听说衙门晚上也是有官老爷值夜的，就为了审大案要案，50两绝对是个大案了。张大娘又煽风点火地喊道：我……刘寡妇有口难言，悄悄挪到秋儿身旁，狠狠地掐了秋儿一把。秋儿这才回过神来，立马意识到闯了大祸。都怪刚才造谣一时爽，现在叶千灵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秋儿咬咬牙，厚着脸皮道：50两确实是大事，我们也不能冤枉了旁人，等回去再好好找找。许是我娘挪了地方藏起来了，不记得了。刘寡妇一听，呀，我想起来了，是我给藏到床头柜里去了，真是老了，一点记性都没有了，给忘了这茬了。哟，这会儿想起来了，刚才不是怀疑阿叶两口子拿了你的银子吗？还不赶紧呀，回去再挪个地方，要不这一村子的人都听到了你藏银子的地儿，再丢了我们可当不起。叶千灵简直恨不得为张大娘鼓掌了，还是村里大妈有战斗力啊，根本都不用自己出手，已经把刘寡妇收拾的跟个锯嘴葫芦似的，一句废话都不敢多说。叶千灵也由此得出了一个真理，得罪谁也不能够得罪大妈，要不一逮着机会能把你给整死。娘，张大娘说的没错，
咱们快回去吧。娟儿生怕刘寡妇一时忍不住气，再闹出什么笑话来，拉着他娘就灰溜溜的往外走。叶千灵干脆把戏给做足了。喂，干娘，娟儿妹妹，留步啊，吃顿饭再走嘛。干娘，娘子留你们吃饭呢。村民见两口子以德报怨，越发厌恶刘寡妇了。刘寡妇丝毫没有自知之明，一听到吃饭，居然真的想留下来蹭顿饭再走。秋儿气不打一处来，怎么会有这么爱占小便宜的娘？这顿饭要是吃了，还要脸不要？把刘寡妇的手腕都掐青了，才把她连拖带拽的拉走了。谢谢杜公子，江湖救急。小没良心的，明明是我来解了你的围，怎么不谢我，跑去谢旁人？你这小老儿，为啥来帮忙？我还不门清啊？你不过是想让我和阿叶多给你送点野味儿。再说了，要不是杜公子去请你来帮忙，你又怎么会来？魏老板对叶千灵竖起了大拇指。哈哈，小丫头，做生意精就算了，小脑袋瓜还灵。话说回来，你怎么知道是杜公子去找我帮忙的呢？杜公子和我们一样，都是村里的边缘人物。我们住在破屋，他住在破庙，离得不远，算是半个邻居。我们这边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他只要不聋，肯定能听到。一直不言不语的杜白也开口了。千灵小姐果然冰雪聪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儿我正好打了酒，炖了肉，快进来一起吃吧，算我谢你们解围之恩。今日算是阿叶兄和千灵小姐的乔迁之喜，我们倒都空手来了。杜白不好意思说道。魏老板一拍脑袋，对叶千灵道：适才在路上已经听杜公子说了你们和刘寡妇的事，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啊。得，你们今儿个也算是自己成家立业了，来得仓促，没带什么礼物。这样吧，镇上的宝香阁是我内人开的，我让他准备点脂粉珠翠送你当乔迁礼，女儿家都爱这个，想必你是不会嫌弃的。你哪日有空哪日去拿。宝香阁是魏夫人开的？可不是，贱内的生意做得比我好呢。叶千灵摸了摸袖中白天在货郎挑子上买的春宫胭脂，心中一动，连忙应道：长者赐，不敢辞。魏老板既然自称千灵干爹干娘的礼物，千灵定是要收的。哈哈哈哈，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刚才我那是为了帮你赶走那母老虎胡乱说的，倒是被你拿来做文章了。杜白笑道：呵呵，依小生看，魏老板与千灵姑娘本就有缘，有缘再加上投缘，何不趁此机会结了干亲呢？叶千灵不接话，到这个世界已有月余，他算是吃够了没有靠山的亏。要是真能够认了魏老板当干爹，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就算魏老板不会真把自己当成女儿一样的接济，光是顶着这个名分，震慑住刘寡妇那样的无知妇人，绰绰有余了。以后的日子肯定会好过很多。魏老板摸摸胡须，我跟千灵丫头呢，要说投缘，还真的投缘。我最欣赏聪明人，千灵就是顶顶聪明的丫头，不过认干闺女可是大事儿，我得回去跟内人商量一下。叶千灵抿嘴笑，古代的干女儿果然跟21世纪那些娱乐圈的干女儿不一样啊。杜白也是聪明人，听魏老板如此说，也就不再言语了。四人热热乎乎的开始吃饭。杜公子，留步。愿闻其详。不知公子是如何知道我们与魏老板有交情的呢？自上次杜白表示自己在找阿叶之后，叶千灵对他莫名的就有一些戒备。杜白似是早就料到叶千灵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拱手笑道：千灵小姐大约不知道，小生因着实拮据，这不快到年下了，便在镇上摆了个写字摊子，给人写对联和家书，挣点零碎果腹罢了。看得过两位往天香楼里送过2次野味，每次魏老板都是笑眯眯的把2位送到门外，所以想着魏老板或许愿意帮2位解一解燃眉之急呢。小女子只是好奇，杜公子莫要多心。哈哈，哪有？杜白大方的笑了笑，倒让叶千灵不好意思了。但愿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吧。送走所有人之后，阿叶
果然是在叶千灵的指挥下，把碗筷都洗了。虽然洗得不是很干净，还要叶千灵帮忙，但是贵在精神可嘉，非常认真。不知是不是刘寡妇来闹这一场带来的晦气，接下来的好几天都是大雪封山，两人什么收获都没有。阿叶有些恼火，叶千灵安慰道：下大雪嘛，打不到猎物很正常啊，我们阿叶已经很能干了。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啦。走，今天啊去镇上逛逛，魏老板还欠我乔千里呢。阿叶听叶千灵要去镇上道：那你在家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说完就急匆匆出去了。叶千灵奇怪，这傻子要干什么？平时他可是恨不得放个屁都跟自己打个报告的。等了一会儿，只见阿叶抱着2捆茅草回来了。你抱草回来干什么？你等着。没想到傻子也学会了卖关子。只见阿叶一双手翻飞，不一会儿便把2捆茅草编成了一件蓑衣。娘子，你披在身上，我再背着你，这样我俩的身上都不会沾上雪花了。叶千灵甚是喜欢这身蓑衣，高兴道：你怎么会编这个的？之前干娘教过我。阿叶见叶千灵高兴，也咧着嘴笑。那老钱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叶千灵跳上阿叶的背，把脸埋在阿叶的脖子里。快出发吧。两人赶到镇上的时候已是正午。叶千灵找了一家面馆，下了2碗牛肉面，跟阿叶一人1碗，吃得饱饱的。两人才慢悠悠地逛到了宝香阁。小娘子，想买些什么？我们是魏老板介绍来找魏夫人的，我叫叶千灵。小二听到当家的名号，连忙往里间去通报，一会儿便出来道：老板娘里间请。叶千灵和阿叶便往里走去。走进去，只见一个中年美妇正在一排木桶前操作。夫人在炮制胭脂。美妇抬头没有回答，只是笑道：你就是千灵。叶千灵连忙拉着阿叶一同给美妇行了礼。正是，早听老魏提到你，说你一身的聪明劲儿呢，魏老板那是谬赞。夫人一介女流，把生意做得这样好，才是玲珑剔透的妙人呢。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魏夫人听到叶千灵的话，也忍不住虚指了指叶千灵。果然是个小鬼头，我给你准备了2包胭脂，还有几支从京城带回来的珠花，算是见面礼吧。不，哪里能一来就收夫人如此贵重的礼物？千灵只是仰慕魏夫人巾帼不让须眉，想来开开眼。魏夫人扑哧一笑。小丫头这嘴皮子啊，怪不得老魏喜欢你。她一边说着话，一边已经把叶千灵打量了个遍。见小丫头虽然长得娇美可人，但是稚气未脱，不是狐媚样子，心中已有3分喜欢。老魏想收你做干闺女呢，你还客气什么？叶千灵心中一喜，看来魏夫人这一关算是过了。不过她嘴上还是卖乖，那不过是魏老板去给我们解围时候说的玩笑话，千灵不知是否真有这个福气呢？我和老魏想了半辈子，没想到闺女白捡一个这么聪明漂亮的干闺女，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你还不愿意吗？我自然是愿意的，只是千灵一无所长，还望干娘干爹不要嫌弃才好。傻孩子，我跟你干爹什么也不缺，你没事时常来陪我们聊聊天就够了。魏夫人说着，把站在一旁傻笑的阿叶也拎了过来。小傻子，你媳妇儿是一个可怜孩子，你虽傻，听老魏说倒也是个疼媳妇儿的。往后啊，我和老魏就是千灵的娘家人啦，你要是敢欺负千灵啊，我们不饶你啊。阿叶不明白魏夫人怎么突然就把自己拉过来一顿训，连忙道：阿叶不欺负娘子的，娘子最好。魏夫人扑哧一声笑：傻人有傻福，讨了这么个千灵百丽的小媳妇儿。闲言有余，论读不足，
你也懂炮制胭脂啊？在鲁班面前哪敢搬大锤啊？魏夫人喜不自禁，你这么说就是懂了。这几桶胭脂是我新调制出来的，颜色倒是好看，只是不管怎么勾兑，抹到唇上腮上，很快就会干裂。你可是说到了点子上去了呢。你既能指出不足，可有办法帮我改进啊？叶千灵故意皱眉，似是想着多为难的问题一般。其实很好解决，但是随随便便说出来，旁人便会觉得举手之劳而已，不足挂齿。若是费一番周折才解决，那别人就会觉得你帮他大忙了。叶千灵在屋子中来回踱步，装着想了很久的样子，看得魏夫人都着了急。唉，我想了好些天了，都没有眉目。你想不出也没什么，别为难了。叶千灵却并不停下脚步，反而越走越快，足足走了半盏茶的功夫，才雀跃道：有了，干娘，你在里面加一些猪油和蜂蜜试试。魏夫人的这几桶胭脂其实跟现代的口红差不多，现代的口红能做到滋润绵密，便是因为加了少量凡士林和蜂蜡。古代自然是没有凡士林和蜂蜡，但是用纯净的猪油和蜂蜜也是可以代替的。魏夫人一听，当即叫小二去天香楼讨了一碗板实白腻的猪油和一罐浓稠金黄的蜂蜜过来，又在叶千灵的指点之下一点点加到桶中。魏夫人还待亲自搅拌，叶千灵却拦住了她：不可。又走到外头，喊了一声：咱们店所有的小二都过来一下。天香阁一共有6个销售员，除了一个上年纪的吴妈，其余5个都是小伙子，一个个还都眉清目秀的。叶千灵不禁敬佩魏夫人，这异性营销被她用得炉火纯青啊。胭脂店里站着这么一排帅哥，哪个女人进来不花点银子能走啊？咱们来做个小游戏，你们5个1对1的扳手腕，留下最强的那一个，等一会儿老板娘有赏。小伙子们一听都来了兴趣，当即便开始对垒。魏夫人看着叶千灵如此这般，一头雾水，但是看着她胸有成竹的样子，便忍住好奇，也不问为什么。不多嘴的女人，不论是什么时代，都是能够成一番事业的。几个小伙子一通对决，最后一个叫小吴的赢了所有人。巧的是，这小吴正是吴妈的儿子，也算是众望所归。炮制胭脂，这搅拌的功夫最是重要。我知道干娘是想事必躬亲，做出最好的胭脂给顾客，但是咱们女人的臂力终究不如男人，让男人来搅拌，那劲道，搅出来的胭脂会更加均匀。叶千灵其实是想说，你需要一个电动搅拌机啊，用胳膊搅得累死人啊，就不怕搅出网球臂、麒麟臂啊。小厮足足搅拌了半个时辰左右，又自然又滋润，不由大喜。成了，千灵，你真是上天给我派来的福星啊！哪有，不过是举手之劳。对了，我还没有问你，你一个小丫头怎么会炮制胭脂啊？原来家里有一本电床脚的破书，我闲着没事儿翻了翻，竟是一本不知何人记载的手札，记得就是各种胭脂、水粉的炮制方法。叶千灵睁大无辜的大眼睛，瞎掰：真的？那手札还在吗？肯定是一个高人留下的，我还没看几天呢，就被舅母发现，舅母目不识丁，便把那手札拿去做火引子烧锅了。这头发长见识短的无知妇人，把个宝贝这么烧了。丫头，那手札里的内容你还记得多少啊？叶千灵暗笑，我这本活手札，想来你是要好好供着啦。当时也不知道手札里的方子还能派上用途，记得也不多，顶多6、7成吧。那也够用了。魏夫人是一个八面玲珑的生意人，最善放长线钓大鱼，自然不会在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拿根笔让叶千灵默写方子，而是笑道：转眼啊，天都黑了呢，走，咱们一起去天香楼，叫老魏啊好
好好办一桌，我要认认真真的把你这个干闺女给认下了。多谢干娘抬举。到了天香楼，魏老板已等在门口，一见三人便笑呵呵道：哈哈哈哈，夫人，我没骗你吧？这丫头着实讨人喜欢。算你干了件好事。魏老板今晚大出血，把最豪华的如意厅空了出来坐席，又从酒窖里掏出2坛子足足酿了18年的女儿红。叶千灵和阿叶给魏夫人夫妇磕了头，敬了茶。魏夫人除了把之前准备好的脂粉、珠花给了叶千灵，又给2人一人封了个荷包。叶千灵掂了掂，沉甸甸的，应该是银锭子，便推说不要。夫人是个富婆呢，她给你的你就收着。一句话逗得众人都笑了。魏夫人扬怒：你这老东西，尽编排我！叶千灵只好收下。当下与魏氏夫妇有说有笑。饭毕，叶千灵见时候不早，便拉着阿叶起身告辞。下去！你这个色鬼，臭傻子！阿叶猛地惊醒，一眼看到叶千灵和自己的模样，也是吓坏了。衣服呢？叶千灵一脚把阿叶踹到了地上，正欲发火，却又看到他那圆臂丰腰，小腹上6块腹肌若隐若现，一时间竟是发不出火来。想想肯定是因为晚上2人都喝了酒，这2个年轻人搂在一起，干柴烈火的，一热就把衣服都脱了。该不会做了什么吧？叶千灵简直欲哭无泪。你有没有对我做什么？阿叶瞪大眼睛，看看自己的手，连忙藏在身后。没有摸大馒头。叶千灵看他傻乎乎的样子，越发怀疑。不是摸大馒，不是摸这里的事。我是问你，有没有对我做什么？做什么？阿叶云里雾里，完全不懂叶千灵的意思。苍天啊，大地呀！叶千灵忍下火气，用手指了指阿叶的裤裆。你那里的小象有没有变成大象啊？阿叶瞪大眼睛，一把捂住下身，心想完了，怎么每次变成大象的时候都会被娘子发现？叶千灵看他的模样，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大象做坏事了没有啊？我这就让它变小。无奈，越是想要它变小，看到叶千灵露在被子外面的那一抹白嫩胸口，他倒是越神气了。阿叶也欲哭无泪，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人家真的什么坏事都没有干呀，你怎么确定他没有做坏事啊？我看你的样子就坏得流油。我自己的家伙有没有做坏事，我还不知道吗？就算大象没做错事，但是你睡床也是不对的，知道吗？知道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晚上喝了那个酒，晕晕乎乎的，啥也不知道，不知怎么的就在床上了。阿叶缩着头，可怜巴巴地说道。叶千灵看他的模样，又好气又好笑。还杵着干嘛？快把衣服穿上，待会儿冻坏了还要拿银子治。看着阿叶穿好衣服，又打好地铺躺好，叶千灵才安心躺下，腹部却突然袭来一阵疼痛。叶千灵以为是方才起身的时候受了凉，也没在意，没想到那疼痛却是越来越重。不一会儿，叶千灵的额头便渗满了豆大的汗珠，小脸蜡黄，连嘴唇都紫了。痛！阿叶听到叶千灵的呻吟，咕咚一声爬起来。娘子，你怎么了？叶千灵捂着肚子，肚子痛。阿叶点了灯，一看床单上一片血，吓得差点摔倒。妈呀，娘子，你流了好多血。娘子，你不会要死了吧？娘子，你不要死啊，不要丢下阿叶啊。叶千灵低头看了一下，
果见屁股下一滩血迹，再加上小腹阵阵坠痛，才反应过来，这是原主来姨妈了。一般来出朝的少女都会腹痛难忍，正好叫叶千灵给赶上了。娘子，你说说话呀，你不会真的要死了吧？我背你去镇上找大夫。阿叶被叶千灵的模样吓坏，说话已经带了哭腔，扶着叶千灵的身体，只把她摇得快要散架了。我没死，都要叫你咒死，快别摇了，我骨头都要散了。娘子，你没事儿？我没事啊，只是来事儿了。什么叫来事儿？叶千灵无奈地摇头，真是个傻子。你给我去厨房烧一锅热水，把我昨天买的红糖暖暖的泡一碗来。阿叶唯命是从，连忙到厨房去忙活。叶千灵趁机用意念打开空间，溜进去，爬上阁楼休息室，把平时囤在抽屉里的卫生巾拿了2包出来，又顺手带了几片暖宝宝贴到了肚皮上。叶千灵肚皮暖和了，腹痛也就减轻了很多，整个人便舒坦松软了下来。待阿叶泡好了红糖水出来，叶千灵已经拥着被子眯着了。阿叶见他睡得香，舍不得喊他起来，便端着红糖水在床头悄悄等着，等凉了就轻手轻脚去厨房再热一下。红糖水来来回回热了11趟，叶千灵醒了，外头天也大亮了。叶千灵一睁眼，看到红着眼睛抱着红糖水趴在床头看着自己的阿叶，立刻明白这傻子一夜没睡，守着自己呢，心里暖暖的。叶千灵伸手接过了红糖水，怎么还热乎呢？嘿，不知道娘子什么时候会醒，我就一直热着呢。叶千灵感动有余，哭笑不得。热个红糖水费什么功夫呀？我醒了再热也没有什么呀。再说了，你也可以把我喊醒的嘛。阿叶摇摇头，娘子夜里的样子都把阿叶吓坏了。说着控制不住的伤心，把头扎到叶千灵的被窝里。娘子，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不能丢下阿叶一个人。阿叶除了娘子，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亲人也没有。叶千灵听了阿叶的话，心头突然一阵柔软。上辈子叶千灵也是个孤儿，所以才会练成那么强势的性格，一切靠自己拼出那么一份事业。他太懂无依无靠的感觉了。我不会死了啦，我就是有点不舒服而已，你以后啊少气我，我就能更长寿了。阿叶点头如啄米。叶千灵想起床做早饭，也不让他起，自己跑到厨房笨拙地捣鼓起来，那碗筷叮当的声音快赶得上锣鼓队了。叶千灵眼睛一闭，干脆眼不见心不烦，看他能弄出什么早饭来。阿叶足足闹腾了1个时辰，总算是往外端出了一口冒着热气的锅出来。这锅粥煮的有点过头了，下次练习，今天还是我来吧。阿叶挠挠头，这是面。休息了一夜，叶千灵也没什么大碍了，起身多穿了件夹袄，很快的就做好了一锅小米粥，一盘白烙饼，两人相对坐在桌前吃了起来。阿叶纳闷道，我怎么就弄不出来这么白白香香的烙饼呢？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呀好好打猎，娘子我呢每天研究给你做好吃的。叶千灵把烙饼往阿叶碗里夹，两人正在这举案齐眉呢。屋外头突然传来人声，哟，我们千灵现在住得这么好了呀？哟，这扫帚簸箕啥啥都是新的，哼，当真是发达了呢。千灵啊，
舅母来看你来了。叶千灵和阿叶同时回头，只见一个肥头大耳、膀大腰圆的中年妇人带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妇人走了进来。那胖妇人看到桌子上的白烙饼，毫不客气地拈起一块就往嘴里送。哟，好吃！我们千灵现在真是出息了呢。要不是在家的时候舅母悉心教导你，你哪能像现在这样出得厅堂下得灶房啊？这胖女人便是叶千灵娘家恶舅邱大人的老婆蔡氏，而她身边那一个年轻一点的满脸菜色的枯瘦女人是她的媳妇儿月娘。叶千灵迅速地搜索记忆，知道这蔡氏是一个贪财好吃的恶主，而月娘是唯一一个给过叶千灵关怀的人。然而她的那一点关怀无济于事。她嫁到邱家以后一直没有生育，自己都被蔡氏欺负得不行，哪还有余力保护叶千灵呢？叶千灵冲她微微点了点头，月娘也略回了礼，蔡氏便又扯着大嗓门喊起来了：千灵啊，你都出嫁1个多月了，怎么也不3朝回门啊？带点礼物回来看看舅舅舅母呢？不是我不回去看舅母啊，只是千灵记得清清楚楚，出嫁那天舅母对媒婆说的清清楚楚呢。8两银子归你卖走，我叶千灵从此和邱家没有任何关系，老死不相往来。叶千灵说着，故意打量了蔡氏一眼，笑道：咦，我还没老，舅母也没有要死的样子，哼，怎么又往来了呢？蔡氏正吃着饼，听到叶千灵咒他死，气得一口饼噎在喉咙里，差点呛死，自己连忙跑到水缸边，舀了一瓢冷水喝了，才把饼咽下去。刚能说话了，拉着月娘便是一顿骂：你瞎了？没看到我都快噎死了，你也不来替我拍拍？月娘唯唯诺诺，连忙道：媳妇儿错了，娘别生气啊。教训完月娘，蔡氏又转过头骂叶千灵：小贱丫头，你敢咒我死？叶千灵也不理他，走到水缸边，把蔡氏刚刚用来舀水喝的水瓢拿了起来，在地上狠狠一敲，直接敲碎了。晦气，什么脏嘴臭嘴，就来用我的水瓢，这瓢也没法用了。小贱丫头，你说什么？月娘也是目瞪口呆，她明明记得叶千灵从前在邱家的时候又懦弱又胆小，怎么现在变得伶牙俐齿，这么强势啊？我啊，说的人话，你听不懂人话吗？叶千灵笑眯眯的又端了一盆水，对着蔡氏的脚就泼过去。让让啊，我洗地。蔡氏的裤子连带着鞋全部泼湿了，气得跳脚，无奈太肥胖，根本跳不起来，只好耍横。你干什么？洗地呀，舅母还当真听不懂人话呀。叶千灵笑得甜美，唇角两粒梨窝，完全不理会蔡氏的暴怒。恶妇啊恶妇，昨夜腹痛难忍的时候，正好赌下咒，再遇到你就要整死你。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己闯进来，这可就怨不得本小姐替原主报仇了。今天就让你瞧瞧本小姐的厉害，好好出了原主，临死也没有咽下那口恶气。啊！你这个丫头怎么这样？亲家母难得上门，你不好好招待也就算了，怎么还在这吵起来了？秋儿也追了进来，连连给刘寡妇使眼色，抢笑道：娘啊，许是亲家舅母和嫂子一向亲热惯了，
哼，说话也就激烈些。叶千灵抬眼看到门口站着这俩女人，便明白了一切。她刚才还在奇怪呢，蔡氏连刘寡妇的家门对哪开都不知道，更不可能知道自己现在搬到这小木屋了。要不是刘寡妇捣鬼，她怎么能够找到这里来？便冷笑道：哼，今儿个真是热闹呀，人都来齐活了。合着是看我和阿叶度日艰难，都想来接济接济我不成？刘寡妇装作听不懂，你和阿叶的日子过得这样红火，哪里艰难了？我们才是要来找你接济接济呢。刘寡妇说完这句话，两个中年大妈迅速地对视了一眼，仿佛达成了什么共识，立刻一左一右的把叶千灵夹住了。叶千灵用脚趾头都知道，肯定是刘寡妇来闹了一趟。见叶千灵居然认了魏老板做干爹，自己却是什么都落不着，眼红的快要疯了。自己得不到的也不能够叫叶千灵痛快，所以他就不辞辛苦跑到了沟村邱家，把叶千灵攀上高枝的事情告诉了蔡氏。蔡氏是谁呀？蔡氏那是比刘寡妇还要狂野的恶妇啊！叶千灵是他从小欺负到大的，他觉得叶千灵的一切，包括叶千灵本人，都是可以任由他拿捏索取的。既然发达了，那都是邱家的，两个老钱婆一拍即合，这不就来了小木屋找茬来了？果不其然，蔡氏翻了刘寡妇一个白眼：亲家母，说什么接济不接济的话？千灵是我家的闺女，你家的媳妇儿，她的还不就是咱们的？快看看这屋里啥看得上眼的，咱们分分。这2把椅子，还有那一套茶壶茶杯，那，还有那一床大棉被啊，我要了，其他的你再选选。娘，这是千灵妹子的家当呀，您拿了她怎么过日子啊？一直不敢说话的月娘再也看不下去了，试图上前阻止像鬼子进村的蔡氏。你以为人家像你只有个教书的穷爹啊？人家的干爹那是魏老板，天香楼的大当家啊，人家一天赚的都不止50两了。阿叶，你还记得咱们那被子、那茶具、那椅子都是在哪儿买的吗？都记得，被子在黄师傅的棉花铺买的，茶具是紫砂阁，椅子是吕老头现打的，咱们还等了2个时辰呢。谁说我们阿叶笨了？阿叶记性比我还好。蔡氏和刘寡妇听着小两口唠家常事的聊天，都一头雾水。什么意思啊这是？你既然记得这些东西在哪里买的，到时候到衙门里就可以请卖东西的老板来给我们作证了。做什么证？阿叶又挠了挠头，刚夸你聪明，就又犯傻了。咱们家伙啊，都叫人给搬走了，不报官呐？到时候不得找人证明这些东西是咱们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吗？阿叶恍然大悟，蔡氏吓得把东西全都放下了。你说什么？我拿你这点东西，你居然要去报官？你这是拿吗？你这是抢！你这贱丫头，你说什么？舅母，这是多久没有进口了？怎么嘴巴这么臭？我打不死你！蔡氏再一次控制不住体内洪荒之力，阿叶一把架住他抬起来的手。打我娘子不行！好啊，好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这瓢水泼出去，就不管娘家死活了。我才要报官！舅母说错了，我不是嫁出去的，我是您老人家卖出去的哦。叶千灵提醒道。蔡氏见叶千灵每句话都说得密不透风，根本钻不出半个缝子，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刘寡妇和秋儿坐山观虎斗，
见搬来蔡氏这一个大炮筒子，居然还是伤不到叶千灵半分，也如霜打的茄子。我还要去镇上找干爹干娘呢，你们是打算在这里继续待着，还是走呢？继续待着的话，我家里的每一根针我都记得放在哪里，要是少了，我掀了你们的屋子也要找回来。叶千灵的声音不大，却不怒自威，让两个横行的恶婆娘都不自禁的有些发怵。真的是太绝情了，我怎么养了这么只白眼狼？回去我要告诉全村的人，你连舅舅舅母都不管。呵呵呵，你快去啊，别只告诉全村，全镇上你跑着告诉一圈都没事儿。蔡氏见叶千灵油盐不进，再闹也闹不到他的一根针，也是懊恼的不行，气呼呼的带着月娘走了。刘寡妇见战友铩羽而归，也不敢多待，怕叶千灵把火力集中到了自己的身上，连忙也带着秋儿跑了。你家养的这个闺女啊，真是厉害呀，我这个婆婆都给她治得服服的，还把我个听话能干的儿子拐跑了，我简直是打碎牙往肚子里咽，赔了夫人又折兵。你还好意思说这话？那贱丫头在家里的时候，我随手打的，随口骂的，到你这儿吃了你家几天米，怎么就变这么刁了？我早就听着你的风评也不好，搞不好就是跟你学的。刘寡妇眼都瞪出来了，这蔡氏是斗鸡吗？见谁斗谁啊？刘寡妇最是一个欺软怕硬的，约莫知道自己武力值不敌蔡氏，再也不敢顶嘴。可蔡氏还没把在叶千灵那里受的气发掉，不依不饶道：你是哪门子的婆婆啊？傻子又不是你肚子里爬出来的，当我睁眼瞎什么都不知道呢？秋儿见母亲一直被蔡氏怒怼，毫无招架之力，恨铁不成钢，连忙悠悠开口道：亲家舅母受了千灵嫂子的气，何苦在我娘身上发作？咱们可是约好了一起来的，现在却吵着离开，不是叫亲者痛，仇者快吗？秋儿的话很明白，咱们该同仇敌忾，一起对付叶千灵啊，怎么能自己先窝里斗起来了呢？蔡氏想想也是，都是叶千灵那贱丫头的不是。贱丫头，我不会叫你好过的。月娘在一旁悠悠道：媳妇儿劝娘还是消停些，千灵虽不是您的亲闺女，终究是咱们邱家出去的姑娘，过得好，咱们不是该替她高兴吗？娘怎么总是不盼着人好呢？你这个不下蛋的鸡，轮到你说话了吗？你也不看看，人家嫁个傻子，日子都能过成这样，你嫁到我们这样的好门户，却把我们家带得跟你一样倒霉。没错，肯定就是你这个丧门星，害得我福贵天天出去花银子。月娘被骂得一声不吭，也不知是不敢反抗，还是已经麻木了。刘寡妇也算是不讲理界的翘楚了，见识到蔡氏骂媳妇儿的功力，还是甘拜下风，连忙带着秋儿溜了。小木屋内，阿叶扑闪着澄澈的桃花眼。娘子，咱们今天要去天香楼找魏老板吗？不去。那你刚才不是说要去找干爹干娘？咱们当务之急是去找吕老头。找吕老头干嘛？咱家急需一扇门，后门再挂上把大锁，叫这些老泼皮再也没法来闹事。吕伯，您这手艺跟谁学的呀？当真是绝了。祖上传下来的，我家世代都是木匠，我爹、我爷、我太爷、我祖爷全都干这个。那是家传手艺啊，这么好的手艺，可一定要好好的传下去啊。哎，别提了。怎么了这是？
还不是我那不争气的后生，好好的家传手艺不学，非要跑去找葛银匠学什么打首饰。葛银匠那老东西自己生不出儿子，没得后人，竟然抢我儿子传手艺，我跟他势不两立。就为了学那不中用的破玩意儿，连媳妇都不娶。我给他讲了好几门好亲事，都叫他给推掉了。唉，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是造了什么孽哟？叶千灵心里想着，明明人小吕是一个有想法的好孩子，可吕老头却跟很多现代的父母一个德行，想要规划孩子未来道路，真是愚昧。无奈着急要换门，叶千灵只好安慰道：木匠银匠都是手艺嘛，只要能学好，将来都能够养家糊口的。我就看不上那作弄小巧的活计，给女人打珠环纽扣能有什么出息？哪有我们木匠打梁打矿的能造房造车几百？叶千灵吐吐舌，打算还是不要在这里勾起吕老头伤心事，免得他到晚都出不来自己的活，伤心过度没法给自己做门，便道：吕伯，您慢慢打着，我们出去逛逛，天黑前来讨，中吧。吕老头的伤心来得快去得也快，大手一挥，扬起一片木屑，斗志昂扬。哪用得着天黑，最多半个时辰。好，半个时辰我们就来讨。说罢，连忙拉着阿叶逃将出来。一抬眼，发现不远处就是银匠铺子，怪不得小吕同志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从小就耳濡目染，发现银匠比木匠有趣多了，这不就弃暗投明跑去拜师了？咱们去银匠铺子看看，会会那个小吕。你是吕木匠的儿子小吕？是。你手艺很好啊。那又怎么样？我爹一点看不上，天天喊我回去学木工。你做出成绩来了，你爹就不会再喊你回去了。唉，我已经很用心在学了。小吕似乎找到了知己，指了指架子上自己的作品，这都是你自己打的啊？当然，这些都是镇上的大户内眷订的，他们送来原料，样式由我设计，打出来以后没有不满意的。这是设计型人才啊！我最喜欢这样的活了，可以自己做主，想怎么打怎么打。但是这种活不多，还是打盆子瓢子居多。小吕有些沮丧地低下头，叶千灵脑海中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冉冉升上来。你想不想自立门户，专门接这种精巧细致的活呢？自立门户？小吕眼中射出一道光芒，但很快就熄灭下去。我连拎铺子的银子都没有，我爹又不可能帮助我，怎么自立门户？叶千灵不紧不慢地从怀中掏出之前在街上买的春宫胭脂盒。这样的盒子你会打吗？小吕一眼瞥见盒子上的画面，脸红如霞。叶千灵忍不住好笑，还是个厨呢，看来是真的热爱事业，惦记不上婚事。大小伙子红什么脸啊？你看看这个类型的胭脂盒，你打得了不？要是打得了，咱们就往后谈。小吕这才点点头。这个简单，只是打出来往哪里销？我自有办法。看着半个时辰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叶千灵道：我明日来找你细细详谈。两人跑到天香楼，借了一辆板车，回到木匠铺，把那一扇惊天地泣鬼神的木门拉出来了。路上阿叶拉车，叶千灵就坐在门上，一直想着什么。原来这接连几日大雪，打猎毫无收获，叶千灵便动了别的心思。打猎毕竟危险，也不是长久能干的事儿。每日进山能否有所猎获，全看天意和运气。要是遇上猛虎豺狼，指不定小命就没了。若是能做上个正经买卖，那往后生活就不愁了。自认了魏夫人做干娘，叶千灵便打起了她的主意。
想跟着他做点生意。但是魏夫人为人精明，肯定不可能把生意分给刚认识不久的叶千灵做。想着从他手里分一杯羹，只有一个办法，拿出优势与他合作。唯一能打主意的便是包装。这些都是出自什么人之手？我要去拜师。叶千灵一口老血差点没吐出来。这些是我从前偶遇一个倭国商人，聊得投机，他送给我的。叶千灵又闭着眼睛瞎掰。你别管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啦，你仔细研究研究，这个口红管这个胭脂管子是怎么转动的，还有这个粉盒子。这里头装的是胭脂，这也太精妙了吧，怎么做到一旋转胭脂就能一点点伸出来的？叶千灵看着他又惊羡又欣喜的样子，笑道这就是要让你研究的，你要是能够做出这样的胭脂管子，有多少我要多少。这个我能把里面的胭脂取出来慢慢研究吗？叶千灵忍痛道。可以。啊，原来是这样。小吕果然是这一方面的精英，不过片刻功夫，他已经把整根口红管子拆成了好几部分。知道怎么回事了？你能做吗？叶千灵伸着脖子问道。做倒是能做，只是用什么材质呢？这管子所用的材质我们这边没有。叶千灵也纠结不已。是啊，材质是个大问题。古代没有那么多的材料，最精致的胭脂水粉也就是用一个陶瓷盒子装一下罢了。两人拧着眉头想了半天，小吕率先打破沉默。我知道了，用珐琅，以铜胎打底，再在铜胎上画珐琅，颜色绚丽也经摔打，铜胎又可以制作内旋钮活性，岂不妙哉？那你大概多久可以做成呢？用珐琅做的话，我一个人完成不了，得去隔壁镇上的一个珐琅窑找师傅合作。但是铜胎底子我可以制作，给我7日时间，我给你做出一批样品来。好，刚开始合作，这个算是我的定金。若是能够大批量生产，咱们再谈价钱。当真是给我的？自然。我在师傅这里做学徒，除了餐饭，什么报酬都没有，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银子呢，10两太多，5两就够了。小吕腼腆地说道。你的收着吧，各种原料都需要银子去买。再者，你也要辛苦制作嘛，还得算报酬呢。若是多出很多，就算做我下一次订货时的预定金好了。小吕听叶千灵如此说，便不再推辞，把银子都收下。小吕不负所望，叶千灵总算是了了一桩心事，便和阿叶回家了。回到家门口，就听到隐隐的女人啜泣声。叶千灵吓了一跳。什么人？谁在那哭？快些出来！再装神弄鬼，我可不客气了。女人的声音，要什么紧？走，看看去。还是小心为妙，那老母猪舅母实在吓人。娘子，你在这里站好，我去看看是什么人。阿叶捏着拳头，小心翼翼地走到木屋侧面，刚一转过去，就跳将回来。这倒是把叶千灵吓了一跳。怎么啦？见鬼啦？不会是女鬼吧？叶千灵天不怕地不怕，打小怕鬼，被阿叶这么一跳，弄得心里惶惶的。小木屋本就地处荒郊野外，此时又日落西山。不是女鬼，是老母猪。老母猪？你不会这么乌鸦嘴吧？叶千灵顿时头痛。蔡氏又来了？老母猪家的月娘嫂子。这傻子，什么不学，学人家说话大喘气儿。叶千灵一听是月娘来了，又见方才听到了哭声，顿觉不妙，连忙走过去，这一看又惊住了。只见月娘浑身满脸的伤，
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月娘嫂子，你怎么了？月娘看到叶千灵，抱住她便嚎啕大哭起来。嫂子，别在这里哭了，冻伤了可不好，咱们进屋再说吧。进了屋，叶千灵拿了一床大被子给月娘裹住，又赶紧拢了一炉炭火放在她身边。阿叶，你再去泡一碗红糖水来，给嫂子暖暖身子。月娘也不知冻了多久，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一直的流眼泪，看得叶千灵心疼不已。不一会儿，阿叶端着红糖水出来了。嫂子，你这一身伤是怎么回事啊？灵儿，我不想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蔡氏那个老钱婆又欺负你啊？告诉我，我带阿叶去教训她，替你出气。月娘点点头，又摇摇头。不只是婆母，还有福贵。你这伤是邱福贵打的？这个畜生，我杀了他！原主的记忆里，月娘是唯一一个给过他关怀的人，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激和亲厚也传给了叶千灵。叶千灵对月娘莫名的觉得亲，杀人要坐牢的，都怪我不该多嘴数落他。他干嘛要打你啊？你数落他总是有原因的呀。前儿亲家母到家里来说你的事儿，婆母不听我的劝，非要到你这里来打秋风，没想到到这来什么也没捞着，回去之后便一肚子歪气没地方发，以往就看我不顺眼，那天看我更不顺眼了，一直骂我不生蛋，骂我也就算了，还羞辱我老父亲。我实在是忍不住，便回了一句嘴，说福贵在外头也不是没有女人，外头的女人也没有一个替他生养的，也不见得就是我的毛病。哪知道福贵这时候正好回来了，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拎着我就是拳打脚踢。婆母不但不帮忙劝解，还在帮煽风点火，说我胳膊肘往外拐，到你这里一点也不帮他。福贵听了更加生气，只把我往死里打，最后还是公公怕出人命担官司，拦下了福贵。可是婆母怕我一身伤往娘家跑，便把我锁了起来，整整2日都没有给我一口水。我今日趁着他们不注意，撞散了窗棱才逃出来。叶千灵听得满腔怒火，捏紧了小小的拳头，这种人家这种日子还有什么好过的？和离算了。和离？月娘的眼中闪过一丝希望，但是瞬间又熄灭了，摇着头道：我爹不会同意的，我们家丢不起这个人。和离？我爹不会同意的，我们家丢不起这个人。日子是你过还是你爹过啊？你爹当真就那么迂？女儿都快叫人给打死了，自己也被女婿害得倾家荡产，还不许你和理？这一刻，叶千灵对这该死的封建制度简直恨透了。就算说动了我爹，邱家又怎么会放过我？福贵这几年吃喝嫖赌，已经把家掏空了，要不是我日日夜夜不停地做绣活，一家人只怕连饭也吃不上，婆母公公都不可能放过我的。叶千灵也记得，月娘自嫁进邱家，便夜夜坐在一盏豆丁灯下忙活，把一双手都绣出了茧子，一双眼睛更是早早的就伤了，做出来的精致绣活拿出去卖了银子，回来贴补家用。饶是如此劳苦功高，
也没有得到半分应有的尊重，反而日日承受谩骂羞辱。也正是因为过得这么苦，其实才22岁的月娘看起来已经像是一个30多岁的妇人一般。你不要管旁人怎么看，我就问你自己，你还想不想和那个畜生过了？月娘低头，似是犹豫不已。叶千灵恨铁不成钢，可也没法怪月娘，这毕竟是古代彻彻底底的男权社会，女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天经地义，没有道理可讲。不是每个人都像武则天似的，看女婿不爽亲自给女儿离婚的。月娘也不是太平公主，追求者排队到法国，离了婚便是弃妇一枚，往后的日子根本没法过。算了，这会儿跟你说这个，只怕你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你先在这里养几天，等身体好了，我们再想办法。妹子，我知道你是好心，只是我……别说了，好好暖和一会儿，我去做饭。叶千灵给阿叶使了一个眼色，两人都到了厨房。阿叶，你说，如果月娘是你姐姐，你会怎么做？阿叶捏了捏拳头。谁敢欺负我姐姐，我肯定把她打当她娘都不认识她。我永远不会欺负娘子的。阿叶连忙表忠心。邱福贵和蔡氏是肯定要教训的，只是打人解决不了问题，要把月娘从那个豺狼窝里面解救出来，才算是真的帮她。我再问你啊，若是我在跟你成亲之前曾经嫁过别人，你会嫌弃于我吗？若娘子像月娘似的受过那般委屈，我只会更心疼娘子，要加倍的对娘子好。傻子不会说假话，叶千灵没有想到阿叶会说出这么暖的话，心底软软的。傻样，等会儿你把这个话再给月娘说一遍。为什么？别管为什么，你说就行。因为多了一个人，叶千灵把晚饭也做得丰盛了许多，嫩蒜苗炒腊肉，炒鸡蛋，油盐豆芽，又包了几十个胖嘟嘟的饺子，蒸熟了。端出来的时候，明显的看到了月娘连吞了好几口口水，叶千灵不禁替她心酸。想必在邱家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样像样的饭菜了。叶千灵把之前给自己买的那一套还没有穿过的新棉袄和新鞋子拿出来，又把阿叶支到门外。嫂子，穿这个。这是你的。在家的时候，嫂子那一般照顾千灵，说什么你的我的。月娘见叶千灵真诚，自己又确实需要衣履，便穿上了，却在心里暗暗发誓，将来若是有自己发达的一天，一定会加倍报答叶千灵。嫂子，过来坐。我过来坐。这是月娘出嫁以后第一顿坐着吃的饭，她几乎是全程忍着眼泪。桌上她又看到阿叶对叶千灵百般体贴，不是夹菜就是夹饭，好吃的都想留给叶千灵，不由得羡慕不已。当时蔡氏要卖叶千灵的时候，月娘听说男方是个傻子，私下里对着蔡氏又是求又是劝，说自己愿意没日没夜多干绣活，把那8两银子挣回来，只求别把叶千灵的一辈子给毁了。没想到叶千灵也不算运道坏的，夫婿虽傻，却比常人更疼媳妇儿万分，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呀。月娘的心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叶千灵岂能没有看出月娘的动摇，给阿叶使了个眼色，慢悠悠的道：哎，我也明白嫂子的苦楚，咱们女人不似男人，若是真的和离，下半辈子的依靠也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将来的夫婿会不会嫌弃自己残花败柳之身。因着事先排练过，阿叶也没有掉链子，立马把在厨房时给叶千灵说的那一番话
又说了一遍。阿叶妹婿果真是这样想？自然。阿叶拍了拍胸脯，娘子是用来疼的，打老婆的男人都是人渣。叶千灵也惊掉眼睛，旋即拍手叫好。叶千灵掐指一算，已经是年27，还有3天就过年了。这还是穿越到了这个时代以后第一次过年呢。想着月娘也无处可去，便道：月娘嫂子，反正也无事，咱们到集上去打点年货吧。月娘神色有些尴尬。我身上……叶千灵知道她囊中羞涩，笑道：哼，我还是头一次自己操办年货，什么都不懂，要嫂子帮忙呢。好，我这便与你去一趟吧。2个女人逛街，可比跟着阿叶那小傻子逛街有意思多了。月娘指挥叶千灵买了一些过年的吃食，门帘、门对等。叶千灵童心未泯，又买了些炮仗烟花，说要年30晚上放，讨个彩头。又拉着月娘到了布庄，非要给月娘买一身衣服。月娘却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花叶千灵的银子，死活拉着不让她买。嫂子要是与我这般客套，还来投奔我做什么？妹子的心意我收下，但是我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啊？不要买这些成品的衣裳，又贵又不成样式，还不暖和。1套衣裳的银子够买3套衣裳的布料了。你买些布料，再买些针线，我回去给大家一人做一身衣裳，这样最好了。瞧我买的这一身衣裳，穿在身上一点儿也不服帖。要是嫂子肯给我做，那我可是捡了大便宜了。这样嫂子也不用总觉得白拿了我的东西。我给你一身衣裳的料子，你却给我和阿叶做了2套衣裳，怎么算都是我赚了呢。小鬼头倒还挺会算账。这趟打年货一共花了2两4钱银子，对大户人家来说就是9牛1毛，但是在农门小户来说已经是大手笔了。天色渐晚，2人拖着大包小包，就跟现代女人逛商场拎着香奶奶哭泣似的，满载而归。不一会儿，阿叶也回来了。没想到他这一趟进山竟然颇有收获，叶千灵高兴坏了，决定把2只狍子留下过年吃，雪貂还让魏老板帮着卖掉。没想到阿叶却扭扭捏捏的不愿意卖雪貂。叶千灵不由奇怪，怎么啦？这雪貂咱们留着也没用啊。怎么啦？这雪貂咱们留着也没用啊。怎么没用了？娘子不是说大户人家的女人都拿来做围脖吗？这一只咱们留下剥了皮毛给娘子做个围脖，娘子的脖子也怕冷。我不怕冷，再说开了年很快就要暖和了嘛。开了年还有倒春寒，至少还要冷2个月。阿爷对你的心意你就不要推辞了吧，以后也不是打不到了。月娘已劝道。对，我以后努力多打几只雪貂。阿叶连忙道。叶千灵见大家都这么疼自己，只好肉痛的答应。好吧，可是真是浪费呢。再说了，雪貂哪有那么好遇上的？怎么会是浪费？我娘子比那些有钱人家的女人更配得起这雪貂围脖。一席话说的叶千灵和月娘都笑了。3人当即把猎物给拾掇了，2只狍子，一只剁了，准备做切下来几天的吃食，另一只拿盐抹了，做风干肉来年吃。那只雪貂则是阿叶亲自操刀扒了皮毛，准备给叶千灵做围脖。月娘果然加班加点，在年30一早把3套衣裳都做成了。她也真是老手了，只是看了叶千灵和阿叶几眼，便把尺寸做得多1分则肥，少1分则瘦。细致的滚边，结实的盘扣，饶是剩下那么一点点布料，还凑在一起给阿叶纳了一双鞋垫，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可比现代那些昂贵的高定手工服装不知道精致多少了。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把月娘的手艺
也利用上呢？精致新颖的胭脂管子，再配上精美的锦带，岂不是可以让包装的身价再 up 好几个台阶？嫂子，我这儿有一份能挣银子的工，你要不要做？我？什么工？我可以吗？你的老本行，做绣活，你说你可以不？真的啊？月娘一听高兴坏了，她以前做的绣活都是菜市拿出去卖的，她完全不知道往什么渠道销。现在叶千灵有门道帮她卖掉活计，那自然再好不过了。当然是真的啦，我们不做大活，只做小活计，这样出活快，你也不必那么累。两个女人倒是比男人还雷厉风行。叶千灵立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月娘，拉着月娘又上了一趟集市，到布庄挑了红黄绿3个常用颜色的绸料，各拿了半匹。一番讲价之后，叶千灵付了账，便带回家。月娘却不愿走，你等我一会儿。叶千灵看着她折回到店里，找店小二叽里咕噜地说了半天，那小二往后堂去了，一会儿又出来，手里却多了2个大袋子，递给了月娘。月娘弯腰弓背的倒了半天的蟹才出来。这是什么呀？碎布头。不是买了整布吗？还要碎布头做什么？你这就是说外行话了，我们常做绣活的呀，有时候看这碎布头比你手里那整匹的布还要金贵呢。这碎布头里什么花色都有不说，什么成色也都有，用处大着呢。等我回去做出来了，你再看。叶千灵见月娘做事精细，心中高兴，便也不追问了。两人大包小包的往家里赶。刚到家门口，只见屋里多了一个人，正是小吕送样品来了。叶千灵高兴的把布料往床上一堆，便去看小吕的样品。短短时间内，小吕竟然送来了20只样品，10只胭脂管子，原型是现代口红管子；10只脂粉盒子，原型是现代气垫 BB 霜盒子。小吕同志，你简直就是天降神兵啊！没有那么好呢，有2根胭脂管子有一点点的瑕疵，拧出来的时候有些不顺滑，还有一个脂粉盒子，开那个扣搭子的时候不是很灵敏。叶千灵叫他把有瑕疵的挑了出来，自己却也挑不出什么不好来，便都收了。小吕又从袖中摸摸索索掏出一个袋子，这20个样品加上做坏掉的，一共耗原材1两7钱，我拿3000做工钱，你那日给我10两，还剩8两，还于你。叶千灵见他做工细致则罢，还账目清晰，工钱算的既不狮子大开口，也不苛待自己。之前不是说过了，剩下的银子与你做后面的定金，不必来来回回的过手。必不会辜负叶夫人重托。你看着比我还大几岁呢，不要那么客气了，以后啊叫我千灵就好。既然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多谢千灵。时候不早，我要回去了，晚上要吃团年饭，晚了爹娘要骂。那你路上小心啊。小吕开门正准备离开，不料门外却撞进来2个气势汹汹的人，只把他又撞回了屋里。贱人，原来你躲到了这里。趁众人不备，一把将站在门边的月娘拖了过去。那男人手下却丝毫不软，又狠狠地在他身上踹了2脚。打得好，狠狠地教训教训这个不守妇道的贱坯子。肥猪一般的身影也窜了进来。蔡氏，那拖着月娘的男人正是他的儿子，月娘的丈夫邱福贵。屋里的几人都是被蔡氏母子的突袭搞懵了。站在门边的小吕却看不下去了，一把推开邱福贵，又拽住他的胳膊，拽得他动弹不得。你是什么人？凭什么一进门就行凶？那邱福贵，一个吃喝嫖赌逃成空了身子的人，除了殴打比他还要羸弱无力的月娘，在外头就是个弱鸡。此时被身板结实的小吕扯住，一下子就没了风头。我教训老婆关你什么事？难不成你是他的姘头？她是你老婆？小吕愣了愣，自家女人更没有这么大的。
拿女人出气，还是个男人吗？更何况我与他素未谋面，今日不过是赶巧都聚在了千灵妹子家里，你怎可口出污言玷污我们？我儿子教训媳妇儿，要你出什么头？你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这贱货的姘头，干嘛这么护着他？好呀，好呀，邓月娘，你这个烂贱人，怪不得说你2句就要撒丫子跑，原来是在外头养了汉子呀！月娘被打得已是伤心，又听男人和婆婆一同侮辱自己，简直气绝，趴在地上哭得快昏死过去。叶千灵和阿叶也反应过来了，一个抢过来把月娘扶起，一个越过来把蔡氏堵到了门口。嫂子，我最后问你一句，这邱家你还想回不想回？月娘之前或许还有点心思，想着邱福贵要是来好言好语的接自己回去，这一遭就还是和往常一样，忍过去算了。眼睛一闭，继续跟邱家慢慢熬日子。今日邱福贵过来不由分说，这一顿打也就算了，居然还侮辱他偷汉子，彻底的把他的心死了，死也不进那道门槛了。叶千灵得了月娘这句话，心头总算是一松，决定快刀斩乱麻。听娘说你这个死丫头现在有钱了，还不快拿出来孝敬哥哥？原来是福贵哥呀！千灵刚才竟然没有认出来，以为哪个畜生进来造事儿呢。邱福贵的智商不高，哪听得出叶千灵在骂他畜生？现在认出来也不妨，你这小日子现在还真是过得不错，过个年囤了那么多好吃的，等会儿我跟我娘都拎回去，你再去买点好了。叶千灵笑了笑，肉多重啊，娘年纪大了，割身子骨也不康健，往回提太累，哪有秀点银两回去轻巧啊？邱福贵一听，叶千灵竟是要直接给自己银子，那太好了，又可以去怡红院包小桂香几碗了。对，肉太重了，给点银两更好，我跟娘想要什么，直接去集上自己买好了。叶千灵给小吕使了个眼色，小吕福至心灵，立刻便明白叶千灵是要出手整这个畜生了，双手暗暗加力，不动声色的把邱福贵的2只胳膊都扣紧了。叶千灵这便走过来，从袖中往外掏。千灵身上也没有多少，只剩下这一些碎银子，全都给哥和舅母带回去好了。邱福贵和蔡氏一听有银子，全都伸长了脖子来看叶千灵的袖子，哪知道叶千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袖中掏出来的不是银子，而是缝衣针，对着2人的脸蛋就是狠狠的扎。一老一少同时捧着脸跳了起来，想躲避叶千灵的暴雨梨花针，无奈都被控制住了，根本躲不开。叶千灵给他们2张脸都戳成了马蜂窝，这才解气撒手。哼，我知道你们此番前来，一位抢月娘嫂子回去继续给你们当牛做马，2位惦记我这点东西。今儿个大年30，姑奶奶心情好，好好的陪你们说道说道。来，你们是想闻着说还是想捂着说？贱丫头，你谋人性命，咱们见官去。见官？哼，那最是好了。听说新上任的县太爷是我干娘的表兄弟，想来他一定会听听我这个干外甥女的冤情。自幼在邱家受苦受难，还未成年，便叫舅母8两银子卖做人妇。现如今成了家，好容易置办了一点点家事，又日日遭舅母惦记。见了官，我一定全部如实禀告官老爷，咱们也不知道谁倒霉。娘，咱们自家事儿见什么官？死丫头不是说了吗？分文书武说。什么是文说？什么是武说？文说就是咱们都坐下来，谁也不许动手扯皮，斯斯文文的把新账老账一起算清楚。武说嘛，便是咱们现在各抄家伙，好好的来干上一架，
干完了见官去，任凭官老爷做主去。邱福贵回头看了看小吕和阿叶，一个是笑面虎，一个是黑夜叉，别说两个，掰半个下来，自己都不是对手，顿时老实了。我闻着说，我闻着说。好啊，哥要闻说，小妹就闻着跟你把事情谈清楚。第一桩事，说说我自己。往日我在邱家时，你们日日叫我做重活脏活，克扣我的饮食，招来则打，挥来则骂，这些我都记着呢。所以啊，麻烦你们心里有点数，我这里的一针一线都别惦记。下次再来，我可不是用绣花针伺候了，大砍刀就在床底下，姑奶奶疯起来我自己都怕。蔡氏和邱福贵都是纸老虎，只会欺软怕硬，这会儿被叶千灵唬得一愣一愣的，心想这丫头好不容易挣出这么点生活，要是真把她逼急了，没准儿真拿大砍刀砍我们，那可就得不偿失了。这第二桩事儿嘛，就是月娘嫂子。回头看了一眼月娘，只见她还坐在床头痛哭不止，越发动了打抱不平的心。月娘是我女人，你还得怎的？明儿过年你不放她回去，准备把她关到什么时候？邱福贵一听到月娘便急了，他自然不是对月娘还有情意，只是邱家现在的生活离不开月娘啊。这一家子，公公不管事儿，婆婆只顾吃，儿子嫖赌成性，只有个媳妇儿老老实实的做绣活挣钱养家，所以哪能离开月娘这棵摇钱树呢？月娘是你女人，那你倒是说说，你是怎么对待你女人的？邱富贵顿时啧舌，不知道如何作答。蔡氏连忙道：“她是我家三媒六聘讨进门的正经媳妇儿。她是我家三媒六聘讨进门的正经媳妇儿，这么多年连个蛋都不下，我们还是好吃好喝的养着她，还要怎么样？我们已经是厚道人家了。”对，我们是厚道人家。邱富贵跟着蔡氏一起睁眼说瞎话，一直好吃好喝的待他。呵呵，你们好吃好喝的养着人家，好不臊皮哦！你一家老小，吃的喝的穿的，谁挣的？别人不知道，当我也不知道吗？明明是人家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们三张嘴，要是你们懂得感恩，好好的待人家也就算了，可是你们这一家子，汉子又懒又贱，婆婆又刁又蛮，月娘在你们家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过。月娘嫂子已经与我说过了，不愿再踏足邱家半步。今日你们既然来了，正好省得我们一趟跑，把这和离手续办了吧。什么？蔡氏和邱福贵同时叫了起来。和什么离？这贱人膀子硬了，我们大发慈悲，一直没有休他，他竟然想和离？不可能和离的，这贱人必须跟我回家。坐在床边的月娘听到叶千灵说到和离两个字的时候，心都快要跳了出来，这两个字也始终不敢说出口。来，你自己过来说说，你想不想和离？千灵妹子说的就是我想说的，你跟她谈就好了，我一句话也不想跟你说，我嫌恶心。你说什么？看我不打死你！邱福贵没有料到，一向温柔如绵羊，居然也会反咬自己一口。兄弟，女人不想跟你过了，有点担当，就老老实实把和离书签了，然后回去反省反省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往后再讨女人好长点教训，动不动就打女人，叫人10000个看不上。你是他的一汉子是吧？你们现在巴不得我签了和离书，你俩就可以光明正大了是吧？我告诉你，不可能！当月娘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我把她卖到窑子都轮不到你。月娘气得胸口一起一伏。你在家骂我打我也就算了，出门还要丢人现眼，处处与人结怨，我今日跟你拼了！弓着腰冲到邱福贵身边，用头对着他的胸口就是狠狠一撞，只撞得邱福贵眼冒金星，痛叫连连。嫂子，你别动气，跟这种畜生不值得，我来。我的儿啊！贱人，你谋杀亲夫！
舅母，你也看到了，月娘与福贵的情分彻底没了。你要是为了报复月娘，非要把她带回去呢，我也不拦着。但是女人一旦发起狠来，可没有谱的。我还记得沟村葛大户家的儿媳妇，因为不堪忍受婆婆多年欺压，买了1斤砒霜下到井里，把一家人全毒死了。你要是不怕死，就把她带回去吧。蔡氏一听，脸色发白。那葛家的老婆娘以前跟她是老姐妹，两人凑到一起就聊怎么整治媳妇儿。后来被砒霜毒死，死状惨不忍睹。蔡氏到现在还记得她那一双翻着的白眼，还有吐出来的长舌头，吓人啊。而他家媳妇儿平时看着比月娘还要温顺呢，万一月娘真的效仿她。叶千灵见蔡氏神色动摇，决定打个巴掌给颗糖。我也知道邱家这几年落塌，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可不是吗？没有月娘，我们这一家子靠什么过活？这个老东西可算是承认一大家子都是靠压榨月娘过活了。你发卖我的时候找刘寡妇要了8两银子，如今我好人做到底，你若是劝福贵哥把和离书签了，我也给你8两银子。而且邓家日前借你们还赌债那50两也一笔勾销了，往后你们和月娘两不相干，这样如何？什么8两银子？什么8两银子？我这个斯文的法子，你们若是不同意呢，也可，咱们就上衙门，首先让邓老爹找你们把50两银子的赌债讨回来，咱们再谈和离的事儿。邓老爹当初认了这笔亏心债，那是因为怕女儿过不得，帮女婿还债。现在女儿都不认女婿了，他老人家又不糊涂，还不知道你邱福贵以后再讨的女人姓王姓李呢，凭什么把棺材本都赔给你？蔡氏和邱福贵一下子都傻眼了。叶千灵之所以敢这么有底气，是因为他记得当初蔡氏逼到邓老爹门上要银子的时候，邓老爹留了个心眼，从赌场爪子那里把邱福贵签字画押的欠条要过去了。他当时或许只是想着以后不要再被赌场纠缠，没想到现在竟成了威胁邱福贵的一把利器。怎么样，路子我都给你们指明了，你们愿意在我这里把字儿签了最好，不愿意咱们明儿大年初一衙门见。蔡氏见月娘真的是铁了心不愿意回去了，就算这时带回去了，万一哪天真的学葛家媳妇儿买一包砒霜，那太吓人了。今儿解决了这糟事儿，还能够落得8两银子，这年关也得过了。干脆咬咬牙道，这只不下蛋的鸡我家也早就不想要了。我儿子才高8斗，貌比潘安，还愁找不到婆娘怎么地？福贵，这就跟他离了。这母子俩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邱福贵听到叶千灵要给8两银子的时候，也立刻就愿意和离了。得了老娘的话，当即便骂骂咧咧地甩开袖子，笔墨伺候上啊。不一会儿便把一纸和离书写了出来，丢到月娘脚边，便对着叶千灵伸出手，银子快些。叶千灵拿出8两碎银，却不往邱福贵手上放，而是往门外雪地里一撒，银子沉，落到雪里，立刻陷了进去。蔡氏母子慌不迭全都跑了出去，趴到雪地里便挖银子去了。两人还争抢起来。只听蔡氏喊道：“这是过年关的银子啊，你得全给我！”这是我离了老婆换来的银子，娘你凑什么热闹？叶千灵火速把大门重新关上，拍拍胸口：“哦，可算把这对瘟神给送走了。”哎，嫂子，您这是做什么呀？千灵妹子，你对月娘再造之恩，月娘此生无以为报，来生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叶千灵连拉带拽的把月娘扯了起来。嫂子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在邱家那么些年，要是没有嫂子偷偷照拂，
千灵恐怕饿死几百回了。饶是得了和离书，月娘终究还是不快活，过年的气氛也冲不散她的悲哀。在现代，离了婚的女人十有八九都还抬不起头呢，更何况是在古代。小吕因着刚才撞上那对瘟神，不得已英雄救美一把，耽误许久也没有回去，连忙趁机告辞，送走小吕。叶千灵叹口气，把阿叶拉到厨房，留月娘一个人在堂屋里，让她慢慢消化事实。月娘独自在外头坐了许久，也没有发出声音。叶千灵放心不过，怕她想不开，悄悄伸出头看。没想到月娘早已不再垂泪，而是坐在油灯下，抱着绣绷子，双手翻飞，正飞快地绣着什么。叶千灵吐吐舌，凑近了才发现，月娘原来在做下午设计出来的花样子。你是不是以为我失了婚姻，要和旁的女人一般，做那要死要活的姿态？叶千灵不语。实话不瞒你说，离了那一家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现在都恨不得放一挂鞭炮庆祝一下。我方才伤心，才不是为了邱福贵那个货，我一为自己在他手上耗费的这些年青春不值，二为连累老妇为我担惊受怕一场，觉得不孝。从今往后啊，我当这些年的软弱喂了狗，明儿起我就恢复我邓月娘的名头，以后我只为自己活。以后你们也不要管我叫嫂子了，管我叫月娘就行，真不行喊我一声月姐，我也虚寿了。这才是我们的好月姐嘛。要放鞭炮？有啊有啊，咱们买的时候就说了年30放来除夕的，现在果然出了一只恶戏，果真是值得庆祝的。阿叶，快去拿鞭炮，我们这就出去放去。三人拿了一挂炮仗，在屋前噼里啪啦的放了，好像把过去所有的晦气也都赶走了。从今儿起，所有人都要好好过日子了。有月娘的帮忙，叶千灵很快就忙活出了一桌年夜饭，鸡鸭鱼肉竟是样样俱全。三人又开了一坛屠苏酒，热热闹闹的过了个年。睡觉时老实点啊，不要往我身上吼。睡着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往哪边滚啊。往外边滚，别往我这滚。是娘子，我尽量。什么尽量？是必须。想到前几次同床，次次都有难以启齿的情况，叶千灵简直头痛。好，必须。阿叶不胜酒力，喝了几杯屠苏酒，已经快要晕了。两人都倒到床上，不一会儿都呼着了。第二日一早，叶千灵又在一阵胸闷气短中醒来。阿叶那个傻子，又不知不觉脱得光溜溜的趴在自己身上。叶千灵又是一记扫堂腿，把他踹下去。臭流氓啊！喊完，才突然想到月娘还在厨房打地铺，连忙捂住了嘴。阿叶已经傻乎乎地爬起来。娘子，怎么了？娘子。叶千灵压低声音，恼羞成怒。我昨晚上不是打招呼叫你老实点吗？我老实啊。你老实个屁呀！你把衣裳老实到哪里去了？阿叶往地上一捡起一大坨衣服。我做梦里热死了，就把衣服都扒了。叶千灵无语，好在低头看自己，倒是老老实实的，还穿着长袖长腿的睡衣裤。想来傻子确实是睡热了，但还是气不打一处来。碍着月娘，却又不好明目张胆的发作。你们起了吗？我做好了早饭，快来吃吧。糟糕，刚才和阿叶打闹，肯定都叫月娘听去了。他大概还要以为自己是和阿叶打情骂俏呢，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两人迅速地穿好衣服，到厨房一看，月娘已经把地铺收拾起来，小桌子摆好，桌上摆了4色小菜，一锅浓粥，再加2屉包子，闻着香，看着甜。
一下把两人的食欲都勾了起来。月姐，你快也坐下，我们一起吃啊。月姐，你眼睛怎么这么红啊？别是害眼了吧？啊，没有，只是昨晚没怎么睡。我就说嘛，你以后还是跟着我睡，让阿叶打地铺。叶千灵趁机说道。不是因为这个。月娘笑着指了指旁边的墙角，只见篓子里多了一堆绣活。叶千灵拿起来一数，不多不少，正是20个绣囊。第二日一早，叶千灵又和阿叶跑到镇上找小吕。千灵，你真是女中豪杰。得到小吕这种钢铁直男的衷心夸赞，叶千灵也有些得意。把定金给了他之后，决定和阿叶四处转转，买点好菜回去犒劳犒劳大家。阿叶像个小孩子，要了2根糖葫芦，就没有别的要求了。叶千灵又好气又好笑，你就不能变聪明点吗？娘子聪明就够了。叶千灵恨铁不成钢啊。娘子啊。阿叶突然支支吾吾，怎么啦？我尿急。尿急就去撒尿啊。跟我说，难道我能帮你尿啦？叶千灵没好气道，又不能真让他光天化日之下提枪作案。去那儿，快点！阿叶小跑着过去，叶千灵帮他拿着糖葫芦，站在一个角落里等他。见糖葫芦做得诱人，也吃了2颗。糖葫芦吃得快见底儿了，阿叶却还是没有回来，也顾不上男女有别了，跑到小巷口喊道：阿叶，你好了没啊？巷子里却是什么回应都没有。叶千灵等不及，眯着一只眼睛伸头往里看，一伸头却惊呆了。只见2个蒙面黑衣人一左一右的把阿叶围在了中间，其中一个死死地掐住了阿叶的脖子，另一个更是在做极其奇怪的动作，扒扯阿叶的衣服。我天，光天化日，强抢良家傻男，还扒衣服，这么劲爆！啊，你们什么人啊？放开他，我喊人啦！娘子，快走！叶千灵这才意识到，这2个黑衣人是要阿叶的命来的。走你个爷爷！敢欺负本姑奶奶的人，瞎了眼了吗？2个黑衣人对视一眼，扯阿叶衣服的那个立刻松开手，提着剑往叶千灵这边赶来。叶千灵暗道不好，这厮是想先灭了自己的口，再去专心对付阿叶。叶千灵连忙把头缩了回来，来追杀他的那一个黑衣人跑出来的时候，只见四处都是空荡荡的，叶千灵早已不见了身影。黑衣人心中奇怪，正想着这丫头躲哪儿去了，突觉屁股一阵发麻，紧接着整条大腿乃至全身都麻了。糟，这丫头竟然有暗器，还是淬了毒的。原来方才叶千灵她急中生智，迅速地用意念进了工作室的空间，用从工作室里摸出来的麻醉针狠狠地扎进了他的屁股。叶千灵首战告捷，兴奋不已，狠狠地踹了他一脚，又躲进了空间，想要用同样的方法放倒另一个。肩膀突然被人一拍，杜白！嘘，你就站在这里别动，阿叶兄弟交给我，我一定把他完完整整的交给你。你要注意安全啊，那黑衣人看起来很厉害。很厉害吗？我看着也就一般般啊。叶千灵心生一动，这是一个书生讲出来的话，也太装逼了吧。可是杜白看起来也不是那种装逼的人啊。下一秒叶千灵就不觉得杜白是在装逼了，只见他2脚轻轻一点，轻功。叶千灵像个土豹子一般张大了嘴巴，跟电影演的一毛一样啊。有了杜白的加入，那黑衣人很快就落了下风。黑衣人被逼到墙角，杜白冷冷问道：你是谁？阿叶也大声问道：你是谁？干嘛要扒我衣服？杜白一头黑线，旋即
突然目露金光，若有所思地看向阿叶的脊背。黑衣人咬紧牙关，一句话都不说，手中却突然多出来了一个信号筒。不好，这厮在召唤同伙。一道烟花冲到云霄，发出一声清亮的爆炸声。杜白扯开黑衣人的衣袖，只见他的手腕上刺着一个枭字，顿时面色大变，眼中溢出了杀气，摸出腰间匕首，手起刀落，一刀要了黑衣人的狗命。站在一旁的阿叶吓得连忙跑到叶千灵身边。娘子，杀人了，杀人了，好怕人。叶千灵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杀人的阵仗，他自己其实也很怕，只好装一副老娘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的样子。杀个人嘛，也没什么的。哎，那个杜白，你干什么非要杀人啊？哪知道杜白根本不理他，反而走到巷子口，将那个被叶千灵迷晕的黑衣人也一刀了结了。不杀人，难道等着被杀？还不走，等着他们的同伙来吗？杜白催促道。三人火速离开了小巷，先到了杜白所住的破庙。阿叶兄弟，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招惹上这些黑衣人吗？阿叶捂住自己的裤裆。该不会是因为随地大小便吧？当我没问。杜白一脸崩溃，叶千灵心里却有数，这些黑衣人十有八九是跟阿叶的身份有关。他还记得刚才被他打了一针麻醉剂的那个黑衣人，在他赶到之前一直试图扯开阿叶的衣裳。阿叶的背上有一个龙形纹身，他不会是想看那个纹身吧？若他这个猜测是对的，那岂不是说明这个纹身可以证明阿叶的身份？看看像是一些亡命之徒，十有八九是打家劫舍的，见阿叶一个人在那里方便，就想讨一个便宜。亡命之徒不假，打家劫舍却不真，他们是来找人的。千灵姑娘，有没有注意过阿叶兄弟身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记，比如刺青？刺青？一个傻子刺什么青啊？阿叶的身上比我还光溜呢。杜白没想到叶千灵会这么说，脸刷的红一片，先不好意思起来。既是如此，只怕那些人是真的认错人了。看着杜白讳莫如深的样子，叶千灵基本已经可以确定，那些黑衣人要找的人和杜白正在寻找的表弟是同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被易了容的阿叶。黑衣人是想要阿叶的命，而杜白还搞不清楚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叶千灵扬起眉角，对杜白连珠炮般的发问：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打劫的？你又怎么知道他们在找人呢？他们要找的人是你表弟吗？还有，你真的只是一个书生？杜白顿了顿，良久才道：千灵姑娘，你是个聪明人，我知道瞒不了你，但是有些事情恕杜白无法如实相告。我要离开莲花镇一趟，大约1月之后才能回来。这1个月，你们2人切记，尽量不要出门，尤其是阿叶兄弟。今日之事，姑娘也不要告诉任何人。1个月后，也许一切都能水落石出，到时候，杜白自不会再隐瞒姑娘。杜白的话几乎是默认了叶千灵的猜测了。杜白离开之后，直到天黑，叶千灵才和阿叶悄悄回到了小木屋。一进门，却看到一个年迈的老人坐在桌前，与月娘相视流泪。千灵丫头，好久不见了。老爷子，您快坐下。哪知道邓老秀才不但没有坐下，竟大大的给叶千灵作了个揖。老爷子，您这是干什么？千灵丫头，多谢你这些日子对月娘的照顾，我这老糊涂，竟然这么久都不知道月娘已经和那畜生和离了，让她在你这里叨扰许久。老爷子这是什么话呀？月姐在邱家，对千灵照顾有加，
我现在照顾月姐也是应该的。以前都是我糊涂，总以为邱富贵那畜生不过是年纪轻，心还不定，等上了年纪自然会好好收心过日子。哪知道他一日比一日荒唐，眼看着月娘在他家也实在熬不出头，离了也好。老爹我带着月娘过，也不要月娘再回邱家受那罪。原来邱福贵得了8两银子以后，回去不到3天便挥霍光了。蔡氏想重新给他说媳妇儿，可是10里8乡的，谁家不知道邱福贵什么德行，连死了丈夫的年轻寡妇都不愿意嫁给他。蔡氏便动了心思，想去找邓老秀才转还，重新把月娘接回去，继续给他家干活卖命。他们也有这个脸，他们再敢来闹事儿，叫阿叶去收拾他们。邓老秀才摆摆手，罢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以后老死不相往来就是了。见邓老秀才有如此觉悟，叶千灵总算是放心了。老爷子，这么晚了，你要是不回，就在这里跟阿叶挤挤对付一夜，要是回，也让阿叶送您回去。月娘却道，我爹的意思是把我接回去跟他一处过活，我也就不用在这里打扰你们小两口了。啊？那你以后没事儿就来到我这里来陪我聊天哦，我还想让你教我绣活呢。傻丫头，我还要帮你做活呢，以后往来的机会多了去了，干嘛弄得生离死别似的？不过是住得稍微远了些罢了。叶千灵想了想也是，便和阿叶一起把父女俩送出门外。月娘只说路上还要和老妇聊聊知心话，就不让阿叶送了。叶千灵想到下午遇到黑衣人的事儿，只怕这大半晚上的出门也不安全，便也不再坚持，嘱咐月娘几句，便和阿叶重回屋内了。阿叶虽傻，也有2分机灵劲儿，见月娘走了，便把铺盖又卷到床边，嘿嘿一笑。嘿嘿，娘子，我不用再去睡厨房了。叶千灵翻了个白眼，下午险些丢了命，这会儿还有心思想着睡哪里？嘿嘿，娘子，我不用再去睡厨房了。下午险些丢了命，这会儿还有心思想着睡哪里？娘子，他们干嘛要杀我？我要是知道就好了。阿叶，杜白说的没错，从明儿起你就别出门了，待在家里。为啥？外面有大灰狼。我不怕大灰狼，一拳都给他打飞。半夜，阿叶在地上睡得呼呼的，叶千灵悄悄爬起身，轻手轻脚地扒掉了他的衣服。此时叶千灵的手上就拿着一片肉色纹身贴，他要把阿叶的刺青神不知鬼不觉地洗掉。阿叶，转个身。叶千灵用极尽温柔的声音在阿叶的耳边吹气。阿叶还以为自己是做梦，乖乖地翻了个身，把脊背晾在叶千灵面前。咕咚，叶千灵吞了口水。叶千灵掐了自己一把，把持住，对一个傻子动这种歪心思，简直比对一个孩子还要丧心病狂啊！叶千灵轻轻地将肉色纹身贴贴到了阿叶的刺青上，完美无瑕地盖住了那一块刺青。阿叶又翻了个身，睡梦中无意识地一把将叶千灵揽住。娘子，给你吃。叶千灵不禁好笑，这傻子做梦都想着吃，不过他竟然想着给自己吃，也算是对自己不赖了。叶千灵悄悄地从他怀中挣出来，这才爬到床上安心地睡下了。小吕和月娘答应叶千灵的交货日期都是10天之后，这10天之内，叶千灵便都没什么事情可做了。前2天还因为遇刺黑衣人不敢出门，到了第3天，别说阿叶憋不住了，他自己都闷坏了。
阿叶，过来。叶千灵对着正在洗碗刷锅的阿叶勾勾小指头。怎么了，娘子？阿叶甩甩手上的水，又在围裙上擦了擦。你想不想出去啊？想。想去哪里啊？镇上、山里，哪里都行。可是杜白不是说，在他回来之前，咱们最好不要出门吗？外面有大灰狼哟。好你个傻子，还忽悠起我来了。咱们不去镇上人多的地方，去山里打猎，好不好？哎，好好好。这一傻一美，一拍即合，当即就换上厚实衣服，背着弓，提着剑，就出门了。虽然已经开了春，但是倒春寒依然厉害。阿叶和往常一样，把娇小的叶千灵背在身上，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山里走着。傻子，走了好久了，你饿吗？咱们先停下来吃点干粮吧。阿叶一听到有东西吃啊，立刻住下脚步，正好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山洞，便把叶千灵送到山洞边放下来。娘子，你做的包子真好吃。吃慢点儿，又没人跟你抢，小心噎着。吃完包子，阿叶突然扭扭捏捏地喊了一声：娘子。叶千灵看他这副模样，撇撇嘴，是不是又尿急啦？这下你可别乱跑了，就往山洞里多走几步，就地解决吧。哟呵，你脸红什么？放心，我又不看你。不是尿急。那怎么了？叶千灵倒忍不住好奇了。阿叶支吾半天才道：成亲之前干娘告诉我，成了亲就会有小娃娃，咱们什么时候才会有小娃娃？娃娃你个头啊，好的不学，坏的怎么懂这么多呀？我跟你说过的话你都当屁放了是吧？刘寡妇那老钱婆的话能信吗？可是村里好几个小媳妇嫁过来没多久，肚子就都圆溜溜啊。娘子，你要不然看看你的肚子有没有圆溜溜，说不定娃娃已经在肚子里了。叶千灵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地儿都没刨呢，就想生苗。果然男人都有生殖癌，到哪儿都想留个自己的种，傻子也不例外啊。阿叶，你还记得月姐和邱福贵和离的时候，邱福贵是怎么指责月姐的吗？阿叶挠挠头，好像是说月姐不能生孩子。叶千灵装模作样的抹了抹眼角，阿叶吓得连忙问道：娘子，你怎么了？叶千灵挤了半天也没挤出眼泪，只好装出哭腔道：我告诉你啊，我跟月姐有一样的毛病，我也不能生养，你该不会要休了我吧？你要是休了我，我可就不活了。啊，娘子，你别哭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娃娃哪有你重要？没有娃娃就没有娃娃，我怎么会休了你啊？我还怕娘子不要我呢。娘子，都是我不好，我以后再也不提娃娃了。叶千灵捂着脸，看着是在哭，其实已经快笑出眼泪了。你以后真的不提娃娃啦？这可是我的伤心事儿啊。绝不会了，养猫养狗也不养娃娃了。好啦，天也不早了，咱们还是回去吧。二话不说，背起叶千灵往家赶去。走着走着，天变黑了，快到小木屋的时候，却远远看到一片红彤彤的光。细细一看，顿时心脏都跳出来，小木屋着火了！娘子，咱家着火了！不好，咱们先回山里。房子着火了，不去救火，往山里去干什么？叶千灵拽着阿叶，别问那么多。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木屋外的人影发现了叶千灵和阿叶，迅速的往这边追来。那是什么人？十有八九是那两个黑人的同伙。他们是来杀咱们的呀！娘子，快上来，我背你跑。后面的黑人很快就越逼越紧，眼看着就要追上来了。叶千灵知道，这一次要是被这些黑人追上，只怕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杜白说的没错，不杀他们就会被他们杀掉。阿叶那点三脚猫的功夫，根本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好在这一片山林是叶千灵和阿叶跑熟了的，唯有利用地形先发制人。往那边去。不行啊，娘子，那边是一座秃山头，山上一棵树都没有，没有任何藏身之处的。叫你去你就去，哪有那么多废话呀？要的就是让他们看到咱们。到了山脚之下，果见整座山头除了被皑皑白雪覆盖，别说树了，连一棵草都没有。往上爬。阿叶实在不懂叶千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想着等下要是真的被逮到了，无论如何都要哀求他们放过娘子。在阿叶的牵扯之下，两人很快就爬到了半山腰，而那些黑衣人也追了过来。别爬了，你们跑不掉的，自己乖乖下来，也给你们留个全尸。娘子，他说咱们跑不掉的，怎么办？别理他，快，赶在他们之前登上山顶，咱们就死不掉。阿叶听了这话，总算是有点底气了。两人登上山顶的时候，黑衣人离他们也只有几丈的距离了。叶千灵喘了口气，便立刻道：跟着我一起大喊，看我跳你就跟着跳。当即便扯开嗓子跟叶千灵一起发出中气十足的吼叫。阿叶学着他的动作，跟着他的节奏一起跳了起来。不好，那小娘们想要制造雪崩，快点登上山顶。叶千灵和阿叶不断的大喊大跳，渐渐的开始有少量的雪沙簌簌往下掉。阿叶见到如此情形，跳得越发起劲儿了。原来是这样。轰轰！就在那几个黑衣人几乎到达山顶的一瞬间，整座山头白雪倾泻而下，黑衣人片刻便消失在皑皑落下的白雪之中。阿叶高兴的直拍手，成功了，成功了！好！叶千灵顷刻间便随着黑衣人一起掉进了白雪漩涡。阿叶一看到叶千灵掉下去，想都没想，也跟着跳了下去，不顾一切的抱住了叶千灵的一只脚。叶千灵站在魏府的大门口，第一次感到这么无助。尚在深山中的阿叶还活着吗？想到阿叶，叶千灵再也装不了坚强，蹲在门口的石狮子边嘤嘤哭泣。咦，这不是千灵干表妹吗？叶千灵抬头一看，邱之恒。只见他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出什么事了？阿叶快死了，你能帮我救救阿叶吗？好好的，怎么会要死了？山里雪崩了，他为了救我从山顶上滚下来，撞到了石头上。雪崩？邱之恒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迅速地跨上马，对叶千灵伸出手：上来，带路。邱之恒也是个聪明人，不用叶千灵交代，便把奄奄一息的阿叶直接带到了一家客栈，对店家只说是喝多了。邱之恒找店家要了一坛酒，又要了几块干净帕子，撕开阿叶的衣服，喝了2口酒，对着伤口便喷了出来。阿叶痛得直抽抽，却不发出任何声音。叶千灵看得心惊胆战，邱之恒看出来他害怕，干脆把他推到屏风外边。我外公就是大夫，我也有两手的，别担心。邱之恒捣鼓了足足半小时，才把叶千灵重新喊进去。只见地上都是沾着血的碎布头，阿叶的身上倒是都包扎好了。时候不早，我得赶紧回去了，要不姑妈肯定要找我。你好好守着她，明天一早我再来。邱之恒匆匆离开之后，叶千灵眼睛都不敢眨。阿叶，你可千万别死啊！要是你这次能活过来，以后咱们就好好过日子。白天我是骗你的，我能生娃娃的，你醒了我就生个娃娃给你玩。阿叶醒来的时候，只觉头部阵阵刺痛，这刺痛
却让他的神智一下子变得清晰澄澈，许许多多蒙尘许久的记忆排山倒海地涌进了脑海。摸了摸额角的伤口，阿叶的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好周详的计划，可惜没能把我简玄烨弄死。那从今天起，就是你们的死期了。阿叶，你醒了，太好了，你没死！阿叶收敛起眼中精锐。娘子，我好痛啊！痛也没办法呀，我能怎么办？忍着点吧。娘子，真的好痛。叶千灵有一些疑惑地看着他。真的这么痛啊？不然我去请大夫。这会儿就痛得受不了了。那你想怎么办？我记得小时候淘气爬树，从树上掉下来，摔到哪里，娘亲就亲哪里一口。她说亲了就不疼了。你记起你娘了？那你记不记得自己是谁啊？叶千灵兴奋地抓住了阿叶的胳膊。刚才还装疼，现在是真疼。还有这娘们，怎么抓不住重点呀？模模糊糊的，就记得这么点儿了。娘子，你能代替娘亲亲我一口吗？叶千灵瞪大眼睛，这是傻子阿叶说出来的话吗？都伤成这样了，还想着吃豆腐呢？不能。那就让我这么疼着吧。嘿，吃豆腐还吃出道理来了。叶千灵这才发现，傻子套路也很深啊。算，就一口啊。今晚你给我老老实实躺着休息。我也要睡觉，守了你大半夜，快困死我了。你明明睡了大半夜，男人都快死了，还能睡着，也是心大。阿叶伸过脸，指了指脸颊。这里。叶千灵跳了起来。你脸又没受伤。那这里。阿叶指了指自己的嘴唇。相比那张冷冰冰的面具，阿叶淡红色的温软唇瓣确实要好下口一点。叶千灵想着，伸脖子也是一刀，缩脖子也是一刀。爸，早亲早睡觉。他蜻蜓点水一般的在阿叶的唇上亲了一口，没想到还没来得及离开，已经被阿叶紧紧箍住。柔软的唇，热烈的吻，叶千灵有一瞬间甚至在怀疑，这是傻子的吻吗？这也太娴熟了吧。好半天，阿叶才亲够了松手了。叶千灵脸红的像猴屁股，嫌弃的擦着自己的嘴唇，气得直跺脚。你耍流氓！我没有啊，是娘子自己选择亲嘴的呀。阿叶一脸无辜。我只说亲一口。是一口啊，咱俩嘴唇又没分开过。两人正吵得不可开交，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谁？我。叶千灵连忙开门，邱之恒带了些药，一进门却看到阿叶已经醒过来了，有些惊讶道：傻子醒了？他身体一向不错的。邱之恒只见叶千灵面色潮红，阿叶嘴角也带着暧昧的笑，顿时想歪了。身体不错也不能这么猴急呀。呸，什么猴急啊？叶千灵简直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阿叶却不失时机的添油加醋了一把。娘子刚才还说要给我生娃娃呢，不猴急不行啊。你都听到了。叶千灵刚说完就捂住了嘴。邱之恒脸都绿了。看来你们夫妻俩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不掺和了。说着把药往桌子上一扔，便气呼呼的准备离开。你还不能走。为什么？你得借我点银子。什么？我救了你汉子，你不答谢我就算了，还要找我借钱？
邱之恒三观都碎了，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啊？邱之恒怀疑，眼前这个精打细算的女汉子，是昨夜那个蹲在魏府大门口悠悠垂泪的弱女子吗？我家房子着了，啥都烧了，现在我们也没地方住了，打尖住店也得要银子啊。你作为干表哥，应该不忍心看我露宿街头吧？干表哥的名头太大了，看来不给这丫头银子还走不掉了。邱之恒摸出了一锭银子，砰的一声扔在了桌上，没好气道：现在愿意喊我干表哥了？你要是多给我几锭银子，喊你干爷爷我都愿意啊！这丫头惹不起呀！邱之恒火速逃走。哎，对啊，别告诉干娘这事儿啊！叶千灵对屋外喊完，这才回身，财迷地抓起银锭子，想到自己藏在家里的那些银票，顿时肉疼。阿叶倚在床头，看着叶千灵，脸上的表情瞬息把阴、晴、雨、雪都播报了一遍，便猜到他脑瓜子里想的是什么，恨铁不成钢的叹口气，真是个小财迷。你叹什么气啊？娘子别急，等我的狗腿子一好，就上山打猎换银子去。你不是只有上半身受伤了，狗腿子不是好好的？男人有3条腿啊，你看不见的那条小腿受伤了。那条小腿要是坏了，可是很严重的，要不要我找个大夫给你看看啊？怎么个严重法？我会讨不到老婆。你不是已经是我老婆了吗？会没有幸福。我现在很幸福啊。那你就伤着吧，反正不影响生活。叶千灵解释无力，决定放弃，反正也不是自己用那条腿，生娃娃的话也就是随口一说。娘子，我也不确定伤得严不严重，要不你帮我检查一下。这个男女有别，要检查也得是你自己检查。再说了，我又不是大夫，我也看不出个子午丑卯来。娘子是嫌弃阿叶腿坏了吗？不理阿叶了吗？连检查都不愿意帮阿叶检查吗？夫妻之间不是应该同甘共苦吗？娘子不能生孩子，我都不嫌弃娘子，娘子怎么能因为阿叶小腿坏了就嫌弃阿叶了？叶千灵目瞪口呆，这是傻子说出来的话吗？这是僵着自己了，这是。我的妈呀，这年头连傻子套路都这么深了吗？叶千灵转脸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嘿嘿，好好，不就是检查一下，搬出这么多大道理来干什么呀？过来，我这有替你检查。阿叶把身子往叶千灵跟前凑了凑，叶千灵趁其不备，用膝盖狠狠地顶上去。傻不是你的错，流氓，我可就不惯着你了。我看你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老头，来，我给你检查，只要你不怕，我给你一剪刀咔嚓掉。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阿叶痛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妈呀，阿叶知道错了，阿叶也知道娘子不是病猫了，娘子是母老虎。你说谁是母老虎？不是母老虎，不是母老虎，是小野猫。这还差不多。阿叶在客栈休养了几天，到了10日送货之期，便基本恢复了。叶千灵也早就通知月娘和小吕，让他们到客栈来送货。只说阿叶糊涂，烧饭的时候打盹儿把屋子点着了。好在两人都知道阿叶傻乎乎的，也没有多想。只为叶千灵可惜，而且像是约好了一般，都只收个本钱，死活不愿意再收工钱。叶千灵推辞2下，见推辞不掉，干脆就领了2人的心意，毕竟自己现在确实很缺钱。阿叶，咱们现在去魏府送货，等会儿你可千万不要乱说话啊！不许说咱们的屋子被人给点了，更不许说有人追杀咱们，
知道了吗？知道了，娘子。你不要命了呀？伤口才刚刚好，就这么大动作，万一再弄裂了怎么办啊？嘿嘿，娘子，你对我太好了，这么关心我。呸呸呸，谁关心你了？我是怕你再受伤了，又要花银子。叶千灵心虚，难道自己真的在不知不觉之间，越来越关心这个傻子了？娘子心中，银子难道比阿叶重要吗？好好好，你重要，你比较重要。既然娘子心疼我，那就帮我分担一点吧。本姑娘并没有想帮你分担啊，人力干不动，就花点银子叫辆驴车好了。没想到阿叶只是从包裹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绣囊，放到叶千灵的掌心，又扛起大包裹，用夸张无比的表情道：哇，娘子帮我拿走一个以后，整个包裹都轻了。这傻子自从受伤之后，怎么点子越来越多，套路越来越深了。好在客栈离魏府并不算远，两口子很快就到了魏府大门前。有了叶千灵之前打赏的银子，门房看到两人不但不再刁难，反而立刻迎了上来，把阿叶肩上的包裹接了下来。夫人一早就吩咐了，说干小姐干姑爷今日要来，老头子我都等了半天了呢。快，这边请。叶千灵心里暗骂一声狗腿子，有劳啦。这一次魏夫人是在库房等着的，叶千灵刚一进门，就看到库房里头乌泱泱站了一群人，不只是魏夫人在，魏老板、邱之恒、魏银霜竟然都在，而魏银霜身边还站着一个让叶千灵一看就头疼的人。秋儿怎么会跟魏银霜在一起？这俩女人没有一盏是省油的灯，凑到一起岂不是要把整个魏府点着了呀？原来刘寡妇和魏银霜的亲娘是亲姐妹，两个老姐们儿，一个嫁到了乡野小户，一个嫁到了魏府旁支的一个穷人家，倒也没分出个高低贵贱。刘寡妇后来靠着死鬼丈夫的抚恤金，日子倒过得还比魏银霜的娘舒服些。魏银霜的娘呢，肚皮说能干也不能干，嫁人后接二连三的生了4个孩子，无奈都是姑娘，女孩在她家特不值钱，所以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把魏银霜过继给了魏老板了。秋儿此时为什么这会儿会出现在魏府？原来自叶千灵、史记和阿叶搬出来之后，刘寡妇一来愁家里又没了劳力，二来愁秋儿的婚事黄了，母女俩倒也是无依无靠的可怜。这一日又到老姐们家闲谈，魏银霜的娘就给她出了个主意，让母女俩都到魏府做工，有稳妥的工钱不说，说不定还能寻个靠谱的小厮把秋儿嫁了。听说你看我和老魏辛苦，想替我们分担生意。魏银霜没有料到魏夫人看门见山，一时间竟想不出该怎么回答。我们小姐一向口拙，奴婢斗胆替小姐回夫人的话。小姐见老爷夫人日日辛苦，自己却苦于身为女儿身，不能帮忙，时常自责。近来看着老爷夫人年纪也渐渐大了，想想夫人也是个巾帼英雄，如何能把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不如也试试看能不能帮老爷夫人的忙。哦，原来银霜是觉得我们年纪都大了呀。娟儿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魏老板第一个反应过来，连忙上前喝道：哪来的小丫头在这里胡说八道？夫人风华正茂，哪里显出年纪大了？奴婢该死，奴婢不是这个意思。说着便作势要跪下去。就在他跪下去的一瞬间，他的膝盖下方不偏不倚的多了2粒小石子，这一跪酸爽到不可言喻。而一旁的阿叶傻呵呵的笑着，完全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傻子。银霜，你的丫头说她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呢？
你是几个意思？母亲，都是银霜不好，银霜没有把丫鬟调教好，叫她出来乱说话。叶千灵在旁暗搓搓的给战局添了一把柴火。丫鬟调教好了，出来不乱说话了，那在自己屋里就可以乱说了，是吧？千灵妹妹，这是嫌我们魏府还不够乱吗？哎呀，魏府现在乱吗？我怎么觉得魏府在干娘的打理之下井井有条，万事顺遂呢？说魏府乱，那不就是在说魏夫人这个当家主母不给力吗？果然，魏夫人脸上阴转多云，马上就要打雷了。就在这时，跪在地上的秋儿又悠悠地开口了：“这不是千灵嫂子吗？自从嫂子和阿叶哥跟我们家分家之后，我娘是日日挂念哥哥嫂子啊。这不，娘想哥嫂，想得受不了，前几日还带着我一起到你们的新家看你们呢。嫂子，你们那房子怎么回事儿？怎么被烧成了一堆焦土？”叶千灵心中冷笑，怪不得秋儿有恃无恐的就进了魏府，原来是憋了大招啊。千灵，你的房子被烧了，哥哥嫂子是不是招上了什么人了？莫不是引来了绿林好汉，亡命之徒？好一个秋儿呀！好端端的，怎么会招惹上这种人？千灵啊，这事儿含糊不得，要是真的招了毛贼，那得赶紧报官。那些人提着脑袋闯江湖的，我们这样的人家是得罪不起的。我看你跟你干娘这生意暂且也别做了，快些个去衙门。衙门里我倒是认识几个人，我这就写封信去，让他们细细查明，顺便让他们给你安排个可靠的住处。没有抓住人之前，你们也暂时别来魏府了。叶千灵给站在一旁的阿叶使了个眼色，阿叶张嘴，正准备把叶千灵教他的那一套说出来，邱之恒却哈哈哈笑了3声。阿恒，你笑什么？叶千灵紧张地看向邱之恒，没想到邱之恒也正在看他，朝自己眨了眨眼睛。叶千灵脸上笑嘻嘻，心中妈埋批，这厮是想干什么呀？我萧姑父姑妈都是大方豪爽之人，做生意做久了，都爱惜羽毛起来了，这点小事就紧张了。阿恒，你还年轻，不知道其中厉害。现在山贼毛贼横行，咱们这样的人家确实很容易被盯上，少几两银子没什么，万一出了人命可就不妙了。你姑父紧张是有道理的，母亲说的有理，表哥是个文弱书生，最好也不要插手此事了，交给父亲去办就好了，父亲一定会庇护好千灵妹妹的。邱之恒又笑了笑，只是这一次却是用很认真的语气道：阿恒怕姑父姑母生气，一直没有把自己闯的祸告诉你们，没想到不止害得千灵干表妹没了家，现在还要丢生意，再不把实情告诉二老，我就要成千古罪人了。什么事情？千灵干表妹家里那场火其实是我闹的，我听闻干表妹住在林中小木屋，十分好奇，就跑去做客。干表妹干妹夫客气，生火烧饭招待我。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乡间土灶，一时调皮，就帮着千灵干表妹添了几把柴，哪知道没掌握好，把屋子给点着了。还好干表妹大人大量，没有怪罪于我。姑父姑母要找山贼，山贼可不就在你们面前吗？你这孩子，点了人家的屋子，怎么不早告诉我？那这几日千灵和阿叶都住在哪里呀？我拿了点银子给他们在客栈打了尖，那场大火烧了他们全部家当，外甥现在焦头烂额，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借银子还他们呢。邱之恒一边说，一边朝叶千灵挤眉弄眼。叶千灵目瞪口呆，这厮果然不按常理出牌啊！魏夫人疼他如亲儿子，子战母长，那不是再合情合理不过吗？你这个魔星啊，点了人家的屋子还瞒着我们，真是错上加错，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千灵啊，快告诉干娘，损失了多少？干娘替这小没良心的赔给你。干娘是大财主，千灵是小穷孩，我就不跟干娘客气了。我屋里一共有100多两的银票，还有各种物件家饰，加起来总也值个200两银子了。哼，小机灵鬼，没讹干娘吧？千灵不敢。老陈，给千灵开张300两的银票，就损失200两啊！干娘为什么要开300？魏夫人笑笑，你那是木屋，也没法修了。重买房子不要银子吗？300两对姑妈来说9牛1毛，你不用感动，收着吧，多做点好货就还回来了。邱之恒挤挤眼道：“我打死你这个小没良心的！老娘替你在还债，你倒编排上我来了。”干表哥说的是事实。魏银霜和秋儿在一旁看着这几个人有说有笑，都傻眼了。这不只是没赶走叶千灵，合着还让他因祸得福，把损失全都补回来了。夫人，咱们今儿不是要说孩子们学生意的事儿吗？你急什么？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却飘向了魏银霜。魏银霜的脸色火辣辣的，只觉魏夫人这话是在骂自己，尴尬的笑了笑。母亲先把千灵妹妹的事解决了再说，不着急的。我昨日想了一夜，魏家的家业绝不能落到旁人的手上，还是自家的孩子接手比较好。银霜既然正好有这个孝心，想替我们分担，让你来帮帮忙，倒也是个正经主意。母亲，您放心，银霜自幼跟着父母耳濡目染，对生意经也略通一二呢。商场如战场，可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我跟老魏打拼这么多年，才攒下现在的家业，也曾受过几次重创，险些就一败涂地呢。看着魏银霜低头默不作声，魏夫人也不计较，转头对魏老板笑道：“老魏，你的酒楼生意最近怎么样？”哈哈，酒楼生意再好，也没夫人的脂粉生意做得大，赚得多呀。没个正经。我的意思呢，酒楼生意还是咱们家的老祖业，不能丢。阿恒也不是外人，让他课余去酒楼给你打打下手，你说怎么样？那我自然是再欢迎不过了。阿恒是我看着长大的，我相信他这方面的能力。好了，就这么定了。阿恒跟着老魏，银霜跟我，至于千灵嘛，你是个有主意的，只怕将来比我的出息大，我就不替你下安排了。你有什么想法，放手去干，需要帮助找干娘就是了。干娘既然都这么说了，千灵以后可不会跟干娘客气的。没什么事儿，千灵就先回去了。有了干娘给的银两，千灵也可以着手重建屋子了。娘子，你为何不开心啊？羊肉落到虎口，别人是虎，而我不幸是那头羊。你说我开心得起来吗？唉，算了啊，你个傻子，又懂什么呀？娘子有我啊，娘子忘了吗？野猪都不是我的对手，老虎又能把娘子怎么样？敢欺负娘子，我把他牙全都拔了。哼，真有那么容易就好了？我又不想打虎，只要他不碍着我赚银子，管他是虎是猪啊。碍不碍着娘子赚银子，现在还不一定呢。为还不确定的事烦恼，不就是那个什么人忧什么天，傻子才这么干呢？哦不，傻子都不这么干。叶千灵啧啧嘴，摸了摸阿叶的脑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有啊。不发烧，怎么能说出这么不傻的话呀？奇怪。阿叶的安慰虽然有一些牵强，但叶千灵确实不是杞人忧天的人。很快他就想开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阿叶，干娘给的这300两银子，咱们可以在镇上买一所不错的房子了。反正呢也没什么事儿，索性去看看房子吧。阿叶也很开心。好啊好啊。两人在大街小巷里钻了整整1天，一共找到4、5所张贴着卖房公示的房子。
叶千灵最中意其中2所。别选了，就胭脂街那间吧。为什么呀？等签了地契再告诉你。嘿，你个傻子，还跟我玩起神秘来啦？快说！不说，看我不打你！哪知道，阿叶这次坚决不已，咬紧牙关，就是不吐露一个字。叶千灵拿他没办法，但是人在选择困难的时候，往往旁人随便一个暗示就会被影响。果然，他还是拿下了胭脂街那一所2层小楼，待地契、房契全都签好，阿叶才嘿嘿直笑。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为什么要选这一间啊？叶千灵好奇的要死，这可是傻子第一次卖关子，他很想知道傻子在想什么。猫儿胡同那房子真是哪儿都好，又大又宽敞。要说偏僻，其实离街区也没多远。这所嘛，除了在闹市区，又小又挤又旧，当真是没什么好处。那你干嘛还要选这一间啊？叶千灵气得吹胡子瞪眼。是啊，傻子都看出来的毛病，自己刚才是被鬼摸头了吗？怎么会选这一间啊？娘子不要生气，这间房子也不是一无是处啊，它可是有个大大的好处呢。什么好处啊？它只有1间卧房，这样娘子就没法赶我到别的房间睡觉了。这是一个傻子该有的心机吗？苍天呀，大地呀，这是被一个傻子给套路了吗？但是银子已经交了，房契也都签字画押了，反悔也是来不及了。卧室不够，我就拿你没有办法啦。晚上打面糊，把你贴墙上去啊！阿叶瑟瑟发抖。娘子，你好凶啊！我不止凶，我还打人呢。叶千灵举起了鸡毛掸子，把阿叶直接追到楼上。生气归生气，自己买的屋子，跪着也要住啊。再说了，这所房子也就是和那一所四合院相比逊色些，与原本的小木屋一比，又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叶千灵拿着皮尺，忙上忙下的把尺寸量好了，在纸上画了自己想要的柜子样式，递给阿叶道：“你把这个图交给吕木匠，让他照这个打，这是1两银子，给他做定金。”阿叶看了看图纸，不由奇怪，这丫头又搞什么鬼啊？快去快去，你又看不懂。阿叶连忙装出傻乎乎的模样。娘子，这些都是什么呀？家里用的衣柜、碗橱，打出来啊，你就知道了。阿叶将图纸揣到身上。我去了，你在家把门窗关好，等我回来。看着阿叶的身影消失在了门外，叶千灵突然反应过来，刚才他是在嘱咐自己。叶千灵只觉得哪里奇怪，却又说不上来。叶千灵红唇嗫嚅，倚在窗棱上，竟看得有一些痴了。你到底是谁啊？而阿叶并没有走向老吕的木材铺，而是拐到了一条小巷之中。跟够了没有？几个黑衣人将阿叶团团围住。是你，上一次留了你的狗命，不好好的躲起来，祷告一辈子也别再碰到我，竟然主动送上门来。果然是你，没想到你改头换面，装傻充愣，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隐藏了那么久。阿叶摸了摸自己的脸，当日兵变之后，华神医便料到那帮人会暗算自己，所以给自己易了容，让自己一乘快马独自赶回京中。哪知道那些人不依不饶，一路追杀，不得已之下只好躲进了深山之中，最后摔落悬崖，失去了记忆不说，脑子也摔坏了，才会被刘寡妇捡回去。不过若不是被刘寡妇捡回去，也就不会遇上叶千灵。如此算来，刘寡妇倒也算是有些功德。想到叶千灵，那个对自己身份一无所知，即便自己现在又傻又丑，一无所有，也真心实意对自己好的女子，阿叶的嘴角露出了一抹笑。你以为小爷易容装傻是为了你们这些杂碎？上次只废你一条腿，如今你既然送上门来，那就把另一条也献给小爷。
黑衣人不由自主地跪下来，低声哀嚎着：“你们还有谁要来陪小爷动动筋骨？”逍遥侯有令，只要带回他的项上人头，便立刻升为金羽军首领。上啊！不过片刻功夫，5个黑衣人已经倒下4个，刀刀毙命。最后一个黑衣人突然跪倒在地：“求求你，不要杀我！求求你，我不是甘愿成为逍遥侯府的死士的。他们把我父母妻儿都关了起来，若是不从命，就会杀了他们。我真的不是情愿的。当日我若是查出来你欺骗我半个字，你会比今日这几个人死得更惨上1万倍。”小的不敢欺瞒半个字。好，小爷暂且留你狗命，你带着这个废物一起回京，告诉李胜，我简巡夜要向他讨回兄弟们流的每一滴血。黑衣人战战兢兢地站起来，迅速地消失在夜幕之中。看到袖口溅了一滴血，不由眉头紧皱，连忙将那一块撕了下来，这才吹着口哨离开了小巷。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图纸送去了吗？阿叶嘿嘿一笑：“嘿嘿，娘子吩咐的事儿怎么敢不照办？送去了，老吕头说了，3天给咱们赶出来。”哎呀，你袖子怎么烂了？才给你做的新衣裳啊！针线功夫我是一点都不懂，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这个胳膊是长牙了呀！好好的衣裳才穿2天就烂了。在哪儿呢？我怎么不知道呢？什么时候烂的呀？傻样，先吃饭，回头脱下来啊，我明儿送去月娘那里，让她帮你补一补吧。你怎么天天都吃这么多呀？家里都要叫你吃穷啦。我看啊，明儿给你一个饽饽，你蹲大街上要饭去吧，我是养不起你了。阿叶擦擦嘴：“娘子不要我了吗？那我少吃点儿。”呸呸呸，别呀，不吃饱哪来的力气啊？我逗你玩的，也就只有你啊，傻乎乎的当真。叶千灵笑着拍了拍阿叶的脑袋。饭毕。娘子，今晚是打算带阿叶一起睡吗？你别高兴太早，今晚是特殊情况，明天我就去多弹几床被子。还有啊，睡觉老实点啊。叶千灵说完，便脱了外衣，钻进被窝，把自己裹得紧紧的。阿叶也钻进来，凑到叶千灵耳边：“难道我平时不老实吗？”这傻子怎么越来越会给自己下套了？话那么多，小心晚上有吊死鬼来拔你舌头。吊死鬼！天哪，阿叶最怕鬼了。叶千灵暗笑：“哼，小样，姑奶奶还治不了你了。”不过叶千灵还没有高兴到2秒钟，就笑不出来了，因为阿叶那厮居然连头带尾的钻到了他的怀里，像个无尾熊一样紧紧的把他抱住。最要命的是，他的脸就埋在自己胸前的颈软里。你给我撒手！叶千灵尖叫：“不要，我怕吊死鬼。”没有吊死鬼，可你刚刚说了，吊死鬼要来拔我舌头。我骗你的。娘子怎么能骗我？叶千灵发现自己竟然越来越不是这个傻子的对手了，好容易把傻子哄睡了。叶千灵决定到工作室去一趟。鉴于傻子最近越来越精明，叶千灵决定下楼，以免他突然惊醒，发现自己突然消失了，又突然出现了。到时候真的是长100张嘴也跟他解释不清啊。到了楼下，叶千灵立刻用意念进了空间，把化妆柜里那一些化妆品的配方全都抄了下来。这一抄就是1个多时辰，连忙收拾好出了空间。哎呀，你干什么呀？大半夜的在这里吓人啊！阿叶挠挠头：“娘子啊，你去哪里了？我一醒就发现你不在了，正想下去找你呢。”叶千灵小心脏扑通扑通直跳，幸亏上来的及时啊，要不然被他发现了工作室的事儿，可就麻烦了。我下去方便了。方便也要多披件衣服，冻坏了可怎么办？叶千灵撇撇嘴：“快睡吧。”
两人钻进了被窝。叶千灵睡着之后，月光下的阿叶才睁开眼睛，看着怀中的小人儿。他刚才到楼下干嘛去了？月姐，老爷子，我来看你们啦！迎出来的却是邓老秀才。老爷子，你还好吗？邓老秀才却摇摇头。我老头子倒是没什么病，可是月娘她病了。什么？月姐病了？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快带我们去看看。进了月娘的房中，而月娘躺在床上紧紧闭着眼睛，脸色蜡黄，眼窝深陷，不住地咳嗽着。叶千灵往她的额头一摸，只觉得烫手，立刻推断这大概就是急性流感，在古代俗称风寒。是风寒，可不能耽误了，趁着现在刚刚生病，赶紧请大夫去。天哪，我可怜的月娘，她还这么年轻啊！叶千灵见床上躺着一个，这一个也快倒了，顿觉头疼，把阿叶悄悄拉到一旁。阿叶，你去找小吕，他对镇子熟，让他带你去把镇上最好的大夫请来。阿叶接过银子，有些不放心地看了看床上的月娘。你确定你能一拖二，把这父女俩都照顾过来？所以你要早点回来呀。便赶紧地出了门。没过多久，果然把镇上医术最好的李大夫请来了，而小吕不放心，也跟了过来。李大夫给月娘号了脉，果然确诊为风寒。这位娘子身产体弱，肝气郁结，如没猜错，应是常年过度劳作，掏空了身子。若再如此放任，只怕不好。大夫，老朽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求求你救救她。这孩子熬了这么些年，好不容易得了自由身，若是再有个三长两短，未免太苦了。李大夫写了2张药方，这2张方子，第1张是去除风寒的，第2张是滋补身体的。每日熬服，坚持半年，大约能把这掏腾空了的身子调养过来。只是切记，往后可不能再这般劳累了。邓老秀才千恩万谢地接过了药方。叶千灵赶在他们前头，把诊金塞给了李大夫。千灵丫头啊，月娘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哟，能得你这般相待。老爷子说的什么话呀？月姐就和我的亲姐姐一般无二的。阿叶，快去把这2张单子的药都给抓回来。一旁的小吕却道：阿叶兄弟对及时不熟，万一找不到药铺，耽误了月娘的治疗就不好了，还是我去吧。叶千灵一听也有理，便想递银子给小吕，小吕却连连推辞。我也有些积蓄的，这个银子我来出吧。这怎么好呢？大家都在一起合作，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小吕说着，便大踏步出去了。叶千灵却发现他的脸上似乎有一抹红晕。不会吧？难道小吕对月娘有意思啊？这一日，月娘的风寒已经好得差不多，便想起身亲自给大家做一桌酒菜，聊表谢意。小吕却连忙把他拦下了。大夫说了，你的身体要慢慢休养，你还是躺着吧。千灵妹子厨艺甚好，不如叫她来做。叶千灵在一旁暗笑，这个二愣子居然也开窍了，都知道慷他人之慨来讨好月娘了。小李说的不错。月姐，你还是好好躺着吧啊，我来做饭就好。不过小吕啊，你要过来帮忙，谁叫你擅作主张，就把我给卖了。小吕含笑，不用我说，你肯定也是这么做的。别啰嗦，来给我打下手。叶千灵提溜着小吕进了厨房，也不干活，只直勾勾地盯着他，盯得小吕心都虚了，脸都红了。千灵妹子，你老这么看着我干嘛？你又不是大帅哥，还不许人看啦？叶千灵扭过了头去，甩了一盆青菜到小吕面前。摘菜。小吕连忙照做，只是那头却低得厉害。叶千灵心中好笑，哎呦呵，大男人倒害羞起来了。追女人要是都像他这么矜持，那不是有碍国家人口增长吗？为了大越国的繁荣昌盛，叶千灵决定推波助澜一把。哎，
月姐自从邱家出来，也有些日子了。邓老爷子年事已高，她一个女人过活，实在是太苦了。有个3灾2病的，都没有人知道。叶千灵旁敲侧击。长久这么下去，终究不是事儿啊。我和阿叶啊都是外来客，也不认识什么人。看来明儿我还是要去魏府一趟。小吕抬头问道：去魏府做什么？我去求求干娘啊，她老人家见多识广的，指不定啊能给月姐介绍一门好的亲事呢。小吕脸上憋得通红，半晌只挤出这么一句话：别去。为什么别去啊？莫不是你有好人选介绍给月姐？月娘她不是说了一辈子都不想再找男人了吗？原来这家伙一直不敢吐露心声，是害怕被拒绝呀。女人嘛，总是口是心非的。她要是能遇上一心一意待她好的男人，谁还想孤独终老不成？没错，看看我娘子就知道了，她怎么舍得跟我和离呢？阿叶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叶千灵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你凑什么热闹呀？我不是凑热闹，我只是说娘子说的对。叶千灵语塞，这还不能骂他，骂他岂不是就是打自己的脸？阿叶兄弟，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小吕啊，等我回头给月姐物色到好的男人了，你也帮忙把关。你们男人看男人要准一些。我不看。你们男人看男人要准一些。我不看。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叶千灵张大嘴巴，不是吧？搞了半天，这家伙不但没有往前进一步，反而还被吓回去了。搞砸了，嘿嘿。你知道我在撮合他俩？阿叶收敛起满眼睿智，傻憨憨的点头。你怎么看出来的？这还不简单，小吕每天给月姐做的事儿，不就是我给娘子做的？就连他看月姐的眼神，都跟我看娘子的时候一模一样。阿叶笑嘻嘻地凑到叶千灵耳边：嘿嘿，我那么喜欢娘子，那她肯定也是喜欢月姐喽。叶千灵满头黑线，讨厌，傻子最近的撩妹功力怎么越来越高了？不过呀，我脸皮厚，小吕脸皮薄，他长这么大，除了跟他那些小钳子小锤子最亲，连人都没接触过几个，更别说女人了。娘子那么说，只会适得其反，还以为自己没戏了，直接把人吓跑了。这可怎么办啊？包在我身上了。你说什么？叶千灵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包在我身上了，我保证让小吕亲自上门跟月姐提亲。娘子你辛苦一点，一个人把饭做了，我去把小吕喊回来。阿叶说着便拔腿追了上去。叶千灵只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难道他还能够把小吕喊回来不成？不过看他胸有成竹的样子，信他一把，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让叶千灵大跌眼镜的是，饭还没做完，阿叶居然还真的把小吕带回来了。你是怎么做到的？阿叶得意洋洋地指了指自己的脸颊。嘿嘿嘿，亲一口我就告诉你。叶千灵瞪大眼睛，拧住他的耳朵。哎，你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了？阿叶痛得龇牙咧嘴，火速向恶势力低头。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而已嘛。什么话？我说月娘是个贤惠的好女人，肥水不流外人田，问她要不要讨回去当娘子，她要是不要，我就讨回家当小老婆了。真有你的呀！那小吕怎么说的？阿叶清了清嗓子，煞有介事地学道：他说月娘还是留给我吧，你家千灵妹子贤惠倒是贤惠，但是一看就是个一山不容二虎的，你敢讨小老婆，她恐怕要打断你的腿。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为了撮合他们费尽了心思，他竟然骂自己是母老虎。千灵妹妹搬新家了，不请我进去坐坐吗？是银霜姐姐啊，寒舍又脏又乱又小，
哪里是姐姐这样的千金小姐能踏足的？妹妹不说，我还不觉得。这么一看，确实是有些小呢。怎么不买个大点的屋子呢？大屋子住着才舒服呢。姐姐还不知道我的情况吗？就连这房子，还是干娘开恩赏我的银子置办的呢。我哪有银子买大屋子呢？哪里比得了姐姐？生下来嘴里就含着金钥匙，能住到那高堂大庙里去呢。不过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呀。好赖是自己的，我也知足啦。魏银霜听着前几句话的时候，心里正痛快着呢，听到后面几句，立刻就不是滋味了。自己明明就是半路过继到魏夫人名下的，哪里含过什么金钥匙？姐姐你怎么啦？脸色看起来不太好，要不要进去喝口茶？不了，我这趟来也是有事要跟妹妹商量的呢。咱们还是到母亲的宝香阁去谈吧，母亲正好也在那里。叶千灵心中冷笑，就凭你能跟我商量什么事儿？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还不就是奉魏夫人之命来跑个腿吗？我这轿子小，就坐不下妹妹了。妹妹自己跟干妹婿走到宝香阁去吧，也没有多远。魏银霜坐的分明是两人轿，魏夫人是个细致人，她本意就是安排魏银霜用这乘轿子来接叶千灵的。没事儿，姐先去吧，我们走过去就好。千灵，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到啊？我不是说了有重要的事找你吗？魏银霜连忙道：我说了，让妹妹与我一同乘轿过来，可是妹妹说她走路来就好，也不知怎么就走到了现在。都是千灵不好，姐姐方才确实是叫千灵上轿了。魏银霜愣了愣，这个死丫头搞什么鬼？怎么不当面揭穿自己的话呢？那你为何不与银霜一起来啊？耽误到现在，这上上下下少说还有几百件事等着我呢。我倒在这儿啊，干等了你快1个时辰。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时效，管你再好的东西，人家一次找不到你人，生意就别想再做了。承蒙干娘疼爱，千灵拿干娘给的银两在胭脂间买了一座小小的屋子，为的就是离干娘近一些，随时听候干娘的号令。毕竟是刚刚搬来，对城区7拐8弯的小路不熟悉，就走迷路了，这才来迟了。魏银霜立刻补刀：妹妹既然对路不熟悉，那刚才怎么不跟着姐姐我一起呢？叶千灵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魏银霜身后的秋儿，又看了看魏夫人，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魏夫人瞧出端倪，问道：怎么了？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叶千灵连忙摇头，吞吞吐吐道：没有，只是刚才千灵见姐姐新来的丫鬟坐在轿中，想必是姐姐体恤下人，心疼她前几日在干娘面前下跪的久了，说不定膝盖受伤了，而千灵2条腿却是好好的，走几步又不碍事，哪知道这么不争气，竟然迷路了。千灵该死，干娘要惩罚就惩罚千灵吧。魏夫人一双眼睛如鹰般射向秋儿，只见得秋儿浑身一抖。魏银霜不料叶千灵并不是好惹的，直接说出这么一茬，脸都灰了。秋儿她……话还没说完，站在一旁的秋儿又是咕咚一声跪倒在地，眼泪直往下掉。叶千灵目瞪口呆，这丫头也太厉害了吧，每次都是说跪就跪，说哭就哭，哭戏演得比蒋勤勤还好。可是秋儿却不是这么想，她此时简直是惊恐万分，又是和上次一样，膝盖突然就是一阵刺痛，不受控制的就跪了下来，而且地上又是不偏不倚2粒石子，磕在膝盖上，痛得钻心。不会是见鬼了吧？这丫头到底是哪里来的？3番2次的挑尖出头，没得把家里其他丫鬟都带坏了。没有卖身契的话就赶出去，有卖身契
就招呼人牙子来转卖了。魏银霜也跪下来了：“母亲，开恩呐！”秋儿也祈求道：“夫人，是奴婢不懂规矩，以后一定改，请夫人不要赶奴婢出府啊！”当我说话是放屁吗？魏夫人上次在库房看到秋儿一脸精明的模样就不喜，这次正好找个由头，借机发作把她赶出去。嫂子，夫人疼你，你帮我求求夫人呀！我真的不是故意坐在轿子上的，我真的是膝盖受伤了，走不了路，承蒙小姐怜悯，才坐在轿子上的。我要是知道嫂子如此在意，便是爬也爬下来，把轿子让给嫂子了。叶千灵若是替他求情，便是忤逆魏夫人；若是不替他求情，便是无情无义。好一个一箭双雕呀！你们是亲戚啊？秋儿是刘干娘的女儿。既然是这样，千灵，你为何不早些告诉我？我娘子说了，既然认了夫人做干娘，就要一心一意的孝顺干娘。再在干娘面前提起刘干娘，似乎对干娘有些不敬。而且秋儿妹妹怎么进了魏府，我们也不清楚，她一直没有主动认我们。娘子说，也许是妹妹不想沾亲带故的让人嚼舌根，因此我们也就没挑起来认亲这档子事儿了，怕反误了妹妹的心意。魏夫人不禁心中感叹叶千灵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只是秋儿到底是怎么进府的？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两声咳嗽。多大的事儿，夫人值得发这么大火吗？你怎么来了？路过，多大的事儿？你怎么来了？路过，想着进来让夫人泡杯茶解解渴，哪知道就撞到你在这审丫头，怎么了这是？魏夫人不作声，魏银霜已经楚楚可怜的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魏老板听完闷不作声：“爹爹，您快劝劝母亲啊！母亲在气头上，要把秋儿卖了。咱们这样的人家，只有买人的道理，哪有卖人的道理呀？传出去不是叫人笑话吗？”魏老板点点头：“教下人坐轿子，银霜这件事儿做的确实不妥，但是他的话也有道理。古往今来，厚德人家都是把下人养到终老的，哪有半路卖人的？夫人莫要生这等嫌气了，不就是个丫头吗？才进府没多久，好好的调教调教就是。我看这丫头也是个伶俐的，也不难调教。”哼，你这是嫌我无德了？魏老板连忙陪笑：“哎呦，夫人想到哪里去了？人家都说女人生气老得快，我这不是心疼夫人吗？”魏夫人嗔怒：“你就是一张嘴。算了，我还有要事要和千灵商量，你们就先回吧。”是夫人，我把银霜和这总惹夫人生气的丫头都带走，带去我的天香楼刷3天盘子，好好的惩罚惩罚，夫人就别生气了，好不好？去，别在这跟我耍贫嘴。不过你说刷盘子的事儿，银霜就算了，哪有叫个闺阁小姐去刷盘子的？手刷粗了，将来都不好找婆家。但是这个丫头倒是要好好教训教训，刷不够3天不许吃饭。秋儿听了这话，差点没晕厥过去。就算是在家里，她都没有刷过碗筷，一双手保护的跟春葱似的，现在就要去酒楼刷3天盘子，这双手岂不是毁了？干娘找千灵来，是有什么要紧事吗？你还知道我有要紧的事情找你呀？你买的那所屋子我都派人去打听了，这么几步路，闭着眼睛都能摸过来，你这么聪明的小脑袋瓜子会迷路啊？自第一次见面，银霜姐姐就不喜千灵，千灵又不是傻子，看不出来。以前吧，她不喜欢我，对我也没什么影响，但是现在她接手了宝香阁的一部分生意，尤其是跟我对接这一块。千灵所作所为，不过是想让她知道我不是软柿子罢了。你这想法倒是没错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先让人，人再犯我，斩草除根。银霜这孩子呀，坏倒不坏，
就是来得迟了，有一些养不熟。不过他那个脑子啊，再长2圈也不是你的对手，你就当溜着他玩，也别当真跟他计较。等过2年啊，我找个好人家把他送出门，他手再长也插手不到咱们的生意啦。干娘放心，千人有分寸的。好啦，不提银霜那根蠢木了，说说咱们的大事。你这次啊给我的样品，我没有放在宝箱阁卖，而是送给了京城的如意斋，说是所有的样品上货之后立马被抢购一空，现在下定1万套。什么？1万套？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着急换你过来了吧？完全了解了。早知道是这么大的买卖，我才不跟银霜姐姐动那些小把戏呢。我坐到她轿子顶上来也行啊。你这丫头啊，样样都好，就是个小财迷，跟谁过不去，也不能跟银子过不去呀。叶千灵掰着手指头一根根的算着，1万套。魏夫人拍一下她的手，别算啦，人家要的量大，我开8钱，他们还价到6钱银子，我就是来问你，6钱银子你还有的赚吗？只是，别只是啦，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啊，没本钱是吧？这是1000两定金，先拿去垫着吧。我跟人家说的是1个月期限，但是啊，我希望你半个月就交给我。那我这就回去安排。慢着，你这丫头又聪明又敢干，只怕啊，往后在生意路上要走很远。干娘先教你一条最基本的处事法则：生意场上不讲感情，亲兄弟都要明算账，更别说咱们这干母女了。所有口头约好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被推翻，所以万事都要以签字画押为准。你讨厌！叶千灵惊呆，这魏老板这是在搞女人？我去！俗话说没有不偷腥的男人，可是魏老板也有50多岁了，又有那么厉害的魏夫人把着关，竟然还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瞎搞，这也太毁三观了吧！娘子，魏老板在干啥？睡个觉怎么睡得整张床都在晃？这傻子，好奇心怎么这么重啊？少儿不宜不懂吗？他翻身呢？叶千灵红着脸，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不对啊，翻身怎么还翻出女人的声音来了？干爹平时说话就有点女气，你没发现吗？叶千灵快邹不下去了。就在这时，屋里的2个人似乎达到了某个高点，床板子摇得飞起，魏老板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儿。小浪蹄子，老爷，我都快被你掏空了。老爷，慢些个，奴这腰都快要被你折断了。看不出来呀，魏老板年过半百了，还有这个体力。娘子，这里头分明是一男一女2个人嘛，不是只有夫妻才能睡在一起的吗？难道是魏夫人在里面？可是这声音听着不像魏夫人啊。阿叶又傻乎乎地开口了，一句话还提醒了叶千灵。是啊，屋子里的女人是谁啊？正在2人百思不得其解之际，魏老板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了。阿瑞！糟了，他们完事儿了，快，把这个叫阿瑞的拖开。2人火速的把被阿叶打晕的阿瑞拖到了柴房，2人又赶紧赶回到魏老板的休息室外面，找了个角落躲了起来。捉奸，倒是要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竟敢在魏夫人眼皮子底下装神弄鬼。阿瑞，死哪儿去了？要是让我逮到又去赌钱了，看我不剥了你的皮！老爷，小孩子贪玩也是有的，何苦生这么大的气呀？嘿嘿，再大的气
看到你这个小妖精也就没有了。叶千灵蹑手蹑脚地走到糊着白纸的窗户跟前，叫阿叶用手指头沾了点口水，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了。倒是要看看这小妖精长得是何等模样，有这么大的能耐，把魏老板给迷得五迷三道的。这窗户纸不捅不要紧，一捅简直把叶千灵眼睛都给吓瞎了。妈呀，怎么是秋儿？小声点儿，他不是被魏夫人罚过来刷盘子的吗？怎么刷到魏老板的床上去了？好在床上那一对野鸳鸯刚刚快活完，根本也注意不到外头有人的蹲墙根儿。只听秋儿嘤咛一声：“老爷，我这清清白白的身子可是给你糟蹋了，老爷打算怎么处置我？我家虽然穷，但是家风也是很紧的，我娘要是知道了会打死我的。”叶千灵不禁为秋儿的手段喝彩。哎呦呦，小心肝儿啊，你别哭啊，有老爷我在呢，绝不能叫你受委屈的。只是什么？秋儿乘胜追击，佯装嗔怒道：“老爷要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给我一条白绫好了，我自己了结了，也省得叫人看笑话。”哎呦呦呦呦，小心肝儿，你胡说什么呀？我怎么舍得叫你去上吊？你也知道，我家里那个婆娘是个母老虎，现在我也不是没法让你进门，只是你进门以后，我又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家里，那母老虎难免给你脸色看。秋儿低头沉吟，魏老板说的不无道理。那老爷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周到法子吗？奴家现在可不只是身子给了老爷，连身家性命都压在老爷身上了。嘿嘿，你还年轻，也不着急的，咱们先这样不给人知道，等你给我养出个一儿半女的，还怕那母老虎不让你进门？他纵使有那脾气，全族的人也饶不得他。叶千灵只觉得心头发寒，没想到魏老板和魏夫人人前看起来那一般恩爱和谐，魏老板在背地里也是这一般算计魏夫人。若是照老爷这么说，回了府以后没名没分的，咱们可不是成了一对苦命鸳鸯了吗？还如何碰到一起？我又如何替老爷生儿养女？魏老板摸摸胡子，这个嘛，等我去与银霜说，他不敢不从我们的。得了魏老板这句话，秋儿总算是放了心。哼，这把鲤鱼跳龙门，一跃成了他的姨娘，说不定以后还要怀上正经魏府的种，看得以后还敢对自己不敬。你收拾收拾到外头去吧，等会儿银霜就要来接你了，我正好吩咐给他，我这头也要准备晚上的生意了。小兄弟啊，你这门守得好呀。认得我是谁不？干小姐。知道干爹干娘都很疼我不？是的。那你说现在怎么办？你们别我们你们的了，你门没守好，叫我们撞破了。你现在要是敢去跟干爹啰嗦半句，干爹首先打的是你，到时候事儿戳破了，叫干娘知道了，哼哼，你就更吃不了兜着走了。现在呢，我给你条活路，你装不知道，我也装不知道，咱们俩都事儿不沾身。当然啦，你要是想往身上揽点事儿，我也不在乎。干小姐真是菩萨心肠，老爷让我守门，要是知道我没守好，肯定要打死我的。好啦，现在这件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除非老爷自己说出去，没人会知道。叶千灵又拍了拍小厮抖如筛糠的肩膀，吓也吓过了，哄也哄过了，只要他不是个傻子，想必也不敢出去乱说。天香楼里才发生了这么一桩风流事儿，叶千灵也没有胃口在这里请客吃饭了。
还是打算和阿叶到集市上买点菜，打算提回去自己做。娘子，叶千灵知道，他只要是这个语调，就绝对没有好事儿。干嘛？刚才魏老板和秋儿在房间里干嘛呀？在打架。打架怎么还要脱光衣服？秋儿都脱得只剩肚兜了，魏老板更厉害，连条裤衩都没穿。打得太厉害，把衣服撕烂了。可是魏老板还喊秋儿小心肝儿。你听错了，他可能说的是要打爆秋儿的心肝。那，娘子，你看，秋儿好好的呢，衣裳也好好的。阿叶突然指着天香楼的门口嚷起来。叶千灵回首一看，只见魏银霜乘着一顶轿子过来接秋儿了。他现在学聪明了，也不往轿子里钻了，垂手站在轿子外，只等魏老板与魏银霜交涉。魏老板则是把半个身子都伸进了轿子里，与魏银霜不知说着什么。只说了半天，魏银霜亲自下了轿子，脸上的表情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不情不愿地接过秋儿的手，把她拉进了轿子。妈呀，就这么认了这个小妈了？两个女人离开之后，阿叶又嘟囔道：魏老板对秋儿笑眯眯的，不像打过架的样子啊。有完没完了还？别好的不学坏的学。那他们在床上打架是好的还是坏的呀？哟，我就来坐坐，不用这么客气的，准备这么多菜迎接我。谁给你的自信啊？叶千灵翻了个白眼。你没事儿来我这里干什么？没事就不能来看看干妹妹了吗？伸手不打笑脸人，人家都说是来看自己的了。叶千灵竟无言以对。嘿嘿，甘大哥既然来了，就进去坐坐嘛。邱之恒本来不想进去的，可是现在阿叶竟然以男主人的身份邀请自己，便跟着走进去了。一进门，看到房子虽小，却五脏俱全。甘大哥，喝茶。邱之恒见阿叶人虽然傻，手脚倒是勤快，稍稍为叶千灵松了口气，正准备接那杯茶，不料阿叶一个踉跄，不偏不倚的把一杯茶水泼得邱之恒一脸都是。叶千灵听到声音，跑过来一看，你还笑得出来？邱之恒气得跳脚。阿叶一脸无辜：娘子，我不是故意的。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娘子，甘大哥冤枉我。嘿，你个傻子，还会告黑状了？娘子，他骂我傻。我什么时候骂你傻了？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阿叶，快给人家道歉。我不要，他说我傻。娘子不是说过，除了娘子，谁都不能说阿叶傻吗？叶千灵转头看向邱之恒，邱之恒立即瞪眼：你该不会是还想要我给他道歉吧？他不小心泼了茶叶到你头上，他给你道歉，你呢？出口伤人，骂他是傻子，你给他道歉，你俩各打50大板。叶千灵霸气十足的主持公道。哼，我才不要。我才不要。两人同时抱着肩膀背过身去，都撅着嘴，气呼呼的喊道：好好好，你们要是继续这么吵下去，我出去还不行吗？两人听叶千灵这么说，总算是消停下来。哎，我说你发什么呆呢？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来这里难道不是因为干爹和秋儿？你怎么知道的？已经迟了，你这小姑妈没跑了。什么意思？我和娘子都看到了，魏老板和秋儿今天下午在床上打架呢，打得身上衣服全都没了。叶千灵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看看目瞪口呆的邱之恒，脸上飞起一朵红霞，连忙转身往楼下跑去。邱之恒半天才缓过劲儿来，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呀。他追到楼下问道：真的吗？怎么不真？打得可厉害呢，秋儿都哭爹喊娘，连连求饶，
床板子都快摇散了。姑妈待你可不薄。我不要啊，人家夫妻间的事儿，我才不要插手呢。你怎么这么冷血？回头人家好了，我岂不是里外不是人啊？姑妈不是那样的人。我不像你有爹娘撑腰，我走到今天不容易，得罪了干爹干娘，我的一切就都没了，我冒不起这个险。邱之恒愣住，他没有想到叶千灵会说出这样的话。是啊，魏老板多纳一个妾，在古代根本就不算什么。好吧，是我没有考虑周全。你放心吧，这件事儿他们瞒不了多久的。为何？干爹嘴上把圈儿哄得再好，他终究还是怕干娘的。圈儿上位的唯一途径就是怀上孩子，可是孩子哪有那么好怀啊？他们势必还要继续偷偷摸摸的苟合。圈儿现在名分上还是你那个银霜表妹的丫鬟，你还不了解你的表妹吗？邱之恒心中一凛，是啊，怎么没有想到这茬？魏银霜最是一个心比天高的主，他怎么可能容忍魏老板的小老婆在自己的头上撒尿？更何况秋儿还只是个没名没分的丫鬟。这件事儿不用任何人说，魏银霜会第一个透露口风给魏夫人的。原来你早就料到这一招，看来姑妈没白疼你。我看他最没白疼的是你，上次你帮我从干娘那里骗到的300两银子，等我这笔货款到手了，就会还给你。这么着急跟我撇清关系啊？邱之恒的语气酸酸的。嘿嘿，娘子说过，亲兄弟明算账，我看你们是干兄妹明算账。干大哥留下吃饭不？邱之恒看了一眼阿叶的脸，还有个屁的胃口啊！你们自己吃吧，我走了。待邱之恒离开，叶千灵瞪了阿叶一眼，把手伸出来。阿叶乖乖地伸出手，叶千灵拿根竹棍狠狠地打了2下。哦，阿叶这么乖，娘子干嘛打我？你乖？你乖，干嘛故意泼茶到人家身上啊？阿叶眼珠子咕噜噜直转。娘子怎么发现的？这还要发现？不是个瞎子都能够看得出来好吗？你平时什么时候打过茶碗了？你干嘛老是针对人家呀？上次雪崩，人家可是救了你命的。他一直盯着娘子看，色眯眯的，我不喜欢。再说了，他救我也是看娘子的面子。哎，你还顶嘴！叶千灵又举起了棍子。娘子，阿叶不敢了，阿叶以后不泼茶到他身上了，阿叶以后只泼水。哎，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月娘羞得低下了头。再等等，等我们手上攒些银子，能和你们一样买这样一个小房子安家了，我就去邓家提亲。四人正有说有笑的展望着未来呢，门突然被一脚踹开，只见一个老妇人冲了进来。狐狸精，没人要的破鞋勾引我儿子，怪不得我给他找的姑娘他都看不上，原来是给你这个狐狸精迷住了魂。所有人都懵了。你是谁啊？怎么跑到我家里来撒野？你说我是谁？小吕这才反应过来。娘，你放开月娘。叶千灵和阿叶面面相觑，这是小吕的娘，还有没有天理了？狐狸精把我儿子迷住了，迷得我儿子都不认我这个娘了。娘，你不要在这里瞎说。我瞎说？我哪里瞎说了？我跟你爹辛辛苦苦攒下了木匠铺，一直喊你回去继承家业，怪不得你不愿意，原来天天在外头跟狐狸精鬼混。我都跟了你们好几天了，全都打听清楚了，这个狐狸精是沟村邱家不要的破鞋，连个蛋都不会下的，你居然把它当个宝！你个兔崽子，跟我回家，以后再也不许见这个破鞋！娘，我不回家。月娘不是你说的那样，她是个好女人。好女人？谁要娶个被人用过的2道叉子回家，
我要娶个黄花大姑娘做媳妇儿。夫人听到小吕维护月娘，越发的上劲儿了，指着月娘的鼻子就破口大骂：我儿子单纯，叫你哄了魂儿去。可是我告诉你，老娘我还在呢，有我在一天，你休想踏进我吕家大门，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也配得上我儿子。月娘一向是个温柔的，哪里会拌嘴啊？瞬间把心都灰了，除了流泪，一句话都说不出。娘，不是你说的这样，你先回去，回去以后我给你解释。把我赶回家，你自己天天在这窑子洞里鬼混吗？也不看看你结交的这都是些什么人，一个大傻子，一个小婊子，还有个破鞋，没个正经的。娘，你说什么呢？小吕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娘居然这么骂自己的朋友们，只觉得脸都被丢尽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叶千灵也学着他的样子掐起了腰。你骂谁呢？我这儿是窑子，你干嘛钻进来啊？是想做我的姑娘不成？对不起，请您也回去撒泡尿照照自己。您想进窑子洞，只怕还不够资格，又老又丑又刻薄，连嫖客都看不上你。您想进窑子洞，只怕还不够资格，又老又丑又刻薄，连嫖客都看不上你。你小婊子，你说什么？骂他一声小婊子，他居然也不反驳，但是却反过来说自己连婊子都不如。妈哟，哪里来的狠角色哟？说的人话你听不懂，就凭你这样的，你还想找黄花大闺女做媳妇儿？养黄花大闺女的人家，要是知道婆婆是这个德行，把闺女扔水里，也强过嫁到你手里做媳妇儿。阿青啊，你听到没有啊？这小婊子骂你娘呢，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一个呀？外头的野女人你都知道护着，你亲娘被人骂，你倒不闻不问了吗？夫人见叶千灵战斗力爆表，当即换了策略，开始跟小吕装可怜。够了，你还嫌我不够丢人吗？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他干打雷不下雨，嗓门比谁都大，眼泪却没有一颗，倒是缩在一旁的月娘，眼泪似断了线的珍珠般往下掉着。月娘，对不起。你这个畜生，跟这个破鞋道什么歉？你娘在这里快要被气死了，你都不管吗？妇人见不得小吕和月娘亲近，立马又窜起来，刚一窜，不知怎么的，脚下一滑，砰的一声倒在地上。妈呀，这窑子洞里的小婊子要谋杀啦！故意在地上放个小石子要我命哟！叶千灵也看到了那一颗小石子，心中只觉奇怪，这屋子自己一天都清扫好几回，连灰尘都擦得干干净净的，哪来的石子啊？倒是阿叶咧开嘴冲他憨憨一笑。叶千灵只觉得阿叶这一笑里带着调皮和小机灵，却又说不上来他为啥这么开心。你自己跑到我屋子里大闹，摔倒了居然还怪我，那你下雨天出门被雨淋了，是不是要怪老天爷啊？大太阳的出去被晒了，是不是要怪日头啊？夫人除了撒泼，哪里有叶千灵这般伶牙俐齿，简直要被气晕了，还带憋几句脏话骂叶千灵，已经被小吕一把从身后架住。小吕也不管他打滚放赖，扛起就往外跑，到了门口还回头对叶千灵喊了一句：把门锁上。叶千灵连忙从里面把门拴上，几个人里应外合的，总算是把恶婆子给送走了。月姐，你别想太多了，小吕和邱福贵不是一路人，你跟他过日子又不是跟他娘过。千灵，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什么了？他与我吐露心事之后，我也有过疑虑，我这样的身份，一般人家又哪里会看得上我？可是他告诉我，他给家里都说过了，爹娘对我都很满意，我便又催他，
既然未来公婆对我都满意，怎么不带我回去见见家公家婆呢？他又说他们家穷，暂时拿不出彩礼来，不好意思见我。我说我都是二婚头了，只图个人好，哪里还要那些虚的？他说在他心里我还是个纯洁的小姑娘一样，别人有的他都要给我，我全都信了。我怎么这么傻？千灵，你说我怎么这么傻？月娘说着说着，心还在笑，转瞬已经是满面泪痕。叶千灵心疼不已，早要是知道小吕的娘是这个德行，打死也不撮合他们了。这样的婆婆家，就算丈夫再好，嫁过去也糟心。算了，月姐，咱们又不是非他吕青不嫁，既然他娘看不上咱们也不拿热脸贴冷屁股，断了就是。月姐，你人美心善，又这么能干，还怕找不到好男人咋地？是我痴心妄想，以为自己苦尽甘来，还能遇上个好男人，我以后再也不做这样的梦了。我一个人孤独终老算了。你们两个这就把小吕给贬得一文钱都不值了。他娘不讲理，又不是他不讲理，你们怎么能这么说他呢？刚刚不是听小吕说的，要攒够买房子的银子再娶月姐吗？我猜他就是知道自己娘是什么德行，所以想着先斩后奏，把一切都安排好以后再回去摊牌。月姐，小吕对你一片痴心，你可不要这么轻易就放弃他哟。月娘如茅塞顿开。是啊，跟小吕相处这段日子，小吕对自己那般的体贴，那般的谦让，自己怎么能够为了这点事就轻言放弃呢？月娘求助地看向叶千灵，她想听听叶千灵的意见。叶千灵眨巴眨巴眼睛，不敢相信地看向阿叶，这傻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我觉得阿叶说的有道理，咱们可以再观察观察。你们都觉得小吕待我是真心？不能再真了。心结一解开，月娘的心情也跟着好了。娘子，干嘛？这傻子最近花招多得要命，每每发出这个浪声，准是没好事儿。地上好冷，把被子裹紧。裹紧了还是冷。忍着。娘子，又干嘛？我害怕。怕什么？吊死鬼。把头蒙起来。被子不够长。娘子，有完没完啦？叶千灵接连2次在快要入睡的瞬间被这个傻子吵醒，已经快要崩溃了，一屁股坐起来，像个蓬头鬼一样，怒目圆瞪。娘子，你好凶。你再不睡觉，我会更凶。娘子，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我想跟你睡。行，你到床上来，然后闭上你的眼，最重要的是闭上你的嘴，跟我睡觉。叶千灵已经没脾气了，一咕噜倒下去，重新酝酿睡意。阿叶连忙抱着被子爬到床上来，却直接拱进了叶千灵的被窝，对着叶千灵的颈窝不断地吹着气。你到底还睡不睡了？娘子，你说魏老板和秋儿是怎么打架的？臭傻子，浪了这么久，果然没好事儿，原来是在思春啊！怎么的，你也想打架啊？叶千灵举起了小粉拳，阿叶连忙抱着枕头往后缩。我不想用拳头打架，我想和魏老板一样，把衣服都打掉。我看你这3天不打，上房揭瓦。娘子，你好凶，你再这么凶会失去我的。你可以现在立刻马上麻溜的消失在我眼前。叶千灵甩给傻子一个白眼，拿几倍对他。阿叶偷鸡不成蚀把米，终于老实了，呜呼哀哉的裹着被子在一旁睡下了。月上中烧，星罗密布，万籁俱静，夜空中突然传来了3声蟾蜍的呱呱声。有还没睡的老人祈祷：此时正是乍暖还寒的冬末春初，
连蛇都还没出动呢，怎么会有蟾蜍声？奇了，奇了！宁静的小楼里，阿叶也听到那蟾蜍的叫声。他低头看了看在自己怀中沉睡如婴儿的叶千灵，又望向窗外，该来的还是来了。屋顶上，一个面目如玉、气质如兰的白衣少年负手而立。杜白，他真的在这里。杜白，他真的在这里。如果不是发现了他的踪迹，逍遥侯府的死士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杜白恭敬地矗立在白衣少年身边。可你已经在这里找了半年有余了，一直也未有任何收获。二爷，您忘了七爷的魂名是什么了吗？小阎王，那可是和阎王爷拜过把子的，遇神杀神，遇佛杀佛，各路小鬼谁敢收他的命？他一定还活着。如若他真的还活着，只怕母妃知道了，身上的隐疾也能好起来。一直如蝙蝠般倒挂在屋檐下的阿叶听到了这句话，再也藏不住了。母妃怎么了？白衣少年看了阿叶一眼，被阿叶那张丑得惊天骇地的脸给镇住了。你，七爷，真的是你？阿叶甩甩头，不是你七爷，谁能这么神勇威武，玉树临风？杜白看了看阿叶的脸，这怎么也跟玉树临风搭不上边儿啊。七爷，您的脸怎么了？是啊，小七，你的脸怎么了？阿叶拍了拍脸上的面具。放心吧，是华神医给我做的人皮面具，他老人家怕我被追杀，也是用心良苦了。七爷，您既然还好好的活着，为什么之前一直都不与我相认，还装出那么一副傻乎乎的样子？每次我用言语试探，都把我挡回来了。杜白挠头，十分不悦。他的身份虽然不及面前的两位爷尊贵，可也是堂堂大越国第一剑客呀。只为找到眼前这个装疯卖傻的小阎王，到这山沟沟里一蹲就是大半年。杜白，你先别生气，听小七说说这些日子他都经历了什么，没准有难言之隐呢。毕竟是小阎王的亲二哥。白衣少年只注意到阿叶方才说自己被追杀了。高谈阿白，3年不见，你怎么还是老样子？3句话说不到头就要生气，跟个娘们似的。你看小爷我现在是恢复了聪明劲儿，你知道我之前是真的傻了吗？不许喊我爆炭！小阎王居然真的傻了，快给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傻的，又是怎么变聪明了？还有8个月前那场兵变，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来话长。阿叶想起战场上那些为他牺牲掉的将士们，心情蓦地沉重了下来。阿叶说完这一路的艰辛坎坷，天境已经露出了于杜白。都是二哥不好，不知你在边疆受了这等苦，回京以后，二哥替你讨回这个公道。逍遥侯，你活得不耐烦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讨不讨公道的暂时都不是事儿，眼下有桩大事等着我，我不能再跟你们聊了，你们快走吧。你不跟我们一起回京，什么大事儿比立刻回京更重要？我得赶紧回去给你弟妹煮早饭，你们先回吧，等我安顿好这里，再回京与你们会合。阿叶的话还没有说完，身影已经消失在了晨光中。弟妹，杜白，这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七爷在这里娶了个媳妇儿。什么？小七在这里娶了媳妇儿？胡闹！他的婚事岂能由他自己做主？二爷还不知道他的德行，除了他自己，又有谁能做得了他的主？3年前，将将15岁的小老七不顾朝堂所有人的反对，带领他自己训练的火焰军到了边疆，区区1000人的军队，3日便击退了在边疆横行数年的柔然大军。为了稳住西疆，让黎民百姓不再受苦，他干脆亲自驻守在那里。3年时间，将1000人的火焰军扩张到了10万雄师。若不是李胜纳斯使黑手，他现在只怕依然在西疆。除了他自己，谁又能做得了他的主？呵呵，二爷，您不必担心，您那小弟媳除了出身差了点，我看也是个不让须眉的狠角色。那心眼上，只怕是长了1800个窍，一肚子的主意。如若不然，又岂能把七爷治得服服帖帖？而且嘛，相貌也不赖，
是个小美人儿，只是年纪小了些，还没长开，再过2年，只怕又是个妖孽。白衣少年嘴唇嗫嚅，终究没有说出话来，只是长长叹一口气。阿叶，傻子，人呢？来了来了，娘子，快起来，喝点稀粥。又是大米粥，不是说了今儿想吃白烙饼吗？是，白烙饼还在下面，我这就去拿上来给娘子。这还差不多。窗外，同样用玄妙的轻功倒吊在屋檐下的白衣少年，下巴都快惊掉了。他是那个叱咤风云、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小老七？别是中邪了吧？二爷，既然已经确定了七爷无恙，咱们还是先回京吧。朝中风起云涌，还有很多事需要二爷斡旋主持。那些都是小事，我得回去尽快把小妾还活着的好消息报告给母妃，省得她老人家日日以泪洗面，把身体都熬坏了。傻子，你发什么愣呢？娘子，你今天好美。难道我平时不美吗？美，我娘子什么时候不美了？我娘子天生丽质，艳冠群芳，走到哪里都光彩照人，夺人眼球，胭脂水粉都是浮云，首饰华服都是累赘，我娘子光着身子都美得发光。叶千灵正受用着呢，听到最后一句，只觉得哪里不对味儿。阿叶已经意识到自己不是拍了马屁股，这简直是拍了老虎屁股，转身就往楼下跑。你这个死傻子，臭流氓！给傻子上完了政治课，叶千灵只觉得口水都快干了，一看时间已经日上3竿。哎呦，糟了！不糟，随便娘子怎么教育，在阿叶心中，娘子都还是温柔可人的。阿叶嘻嘻笑道。叶千灵暗吐一口老血，傻子的口才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每次一张嘴都能把自己气死啊！看来给你上的课还不到位啊，晚上继续给你上。现在我要出门了，罚你在家看门。不要啊，我要跟娘子一起。不许！我还想活长点呢，你天天跟我在一起，迟早把我气死。阿叶一个人在家怕黑。大白天的怕什么黑？怕鬼。不做亏心事，哪来的鬼？怕坏人，坏人来了把阿叶拐走了怎么办？阿叶走了，没人给娘子做饭了怎么办？没人给娘子做饭了，娘子饿瘦了怎么办？娘子饿瘦了就没劲儿出门了，所以娘子要是想出门，还是带着阿叶才对。什么鬼逻辑嘛？我保证不气娘子了，我就老老实实做娘子的甜心儿蜜饯儿。叶千灵今日特地装扮了一番，除了开春了想换个心情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绣房和发廊窑厂的活计，叶千灵决定亲自去监察一番。他把自己收拾的讲究点，这样跟别人谈事的时候，别人也会重视他一点。这可是从现代带来的经验，人靠衣装嘛。你们是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怎么敢抢劫行凶？嘿嘿，黑风寨的大名总听过吧？你们挺贼的呀！除了这条官道，你们竟然什么小道都不走。爷爷们可是跟了你们200里路了，再不下手，再追就追到京城了。叶千灵暗暗呐喊，这年头马贼也不好做呀。说是老老实实把货品银子都交上来呢，还是等爷爷要了你项上人头再亲自打点呢？马贼首领又拍拍中年男人的脖子，东西你们拿走，切莫伤人性命。嘿，是个识时务的。慢着！马车上传出一个清脆的女声：小姐，在车里好生待着，千万别下来。可是车上的小姐却丝毫不理会中年男人，打开帘子便走下了车。叶千灵这才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哼，黑风寨乃是江阴地界的大寨，听闻寨主胡一刀最是个讲道义之人，如今看来
全是放屁。没想到车里还藏了个小娘们儿，小娘们儿还跟我讲起江湖道义来了，有趣有趣。你说说，你为什么觉得江湖传说是放屁？哼，我们的商队全程走的都是官道，既没过你的山，又没沾你的路，凭什么收我们的买路财，还巴巴的追到200里外来打劫，传出去都叫绿林不耻，好不羞也。叶千人没有想到小姐如此彪悍，敢跟一众马贼叫板，不禁为这勇敢的小姐捏了一把汗。叶千灵连忙扯了阿叶的衣角，等会儿万一打起来了，你就过去把那小姐救下来，然后抢一匹马，抢到咱们就跑，听见没？要是打起来了，才不保护别的女人。绅士风度你懂不懂啦？人家是姑娘，要是叫山贼抓了，清白就毁了。那好吧，听娘子的。阿叶乖。怎么我听着还真有点道理呢？兄弟们说说，这小娘们儿说的有没有道理？识时务的，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劫我的车队。哟，小娘们儿口气挺大，你倒是给我个理由，爷为什么最好还是别劫你的车队？你们混绿林的，京城如意斋的名头，总不能没听说过吧？如意斋？你是如意斋阮家的小姐？马仔头惊了惊，躲在茅草堆后的叶千灵也惊了惊。这妹子居然是如意斋大小姐，如意斋不就是随口就给自己下1万订单的大买家吗？看来今天不论如何都要把这小姐救下来了，给如意斋卖这么大一个人情，还怕往后没有生意做吗？没错，我们如意斋虽说只是个做生意的商号，但做的是皇宫的生意，跟各路官商都有交情，这批货便是要进宫的。你敢劫了这批货，黑风寨也就别想再在江湖上混了，山头给你移平了都有可能。照你这么说，爷我还真的要考虑考虑，劫不劫这趟货呢？小姐再泼辣，毕竟也只是个闺阁小姐，哪里听出马贼的戏谑之意？当然不能劫。那小娘们儿，你说，爷为了跟你们这趟货，足足跟了200里地，途中还有3、4个山头的同行想打劫你们，都被我们打跑了。合着爷我不是来抢劫的，是给你们护标的呀！这传出去，我黑风寨的脸还要不要了？小姐呆住，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小娘们儿，你叫什么名字？我凭什么告诉你名字？你休想知道。够了，够劲道，很符合我们黑风寨的山风。小娘们儿，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若是劫了你们这趟货，一来不符合规矩，二来不符合道义，三来只怕还要招来官府的追杀堵截。想来想去，还是不劫为妙。那我多谢你了。小姐面露欣喜，马贼头却又开口了。我决定了，这一趟我们不劫财，我们劫色，把这小娘们劫回去当压寨夫人，就什么毛病都没了。讨回去这么漂亮一个压寨夫人，说出去也不丢面子了。兄弟们，你们说这个法子好不好？货你们都拿走，当我们孝敬黑风寨的，我们不报官还不行吗？把小姐还给我们呀！叶千灵脚一跺，他娘的，这山贼也忒欺负人了，劫财不成，居然要劫色，简直叫人不齿。阿叶，快抢下如意斋小姐就跑！这山贼也忒欺负人了，阿叶，快抢下如意斋小姐就跑！娘子，他们人多，我打不过。你还是男人不是呀？人家一个姑娘这会儿多绝望呀！你不去，我去。还没说完，自己就嗖的一下窜了出去。阿叶目瞪口呆，本来只是想装憨，哄他亲自己一口再去，这娘们儿怎么这么虎呀？就这么自己跑出去了？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哪里又钻出来一个小娘们儿？
你也是如意斋的小姐，那爷我今天可真是赚大发了。乱你个大头鬼啊！一群大老爷们儿欺负一个小姑娘，你们恶心不恶心啊？丢人不丢人啊？一群人追人家跑200里地，1文钱都没抢回去，只带回去一个女人，够本钱不够本钱啊？嘿嘿，刚刚是个小辣椒，又来个朝天椒，很好很好，都符合我黑风寨的寨风。我说这么久，你们听不懂啊？当山贼就有个山贼的样子好不好？拿了钱财赶紧走人，劫女人算什么本事啊？你这么一说，爷我决定人和银子都要，反正横也是一刀，竖也是一刀，我先快活了再说。别怕，我来救你。好妹妹，你这样不是来送死的吗？不就是几个山贼吗？有什么好怕的？放心，我保证保你安全。两位夫人还没进寨就姐妹情深，实在是太好了，往后也不怕你们争风吃醋了。马贼头嬉皮笑脸地调戏着。就在这时，卸货的那一些马仔们突然一个接着一个的摔倒在地，痛苦哀嚎。马贼头一惊，旋即一把抓住了叶千灵。你有同伙？同什么伙？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说，同伙在哪里？不说我杀了你。叶千灵也是一个机灵的，也不管是谁暗中相助，趁机便一把推开了马贼的胳膊，拉着阮小姐就跑。快，你跟你的管家找匹马逃命去吧。那你们呢？你别管我们了，管好自己就行了。唉，真是倒霉，平天白日的竟然遇上了马贼，一通追逃喊打，天儿都黑下来了，偏偏最后那家窑厂离得还有10几里路呢，今天是聚不成了。本来不干咱们的事儿的，是娘子你非要凑热闹的吗？要不然咱们现在已经看完最后一家窑厂了。我这怎么叫凑热闹呢？你没见马贼都要把那个阮小姐拉到山上压寨了吗？咱们这要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搁到现代都要颁发见义勇为市民奖的好吗？什么市民？什么现代？阿叶一脸懵逼。没什么没什么，总之你记住了，以后啊遇到这种事儿不能够袖手旁观的就对了。阿叶无奈的摇摇头，自己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哎，对了，刚才那些马贼怎么突然一下都跪倒在地呀？好像膝盖受了什么伤似的，是你干的吗？不是我啊，我那会儿正搓草球呢。不是你？肯定不是。那会是谁啊？也不一定是谁啊，可能他们集体犯了痛风呢。两人一边聊天一边往家中走去，走到半路突然遇到了一乘小轿，邱之恒一眼就看到了叶千灵，就像看到救星一样。千灵干妹妹，好巧啊。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叶千灵不用猜都知道轿子里一定坐着魏银霜。是千灵妹妹呀。是啊，好巧啊，我们正有点事儿要去办呢。天儿都黑了，多大的事儿不能明天办？今儿晚上我做东，请大家到天香楼吃一顿，不来就是不给我面子。叶千灵还想找借口逃，阿叶却笑眯眯地应道：娘子，甘大哥请客，咱们怎么能不给这个面子？家里的事儿明天再办也不迟。叶千灵狠狠地掐了阿叶一把，阿叶只是龇牙咧嘴，却一点儿也没有听话乖乖回家的意思。表哥做东，千灵妹妹还是不要推辞了吧。魏银霜嘴上也假惺惺地招呼道，但是他的眼神明明在说快推辞，快推辞啊。走走走，去完了开后门也没座了。邱之恒下马来，和阿叶一左一右的狠狠钳住了叶千灵。叶千灵有苦说不出，只好被押到了天香楼。今晚还真的有家雅阁没有被预定，就给你们吧。小二，带几位小姐公子去紫云阁。魏银霜却被魏老板
悄悄地留下了。叶千灵和邱之恒冷眼看到了，对视了一眼，却没有说什么。魏老板肯定是在问秋儿怎么没有跟来。果然，魏银霜在楼下等了一会儿才上来，进来的时候，秋儿已经站在他身边了。我用不惯外头的碗筷，多亏秋儿细心，巴巴的给我送来了。叶千灵和邱之恒都是心照不宣。魏银霜见没有人接话，自顾自地找了一个位子坐下了，秋儿连椅子都没有给他拉。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股浓得化不开的尴尬。阿叶突然捂着肚子，打破了尴尬。娘子，我肚子好痛，要拉屎。想拉屎就去找个茅坑啊，嚷嚷出来干什么呀？那我去了。阿叶起身，夹着腿往外跑去。千灵妹妹这夫婿真是小孩心性啊。哼，傻子嘛，不都这样吗？魏银霜无语，自己这正暗讽着阿叶傻呢，叶千灵可好，自己直接说出来了，这叫魏银霜倒不好说出剩下的话来了。就在这时，魏老板也进来了。今儿晚上都是自己人，你们又都是年轻孩子，就别讲那么多规矩了，叫秋儿也坐下吧。叶千灵吞口口水，默不作声地表示没意见。主仆有别，还是要讲点规矩的。我们倒是没什么，只怕回头姑妈听见了又要生气，到时候倒霉的还是秋儿。你那姑妈就是叫我给惯坏了，动不动的就拿下人出气，一点大户人家主母的贤良德行都没有。邱志恒本意是提醒魏老板不要那么明目张胆，没想到他不但不领情，还说出这一番侮辱魏夫人的话来，顿时气得不行，只好忍下了这口气，低头倒了一杯酒，闷闷地喝了起来。今儿个不忙，我也来陪陪你们。来，秋儿，你就坐到我身边吧，我瞧你是个伶俐丫头，赶明儿干脆跟银霜讨了你来伺候我，你愿意不愿意呀？秋儿进了魏府，就是老爷的人了，老爷想怎么样，秋儿还不就怎么样，能伺候老爷，那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哪里有不愿意的？秋儿说着，已经扭着腰肢坐到了魏老板身边。吃，今晚的菜我吩咐大厨亲自做的，都是天香楼的招牌菜，大家伙尝尝味道如何？秋儿，你怎么不自己夹菜？我不是说了吗？这里都是自己人，不分高低上下的，快尝尝，这是你最爱吃的蜜藕。叶千灵撇撇嘴，果然不分高低上下，马上服成了小老婆。这里坐的几个人都还没秋儿大呢。门外突然响起了一个爽朗的声音：哟，都是自己人在这里聚餐，怎么没有把我叫上呀？莫不是嫌我老太婆人老珠黄了，不当自己人了？叶千灵和邱之恒暗道：哇，有好戏看啊！魏老板整个人都懵了，我去，母老虎怎么这个时候来了？秋儿一咕噜从板凳上站起来，一个不小心差点没栽倒在地。夫人，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呵呵，这不是饭点了吗？我忙活了一天，难道不吃饭啊？夫人怎么不回府里吃饭？你今儿个好生啰嗦啊！你这酒楼我还有一半的干股呢，来吃顿饭还要跟你打招呼不成？再说了，你们这一大帮子都在这儿打牙祭，我竟来不得。魏夫人笑盈盈的，看不出半分生气的模样，径直走到了魏老板身旁，方才秋儿坐的位置坐下了。众人也不知道他来了多久，有没有听到什么。秋儿杵在椅子旁，跟被捆了手脚一样难受。奈何离魏银霜还隔了半个桌子，这会儿过去也不是，不过去也不是，刚才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也没了。魏老板察言观色，见魏夫人言笑晏晏，招呼着几个小辈，心想着他大概没有察觉什么。
便放大了胆子，咳嗽2声，对秋儿使了个眼色，叫秋儿回魏银霜身边。秋儿得了魏老板的指令，连忙动身，哪知道还没迈脚，就被魏夫人喊住：“秋儿是吧？来，给我盛碗汤。”秋儿只好又缩了回来，老老实实的给魏夫人盛了1碗乌鸡3丝汤。魏夫人伸手来接，秋儿连忙递上。就在秋儿放手的一瞬间，魏夫人却缩回了手。哎呀，怎么是乌鸡汤啊？我最不爱喝乌鸡汤了。秋儿还没有反应过来，1碗乌鸡汤已经全都洒到了身上。秋儿当即便尖叫一声。叶千灵瞪了瞪眼睛，魏夫人这是出手了？银霜，你怎么教丫头们规矩的？魏银霜心头那个恨啊，这会儿屁股擦不干净，竟然又连累自己挨魏夫人的批，真是讨厌死了。你这丫头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烫到夫人怎么办啊？还不快退下去！你这丫头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烫到夫人怎么办啊？还不快退下去！退什么下去啊？一桌子人吃饭呢，没个丫鬟谁伺候啊？让她站一边伺候着。听说这丫头爱吃蜜藕，赏她几片，站到边上吃着吧。回头别又说我苛待下人，不贤惠。魏夫人此言一出，魏老板和秋儿的脸同时绿了。妈呀，看来魏夫人不止听到了，还听到了很多。邱之恒和叶千灵面面相觑，都奇怪不已。魏夫人显然是有备而来，绝对不会是来吃个饭那么简单。那么问题来了，是谁给她透露的风声啊？就在这时，雅阁门又被打开，原来是阿叶抱着肚子回来了。娘子，中午那碗面吃坏了我的肚子了，阿叶蹲茅坑蹲的脚都麻了。咦，干娘也来了。魏夫人微笑着点点头。你去茅房了呀？我正准备问千灵丫头，今儿个怎么没有把小阿叶带来呢？众人都暗自摇摇头，不管是谁透的风声，肯定不会是这个傻子。魏夫人又开口了，听说老爷看这丫头伶俐，想讨到身边伺候。好呀，我也正觉得手边丫头不够用，这丫头给我正好呢。魏老板恨不得掌自己的嘴，调戏丫鬟一时爽，老婆来了火葬场啊！哈哈哈，不过是开个玩笑，这丫头是银霜的呀，只有咱们赏她丫鬟的份儿，怎么倒抢起她的丫鬟来了？哦，你还知道是银霜的丫鬟啊？魏老板又是一堵，妈呀，夫人这到底知道了多少呀？银霜，我今儿个听说秋儿是你亲姨妈家的孩子，那你们俩岂不是表姐妹？魏银霜浑身一颤，魏夫人这么问，说明她已经摸清了秋儿的来路了，也不敢撒谎了，硬着头皮应道：是。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呀？既然是亲戚，就照亲戚走，怎么能把人家弄到家里当丫鬟？知道的说是你想帮补姨母表妹一把，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家压榨亲戚呢。秋儿听到这话头，竟是要赶自己走，连忙跪下：夫人，秋儿心甘情愿给小姐做丫鬟的，不存在什么压榨不压榨的。夫人放心，秋儿绝不会乱说半个字的。夫人，秋儿心甘情愿给小姐做丫鬟的，不存在什么压榨不压榨的。夫人放心，秋儿绝不会乱说半个字的。这丫头倒是个伶牙俐齿的，我看你到我们家不只是给银霜当丫头那么简单吧？秋儿惊得不敢说话，不断地拿眼睛往魏老板处求救。哪知道魏老板是个不折不扣的妻管严，魏夫人不在的时候还敢坚挺一下，魏夫人发威了，
哪里还有他说话的份儿？他此时简直恨不得用遁地术遁走。魏银霜也吓呆了，眼看着魏老板这么窝囊，若是自己再不替秋儿辩解两句，秋儿只怕是要遭殃了。母亲真会说笑。魏夫人瞅了魏银霜一眼，只瞅得她浑身打了个冷战。银霜觉得我在说笑，我可不是说笑呢。我猜着呀，秋儿原本也是好人家的姑娘，完全没必要给人当丫鬟的，应该是想到咱们家来，看看能挑不挑得到个好夫婿，对不对？魏银霜松了口气，这话倒是刘寡妇亲口说过的。母亲这话倒是说得对，秋儿的娘与银霜也说过这样的话呢。真的，我眼下就有一个好人选，我店里吴妈的儿子小吴，正是婚配的好年纪。那小吴啊，又是一个能干又有抱负的。银霜，你回去问问你姨母，看她愿不愿意把姑娘给人家。要是她愿意，这件事儿就由我来做主了。魏银霜哪里敢说不，连忙点头。小吴倒是很不错的，我去给秋儿娘说，她一定愿意的。叶千灵心里明白，魏夫人十之八九已经明了了一切，这把出手就是要当着魏老板的面彻底断了他的念头。夫人，秋儿不能嫁给小吴。哦，你倒是给我说说，你为什么不能嫁给小吴啊？魏夫人嫁到魏家20年了，魏老板什么德行，她又岂会不知道？秋儿已经是老爷的人了。秋儿涨红着脸，一言既出，震惊四座。哦，魏老板，这丫头你已经收了的，我怎么不知道啊？魏老板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夫人，不是你想的那样。老爷，您收秋儿的时候不是跟秋儿许诺了吗？您自己说的，会正经娶秋儿进门，会给秋儿名分，还说夫人最是仁慈和蔼的，不会为难下面人。您不会是骗秋儿吧？要是您早说秋儿没法进门，秋儿打死也不会从您的。秋儿现在已经是老爷的人了，若是夫人不开恩，那秋儿只有一死了。秋儿说着便往一边的墙壁上撞去。魏老板再懦弱，眼看着宠了这么多天的小妖精要撞墙，怎么能不狗熊救美，上前拉住了秋儿。傻丫头，你这是干什么哟？我又没说不收你，夫人这不是不知道情况吗？现在知道了，肯定不会把你往外头嫁的，你就放120个心吧。叶千灵啧啧嘴，秋儿这一招苦肉计使得好啊，这本就是包厢，都是用木头屏风隔开的，使出老老劲儿撞上去，顶多也就是个破个皮儿，却把魏老板都给心疼坏了，直接松口要收他了。魏夫人这么会做人的女人，又岂会当着外人的面顶丈夫的嘴？夫人，秋儿说的都是事实，您看要不挑个日子，用个小轿把她抬进来算了，也不要打扮，意思一下就行了。你既然都打算好了，还跟我商量什么？抬进门就是了。夫人此言当真？魏老板喜出望外，我可不像你，要了人家的身子，说话却像放屁。你既然都要过人家了，他也就算是我魏家的人了，往后也别放在银霜那里了，就在我院里侧院住下吧。还不过来谢夫人？魏老板连忙拉了秋儿过来磕头。秋儿其实本来是想趁机要求一个独立的院子，可是见魏夫人面色不善，也不敢一时把她逼急了，便委委屈屈的过来磕了头。一顿饭磕磕碰碰的吃完，叶千灵连忙拉了阿叶逃出来，
邱之恒也快步跟了出来。窝囊，窝囊，姑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窝囊了？叫一个丫头算计了去。邱之恒显然不喜欢秋儿这样的手段。嘿嘿，谁算计谁还不一定呢。你知道什么？我怎么不知道了？你想啊，这秋儿虽然有了姨娘的名分，可是却住在魏夫人的房里，借魏老板10个胆，他也不敢当着魏夫人的面宠幸秋儿啊。往后啊，秋儿可就要守活寡喽。嘿嘿，谁算计谁还不一定呢。魏夫人只要一个不高兴，还可以把她继续当丫鬟使。以前在魏大小姐那里干得不痛快了，还可以随时走人。这会儿成了魏府的姨太太，走都走不掉喽。听到没有？我们阿叶说的都有道理呀。你姑妈也不是省油的灯，用不着你担心的。小时候每次来都觉得姑妈家最好了，姑父姑母和睦，姑母又能当得了家。现在看来竟也是一地鸡毛，罢了罢了，我还是收拾收拾，早点进京准备春考算了。天天在这里看他们斗来斗去的，没劲。你要走了？叶千灵愣了愣，邱之恒神叨叨的一笑，凑近到叶千灵耳边：怎么，你舍不得呀？舍不得你个大头鬼！叶千灵白了他一眼。阿叶也趁机扭过来，一把将叶千灵揽在自己怀中。你要赶考啊？麻溜的快去快回。你怎么说话呢？要知道，上京赶考的人都是抱着一举高中，留在京中为朝廷重用的心去的，哪有祝人家快去快回的？这不是咒人家落榜呢吗？你个死傻子，你就不能说句好的？娘子，他又骂我傻。邱之恒，你不要欺负小朋友好不好？他是小朋友，我看他比猴还精，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装傻。3日后，魏府果然又一乘小轿把秋儿抬进了门。虽然秋儿只是给魏老爷做了个妾，可刘寡妇却高兴得不得了。女儿这可是嫁进了莲花镇第一富贵人家了呀！她也不在魏银霜那里当老妈子了，直接回到了村里。为了显摆一把，自掏腰包大办了3天流水席，只说秋儿嫁进了魏府，把村子里那一些不明所以的老娘们、小媳妇儿都羡慕坏了。可是刘寡妇却不知道，秋儿进门的第1天就独守空房了。魏夫人已经给了魏老板这么大个面子，魏老板又岂敢顶风作案，老老实实的在魏夫人房中睡了好几天。秋儿守了好几天的空房，越守越不是滋味，便生出幺蛾子，跟魏老板说要回门。魏老板冷落了他好几日，也不好不答应他，便给了20两银子，让他自己回去看看老娘。铜柱哥，铁柱哥，在做活呢。铁柱是个老实的，从前还和秋儿定了亲，现在见秋儿嫁作人妇，心里不是滋味，转身便回屋了。铜柱却是个好色的，立刻像苍蝇沾了屎一般，被秋儿吸了过来。秋妹回娘家了呀？3朝回门嘛，总是要回来看看娘的。刘寡妇听到了动静，连忙迎了出来。秋儿又给铜柱飞了个媚眼，这才回了屋。铜柱这心呐，就像是被猫爪子挠了一样难受。到了午间，刘寡妇有午睡的习惯，便偷偷摸到了刘家的院子里学猫叫。秋儿走了出来，我当是发春的野猫呢，正想出来打死呢。嘿嘿，是我，可别打我，我找秋妹叙叙旧呢。叙旧？那别站在这里了，回头吵了我娘睡觉，到这边来吧。秋儿把铜柱直接带到了从前叶千灵和阿叶住的破柴房里，两人往破床上一坐，铜柱只觉得浑身都烧起来了。秋妹，
你们这些进了城的姑娘，怎么都出落得这么漂亮，还都那么有出息？连叶千灵那个死丫头都发达了，居然谈上那么大的生意。秋儿心中一动，叶千灵，她怎么了？我在村东头的发廊窑厂里做工，最近窑厂接了一笔大单子，本来还以为是哪个大商号下的单子呢，结果你猜怎么着？前几天我看到叶千灵和他那个傻子到厂里找老板看样品，我就躲到一边悄悄听他们说话，没想到那单子竟然是叶千灵下的，几百两银子的大单子呀。后来他走了，我一问，老板说这就还是我们厂子做不了这么多，才只有这么点活，还有大半的活都分给别的窑厂做了。你说他是不是发达了？秋儿一惊，叶千灵什么时候接了这么厉害的单子了？凭什么？凭什么都是从这间屋子走出去的？他叶千灵只嫁了个傻子，竟能靠着自己越爬越高，越来越富，而自己却只能够嫁作人妾。秋儿只觉满心不忿。不，我刘秋儿过不好，你叶千灵也别想过好。同柱哥啊！秋儿娇滴滴地对着同柱喊了一声，转眼到了交货之期。月娘最近因为情场失意，把力气都用到了商场，提前1天便把1万套绣活送了过来。叶千灵抽查了一番，非常满意，便去找魏夫人支银子。都能按时交货，那我这就着人连夜去京城接如意斋的人来收货。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们定的工期提前1半吗？他们一次要了这么多货，又要了这么急，说明他们看准了这一批货市场会很好。咱们主动缩短了工期，对他们来说就是节省了他们的时间成本，也说明咱们有这个实力接更大的单子。银霜要是有你1半聪明啊，我又何苦培养你这个大家眼中的外人呢？魏夫人欣喜的点头。叶千灵知道自己猜对了魏夫人的心思，也不骄傲，而是非常谦虚的说道：我要跟干娘学的东西还多着呢，干娘屋里屋外都是一把手，千灵只怕踩着风火轮都追不上呢。唉，干娘啊，也就生意上还有2手啦。要是真有你说的那么能干，还能让那妖精钻了空子啊？叶千灵知道魏夫人在说秋儿，吓得吐吐舌，不敢说话。要不是阿叶那孩子，我只怕到现在啊还蒙在鼓里呢。老实说，第一次看到你们俩的时候，我还总替你可惜，觉得那孩子啊配不上你。现在想想啊，是我门缝里看人，把人给看扁了。居家过日子，还就是阿叶那样的男人好。什么？那日是阿叶喊干娘来的？魏夫人点点头，目光看向远方。那日我正在宝香阁里跟账房对账，阿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只说啊，天香楼里大家都在聚餐，就差我一个。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便好奇着过来看了看。没想到，唉，说来说去呀，还是怪我自己，肚子不争气，总是矮人一头。他就是那18房小妾，我又能说个不字吗？我现在才明白，这男人啊，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从前我们的生意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族里的人也有拿无所出挤兑我的。每次啊，老魏都说没有孩子就没有，过继一个也是一样的，夫人却只有一个不能够丢的。我就因为他这句话呀，心里一直感激着他，这些年更是发奋的做生意。当初他那天香楼刚开，没有生意，没有客源，月月赔钱，都是我拿宝香阁的利润填进去的，又厚着脸皮把来买香料脂粉的客人全都介绍过去，天香楼这才起来了。他也经常说啊，
魏府这份家业十之八九都是我挣的，对我很是感激。我以为啊，我们是举案齐眉的恩爱夫妻，没想到一直都是我想多了。男人都是一个样的，家里老婆看腻了，外头的女人啊，不管香的臭的，都想往屋子里拉。魏夫人的神情很落寞，看得叶千灵有一些心酸。古代的女人啊，真的是不好做。千灵啊，咱们女人活一辈子真的不容易，想人前好看，人后不知道要付出多少努力，要练出琉璃心，还要拥有芙蓉面，要有慈悲心肠，还要有金刚手段。干娘真希望你一辈子都像现在这样简简单单的，永远也不用学会这些。干娘，我会踏踏实实的跟着您做生意的。好，干娘啊，会的都交给你。哎呦，糟糕，踢到人了。哎，怎么是你啊？怎么不能是我？你这女人心也太狠了吧！我都要走了，还用石子踢我？你真的要走啊？什么时候回来啊？叶千灵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已经把邱之恒当成了朋友。考上了就留在京中当大官，吃香的喝辣的喽；考不上就回家继续当我的富贵大少爷喽。我的日子比你好过，你就不用担心我了。你不回来了？叶千灵还是有一些惊讶。不回了，要不姑妈总想着让我继承她的家业，惹得一帮姓魏的都虎视眈眈，防贼一样防我，好像我稀罕似的。怎么，还真舍不得我呀？嘿嘿，这样，你只要承认一句舍不得我，那我就不去赶考了，留在这里永远陪着你好不好？管他姓魏的不姓魏的呢，千金难买美人一笑。你到底有没有一句正经的呀？邱之恒突然收起了戏谑的笑，满脸都是认真。我若是说的都是正经的呢？叶千灵又不是绿茶，岂能看不出邱之恒对自己那一番若有似无的情谊？我可是有夫之妇，说话注意点。没想到邱之恒并不买账，反而凑得离他更近。你跟那傻子有名无实，我早就知道了。你们根本没有睡在一起，你睡床，他打地铺。那日在你家楼上，我都看到了。我们……你不用跟我撒谎，骗不过我的。你打心眼里没把他当做丈夫，你跟他在一起，全是出于无奈。如果你想逃离这样的生活，我带你走，好吗？邱之恒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我会带你好的。叶千灵愣住，不敢接邱之恒的话，他只是把他当成朋友啊，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现在他说出这种话，叶千灵不知道怎么样去拒绝他，他怕一开口就会失去了这个朋友。等待似乎有千日长，邱之恒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半晌，空气中爆发出邱之恒戏谑的笑声。跟你开玩笑的，逗你一下，看把你吓的。我看我还是得送你一面镜子。叶千灵松了一口气，这该死的，有这么开玩笑的吗？送我镜子干嘛？让你照照自己啊，又不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能让本公子冒天下之大不韪横刀夺爱。去死吧，赶紧收拾收拾赶考去。邱之恒一边转身走开，一边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几句玩笑话把你吓成这样。叶千灵，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还怕这个？不知为什么，叶千灵觉得邱之恒的背影看起来不似往日那一般英挺，透着一股难言的伤感。真的只是玩笑吗？叶千灵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更不敢知道。娘子，娘子，不好了！什么事儿啊？把你跑成这样？娘子，大事不妙了！村东的窑厂遭贼了，咱们的货全叫人偷了。什么？
怎么会被偷了？我哪知道啊，小吕正在那边跟厂长交涉呢。快带我去！人一阵风似的往窑厂跑去。村东那家窑厂可是接了1万订单中的40%啊，4000套货物就这么被偷了。而魏夫人派去京城喊如意斋来收货的人已经上路了，连通融重做的时间都没了。晚饭时分，魏府膳堂，阿恒啊，还有3日就要上京城了，都准备好了吗？怎么脸色不太好呀？是不是病了？怕经理先生拷问，温书温婉了。我们阿恒啊，真是好样的，读书是没得说了，做生意也是一块好料。可不是嘛，表哥最厉害了。秋儿却在这时悠悠地开口了。听说，算了，还是不说了。你在吊我和老爷的胃口。秋儿连忙恭敬地站起身。秋儿不敢。那你说一半留一半，留的那一半准备留给谁听呢？放心，老爷今晚去二姨娘的房里，没人听你咽回去的那一半。秋儿被这么一数落，脸红了大半。秋儿是想起夫人定下的规矩，食不言，寝不语，才不敢说的。好，那你现在就闭上你的嘴，一句话都别说了吧。魏夫人看都不看他，自顾自地和邱之恒说起了话。还是魏老板心疼这个新入门的小老婆，咳嗽2声，尴尬的求情道：食不言，寝不语是不错的，不过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你就说嘛，规矩还不是人定的。那个，我听说千灵跟一个发廊窑厂下了好大一笔订单，千灵现在可真是本事了呀。真的？我怎么没有听说呀？我帮他接的单子，你们有意见？呀，是夫人帮忙接的单子啊，那可麻烦了，这不得连累咱们魏家吗？到底是什么事？魏家的人说话都是干干脆脆的，你要是学不会，我改天找个老嬷嬷慢慢教教你。我还听说呀，那个窑厂给千灵做好的货全都被偷了呢。魏夫人噌的一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好像是4-5千套的什么盒子都被偷了。你听谁说的？我娘就住在村里，这么大的事儿，她怎么会不知道啊？那个姑父姑母，我吃好了，我还有些书籍没有打包好，我回去看着下人打包，省得他们笨手笨脚的书弄坏了。魏夫人正一肚子的心事，连忙挥挥手：“你去吧。这么大的一批货，想要一次性搬走是不可能的，要么就是熟人作案，要么就是蹲点很多天了。胡老板，你好好想想，最近附近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可疑的人物？没有啊，厂里好不容易才接到这么大一笔单子，我每天都是和我婆娘亲自看着的，也没见什么可疑人物啊。小吕更是急得团团转，毕竟窑厂是他联系的，定金也是他过手的，货丢了，按说应该是他承担责任的。此时他慌得完全帮不上忙，还要月娘在一旁安慰他。最后能跟叶千灵商量几句的，竟然只有阿叶了。叶千灵把阿叶拉到了厂子外，问道：“阿叶，你说这些货会是谁偷的？”这还用问？掰着脚趾头不就那么几个人？叶千灵其实在来的路上也就开始怀疑了。那你说说，为什么就是那几个人？那娘子，你想想啊，首先这些货物都是小玩意儿，对咱们来说至关重要，可是对别人来说拿回去一点用都没有。我实在想不出一般人有什么理由来偷它们。叶千灵捏紧了拳头。嘿嘿，答对了。再者，咱们下这笔订单，除了咱们几个，没人知道的。咱们这几个人，谁也不可能偷了货，是不是？除非有人后面知道的。可是谁又能在后来得知这个消息呢？能得知这个消息，又想报复咱们的人，就是重点怀疑对象了。魏银霜、秋儿他们，
阿叶勾住叶千灵的脖子。我的娘子就是这么聪明。叶千灵恍然抬起头，看了看眼前的阿叶，他的脸还是那么丑，可是他的眼睛却比从前更加澄澈了，澄澈中透着自己看不懂的高深莫测。你觉得是他俩干的？我觉得不是。为什么？他俩现在一个魏府的大小姐，一个是魏府的姨太太，可不是从前相依为命的表姐妹了，都快恨不得斗起来了，怎么可能合伙干这事儿？那你觉得是其中一个？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没错。那是魏银霜还是秋儿？这个我就猜不出来了，毕竟他们两个都羡慕我娘子又美又聪明又有好相公，嫉妒让他们变形，痛恨让他们丧失良知，谁干的还真说不一定。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油嘴滑舌了？嘿嘿，我油嘴滑舌了吗？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呀。怎么是你呀？大半夜的，你穿这样出来吓人，太缺德了。不穿这样怎么跑来给你报信啊？报信？报什么信？啊，对了，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你们的货被偷了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货被偷了？啊，你知道是谁干的？大爷，我赶路赶累了，口渴，为了掩人耳目，连马都没骑，一路跑过来了。里面请，里面请。要喝茶你早说嘛，胳膊酸不酸啊？大腿痛不痛啊？我给你捏捏。邱之恒看得咬牙切齿，又爱又恨的，简直拿他没办法。要滚烫的雨前龙井。叶千灵连忙请胡厂长的老婆泡了浓浓的龙井茶送过来。快说说，货是谁偷的？邱之恒便把晚上在魏府饭桌上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叶千灵和阿叶对视一眼，行啊。秋儿跟魏夫人打小报告的时候，我特地观察了银霜表妹，她看起来确实一无所知的样子，是秋儿干的无疑了。我只是奇怪，这些日子除了回了一次娘家，她就再也没有出过门了。她是怎么偷的货呢？她回过娘家？你怀疑她是和娘家联手？她那个娘，我在银霜表妹那里见过的，确实不是什么好货。邱之恒撇撇嘴道：刘寡妇家就在村西，咱们去搜一搜不就知道了。叶千灵道：搜屋倒也是个主意，只是咱们这么多人肯定不能都去，回头把刘寡妇惊动了，就什么都查不到了。我看就我一个人去吧，你把刘家具体的位置告诉我就行了。你一个人行吗？阿叶立刻应承。他一个人肯定不行啊。我怎么不行了？我不行，难道你行？嘿嘿嘿，你当然不行了，你又没三头六臂，又没去过秋儿家，回头万一跑错了门，吓到无辜的村民是小，耽误了我娘子的生意是大。我看得两个人一起行动，一个搜屋，一个把风才行。我打死也不会跟你一起行动的，你要想去你就自己去。邱之恒抱肩，扭过头生闷气。你这傻子屁股一撅，本少爷就知道你想拉什么屎，还想把屎往本少爷脸上糊，休想！娘子啊，阿叶只是想帮忙嘛。叶千灵思前想后，觉得阿叶的话不无道理。邱大公子啊，你就当帮帮我的忙，带上阿叶一起去吧。他认识刘寡妇家不说，也有几手三脚猫的功夫，只会给你帮忙，不会给你拖后腿的。邱之恒哪里受得了叶千灵这样撒娇撒痴啊，只好不情不愿地带着阿叶一起上路了。胡厂长，如果全部重做的话，厂里的人手和原料够不够？最快多久能做出来？胡厂长为难道。原料都不是问题，不过我可以立刻去进货，但是人手就在今天，厂子里一老一新两个烧窑工都请辞了，才结算了工钱走了。什么？两个烧窑工一起请辞？叶千灵顿时意识到这件事儿没有那么简单。他现在已经100%的可以确定，
偷货的人不是为了钱财，就是冲自己来的。先偷了货，让自己没法准时交货，又使手段把工人给诱辞了，这样连重新收治都已经来不及了。真是祸不单行，倒霉事儿赶到一起了。厂长，那2个请辞的窑工都住在哪里啊？能带我去找他们谈谈吗？顺藤摸瓜，既然有了藤，一定就要摸到背后的瓜。叶千灵不只要讨回货物，还要给背后的那个瓜狠狠一个教训，敲碎他。老黄住在隔壁村，在我们厂子干了20多年了，也确实干不动了。另一个新来的小伙子，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呢。就是接了你这笔单子以后人手不够，老黄自己带来的学徒。诶，我听说好像就是这个村的。就是这个村子的？长什么样子的？叶千灵心念一动，我知道，老黄喊他同住，个子不高，一脸的脓包。每次中午啊放饭，我都不乐意看他的脸，看完就没有胃口了。同住？怎么，你认识这个同住？认识？怎么会不认识？不止认识，还有仇呢。叶千灵已经猜个8、9不离10了，肯定是自己前几日到厂里监工的时候，被在这里当学徒的同住给看到了。他又告诉了回娘家探亲的秋儿，2人里应外合，把4000套货全部都偷走了。为了斩尽杀绝，还撺掇着老烧窑工老黄辞了工。月姐、小吕，你们都先回去吧，这里交给我和阿叶就行。叶千灵知道货物不可能再留寡妇屋里了，把月娘和小吕打发走了，立刻往外村西头走去。他要去找阿叶和邱之恒，告诉他们货物其实是在同住家。你会武功？哎呦，啊，你问我？你听错了，我没说话。你没说话？那有鬼了！妈呀，娘子，我害怕！阿叶一把抓住了邱之恒的衣服，拽得邱之恒甩都甩不掉。你给我松开！哪来的鬼？你再这么鬼哭狼嚎的把刘寡妇喊醒了，你就真见鬼了！邱之恒甩了半天才把阿叶甩开，低头一看，袖口已经被他扯烂了，气不打一处来。你是牛啊，力气这么大！嘿嘿，我娘子啊也嫌我力气太大了呢，说我每次都弄得她好疼，都不敢叫我在床上睡，动不动就把我打发到地上打地铺。你说什么？邱之恒像被电住一般，人都愣住了。阿叶却连忙捂住嘴。哎呀，娘子说了，羞羞，不能跟别人说。邱之恒咬了咬牙，半晌只挤出3个字：臭傻子！干嘛又骂我？我回去跟娘子说。阿叶傲娇的白了邱之恒一眼。邱之恒只觉得心头被什么刺痛了一般，简直不想再看到这个丑货，一个人径直往前走去。阿叶看着邱之恒恼羞成怒的背影，嘴角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哼，我的小女子，谁也别想打主意。待邱之恒完全消失不见，阿叶才如一阵风般往窑厂方向旋去。到了窑厂门口，阿叶却又放慢了脚步，恢复平常那副冒冒失失的模样，扯开嗓子大喊：娘子，娘子！叶千灵并没有如期出来，迎出来的却是胡厂长夫妇。2人把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阿叶顿生不妙之感，转身便往同住家跑去。张家的小院，阿叶如入无人之境，搜索一圈，却丝毫没有找到叶千灵的踪影。就在他准备掘地3尺的时候，身侧突然一枚小箭射过，他立刻用一个利落的翻身躲过了这枚小箭，却见墙上的箭头夹着一张纸条。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小字，是熟悉的娟秀字体，顿时立住，全身都僵硬起来。该来的还是来了。邹树校有个地窖，
下期就能找到你想要的人。了了这一桩心事，就去做你该做的事吧。远方有人在等你。悠悠的声音随风传来，那是武功极高的人用内力传送过来的。是你这个杂碎，除了偷鸡摸狗，你还会干什么呀？我会干的事不多，但是只要一件就能让你离不开我。嘿嘿嘿嘿。立马想都没想，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往前狠狠一踹。哎呦！铜柱顿时捂住了裤裆，疼得跳了起来。臭娘们儿！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说着便上前撕扯叶千灵的衣服。叶千灵拼了命的用脚踹铜柱，踹得他龇牙咧嘴，心生后悔。臭娘们看着又嫩又弱，哪儿来这么大的力气？早知道把她绑紧点了。不过此时精虫上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小心肝儿，别闹，等会儿叫你舒服，以后看你还舍不舍得踹我了。嘿嘿嘿嘿。舒服你老了，臭流氓下流鬼，救命啊！嘿嘿嘿，小美人儿，我家地窖挖的深，你叫破喉咙也没人听得到的，还是乖乖的从了我，少受点皮肉之苦。铜柱说着，就一脸淫笑的扑到了叶千灵身上，正欲上下其手，突然整个身子都腾空了起来。怎么回事？啪啪！回答铜柱的是2声清脆的大耳刮子。紧接着，叶千灵听到了一阵拳打脚踢，铜柱哀嚎惨叫，哭爹喊娘。无奈他的爹娘都不知道儿子此时在地窖里挨打。他说的没错，他家的地窖挖得深，叫破喉咙也没有用的。直到铜柱被打得趴倒在地，来人才蹲下身子，一把扛起了叶千灵。你是谁啊？为什么救我？那人却不说话，背着叶千灵爬出地窖，便施展轻功，脚步比风还快，不到1炷香的时间，已经把他送到了家中卧房。哎，你到底是谁啊？喂，好人做到底呀！帮我把身上的绳子解开啊！叶千灵对着窗户喊着，那人却已经消失在夜幕中的一轮皎月之下。叶千灵在床上辗转反侧到天快亮，那人也没有再回来了。奇怪的是，阿叶也一直没有回来。叶千灵不禁开始担心，那傻子不会有什么事儿吧？会不会和邱之恒从刘寡妇家里回到窑厂以后没看到自己，又跑出去找自己了？你没事吧？快帮我把绳子松开！邱之恒连忙上前帮他松绑。阿叶呢？邱之恒也愣了愣。他没回来。废话，回来了，我还能被绑在床上吗？昨夜我们从刘寡妇的屋里啥也没找到，之后我们便分开了。我回了魏府，他没有回去窑厂找你。没有啊。啊，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来了？邱之恒摊开掌心，只见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4个字：千灵有难。这是谁给你的？我也不知道呀，包在一粒小石子上，打到我的床头，把我打醒的。我追出去，只看到一个蒙面的黑衣人，身形很快，还没来得及喊住他，已经走了。看了纸条，就立刻过来找你了。叶千灵一听，连忙把自己被铜柱劫走，最后也是被一个神秘蒙面人救了的事告诉了邱之恒。给你纸条的人，该不会就是那个救了我的神秘人吧？我觉得是，要不然给我送纸条的人怎么知道你有危险呢？可是，你认识这样轻功高超的人吗？叶千灵摇摇头，就是不认识，所以才奇怪啊。会是谁啊？还有啊，现在最重要的是，阿叶到底哪里去了？两人一合计，阿叶竟是从与邱之恒分别之后就失踪了。妈呀，不会是被什么变态老色狼给抓去了吧？要不是被征兵的拉去当壮丁了？
要不然是被抓去挖心割肾？叶千灵越想越害怕，简直要哭了。看到他担心的样子，邱之恒顿时酸酸的。你当他是你呀？还一个大男人，长得又那么丑，拉壮丁都嫌磕碜，哪个老变态看得上他？有的变态就喜欢丑的呀，要不怎么叫变态呢？邱之恒一头黑线，被叶千灵清奇的脑回路给震惊了。不行，我得去找他。叶千灵说着就往外冲去。喂，我跟你一起去。邱之恒也连忙追上去。到了楼下，叶千灵突然驻足。等等，怎么了？储藏室的门被人动过。嘘。邱之恒竖起耳朵听了听，储藏室里似乎传出了几声低低的痛苦的呻吟。谁把你送过来的？千灵姑奶奶，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以后再也不敢了，姑奶奶饶了我吧。他怎么了？哟，他身下怎么都是血？邱之恒一把拉开了铜柱，只见他的裤裆下面一大滩血，血流成河了都。不会是被淹了吧？邱之恒瞪大眼睛，好像有道理啊。你转过身去，我来看看。哎呀，这是谁干的呀？下手也太狠了吧！邱之恒重新拉上了铜柱的裤子。叶千灵回过头来，他真的被淹了。邱之恒点头。谁淹的你啊？千灵姑奶奶，我真的再也不敢了。好啦，割都割了，哭也没用啊。快说，到底是谁割了你啊？是一个黑衣人，蒙着脸，说他无时无刻不在背后盯着我，以后要听姑奶奶的话，要不然不止割了我的命根子，还要卸我的胳膊大腿，胳膊大腿卸完了还要挖我的眼珠子。妈呀，姑奶奶，我真的不敢了，以后什么都听姑奶奶的。对了，他还说叫姑奶奶不要找姑爷爷，姑爷爷在他手里，1个月后自然会把姑爷爷送回来给姑奶奶。姑爷爷？铜柱喊自己姑奶奶，那姑爷爷可不就是阿叶吗？你说什么呀？阿叶在黑人手里？我不知道，我没看到，他反正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叶千灵看向邱之恒，这人到底是敌是友啊？他既然救了我，干嘛又要抓走阿叶呢？暂时看起来应该不是敌人，是不是朋友就说不定了。好了，阿叶的着落现在有了，你也不用着急了，等1个月，静候佳音好了。可是我怎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呀？阿叶只是一个傻子啊，抓走他干嘛呀？叶千灵隐隐觉得阿叶的失踪或许跟他的身份有关系。他在自己面前只是一个单纯的小傻子，可是他身上的一切又是那么的神秘而又可疑。丑面具下的俊美脸庞，脊背上的狰狞龙形刺青，还有他时时透露出流淌在血液里的高贵与自信。那我哪知道呢？那人武功那么高，我技不如人又追不上他，要不我就给你追回来，问问他干嘛要抓走阿叶好了。娘子，等我回来。屋内，铜柱，你也是吃过亏的人了，是真的决定以后为姑奶奶马首是瞻了吗？为姑奶奶马首是瞻，以后铜柱就是姑奶奶的一条狗。好，那你给我听着。叶千灵凑到铜柱面前，叽里咕噜的说了半天，说完之后扔了半两碎银子，拿去找个大夫看看吧，别丢了命根子，再丢了命。谢姑奶奶。铜柱捡起银子，屁滚尿流的跑了出去。你跟他说了什么？你看好戏就是了。今天是约好的交货日期，我要去魏府了，你先回去，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小丫头片子，还卖起关子来了。好吧，
就看看你怎么把栽的这个跟头讨回来。魏府，干娘，不要喊我干娘，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配做我的干女儿吗？1万套货，你就丢了4000。现在如意斋的人就在外头等，你叫我拿什么给人家？我也不想货物被偷的呀，谁知道就叫人给偷了。干娘，你行行好，就再给我拨点银子，我找人重新做还不行吗？叫如意斋的人再宽限半个月吗？货交不上来，你还想支银子？我魏府是开善堂的，这4000套的损失，扒了你的皮你也拿不出来。前面6000套的利润你也别想要了，就当两清了，你滚出去吧。以后再也不要踏足魏府和宝香阁半步，老魏的天香楼你也别想再进了。姑妈，这样不太好吧？邱之恒求情道。有什么不好的？我最讨厌没有能力却又往身上揽事的人。他自己本来就是一穷二白的，坏了生意也没什么，倒是把我给拖累了。我以后还怎么跟如意斋合作？魏银霜也在一旁搭话道。表哥，这件事咱们小辈还是别插嘴了吧。秋儿倒是开口了。夫人，现在生气也无济于事了。如意斋和宝香阁合作了这么多年，应该也不至于因为这么一个失误就把咱们撇开了。当务之急是赶紧把那丢掉的4000套货补做出来，抓紧交给他们。再说几句好话，兴许也没那么严重。秋儿这话说的倒是没错，可是我这些年只经营脂粉生意，倒是从未接触过发廊窑厂。这个事儿，夫人还真是问对人了。我娘家隔壁就有位大哥在窑厂里做事的，我可以让他帮忙，帮咱们赶紧把货赶出来。真的？如此，那倒是要麻烦你操心了。一家人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又不是跟外人做买卖。哼，嫂子啊，你也有今天啊。叶千灵恼羞成怒，你当了人家小老婆就了不起啊？肚子争气，生个小少爷再说吧。你反正以后再也进不了魏府了，现在跟我发狠，我就当你是心里不痛快了。秋儿说着，又得意地关上了帘子，绝尘而去。刘寡妇家的柴房里，秋儿看到了脸色惨白的铜柱，不禁媚笑着问道：铜柱哥，你的脸色怎么那么差呀？没什么，着凉了。咱们成功了。死老太婆啊，现在把叶千灵那个贱人讨厌透顶了，以后都不许她进门了。我就哄着她重新再订4000套货，她答应了，咱们正好把这批货交给她，岂不是正好，还能赚一笔。那好呀，咱们等上个3-5天把货给送过去，就说是现在赶出来的。我也正是这个意思。我解了宝香阁的燃眉之急，找他要个1800两银子肯定不成问题。铜柱突然变了脸色。你一下子有了1800两，我呢？秋儿愣了愣，连忙笑道：我还能少了铜柱哥的好处，到时候分你一半。不要到时候，我又帮你偷，又帮你藏，回头还要帮你送，你现在就给我200两，要不到时候我就不给你送了。铜柱哥，你怎么这样？我可比不得你，嫁给了镇上首富做小老婆，吃香的喝辣的，我不趁机赚一点，以后连老婆都讨不到。好好，现在就给你200两还不行吗？铜柱哥，你也真是的，咱们在一起长大的，你连我都不信。秋儿拿铜柱没法，只好把魏老板这些日子断断续续给他的零花钱都拿了出来，可是一共也才50两，剩下的没办法了，便找刘寡妇去借。
刘寡妇是把银子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人。女儿找他借钱，他也还是爱惜羽毛，死活都不愿意拿出来。秋儿只好告诉他，自己马上还能发笔财，到时候双倍还给他。刘寡妇听了这话，才总算是把家底都翻出来交给了秋儿。凑一凑，刚刚够200两。秋儿把200两包了一包，全都给了同柱。同柱也答应5天后把那4000套货直接送到魏府。秋儿打点好一切，便安安心心地等了起来。这几日，魏夫人对她也比从前和善多了，隔不到2天便打发魏老板去她房里睡一晚。秋儿不禁暗暗打算，这女人啊，还是要对别人有用才能够受到尊重。同柱，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张同柱，你耍我！我耍你什么了？我的货呢？你的什么货？秋儿见同柱竟是要赖账的意思啊，一下子慌了，又想往田边拉他上来对峙，结果一不小心居然摔到田里了，狼狈的像个叫花婆子。张同柱，你给我上来，我跟你没完！远处的张大娘听到了秋儿的话，连忙跑了过来。干嘛呢？干嘛呢？哎，这不是秋儿吗？你不是嫁到魏府做阔太太了吗？怎么跑到田里跟我家同柱有完没完起来了？你不要脸，不怕被休，我家同柱还要讨媳妇儿呢。秋儿见同柱真的是要赖账了，急得脸都红了。张同柱，你无赖！谁无赖了？你还真是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在这里乱骂，我就去魏府喊人来看看，他们家的姨太太不要脸，在这勾引我家儿子。张大娘气急，从田里抓了一把稀泥就糊到秋儿脸上。秋儿哪里受过这等委屈，哭天喊地的嚎了起来。抬轿的2个小厮看不下去了，连忙把他拉了回来，重新塞到轿子里，抬回了魏府。跑到哪里去了？弄成这个样子回来，成何体统？你们合伙坑我！秋儿也装不出小绵羊的样子了，对着魏夫人大吼道：谁想坑你了？要不是你心术不正，偷我的货在先，至于这么赔了夫人又折兵吗？叶千灵走到秋儿面前，笑盈盈地说道：想不通吧？想不通，我来告诉你。货我们早就已经交给如意斋了，至于同柱嘛，被我们人赃并获，我没有送他去衙门，他已经感激不尽了，还敢再跟你狼狈为奸吗？我答应帮他白赚200两银子，他立刻就拜倒在我门下了。呵呵，谢谢你帮我出了这收买人才的银子啊！秋儿气得浑身颤抖。我跟你拼命！来人，把秋姨娘拖下去，再找个大夫帮她看看，是不是疯魔了？我看着呀，像是招了邪。四老太婆，你们一起演戏坑我，你不能好死！秋儿得到了惩罚，你怎么看起来并不开心？我是不是很坏？坏？何出此言？我算计了秋儿。他算计你在先。他的算计顶多让我失去一点财富，可是我的算计也许会毁了他今后的生活。你觉得是你毁了他的生活？不是吗？那是你太不了解我姑妈了。她的眼皮底下岂能容忍秋儿这样妖娆的姨娘出现？叶千里微微一惊，原先他还以为是他卖弄聪明得到了魏夫人的帮助，可是听邱之恒这么一说，他突然意识到其实他才是被利用的那一个。整件事中魏夫人没有半分损失，既得到了这笔生意的差价，又借着叶千灵的手直接给了秋儿狠狠一击。至于魏老板，
靠着老婆发家的男人，又能指望他什么呢？你觉得害怕吗？叶千灵点头。怕我姑妈？那倒不至于。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么喜欢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就是你，她不会伤害你的。我不是怕你姑妈，我是怕成为她那样的人。叶千灵从怀中掏出了一张银票，那是这一笔单子的尾款，5000两。哼，赚了不少。你这么说，姑妈听到了要伤心的。我看呀，她大概是想把你当成继承人来培养。我去兑300两还给你，剩下的留作吃穿用度。以后我不做生意了，更不会做他的继承人。怎么还惦记着那300两银子呢？我那也是借花献佛，你要还我姑妈好了。邱之恒撇撇嘴，又问道：你不继续做生意了？不做了，这5000两应该够花好久好久了。等到阿叶回来，我们还和以前一样打猎为生。他要是愿意，我再买几亩地种起来。你怎么那么惦记傻子？万一他不会回来了呢？呸呸呸！怎么可能？他不回来，他去哪儿啊？这里是他的家呀。哼，你们认识的时候他就傻了，连自己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就没有自己的家呢？也许他还有父母兄弟呢，人家一家子都在盼着他回去，也不一定呢。你是说，那个神秘人是他家派来接他的？什么1个月后还回来，都是骗我的鬼话。叶千灵一下子就情绪失控了。不会这样的，阿叶不是傻的，他只是比较单纯，他不会不回来的。如果真的回不来，那肯定也是被别人给控制住了。你提醒了我，我不能这样干等着他，我要去找他。叶千灵说着，便一阵风似的跑开了。你疯了呀？我不过是随口一说，万一神秘人1个月后真的把大傻子送回来了怎么办？他不是得扑空吗？我1个月后再回来看一看就是，说不定不到1个月我就找到他也不一定啊。你真是疯魔了，就算要去找傻子也不能就这样出门啊。你一个姑娘家，路上万一遇到歹人怎么办？我换个男装上路还不行吗？算是我倒霉，我引出来的货，我陪你去找他好了。邱之恒说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说出自己最想说的话。真的啊？不行，还有1个月就要春考了，你得进京，怎么能跟着我混？我不考那劳什子了还不成吗？又不指着重榜吃饭。邱之恒一脸无所谓。那怎么行啊？寒窗苦读数十载，你这样我会过意不去的。你别管我了，我的生存能力比你想象的要强10倍呢。叶千灵是认真的，但是邱之恒也是认真的。我真的不考了，本来我就不想考，都是家里逼的。谁爱读圣贤书啊？还没那些春宫本子有意思呢。就在两人争辩的面红耳赤之际，一辆小轿突然停到了门前，两人都愣住了。老身与2位询问个人，不知可方便？方便。请问，有个叫叶千灵的姑娘，今年将15岁，可否住在这里？叶千灵和邱之恒都是一愣。找我？老妪愣了愣，半晌才反应过来，眼前的姑娘就是自己要找的人，顿时红了眼圈，一把将叶千灵抱住。我的小姐呀，你叫我找的好苦啊！叶千灵懵逼了，正准备出去找阿叶呢，自己怎么倒叫别人先找上了？你确定你是找我呀？找我干嘛？你是我们相府的大小姐，老奴不找你找谁呀？叶千灵目瞪口呆，相府大小姐？不是吧？梦想千次的穿越情形竟然真的实现了。虽然一开始受了点磨难，结果原主真的是一个流落民间的官2代。嬷嬷，你先别哭啊，您倒是给我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看着老妪的打扮，叶千灵一开始还以为她是哪家的老太君呢。这会儿听她自称老奴，才知道她原来只是个体面些的奴才。叶千灵甚至觉得魏夫人好像都没这个老嬷嬷穿得好。看样子这应该是个很长的故事。嬷嬷，外头风大，咱们到屋里说吧。你这些年在外头受苦了，这住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叶千灵不禁吐舌，这住的还不好？这已经是穿越过来以后住的最好的地方了，好吗？你还没有见识到刘寡妇家那四处漏风的破柴房呢。不过叶千灵没有说出来。嬷嬷，不着急，你喝口水再慢慢说。我的小姐，想到你自出生开始便吃这样的苦，老奴哪里还喝得下茶水？那狠心的汤若梅，她会得报应的。老妪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叶千灵才搞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他口中的汤若梅，原来是原主的后妈。17年前，叶千灵的亲爹叶修远，只是扬州城一个小小的穷秀才，被江南首富苏家大小姐苏柳青，也就是叶千灵的亲妈看上。两人成亲之后，苏家资助了叶修远上京赶考，又为他找来京中老翰林亲自讲学。叶修远非常争气，一举中了状元，直接被钦点为新任翰林，封了官邸，进了仕途，爬升得非常快，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官至4品。瓜一熟，便有人惦记。京中的名流圈见叶修远如此圆滑能干，必不是池中之物，家中的原配夫人又只是个商户之女。叶修远一开始与苏氏新婚燕尔，蜜里调油，还总是拒绝。混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发现比起苏氏带来的银子，那些让自己爬升得更快的是找一个有地位的官家女子联姻，靠老丈人提拔，那才是开火箭呢。很快他便将户部侍郎汤家的独女汤若梅娶进门做了2房。苏家小姐是一个传统型的贤妻，对丈夫娶进门的这一位2房太太非常和气。汤若梅也是姐姐长姐姐短的，围着苏柳青转，两人好得如亲姐妹一般。不久，苏柳青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汤若梅更是汤汤水水的不断，把苏柳青照顾得无微不至。哪知道苏柳青自己没福气，生产的时候难产大出血，拼尽最后一口气把孩子生了下来，自己却一缕香魂直奔西天去了。叶千灵张大嘴巴：嬷嬷，我听你说了半天，我这后娘跟我亲娘亲如姐妹，和睦得很啊，你怎么说她狠心呢？嬷嬷，我听你说了半天，我这后娘跟我亲娘亲如姐妹，和睦得很啊，你怎么说她狠心呢？我的傻小姐呀，汤若梅要是真的跟大夫人那么好，能在大夫人尸骨未寒的时候就把你扔到乡下吗？那全是装的呀。相爷把她扶正以后，他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就把大夫人的跟前人全都打发走了，就连我这个娘家陪嫁来的乳母，他都要赶尽杀绝。啊？那您现在怎么还能来接我呢？叶千灵问道。也是老奴命不该绝，相爷就在这时候把老太太从江南老家接过来了。老太太得知啊，大小姐被送到乡下，已经很生气了。那汤若梅哪敢顶风作案，再把我也赶走了呢？这些年啊，
我都伺候在老太太身边，多亏老太太照应着，要不在相府也待不到今天。老太太，原主的奶奶？那既然我这个后娘这么讨厌我，都把我赶到乡下了，现在干嘛又要来接我回去呢？是相爷。有一天啊，家宴之上，相爷突然说，大小姐今年也已经15及笄了，得找婆家了，不能再这么不明不白地飘在外头了，得回去啊，以相府小姐的身份出嫁。相爷亲自开口，倘若没有岂敢不从，只好把他那拐了18道弯的穷亲戚的住址告诉了我，让我来接小姐。我可是一顿好找啊。咦，小姐啊，那邱家的婆娘只说你搬出来了，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怎么自己搬出来了呢？这传出去多难听啊！老妪说着，去了邱之恒一眼，满眼都是怀疑。爹爹是想把我接回去收婆家？这可不巧了，我已经……千灵啊，你就算是生意做得再好，又岂能比得上回去做相府小姐荣光舒适？女儿家还是不要抛头露面了。相爷都派嬷嬷来接你了，你就乖乖跟着嬷嬷回去吧。嬷嬷，我还没跟您自我介绍呢，我是千灵的干大哥，我叫邱之恒。呀，大小姐，您竟然在做生意，这可使不得啊！相府的小姐怎么能在外头做生意呢？这叫相爷听到了可要生气的。邱公子说的一点儿也不错，女孩子家抛头露面可不好。我看您就快些收拾一下吧，我们这就回京城。不，您这里呀也没啥好收拾的，回去一切都换新的，什么都不用带了，走吧，上轿启程。嬷嬷，虽然我这里东西都不值钱，但是路上我也要换洗衣裳的呀，我还是上楼收拾一下吧。老妪顿顿，小姐说的也有理，那您抓紧着点儿。叶千灵一步步地往楼上走去，回头狠狠地剜了邱之恒一眼。邱之恒会意，我帮你一起收拾，这样快些。到了楼上，叶千灵把门一关，便对邱之恒低声怒道：你什么意思啊？我都跟阿叶成亲了，回去说什么婆家呀？得了吧，在我面前你还演什么演？你们俩只是名义上的夫妻而已。那我也要找阿叶啊，我才不要去什么相府呢。你傻呀，那是你家呀，多少人拼了命的投胎也没有你这命。你倒好，好好的相府小姐不当，要去当傻子的老婆。相府小姐就是好当的，你没听见说我那后娘多厉害呀？回去了我能有好果子吃吗？你不还有亲爹吗？那我也还是要找阿叶。叶千灵急得跺脚，谁说去京城就不能找阿叶了？平时看你脑子挺好使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莲花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离得最近的就是京城，到京城只要1天的路程，到其他城池少说都要快马加天赶上10来天。你觉得傻子流落到哪里的可能性最大？叶千灵一顿，是啊，他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依你说，我还真得回那什么相府当大小姐？不只得回，你还不能把你跟阿叶已经成亲的事情说出来。为什么？你爹是谁啊？那可是丞相，他要是知道嫡长女嫁了个又丑又傻的山里汉，不得气昏过去啊！到时候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说不定要暗里找人做掉那臭傻子都说不定。那我回去了，就算找到了阿叶，那又怎么办呀？再去找我那个丞相爹，说女儿早就自己找好了汉子了。说不定你爹给你说个新婆家，夫君又帅又有才，你一下子就把傻子忘了呢。
我才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呢。开玩笑，先找到再说呗，走一步算一步，懂不懂？小姐啊，到家啦。老妪有一个与她的年龄非常不符的少女感十足的名字，赵喜妹。叶千灵下了车，笑道：千灵从小生长在乡野，这府里想必规矩大，往后还靠赵嬷嬷提点了。赵嬷嬷嗔道：老奴服侍了大夫人半辈子，现在服侍大夫人的独苗苗，天经地义的事，小姐千万不要把老奴看外了。快进去吧，小福子骑马先咱们一步赶回来禀报了，想必呀，一大家子都等着小姐您呢。说罢，便拉着叶千灵敲门，敲了半天，里面才探出一个头来。最近京内有马贼出没，夫人吩咐了，申时一过就要关上前后大门，府中所有人等在关门之后尽量不许进出，如有例外便走有守卫看守的侧门，免得惹上马贼。赵嬷嬷都是府里的老人了，怎么这个规矩都不懂？赵嬷嬷愣了愣，夫人什么时候下的令啊？我怎么不知道？好像就是您走的那一天。赵嬷嬷满脸堆笑，夫人下的令，我们当下人的自然该好好遵守，只是我这一趟出门是奉相爷的命接大小姐回府，大小姐现在回来了，第一次进府走侧门，这有点不太像话吧？这话您去跟太太说吧，别为难我一个门房啊。说完这句话，那个头就缩了回去。赵嬷嬷气得浑身颤抖，狗眼看人低，也不看看要进门的是谁。小姐可是叶府正经的嫡长女呀。叶千灵拉住赵嬷嬷，笑道：走侧门就走侧门呗，能进去不就行了？往后日子山高水长，难道我还走不上这个大门了吗？嬷嬷别生气了，要是大夫人还在，大小姐何必受这等嫌弃？好汉不提当年勇，我这亲娘不是不在了吗？哭也哭不回她来，带我去侧门吧，省得叫一家子都等着。听了叶千灵这话，赵嬷嬷只好带着叶千灵往侧门走去。千灵啊，你可回来了，我与你父亲都眼巴巴等了好几天了。哟，青姐的闺女都这么大了，青姐若是在天有灵，一定会含笑九泉。相爷，您快来看看呀，千灵都这么大了，她走的时候啊，还在襁褓里，只有这么点长呢。夫人一边比划着，一边便掏出了丝帕抹眼泪。要不是早知道亲娘已经死了，叶千灵都要以为这是自己的亲娘。赵嬷嬷悄悄介绍道：小姐，这是大夫人汤氏，我的亲娘哎。以前还觉得秋儿演技算好的，跟这汤氏比，简直小学都还没毕业。汤氏这一番话说的，好像当年把叶千灵扔出门的不是她一样。姐姐，你可回来了，你不知道这些年母亲和我有多挂念你。说话间，已经落下两行清泪，堪称梨花带雨，楚楚动人。叶千灵一惊，刚刚那个奥斯卡影后，这又来个戛纳最佳女配角，这尼玛又是谁？小姐，这是大小姐。汤氏立刻开口打断了赵嬷嬷：大什么小姐呀？赵嬷嬷都是老人了，还这样不会说话。正经大小姐回来了，还不知道改口。往后啊，千灵才是咱们叶府的大小姐，戴灵只是二小姐。叶千灵知道这府里水深，干脆决定先装傻充愣，也不说话，只装得很没见识又很怯懦的样子。汤氏与叶戴灵见叶千灵憨憨傻傻的，相互递了个眼神，便放心了，一左一右的拉着他往里走去。只见上手坐着一个威仪男人，
和一个银鬓高耸的老妇人。那老妇看到叶千灵，便立即招了招手：“是我的千灵孙儿吗？快过来，让奶奶瞧一瞧。”叶千灵便知道了，这是叶府的老太君，韦老太太。那男人就是自己这一副皮囊的亲爹叶修远了。快叫奶奶呀！汤氏把叶千灵往韦老太太面前推，贤惠的不像话。叶千灵顺势凑到韦老太太面前：“奶奶，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韦老太太哭了一会儿，抱住叶千灵，千言万语竟只说出这么2句话来，许是感受到老太君的疼爱。叶千灵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奶奶也颇有好感，尤其是她身上的味道，让叶千灵想到了自己的奶奶，都是那么慈祥，那么让人安心。乖孙女，不哭不哭，往后奶奶呀，给你做主，谁也欺负你不去。一旁的汤氏听到韦老太太突然冒出这么一句，顿时双腿一抖。汤氏正在揣摩着圣意，不料门口传进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哟，咱们右丞相府的正经大小姐可算是回来了。老太太好偏的心，竟都不通知我们。”叶千灵头皮发麻，一个汤氏已经够难搞的了，这又是哪路神仙？只见又是2个妇人走了进来，赵嬷嬷依次介绍道：“这是2太太，这是3太太。”2位姨娘一人带来了1位姑娘，都是14、15岁的模样。韩氏身边那位是2小姐叶婉玲，尤氏身边那位是3小姐叶琼玲。赵嬷嬷刚介绍完，尤氏就又笑嘻嘻地开了口：“赵嬷嬷，你可介绍错了，正经大小姐回来了，往后啊，姑娘们排位都要重新排一遭啦。咱们戴玲可不能再当大小姐了，要退位做2小姐了。婉玲就是3小姐了。至于我这个破落户穷丫头，你要排到老4去了。姑娘们的排位都改了，太太还是太太，可是毕竟上头还有个已故的大太太。我和韩家姐姐呀，也各自往后排1位了。韩姐，你往后做3太太，我跟我家穷丫头一样，也排到老4去了。青娥平日里呀，没个正形，没想到在大事上倒是明白。你说的没错，千灵是叶府的嫡长女，既然回来了，姑娘们的排名肯定都要矮她一头，往后排。她有了嫡长女的名头，她那早死的娘肯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光供个牌位就行了。那是修远名正言顺的原配大太太，你们再厉害也厉害不过她去，总不能跟死人争名头。就照青娥说的这么办。若梅还是太太，但是往后不许下人们喊大太太了，你们几个都往后排吧。汤氏目瞪口呆，韦老太太平日最是看不惯尤氏穿花蝴蝶似的，没想到今日为了打压自己，竟然跟他一个鼻孔出气。母亲，青姐亡故这么多年，家下人都喊惯了各房的称呼，这么一下子改这么多人的称谓，不得乱了套吗？我看呀，改称呼就算了，过几日挑个好日子，合家去给青姐到青龙寺里做个祈福，不是一样的吗？汤氏不甘心地说道。韦老太太瞪了瞪眼睛，下人这么不听话，主子改称谓都敢懈怠。汤氏身子又是震了震，自己现在掌管中馈，府中上上下下上百号下人都听他号令，要是说不听话，
那岂不是自己没管好家？偏生尤氏也不是省油的灯，又见缝插针的开口了：“老太太，这是真误会太太了。我们太太最会管下人的。前几日我去太太房里喝茶，小丫鬟坠儿把茶碗打碎了，太太拉着坠儿用簪子戳她的手呢，把小丫头戳得吱哇乱叫的。一屋子的大丫鬟、小丫头都在旁看着，往后谁还敢毛手毛脚的？”汤氏脸都绿了，要是眼神能够杀死人，尤氏只怕已经死了几百回。韦老太太和叶修远都皱了皱眉头，叶黛玲就在这个时候软软的开口了：“四姨娘，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那坠儿平日里是个手脚不干净的，喜欢小偷小摸。母亲一直不忍明说，只说她年纪小，给她机会改。那一日，她又摸走了母亲梳妆台上的一柄玉钗，正好打翻了茶碗，母亲这才借机教训她的。一个茶碗又值什么？母亲怎么会为了一个茶碗这样责打下人？母亲只是怕她以后走上了歪路啊。”韦老太太的眉头稍稍舒展开：“下人手脚笨点都没什么，但是手脚不干净是要不得的。那坠儿若真是如大丫头所言，打一顿，找个人牙子卖了吧，省得留在府里教坏了旁的丫头。”“是，老太太。”好了好了，千灵回府第一天，你们就别当着他的面说这些了，省得吓到他。赶了一天路，估计还没吃饭呢。千丫头，那是你老子，你头一次进门，去给他磕个头吧。往后啊，有什么事儿，也是有靠山的人了。叶千灵不禁暗自忖道：“老太太才是高手啊！说1000道10000，他这个右丞相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父亲，起来吧，往后你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了。父亲希望你上孝顺祖母父母，下团结兄弟姊妹，对内贤顺贞敬，有我相府大小姐的样子，对外也要不卑不亢，不要给我右丞相府丢面子。”叶千灵暗暗吐舌，好大的规矩呀，好像你养过我似的，我活该听你的呀，真是个便宜爹。晚饭就开在浮云阁的上房里，饭一吃完，汤氏又开始溜着叶千灵这个人肉道具演戏了。“千丫头，从今往后，直到你出阁，你都要住在府里了。现今为止，家里几个丫头都还是随着各自的娘住着的，可你的生母已经不在了。我想了想，你也15岁了，家里其他几个丫头也大了，干脆呀，把你们3个丫头都分出来自己住好了。不知相爷和老太太有没有什么意见呀？”叶修远和韦老太太都点头。“姑娘们大了，独立门院也是对的。女儿家将来总是要嫁人的，到了夫家做了当家主母，大到人情往来，小到柴米油盐，都要斤斤算计的。现在自己住出去，学着点也没错。”汤氏笑道：“老太太和相爷既然都觉得这样办没错，那我就把府里空着的那几座院子都收拾出来，分给4个丫头。太太待怎么分？”尤氏第一个问道。 4所别院，分别是芙蓉院、海棠院、木棉院、芍药院。院子都是一样大小，我也一样布置。他们姐儿4个，一人随便1所就是了。汤氏话虽是这么说，可是除了叶千灵，府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4所院子布置不一样，那可差别大了去了呢。爹爹家里真是财大气粗啊！
一人能住一个大院子。千灵在舅母家中，只盼那间茅草屋不漏雨都谢天谢地了。一时间，每个人都想法不一，老太太和叶修远都倍觉心酸。汤氏暗恨叶千灵这个时候说这种话，这不是打自己脸吗？傻孩子啊，你往后是右丞相府呼奴使婢的千金大小姐，住一所院子算什么？快挑吧，那芙蓉院和芍药院都不错的。众人也都听出了老太太的维护之意，没人敢说什么。我要木棉院。千丫头，你刚刚回府，跟那3个丫头不一样，要多跟你老子还有你太太多亲近亲近，每日晨昏定省都别落下了。我看呀，你就住芙蓉院吧，离上房近。老太太的话一出，汤氏和韩氏的脸色都微微变了，尤其是韩氏。这小老太未免也偏心的太明显了吧？千灵丫头既然选了木棉院，许是和这院子有缘呢。老太太不如听听她自己怎么说。老太太坐镇叶府这么多年，岂能不知道韩氏这点弯弯绕绕？冷着脸道：我活到如今，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了，只听说人跟人有缘的，还没听说过哪个跟房子有缘的。韩氏红了脸，知道老太太这是在嫌自己多嘴了。奶奶，我就要木棉院，芙蓉院和芍药院留给2位妹妹吧，给父亲和母亲晨昏定省，多走几步又有什么了？我方才和赵嬷嬷从正门下了轿子，一路走到侧门，再走回来，也没花多少功夫的呀。在乡下的时候，我哪一天都要走比这多几倍的路呢。你们从正门下了轿子，为什么又要绕到侧门？汤氏一听，顿觉不妙，这把自己引起来的火，好像马上就要燎到自己了。大门的门房说了，母亲怕马贼进府，每日申时就关前后正门，所有人只能从侧门进出。叶千灵的表情天真烂漫，人畜无害，一点也看不出来是在告状。他方才在一边看这几个女人争来斗去，早就意识到这右丞相府水有多深。若是一味装傻示弱，只怕会被这群女人吞得骨头都不剩。到那时，别提找阿叶了，自己能不能全身而退都难说。什么时候定的门禁？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听庆山侯夫人说的，最近好像有马贼进了城，马贼凶猛，若是进了府里……马贼再凶猛，能有京城的金羽军悍勇？再说我们丞相府也安插了50名暗卫日夜守护，别说马贼，就是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真是胡闹！堂堂丞相府竟然因为怕马贼申时就关上大门，传出去简直要叫同僚们笑掉大牙。你就没想想，若是圣上申时以后有旨下来，难道你还叫传话公公从侧门进来？汤氏立在一边不敢说话，他其实并没有禁所有人，只是对门房说不许叶千灵从正门进府，为的就是让他这个所谓的嫡长女从进门那一刻起就名不正言不顺。可是现在总不能说自己只是单独想整叶千灵吧，那不是罪名更大了。你什么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当家主母，竟然干这种蠢事！知道的说你是为了家宅安宁，不知道的还要以为我叶修远胆小怕事，连马贼都怕呢。叶代灵见叶修远真的生气了，连忙出来帮汤氏说话。父亲，这件事是母亲考虑不周，还望父亲念在母亲一片赤诚为了叶府，就不要怪罪母亲了。往后啊，母亲再做什么决定，一定先和父亲和祖母商议。好了好了，若梅不懂事，好心办了坏事，你好好说就是了。当着一屋子的孩子发什么脾气，
往后若梅还怎么当家立主？千丫头既然愿意住木棉院，也许老三说的不错，她还真的跟木棉院有缘。剩下的2所你们也不要挑来拣去的了。黛丫头住芙蓉院，婉丫头住芍药院，就这么定了。时候不早了，我这把老骨头也乏了，都散了吧。几个小院子暂时都还没收拾出来，这几天千丫头就到福寿院陪我好了。祖母，大姐姐才回来，想必太太也没来得及给她准备换洗衣裳。你们一直都说我是一个报账筒子，粗心大意的，可是这回呢，求丫头我呀就是这么细心周到。我想到了，我带大姐姐去我那里拿衣裳，行吗？韦老太太一听，不由乐了。你这丫头，平日都装狗，今儿个没想到倒装一回人。带你大姐姐去吧，顺便呀带她逛逛园子，往后可都要这样和睦才好。丑事之前给我把她送回来哦。尤氏也咯咯笑了，呵呵，穷丫头，听见没？你祖母骂你是小狗。叶琼玲也不恼也不闹，而是顺势学着小狗叫了一声汪，一下子把所有人都逗乐了。连一直一脸严肃的叶修远也忍不住笑了。你这个猴，我要打你姨娘，纵着你这一般没大没小。韦老太太笑得抹眼泪，一大家子因叶琼玲笑成一团，唯有汤氏在一旁恨得咬牙切齿。自家姐妹不用客气的，往后啊，大房要是欺负你，不要怕他们，我帮你。能让他们不痛快，我看着就高兴。叶千灵暗暗啧舌，这叶琼玲果然是个敢说敢做的。母亲待我挺好呀，怎么会欺负我呢？好个屁呀！她那是故意不让你走大门，你知道吗？我们这几天啊，天天都出去看花灯，哪天不是申时以后才回来的呀？也没见哪个狗腿子敢不让本小姐走大门。也就是父亲听他们娘俩胡扯。叶千灵不禁好笑，这丫头也着实有趣。大姐姐，你都不知道，大房啊，因为我娘得宠，这些年给我们下了多少绊子。哼，可惜呀，他们也讨不了好去。你姐姐才来第1天，跟她说这些干嘛？赶紧带她去到处转转吧。老太太叫你亥时前送大姐姐回去，可别误了时辰。让叶千灵惊讶的是，尤氏回到自己的院子，也不像在大房里那么嚣张跋扈了，反而多了几分真静婉柔。端着一本医书，津津有味地看着。我外祖是宫里的太医，我娘也会棘手。你以后啊，要是哪里不痛快了，可以让我娘给你看看。好，在此先谢过四姨娘、四妹妹了。客气什么，都是一家人。尤氏头也不抬，爽快地说道：大姐姐，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等一会儿你别说话，看我给你唱一出好戏。哟，我说带大姐姐来参观我的新居呢，没想到二姐姐居然先来一步了。看来咱们真是姐妹连心，心有灵犀呀。二姐姐怎么样？我这新居还不错吧？真是多亏了太太精心布置呢。叶黛玲听了叶琼玲的话，像是吃了18只苍蝇一样恶心。是呢，想来看看四妹妹的新居，真是巧了。咦，姐姐，你来看看就看看，怎么还给妹妹带了这么多礼物来啊？叶琼玲打大步走进去，把2个丫鬟手上抱着的瓷器、木雕都夺了下来。哇，二姐姐，你这乔迁礼也忒贵重了吧？哼，你这几件摆件我都馋了好久了。以前啊，
你都舍不得给我，现在竟然送给我乔迁。妹妹，好感动啊！不，还不止这些。哇，墙上的这几幅水墨丹青，也是我向往已久的呀，多谢二姐了。二姐送了我这么多的礼物，我也不能小气，赶明儿我让外公给你找几根上好的人参送来。叶黛玲目瞪口呆，总不能说这些东西是自己提前摆过来的，竟就这么生生给叶琼玲全都顺去了。她气呀，她恨呀。你带大姐姐先参观吧，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大姐姐，你看到没？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四妹妹，你怎么就算到有这一出啊？大姐姐，你刚回府，你是不知道呀。太太当家，这府里什么好东西不都是落到他们大房手里了呀？从这院子开始收拾开始，大家就都心知肚明的知道，海棠院是他叶黛玲的莫属。说是一样的装饰摆设，这里用的都是梨花木，其他院子都是用的黄杨木，那能一样吗？我倒不是真的稀罕这院子，我就是不想让他得偿所愿。嘿嘿，他可也真够心急的，好东西都搬进来了。大姐姐，今晚的战利品见者有份，分你一半。叶千灵连连摆手，躲着战火都来不及呢，哪还有把战火往身上引的？不了，我在乡下待惯了，这些好东西给我也是糟蹋了。大姐姐，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大太太是父亲的原配夫人，你就是丞相府正经八百的嫡长女，我们有的你都该有，甚至要比我们都更好，才叫嫡长女，知道吗？就这么定了，明儿个我就把东西送一半到木棉院去，借花献佛。嘿嘿呀，已经亥时了，咱们快去福寿院吧。好孩子啊，过来陪你父亲说说话。叶千灵头都大了，想早点睡觉怎么就这么难啊？只得又打起精神，装出一副乖巧样。这些年乡下的表舅表舅母待你如何？叶千灵脸上笑嘻嘻，要是等着你问，只怕你这便宜闺女早就饿死了。他决定为了原主再餐汤氏一本。这个嘛，他们待你不好。叶修远也微微变色，盯着叶千灵，看看吧，我就说一个姑娘家寄人篱下，又怎么会有好日子过呀？这么大个男人，官儿都做到了右丞相，上头除了相国大人和圣上，算得万人之上了，怎么还是改不掉巴耳根子的毛病？家里老婆子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看看千灵哪儿克你了？我就不信了，你勤勉克己，能给圣上分忧，还因为一个丫头升不上去。母亲，您也听听千灵怎么说嘛。乡下虽说清贫些，未见得那邱家就会虐待千灵啊。父亲说的没错，邱家舅舅舅母对我都不错的。叶修远暗暗松了口气，可叶千灵又开口了，比起村里的豆儿春儿姐弟俩，我可过得舒服多了，起码顿顿都有稀粥喝，每天只要洗衣做饭打扫屋子伺候舅舅舅母表哥就行了。那豆儿春儿因为死了娘，爹爹又娶了后娘，天天下地干活，3、9天还要砍柴呢，这还不算，还天天挨后娘的毒打。嘿嘿，舅舅舅母倒是不怎么毒打我，偶尔生气了也就轻轻打2下罢了。叶修远刚刚松下去的气又提了上来。韦老太太颤抖着手，什么是毒打？什么是轻轻打？轻轻打就是用竹篾或者皮带的柳条抽全身啊。蔡舅母说了，伤皮不伤肉，光疼
但是不影响干活，所以蔡舅母经常这一般教训千灵。至于毒打嘛，就是用碗口粗的木棍抡，抡得狠了，吐血起不来也是有的。他们毒打过你几回？又轻轻打过你几回？这下不用韦老太太开口，叶修远都听不下去了。毕竟还要做家事嘛，毒打顶多1个月1、2次，轻轻打那是天天都有的。叶千灵说着，又乖巧一笑。舅母说了，打身上不能打脸蛋，脸蛋打坏了，将来不好嫁人，嫁人还能捞一笔聘金呢。韦老太太气得浑身发抖，眼泪直掉。作孽呀，作孽呀！作孽呀，作孽呀！你不是比旁人过得好，你也是受了后娘欺负，只是后娘借旁人的手虐待你呀。千灵可是我叶家的嫡长女呀，本应千宠万爱，金堆玉砌，小小年纪竟受这样的苦。叶修远，你怎么对得起你那死鬼原配媳妇儿啊？那是个多好的媳妇儿啊，本也是千金小姐，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就跟着你，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你们还这样欺负她唯一的骨肉。我要是她，我真是做鬼也不饶你们呀！叶修远俊朗的脸庞也苍白的可怕，双手捏成拳头。母亲，我真不知道千灵这些年这般受苦。若没唐氏说他每年都给邱家送一笔银子，用作养育千灵所用，还说千灵在邱家被养得很好，儿子真的不知道啊。叶修远已经气糊涂了，他虽然信了汤氏那一番叶千灵克自己的鬼话，我这就去四房，让青娥勒令琼灵把海棠院让给千灵。千灵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好好享2年福也是应该的。不，父亲，我不要海棠院，我就要木棉院。傻丫头，你爹呀，这是心疼你呢。那木棉院又阴又冷，海棠院又大又宽敞，你去住海棠院，没事的，奶奶给你做主。我进府的时候转了大半个叶府，看到木棉院离奶奶的福寿院最近，我想挨着奶奶住。你这个傻丫头啊，想跟奶奶离得近，干脆呀，先跟奶奶住就是了。奶奶就是养到你出阁，又有谁敢说半个字？姐妹们都单门独院了，我做姐姐的，不好反倒窝在祖母怀里，舍不得走的，要给大家做榜样的。韦老太太用手指着叶修远的额头，瞅瞅，瞅瞅，这丫头啊，我就没白疼她，也没白念她这么多年，跟她母亲一样的善良懂事。你们这些崽子们，又有哪个像她这样真心孝顺我的？叶修远没想到，叶千灵一口咬定选木棉院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是愣住了，半晌才道：孩子一片孝心，既然他有这份心意，就不要换了。儿子吩咐唐氏把整个木棉院翻新一遍好了，这才像个父亲的样子。我可是叶府嫡长女，你们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呀！好吧，既然不要 face， 那就别怪大小姐我不客气了。时候不早，千灵也赶了1天的路，儿子就不在这里叨扰你们睡觉了。我去大房好好教训那个恶妇。哼，你教训他，他在给千灵穿小鞋，也不知道你这是疼千灵呢还是害千灵呢？姜终究还是老的辣。那就这么算了。算了，我看你压根儿就没真的想把他怎么样。你是我肚子里出来的，那点小九九我还能不清楚啊？哼，老婆子我暂时还不想弄得整个府里废反迎天的，
但是汤氏这笔账，我是替你死去的媳妇儿记下了。母亲，你先别生气，汤氏我是要罚的，只是乾陵刚回来还不是时候，儿子绝不能叫你失望。儿子看汤氏的提议不错，后日就是15，我们何府去青龙寺给柳青做个水陆道场，让乾陵亲自给他磕几个头，好让他在天之灵知道谦儿以后不再孤苦伶仃了。这还算是人话。叶修远又说了好些宽慰的话，老太太总算是舒了些心。待叶修远离开之后，老太太又抱着叶千灵心肝肉地揉了好一会儿，才放他去侧房睡觉。经过几个小时的休息，叶千灵的体力也得到了恢复。他迅速地起身，悄悄打开窗户跳了出去。小宝贝们，乖乖的，姐姐跟朋友说几句话就回来哈。大狼狗并不买账，从喉咙里发出了低吼声。叶千灵沉下脸，我可是叶府嫡长女，你们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呀。好吧，既然不要 face， 那就别怪大小姐我不客气了。叶千灵刚说完，便是呲溜呲溜3下子射出去，3只大狗瞬间倒地，吭都没吭一声。叶千灵这才弯腰撅屁股的爬出了狗洞洞，这就出了叶府的大院了。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害得我以为你今晚出不来了呢。说话的正是狗门穿梭的馊主意的始作俑者邱之恒。我这不是被3条狗大人给绊住了吗？嘿呀，那3条大狼狗一个比一个凶猛，我还没问你怎么出来的呢。狗也是叶府的狗，看到我这嫡亲的叶府大小姐，还能不让我进出啊？找死呀！叶千灵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莲花镇的事情我都帮你打点好了，你那房子我也派了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一个老伙计看着了。阿叶一旦回去，他会立刻到京城来给我们报信。至于姑妈那边，我只说你娘家人找来了，并没有说你娘家实有丞相府，我怕说出来闪了他老人家的腰。叶千灵有一些感激的看了邱之恒一眼，原来两人早晨趁着上楼收拾行李的功夫便商量好了，叶千灵随赵嬷嬷先回京城，邱之恒殿后，跟魏夫人稍事交代一番，并把叶千灵的房子也找人看着，以防阿叶随时回去扑空，便也以上京城赶考的由头骑马追来了。他怕叶千灵刚刚回府不适应，便想了这么个爬狗洞的法子来偷偷与叶千灵相见，想着若是叶千灵实在受不了豪门深海，就干脆再把他带走。若是叶千灵能耐住叶府的生活，他也就放心了。当相府大小姐总比给那傻子当老婆强多了。邱之恒甚至在心中生出痴念，他日叶千灵完全适应了身归千金的生活，自己也能在电视中一举夺魁，那岂不是……哎，你想什么呢？一副做春秋大美梦的傻样。没有没有，我哪里在想什么呀？我还没问你，大小姐当的怎么样啊？叶千灵撇撇嘴，把今晚在叶府里经历的大概跟邱之恒说了一番。邱之恒无奈道：豪门深院，女人们吃穿不愁，又没个事情做，可不就只能靠着你争我斗打发时间吗？你别跟他们掺和就是了。我倒是不想掺和，可是咱家老太君好像挺偏袒我的，可一下子把那些大小娘们儿都给得罪到了。还有啊，我又跟我那个便宜爹告了我那便宜后娘一状，我便宜爹说是要干我便宜后娘。好了好了，看起来你在丞相府里也不会没日子过，而且应该会过得很精彩，你就好好待着吧。我在外面会帮你打听这傻子的，我就住在鲲鹏大街的东来客栈，你若是有事儿随时来找我。天快亮了，快回去吧，别被发现了。叶千灵记下了邱之恒说的地址，又连忙钻狗门回到了院内。刚回到房中躺下，赵嬷嬷便进来给叶千灵准备洗漱用品和要更换的衣裳了。
叶千灵暗道好险，幸亏赶在他进来之前回来了。千灵啊，过来认识认识你2个兄弟。他们每天上午都要去上学，是以昨晚就没让他们来见你。叶安静听老太太说完，便已经上前一步。张姐好。二弟好。叶安静抬头朝叶千灵笑了笑，便退回韩氏身边。可是叶凝志做惯了叶府大少爷，府里谁不让他3分，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乡巴佬嫡长姐，他哪甘心给叶千灵请安呀？韦老太太岂能没有看出叶凝志的心思？再加上昨日从叶千灵懵懂的话语中知道汤氏的毒辣，不由越发讨厌起汤氏来了。汤氏本就压根儿没有把叶千灵放在眼里，给她一个嫡长女的名分，也是因为伤不到自己的什么利益。现在自己的儿子可是嫡长子呀，嫡长女再牛逼，能牛过嫡长子吗？所以叶凝志不愿意请安，汤氏也装没看见。可是一旁的叶黛玲却已经看出了老太太的不快，她悄悄走到叶凝志身边，拽了拽叶凝志的衣角。叶凝志却还是装没事人，看都不看叶千灵，直接把头扭开。韦老太太看到了叶黛玲的小动作，也看到叶凝志的反应，不由越发生气。就在这时，四房来了，叶琼玲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嘴巴甜甜的把所有人都喊了一遍，又凑到叶千灵身边笑道：大姐姐，你好早呀。叶黛玲见这2个人不过1晚上的功夫，竟已经亲厚至此，顿觉不妙。二姐姐，昨儿个你送给我的那么多东西，今儿个呀，我给你带了谢礼来了，怎么样，够意思吧？哟，怎么着？二姐姐昨个大方的把东西给我送去了海棠院，今儿个想起来又舍不得啦。我看着这脸色不对呀，别心疼了。姐姐既然大方，妹妹我也不是小气的人啊。我给你找了3根人参，1根1000年的，1根500年的，还有1根次一点的300年的，都送给你，怎么样？不委屈你那些字画摆件吧？汤氏昨夜听叶黛玲说叶琼玲媚下她的东西时，也是心疼的够呛，恨不得亲自去把叶琼玲撕了。这会儿听到叶琼玲竟然这么大方，拿出这么稀世的天才地宝来交换，顿时不生气了。穷丫头，你这也太大方了，母亲在此先谢过你了。看你们姐妹和睦，我很欣慰呀。叶黛玲见自己娘竟然是要拿自己的那些宝贝换这么3根人参的意思，委屈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她外公气短，她又不气短，那些字画摆件可都是他四处搜罗来的各朝遗物呀，全都是孤品，没了就再也找不到了。母亲，我可不止给二姐姐准备了谢礼，我还给大姐姐准备了见面礼哦。不知道大房有没有表示啊？叶琼玲说完，站在身旁的大丫鬟宝珠便走了上前。宝珠把托盘送到叶千灵面前，叶千灵看到这些东西也是一惊，这见面礼也太贵重了吧。叶千灵想着无功不受禄，正想婉拒，韦老太太却开口了：青娥这几年越发懂事了。老太太可别夸我，我这人啊，身量轻，一夸我就要飘。老太太被逗笑了，哼，你果真是经不得夸，我还没开始夸呢，已经没个正形了。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跟个小姑娘似的。尤氏摸了摸自己的脸蛋，我爹给我的那些美容方子果然还是好用，老太太夸我跟小姑娘似的呢。老太太越发乐了，穷丫头，你可别学你姨娘这边皮厚啊。我呀，不过是搂着老太太乐一乐罢了，我哪里就那么老脸皮厚了？在儿女面前，我也要面子的呀。这下不止老太太笑，一屋子的人都跟着笑了，都说四太太一向调皮，
没想到年纪越大越发调皮了。老太太，青娥送千灵这点东西倒不是摆阔，我呀只是想着咱们府里原来3个丫头，虽不及皇宫大内的娘娘公主那一般金贵，个个倒也没受过委屈，首饰头面的倒也没缺过他们的。千丫头啊刚刚回府，自然要差点儿，往后京中其他府里办什么宴会婚礼的，难免要请咱家的女眷前往。千丫头作为嫡长女，自当首当其冲，也应酬着些。到时候手腕也是空的，脖子也是空的，叫人家怎么想呀？还以为咱们丞相府穷了呢，连个丫头的头面都置办不起。老太太，您说青娥这么想不是多事儿吧？尤氏得了便宜，连忙卖乖。老四皮是皮了点，这话呀却是说得极其在理。我倒是疏忽了，且不说往后赴宴，明儿个咱们就要去青龙寺给千丫头的娘办水陆道场，千丫头就需要些首饰头面了。老太太说着，眼睛瞥向汤氏，意思是这些事儿本该是你考虑的，你还没有区一个4房姨太太周到呢。可是汤氏智商欠费呀，他一时半会儿的哪里读得出来老太太的暗示，只是惊讶地问道：什么？明儿个去青龙寺给青姐办水陆道场，谁定的？我怎么不知道呀？什么？明儿个去青龙寺给青姐办水陆道场，谁定的？我怎么不知道呀？我定的。怎么地？还要先跟你商量不成？昨儿晚上修远不是在你屋里吗？他没告诉你吗？相爷许是朝事繁忙，老太太既然现在说了，那我就去准备。汤氏极力的给自己找补一点当家做主的面子。老太太却冷着脸道：这件事不用你插手了，我已经着阿福去青龙寺交代了。汤氏极力挽回的那一点面子也掉到了地上，摩擦摩擦。偏偏叶琼玲在一旁不依不饶：母亲，我娘给大姐姐准备了礼物，也就一般，世界第3。母亲乃是叶府主母，又是我们的嫡母，想必肯定会拿点好东西出来给大姐姐的吧。汤氏简直是赔了夫人又要折兵，暗恨叶琼玲搅屎，只好道：我也给千灵准备了礼物的，只是昨夜仓促，今儿又是到老太太这里请安，就没带过来了。等千丫头去我那里玩的时候，我拿给她。汤氏想着，等叶千灵过去的时候，随便拿点小玩意儿打发了她，谅她收了礼也不敢说什么。可是尤氏母女今儿个显然是有备而来，抛砖引玉，拿出这么贵重的东西，可不就是为了让一向抠门的汤氏狠狠出一笔血吗？岂能让他这一点心思得逞？太太呀，您这话一说，千丫头哪里还敢去你房里呀？这一去，不说是去玩的，倒像是上门讨东西的。汤氏一愣，立刻明白过来，尤氏这又是在给自己挖坑。这要是让丫鬟送过来，就在老太太的眼皮子底下，那还怎么糊弄嘛？老太太经尤氏这么一提醒，也明白汤氏的小九九了。哈，老四说的没错，你就找个丫鬟送过来吧。这见面礼呀，我替千丫头收着，要不她人小皮薄，哪里好意思去你那里要见面礼？要是没人，汤氏都恨不得捶胸顿足了。老太太亲自收礼，这礼不只得送，不止不能糊弄，还得要多贵重有多贵重，才能够显示自己这当后娘的诚意。等会儿回去，母亲就会让一书送来。不止母亲有礼物送给大姐姐，我也有呢。叶黛玲知道大事已定，
再小气也得出礼。大小姐，我比不得太太和你四姨娘财大气粗，手上也没有什么见得人的好东西，但是这见面礼大家都有，我肯定也不能少了你的。我就把我出嫁时娘家陪嫁的这2柄镯子给你吧。韩氏一边说着，一边从两边手腕上褪下了2个玉镯。叶千灵本来听着韩氏这么说，还以为韩氏是个抠抠缩缩的呢，一看到那2柄镯子，才知道韩氏只是秉承一贯作风，低调而已。那2柄翡翠玉镯，一柄通体翠绿，一柄变身荧黄，正是翡黄色、翠绿色中的极品水种。这哪里是见不得人了，这是有市无价的好东西啊！要说尤氏送自己那一些好东西是为了故意挑衅汤氏，韩氏这送礼便真的只是一份见面礼了。这是三姨娘的嫁妆，千灵不好乱收的。叶婉玲笑道：大姐姐，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3房了。老太太也点头：你三姨娘疼你呢，你就收下吧，往后多孝顺着就在上头啦。叶千灵这才任由韩氏和叶婉玲帮自己将镯子戴到了腕上。谢谢三娘，谢谢三妹。韩氏笑道：千丫头真是个嘴甜的，这喊我也不喊三姨娘，光喊三娘，喊得可亲，听得我心里暖暖的。老太太连忙点头表示赞同。家里这几个猴儿都只喊我老太太，高兴了喊我一声祖母，千丫头一进门就跟前跟后的喊着我奶奶。我们江南老家呀，孩子都管祖母喊奶奶，那才亲密呢。韩氏和老太太这一番话，叶琼玲是个心大的，倒没什么；叶婉玲是个心宽的，也没什么。叶黛玲听着可就不是滋味了，这是在影射我平时喊你们喊得不够亲吗？叶修远因明日是15，朝中休假，今日便留在宫中提前处理政务。叶凝志和叶安静在韦老太太处请了安以后，也上学去了。家中只剩下几房女人，便都聚在老太太处闲聊了一上午。叶千灵只在一旁听着，偶尔与另3个灵搭几句，也还算和睦。到了下午，女人们在老太太处用完餐，便都各自回各自住处午睡去了。到了晚间，汤氏果然着一书给叶千灵送来了一份礼物。老太太让丫鬟阿寿亲自接下过目，打开一看，也是哭笑不得。这汤氏大约是赌着气，被韩氏和尤氏怼得不得不送好的，又实在不甘心，也没心思给叶千灵精心挑选了，只送了6柄如意来，2柄昆仑山白玉的，2柄赤足金的，还有2柄波斯祖母绿的，每柄都有小孩胳膊那么粗长。这几柄如意若是会说话，大概就在说：给你给你给你还不行吗？老娘不是送不起。叶千灵拿到如意的时候也忍不住笑了，管汤氏赌不赌气，东西落到我手里就行了。叶千灵这一会儿都恨不得抱着尤氏和叶琼玲亲2口了。这种茬儿给汤氏多找几个也不嫌多呀。相爷，老太太不等叶修远开口，已经对着和尚笑道：无尘住齿，今儿个您怎么亲自接出来了？暂时还不能进去，我出来陪老太太唠唠嗑。老太太不由拧起眉头，老身昨个就派人来打点了，怎么进不去？你们接待别家啦？哈哈，老太太，贫僧跟叶府是什么交情？跟府上约好的水陆道场，怎会再接别家？老太太便不说话了。今儿一早啊，柔妃娘娘突然带着2位皇子来祈福，提前也没打个招呼，弄得整个寺里都手忙脚乱的。
得亏昨儿个老太太您吩咐今天贵府要给过世的大夫人做水陆道场，还有一点准备，要不然就更捉襟见肘了。老太太和叶修远皆是一震。柔妃娘娘，叶修远当朝10几载，当官做到右丞相，上头除了大相国，就是武皇简天尊。宫宴参加过不知道多少回，宫里的娘娘也几乎都见过了，唯独这柔妃娘娘深入简出，从不抛头露面，神秘至极，连叶修远这样的内阁大臣都没有见过其真容。但是又听闻柔妃20年前初入宫时宠冠后宫，连生3位皇子，可惜第3位皇子生下来没2天便早夭了。柔妃娘娘伤心过度，从那以后便将她的凤仪殿变作冷宫，自己既不出殿，也不许武皇进入半步，竟是画地为牢的意思。今儿个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柔妃不只走出了凤仪殿，还直接出了宫。柔妃娘娘是亲自前来给2位皇子点长明灯的。天下父母之心，无论皇宫大内还是乡野村间，都是一样的。就在这时，寺内一个小沙弥出来道：主持，里头那几位结束了。吴臣住持道：那老太太和相爷夫人小姐们还请在此稍等一会儿，我去把娘娘与皇子送出来，你们便可以进去开始布置道场了。宫里的娘娘抢了自己的头炷香，这还有啥好抱怨的？叶府一众男女只好恭恭敬敬地站在青石小道两旁，恭恭敬敬地低着头，等着柔妃娘娘和2位皇子出来。吴臣进去片刻功夫，果然带着几个人出来了。叶千灵实在是好奇，世面也算是见过不少了，就是还没有见过宫里的娘娘皇子呢，便悄悄拿眼睛往里看去。这一看，发现柔妃娘娘果然是个走极简主义的时髦人，带来的人还没有叶府一半多呢。他大概是不想与叶府的人正面打交道，直接让轿夫把轿子抬到里面，直接坐上了轿子才出来。而他身后的2位少年，一个穿一袭白裳，英俊儒雅，一个着月色长袍，神采飞扬，果然都是皇家风范，只是离得有点远，看不清容貌。给柔妃娘娘、2皇子、7皇子请安。叶府的一大家子也都跟着跪下了。柔妃还是没有露面，只在轿内淡淡道：少卿，快扶老太太起身。其他人也都起身吧。那白衣少年便快步走过来，先把老太太扶了起来。本王与7弟陪母妃前来祈福，未与任何人打招呼，为的就是不声张。没想到遇上了你们一家子也来寺里，也是巧了。右丞相不必客气，我们这就下山了。是修远不周，打搅到柔妃娘娘了，改日到宫中赔罪。轿中又是淡淡一声：不必。少卿，与右丞相道一声别，我们就下山吧，别耽误了回城。叶修远暗自啧舌，这柔妃娘娘果然如传闻中一般高贵冷艳，便也不敢凑近乎了。那微臣便失礼了，改日本王亲自到右丞相府拜访。说完，便打手势让轿夫起轿。恭送柔妃娘娘。叶千灵心中简直了，再也按捺不住那一颗好奇心，连忙悄悄往那2位少年看去。只见白衣那位已经是荣姿绝世，与旁边月袍那位一比，竟显暗淡了。月袍少年不止长得妖孽，警觉度也异常的高。对视过来，这一对视，叶千灵只觉那目光不知在哪里见过，竟是那么的熟悉。那月袍少年也微微一怔，迅速的转过脸去。叶千灵见自己被发现，哪里还敢再看，
连忙低下头，跟着叶府一干人一起念念有词：“恭送柔妃娘娘。”叶千灵低下头以后，却不知一道目光扫在他的身上。望着那一行人的背影，汤氏满脸艳羡地说道：“宫里的娘娘们就是好大的架子呀。”叶修远黑了脸：“柔妃娘娘岂是你能背后腹诽的？你不要命了？有丞相府还要呢。”汤氏被叶修远这么一训斥，顿时像霜打的茄子，不由在心里暗忖：自从叶千灵这丫头回来，自己怎么说一句错一句，走一步错一步。待会儿见了菩萨，可真的得好好的拜拜了。最近这运势好像不对，这叶千灵哪是克叶修远啊，简直就是克自己的。进了寺庙之中，只觉一阵清幽。大殿之中，几尊泥塑的神佛宝相尊严，再加上小沙弥们敲打木鱼、唱诵佛经的声音，让所有人的心都不得不清静虔诚起来。吴尘上前道：“尊夫人的牌位已经备好，遗像也已供奉在长明灯下，请府中小姐哥儿按长幼顺序上香磕头。”奶奶，父亲，千灵有一事一直没有搞清楚。什么事啊？道来，奶奶替你答疑解惑。叶修远也好奇地看向叶千灵，家里3位妹妹我都已经分清楚了，昨个安静弟弟也与我认识了，只是那位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是我年长些还是他年长些呀？奶奶昨日只说是兄弟，我也没搞清那是兄还是弟呀。叶修远一愣：“怎么？昨儿我特地嘱咐你母亲把2位弟弟带来给你请安，侄儿没给你请安？”叶千灵低着头，搅弄着2根无辜的手指头。原来是弟弟呀，他比我个子高多了，父亲不说，我还以为我是妹妹呢。可是没人给我说，我又不敢冒昧的去问。叶修远已经大概明白了昨日发生了什么，又见此时叶凝志争强好胜，抢在前头，顿时火冒上头。“若梅。”汤氏战战兢兢地问道：“相爷，何事？”“昨日上朝之前，我叫你带着2个小子去给他们大姐姐请安，你没带。”“怎么会？昨儿我还特地跟学里的先生给2个小子请了半个时辰的假，就是为了让他们认识姐姐呢。”“只是认识一下，2个小子没有给他们长姐请安。”尤氏已然听到这一边的话头，连忙搭过来笑道：“怎么没请安？安小子喊姐姐喊得嘎嘣脆，可亲着呢。”“那宁小子呢？”叶修远问道。尤氏故作为难的低下头，只撇撇嘴不说话。“叶凝志，你给我过来！”叶凝志刚刚上完了长子香，得意洋洋的跟一旁的小沙弥们玩笑呢。听了这么一句，吓得连忙跑过来：“父亲，何时换儿子？”“长子香上的有何感触？”叶凝志还以为叶修远在拷问自己学问呢。“凝志身为叶府长子，必当勤勉上进，以身克己，读圣先书，行万里路，将来与父亲一样，春为高中，为官做朝。”“哼哼，就你这嫡长不分、长幼无序的样子，还想春为高中，为官做朝？你有把本事考进去，我也没那脸放你去丢我叶家祖上的人。我问你，你长姐回府昨日相见，你为何连一声姐姐都不喊？”叶凝志和汤氏皆是一惊，没想到叶修远是为了这事发作。许氏大帝和千灵一样，也不知道与我谁大谁小呢。爹爹莫要生气，为了这点事生气，千灵倒是要内疚于心了。叶修远左右一看，叶千灵乖巧懂事，像个受气包子一样。
叶凝志却梗着脖子，一脸的不服，越发的生气。好你个不孝儿，你连长幼纲常都不分，还能指望你他日为官做朝，忠心圣上吗？给我出去，到外头青石板上跪着去！汤氏和叶黛玲一听，顿时急了，齐刷刷跪到地上求情。宁儿上幼一时调皮也是有的，还望相爷消消气呀。就是你这个当母亲的，他一犯错你就包庇掩护，才纵得他这个样子。一直不说话的叶黛玲终于开口了：爹爹，您肯定是误会了，哥哥他虽然不及父亲般才高八斗，能在万人赶考之中脱颖而出，一举夺魁，但是在父亲膝下耳濡目染这么多年，礼教纲常还是一直都恪守的。昨日没有给大姐姐请安，想来是因为与大姐姐这些年从未见过面，一来也搞不清与大姐姐孰长孰幼，二来也有些害羞，不好意思直接打招呼。二弟毕竟年幼，与大姐姐亲近乃是人之常情，可哥哥今年也是治学年纪了，他哪里好意思与姐妹混在一处。母亲书读的不多，每词不达意，明明一番赤诚，倒是叫爹爹误会了。况且这里乃佛家圣地，就算要惩罚哥哥，也不能在这里，恐冲撞了神佛呀。哪怕回府了再罚呢，还望爹爹三思呀。叶黛玲的话说完，叶千灵目瞪口呆，厉害了我的妹，这口才连叶千灵都自叹不如啊。黛儿，你跟那混账东西求什么情？没得带累了你，扶你母亲起身吧。叶修远话虽这么说，却已经不提要罚叶凝之贵的话了。叶黛玲知道自己的求情已经奏效，便把汤氏扶了起来。父亲，这是给大太太的水陆道场，我想大娘在天有灵，一定能听到我们每个人的祈愿，让我们每个人都给大娘许个愿怎么样？这个主意倒是好了，不知黛儿要许什么愿？我呀，不像男儿那样雄心壮志，我只求大娘保佑我们叶府和从前一样和和睦睦，安安稳稳。叶千灵简直想爆粗口了，这叶黛玲真是菩萨脸庞，霹雳手段呀！这话什么意思？合着我叶千灵就是你们叶府的不和睦、不安稳分子啊？叶黛玲这么一说，叶修远果然点头道：黛儿这个愿望虽不是鸿鹄壮志，却是家族兴旺之本。父亲，跟二姐的愿望比，我的可就是鸿鹄壮志了。这种时候怎么能少得了叶琼灵？叶千灵根本就不用出手，就有人看不爽叶黛玲这一朵暗箭伤人的白莲花了。你这个丫头，一向眼高手低，好高骛远，跟为父说说，你又有什么大愿望？我呀，许愿二姐姐能够一朝掌管封印，做到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到那时，一人得道，带着我们整个叶府鸡犬升天。嘿嘿，我这个愿望是不是鸿鹄之志啊？叶修远脸色微变，放肆！国之国母岂是你能智慧的？往后可别再说这种话了。叶琼灵吐吐舌，那我往后就放在心里想着吧。二姐姐，苟富贵勿相忘啊，他日飞黄腾达，可别忘了妹妹哦。叶黛玲顿时羞得满面通红，却又不好争辩什么的。我和二姐都说了，你也说说，你有什么愿望啊？叶婉玲不期，竟被叶琼灵拉出来挡枪，只得温婉一笑。我的愿望，老太太、太太、父亲，还有几位姨娘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叶修远笑笑，婉儿一向都是孝顺的。举目一看，4个丫头有3个都表露心意了，也不能单独落下了叶千灵，便对叶千灵问道：千儿，
妹妹们都许了愿，你呢？柳青是你的娘，想来你的愿望她会第一个保佑。千灵只求往后日日都有饱饭吃，夜夜都有被子盖。汤氏和叶凝志嫌恶地看了叶千灵一眼，叶修远却是微微一怔，心头好像被什么刺了一般。这孩子苦啊，在那乡下邱家也不知道过的啥日子，估计天天都是吃不饱睡不暖的。是以又狠狠地瞪向汤氏。汤氏正得意呢，不料又被叶修远这么狠狠一瞪，顿时觉得头皮一紧。这丫头莫不是真的克自己？怎么随便说什么都要惹来叶修远瞪自己？母妃突发奇想，到青龙寺烧香祈福，本王一时疏忽，没有打听，耽误了右丞相府大夫人的水陆道场，越想越是抱歉。思前想后，决定明日略备薄宴，请府上老太太、夫人带着女眷们到西王府转转，不知老太太、丞相夫人可有空？有空有空，我们妇道人家日日在府里也没什么可做的，怎么会没空？西王爷恳请我们，正好也叫我们开开眼界，看看王府是什么样子的。汤氏还得再说，叶修远已经在一旁狠狠地咳嗽，示意他不要再开口了。真是替老子丢脸呀！这大概就是叶修远此时的内心 OS。 好在二皇子也并未在意，只是淡淡笑道：右丞相夫人既然肯赏光，那是最好。如此，明日我在府里等诸位了。这一趟叶修远学聪明了，狠狠地将汤氏一拦，亲自道：多谢二皇子抬爱。二皇子下完了请帖，便起身告辞了。那俊秀英挺的身影，惹得屋中几个女孩全都开始春心萌动。当然，除了叶千灵。当晚也没人有心思到膳堂吃饭了，全都推说身体不适，其实乃是在各自屋中挑选第二日要穿的衣服、要戴的首饰。除了叶千灵，一老早就打着哈欠爬上床睡了个大饱觉，那3个灵几乎彻夜没睡，第二天全都顶着个黑眼圈，无奈都有点用力过猛的嫌疑。哼，二姐姐，你今儿个好美，四妹也不差呀，可惜你胸部没我大，穿这礼服挺不起来，要不要我拿点棉花给你填一填？哼，四妹妹，你这坎肩穿身上好看是好看，但是最应该配上我这件裙子穿才好看。当时那波斯商人都说了，这2件衣裳本是一套的，妹妹没有得到裙子，只穿坎肩，聊胜于无啊。二姐姐还好意思说，我相中了一整套衣裳，你偏偏过来跟我抢，有你这么横刀夺爱的吗？商人卖东西只有银子卖给谁，怎么叫横刀夺爱？你还横刀夺爱呢？你这坎肩现在要是在我身上，那才是绝配。裙子我都买走了，你非要抢走坎肩，自己也没美到哪里去，还不许别人美，自私小气。爱美是女人天性，被讽刺胸小对女人来说是不能忍。叶黛玲也装不下去菩萨脸了，和叶琼玲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了起来。叶相，路上辛苦了。叶修远连忙带着一众人行礼，二皇子又是非常客气的把大家都喊起来了，这才带着众人进屋。昨日冲撞，本王甚觉过意不去，今日请叶相府上眷属来做客，但本王一个单身汉，也不知如何招待诸位女眷，因此本王把母妃请来了，她此时正在里头换家常衣裳，等会儿就来。二皇子又笑眯眯地说道。一屋子女人，包括叶修远都惊呆了。什么？柔妃不但出宫上香，还到王府里帮儿子招待客人？这还是那个在宫中画地为牢，连皇上都懒得见的柔妃吗？柔妃娘娘驾到！一屋子女人又赶忙跪下迎驾，
叶千灵想起昨日在青龙寺左磕头右磕头的，不由心里瘆得慌。这哪是来做客的，根本就是来磕头的。这便宜爹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跑到一个比自己身份地位高那么多的人家里做客，这不是找虐吗？都起身吧。众人重新落座，叶千灵这才看到了柔妃的真容。柔妃先向老太太问了好，又和汤氏打了个招呼，便扫向4个灵。这4个丫头一把水葱似的，都长得如花似玉，叫本宫喜欢不过来了。柔妃娘娘谬赞啦，家里4个丫头都没见过什么世面，还请娘娘多多指教呢。柔妃笑道：老太太太谦虚了，本宫瞧着个个都好。说着便把手朝4个灵缓缓招去。老太太连忙让4个灵都凑到柔妃面前。4位叶小姐年纪都差不多吧？哪个是长，哪个是幼啊？这是老2带灵，老4琼灵，老3婉灵，老大千灵。柔妃看了叶带灵一眼，果然眼前一亮。好漂亮的丫头，这身衣裳也是独特极了。叶带灵骄傲不已，挺直了腰。可柔妃的夸奖就止步于此了，而是缓缓地指向了叶千灵。这是老大，怎么看着身量最小啊？不等叶千灵答话，汤氏已经又开口了。啊，回娘娘，这丫头的生母身量就是个娇小的，她削她母亲呢。哦，本宫看贵府3位太太都不算矮呀。叶修远也怕汤氏说错话，连忙答道：千灵是微臣已经逝去的原配夫人留下的孩子。啊，这孩子的生母已经不在了呀，怪不得。没有母亲照料，身子骨弱些也是有的。柔妃此言一出，汤氏的脸唰的一下子红了。这不是在赤裸裸的斥责自己这个后娘照顾不周吗？来，本宫看看。柔妃说着，已经将叶千灵拉到了身边。几岁了？在家都念什么书啊？回娘娘，千灵今年15岁，没读过什么书。15了？那可以说婆家啦。及笄礼办了吗？显然是在问她这个后娘。啊，带灵是老2，也14了呢，还有2个月就也满15了。柔妃不满地皱起了眉头。本宫问的是千灵的及笄礼办了吗？叶修远和汤氏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他屁股一撅，拉什么屎自己还不知道吗？连忙蓝瞪了一眼汤氏，亲自回道：不敢隐瞒娘娘，千灵这些年都寄养在他舅舅家，才刚接回来没几日，微臣就是想着要给他办及笄礼了呢。监内已经在着手操办了，日子就定在下个月初8。汤氏气昏过去，这野丫头凭什么呀？正想着怎么改变局势，抓紧把叶带灵推销给柔妃。门外传来了一个慵懒不羁的声音：你们怎么都这么早？本王这是迟到了。叶修远认出来了，连忙行礼：七皇子。叶府老小听到这一声，又是跟着跪下。叶千灵已经跪得没有脾气了，也跟着跪下了。那七皇子却不似二皇子般和气，只弯腰把老太太和叶千灵扶起，送到椅边坐下，然后就一声不吭地走到柔妃身边坐下，什么话也不说。地下那一群乌泱泱的，没听到七皇子喊平身，连头都不敢抬，更别提起身了。叶修远心中也是一惊，这七皇子3年前便前往西疆，若不是昨日在青龙寺偶遇，还不知道他已经班师回朝了呢。这也不至于得罪到他呀。
怎么把我叶府一府老少都这么晾在地上？而且，既然何府上下都还跪着，他又干嘛单独把老太太和叶千灵扶起来？扶老太太还能理解，这叶千灵没理由单独扶她起来呀。不只是叶修远，跪在地上的几房太太小姐们也都和他一样满脑子打转。叶千灵又偷偷看了一眼坐在上头的七皇子，只见他竟然也正在看自己。叶千灵头皮麻麻的，只好也挤出一个尴尬的笑。七皇子得了叶千灵这么一个笑，顿时高兴得像个孩子，拉住柔妃的胳膊：“母妃，你看。”柔妃也朝叶千灵看过来，脸上带着温柔而又和蔼的笑容。你这孩子。母子二人的互动让叶千灵浑身一激灵。我去，这柔妃果然是来给儿子相媳妇儿的，只是不是给二皇子相，而是给七皇子相，而且相的是自己。屋里的明眼人也都看出了这对母子的意思。老太太顿时高兴坏了，一直担心这个长孙女在乡下混了这么多年，既怕大户人家知道的嫌她没有礼数教养，又怕汤氏从中作梗，不给她找好亲事。没想到上了一趟青龙寺，竟给七皇子给看上了。这是死掉的大媳妇儿在天显灵啊，也忒灵了。千灵，你过来。上头的柔妃又开口了。叶千灵硬着头皮走过去。你父亲说你在舅舅家寄养多年，舅舅舅母待你可好？汤氏身子都僵了。这个嘛……汤氏急眼了，连忙插嘴道：好，怎么不好呢？我那表弟表弟妹最是疼孩子的，自己又只养了一个儿子，把千丫头当亲闺女养的。叶修远脸都绿了，这汤氏简直到哪儿给自己丢到哪儿的人。七皇子冷冷地看着汤氏，也不说话。叶修远知道不妙，这七皇子是在怪自己没有管教好婆娘啊。蠢妇，七皇子有问你半句吗？谁叫你在那多嘴多舌了？两句话把汤氏教训得瑟瑟发抖，又转向叶千灵，柔声道：千灵，你自己跟七皇子说，邱家舅舅舅母待你都是不错的。见叶千灵低头若有所思，半晌都不说话，叶修远有一些急了。千灵，你说话呀，这里是王府，不是叶府随便你由着性子来的。王爷问话，你可要如实回答。叶千灵看了叶修远一眼，叶修远忽然觉得这个长女的眼中有一道自己从未看到过的精光，那道精光里有聪慧，有睿智，有灵透，还有若有似无的仇恨和厌恶。这还是那个这几日在府中都乖乖巧巧、憨憨傻傻的叶千灵吗？回七皇子，母亲和父亲说的都没错，乡下的舅舅舅母待臣女都很好呢。叶修远和汤氏同时松了一口气。真的？臣女不敢撒谎。七皇子那个……怎么？臣女父亲母亲都有年纪了，这初春时节，乍暖还寒，西王府这地面又冷又硬。叶修远简直感动得要落泪了。这不愧是亲闺女啊，跟老父心有灵犀呀。瞧本王这记性，竟然忘记让叶相起身了。快起，快起！叶修远终于从地上起来了，可是七皇子这话只是让叶修远起来，却并没有叫他身后的三房太太起来。本来以为带着女儿盛装打扮到西王府来做客，又体面又有趣，这下可好，这哪是来做客的，这是鸿门宴啊！这七皇子摆明了是要跟汤氏过不去呀。跟他过不去也就算了，凭啥拉着三房四房当垫背的呀？叶千灵知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道理，此时不把汤氏他们一起捞了，
回去这些人还是会给他使绊子的，便又对七皇子道：“七皇子，您是不是还忘了点什么？”七皇子终于看了看汤氏一眼：“叶夫人们也起身吧。”老太太，本宫听少卿说府上大小姐还未许人家。老太太一激动，连忙道：“啊，没有没有。娘娘，咱们家不止大丫头没有定亲事，剩下3个丫头也都是没有定亲事呢。我们3丫头婉玲性格婉柔，4丫头琼玲容貌艳丽，都是好的。尤其是2丫头戴玲，性子和样貌那更是没得挑的。还有戴玲不比琼玲和婉玲是庶女，也是我们叶府正正经经的嫡女哦。至于大丫头千玲，也怪臣妇，小时候没有亲自抚养她，寄养在乡下，无知无识，目不识丁的，只怕不是良配呀。”老太太已经气得浑身发抖，无奈当着柔妃和2位皇子不好发作。哈哈哈哈，那3个黄毛丫头漂亮，叶相啊，你这夫人是不是瞎呀？你家这老3老4倒还行，2小姐这穿的是什么呀？袒胸露乳的有伤风化也就算了，一身金黄，不知道父皇黄袍加身，普通老百姓要避讳黄色吗？叶相，本王看你是老糊涂了。叶修远吓得又跪倒在地：“微臣罪该万死，这就让小女换衣裳，还请七皇子恕罪呀！”“臣女愚昧，还请七皇子开恩。”汤氏见情势忽转，肠子都悔青了。“老太太，不瞒您说，昨个在青龙寺一见，你家这大丫头非常合本宫的眼缘，本宫想讨回来做一房媳妇儿，不知道老太太和叶相可应允？柔妃娘娘开了尊口，我们岂有不愿意的？只怕我们大丫头高攀了，以后还请柔妃娘娘多多指教啊。”柔妃笑了笑：“本宫瞧着千玲就非常好，没什么好教导的。”一旁的汤氏和叶黛玲见叶千玲一杀回来就掉了这么大一只金龟婿，眼睛都烧红了。老太太已经被幸福冲昏了头脑，总算觉得对得起死去的大媳妇儿了。叶修远还有点理智，畏畏缩缩地问道：“娘娘，皇子们的婚事好像都是由圣上亲自指婚的吧？”柔妃冷下脸来：“怎么，叶相是觉得本宫做不了自己儿子婚事的主？”叶修远被噎回去，再也不敢多问。本宫有意，你们姑娘也无亲事在身，这件事咱们就先口头定下了。本宫回宫以后，让钦天监挑个好日子，正式到府上提亲。好好好，全凭娘娘安排。往后咱们可以是亲家了，叶相不必这么客气。就在众人以为这桩婚事已经一锤敲定的时候，叶千玲突然站起身来：“那个，爹爹，娘娘，且慢。”叶修远愣了愣，连忙横了叶千玲一眼：“大人说话，有你小孩子家什么事儿？还不快到一边坐着去！”柔妃挑了挑眉，让他说。叶千玲努力做出一副娇羞样，把一张小脸憋得通红，还未开口，先跪到地上：“你这丫头，还没过门就开始拜婆婆啦？”“多谢娘娘厚爱，可是千玲不能嫁给七皇子。”所有人都惊呆了。什么？叶千玲是傻了还是疯了？就凭她这么一个空有其名的嫡长女身份，能唬住柔妃嫁给七皇子，只怕已经是她这一辈子最大的造化了。她竟然不嫁！
七皇子也呆住了。你不愿嫁我，为什么？小七，休得无礼！你情我愿才能谈成婚事，人家不愿，你可不要耍横。千灵，叶相既然还未替你婚配，你为何不肯嫁我儿？难道你已有意中之人？柔妃这么一问，叶千灵的脑海中不受控制的便闪现出阿叶那一张又丑又傻的脸庞来。该死，谁喜欢那傻子？七皇子看着叶千灵，眼神闪躲，面色迟疑，眼中突然灵光闪现。算了，母妃，本王与叶大小姐既不相识又不相知，她这样反应也是正常的，这事儿慢慢再说吧。柔妃有一些不敢相信地看着七皇子，自己的儿子她最清楚不过了，从小到大想要做到的，想要得到的，没有一个没有做成，没有一个没有到手，怎么现在他自己就先打了退堂鼓？七皇子避开柔妃询问的目光，弯身把叶千灵扶起来。好了，本王又不是强迫女人的人，你一直跪着干嘛？这句话倒是说的对叶千灵的胃口。叶千灵觉得这七皇子虽然对自己的好感来得有点莫名其妙，其他地方倒也是个不错的，便也大大方方地凑到七皇子耳边低声道：七皇子，咱们做朋友可以，做夫妻还是免了吧，否则你会后悔的。哼哼，谁后悔还不一定呢。婚事既然被叶千灵拒了，众人吃了午宴也就都散了。叶府的仆妇们起轿回府，每个人心里都打着小主意，尤其是叶修远。你这个小老七呀，从小就不给为娘省心，你这到底打的什么算盘啊？母妃，您别生气啊，听儿子跟你慢慢细说。说着，将嘴巴凑到了柔妃耳边，悄悄地说了半天。柔妃和一旁的二皇子听完，全都目瞪口呆。不是吧？一回到叶府，叶修远便开始大发雷霆。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官太太，未出阁之前也是官家小姐，你怎么就一点气质一点做派都没有？一出门这右丞相府的大门，里面还不如个乡野村妇，逮着谁都乱说话，你就不会学学老三，说不好就不能闭嘴？汤氏委屈万分，见叶修远盛怒，只好把想要为自己辩解的话都吞回了肚子里。好，你没那个当官太太的大方劲儿也就算了，往后别出门就算了，可是你连女儿穿什么也不知道指点一下，也不看看你给戴琳穿的是什么，黄色呀，那可是冲撞皇族的颜色，整个叶府差点都被你害惨了，你知道吗？七皇子啊，什么事？那个，刚才人多，没好意思跟您说。叶千灵决定还是直接放大招，直接断了七皇子念头。有什么话不能当着人跟本王说？莫非是情话？没关系，你要是现在不好意思说，等咱们培养出感情了，你再慢慢说也不迟。都不是的。那个，你娘说的不错，我确实有意中人了。让叶千灵惊讶的是，七皇子居然一点儿也不生气。哦，那你倒是跟本王说说，你那意中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是比本王帅，还是比本王地位高？叫你这么念念不忘。我那意中人嘛，不止不帅，还丑得要命。要说地位，恐怕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能踩他一脚，因为他是个傻子。七皇子佯装生气。你宁愿选一个又丑又呆的傻子，也不愿跟本王，你就不怕本王一怒之下把那傻子找出来杀了他？叶千灵笑了笑。你要是能把他给找出来，我倒是要谢谢你呢。
我都找了他好久了，也没有找到他。叶千灵笑得很怅然，他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胆子，敢在这个人见人怕的七皇子面前这样肆无忌惮。直觉告诉叶千灵，七皇子不会伤害他。你这么一说，本王倒是迫不及待要找出你的傻子来，看看他到底什么地方把你迷住了。迷住个鬼呀！叶千灵见七皇子对自己百折不挠，都快要被感动了，但是他绝对不相信一见钟情这种鬼话。七皇子，不是千灵不识好歹，您不知道有句话叫做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您贵为皇子，什么样的角色没有见过呀？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千灵斗胆问一句，您到底看上了我什么呀？哈哈，小丫头片子，你平时在叶相面前装傻充憨，挺累的吧？叶千灵脸色微红，完蛋，被他瞧出来了，索性破罐子破摔。我可不像您，含着金汤匙出生，爹疼娘爱的，在这叶府里呀，我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万劫不复了。既然叶府待得这么辛苦，干脆直接搬到本王的燕王府啊！本王保证整个燕王府你最大，本王都排在你后面。燕王府？我还年轻呢，还想多活几年。燕王你个大头鬼，本王因管着火焰军，封号燕王，怎么一到你嘴里就变了味儿了？叶千灵撇撇嘴，难道你不知道全城的人都喊你小阎王？谁敢？改天本王专门派一支探子队，把那些背后嚼本王舌根的都抓起来杀了。就这还不许人喊他阎王？一见钟情，嘿嘿，本王喜欢这个词儿。什么？叶千灵发现自己完全跟不上这个活阎王的节奏。你说的没错，本王对你就是一见钟情，见色起意，有意见？受刺激了吧这是？叶大小姐既没有豪乳，也没有丰臀啊！你这墙角本王是挖定了，要不让人知道本王竟然输给一个又丑又笨的傻子，本王的脸还往哪里放？叶千灵很想告诉他，不要相信那些只要锄头挥得好，不怕墙角挖不倒的鬼话。为了面子娶一个不合适的老婆更是要不得。叶千灵正在心里拨着算盘呢，七皇子神不知鬼不觉的又凑了过来。不要妄想自己能逃脱本王的五指山哟。七皇子啊，我这乡下丫头可不是京城里的那些阔小姐，娶回王府既不能当花瓶看，也不能当老妈子用，太不实惠了。您要不考虑一下我二妹？我三妹四妹也都不错的。你这是在侮辱本王！叶千灵吞了口水，总结出一个结论：这七皇子大概是脑子秀逗了。最可怕的是，他好像缠上自己了。算一算日子，明儿就是这月27，又到了钻狗洞见邱之衡的时候。叶千灵瑟瑟发抖的决定，明儿夜里就打包跟邱之衡跑了算了。本来以为在叶府方便找阿叶，现在这架势，别说是找阿叶了，只怕还要把自己搭进去。呵呵，本王说过，可别妄想逃过本王的五指山哟。你是本王定下的女人，往后这府里谁敢欺负你，告诉本王，本王替你撑腰。好了，时候不早了，今儿的感情就培养到这里，明天再继续。什么？你明天还要来？怎么，你不喜欢本王来？叶千灵眨巴着大眼睛，表示默认。那你去本王的燕王府也可以。嘿嘿，奶奶就知道你这丫头皮薄，跟七皇子约会完，肯定不好意思回上房，早早的
就把那帮龟孙子都打发走了，这就回来等你啦。快来给奶奶报告报告，进展如何啦？牵手了没啊？亲嘴了吗？叶千灵刚刚在七皇子那里绝倒，又被老太太给震诈尸了。这尼玛是古代老太太不是？这是娘家老太太还是婆家老太太呀？哪有那么快？你这速度不行啊！想当年，奶奶我看中了你爷爷，那死鬼都已经要跟他表妹定亲了，我呀，就半夜悄悄翻墙出门，钻进了他家的院子，这才有了你老子。要不是奶奶主动，还有你们几个猴崽子什么事儿啊？叶千灵下巴都惊掉了，此时很想对老太太一拱手，敬她是条汉子。七皇子明儿还来不？他说要来。千灵觉得不妥，他又说让我去他府里，这成何体？去，明儿你就去燕王府。奶奶这就让汤氏啊给你准备衣裳首饰去，连夜找绣娘缝也得给你做出一身战袍来。咱们争取明儿一锤定音，把七皇子的心啊牢牢的给抓死了。那小伙子身世又好，长得也好，对你又那么贴心，奶奶简直是太喜欢他了。您老人家既然喜欢，您不然自己嫁给他。叶千灵哪里敢说话呀，只恨逢妻之日不是今天，要不今晚就得钻狗洞逃了。什么？那也……正准备张嘴就骂，却发现叶修远就坐在一边黑着脸看自己，只好硬生生的把野丫头仨字儿给咽了回去。千丫头竟然要去燕王府，这婚事到底是黄了还是没黄？我怎么听着你是很想这桩婚事黄了呢？叶修远冷哼一声，那怎么会？我巴不得咱家出个王妃呢。当然巴不得，只不过希望那个王妃是自己的女儿叶带领。你既然巴不得家里出个王妃，现在就抓紧时间去给千灵准备一套体面但又不夸张的衣服，还有首饰。记住，你平时怎么区别对待几个丫头的我不管，但是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对带灵的，就要怎么对千灵。你要是敢搞小动作，弄得千灵嫁不进燕王府，我唯你是问。叶修远的话已经堵死了汤氏的所有念想，他再也不敢在叶修远面前晃荡了，亲自带丫鬟到库房，咬牙切齿地给叶千灵选了好几身体面的衣裳。拜见王妃嫂嫂。你不是七皇子吗？怎么还练兵啊？哈哈哈，王妃嫂子，您还不知道您的未来夫君乃是赫赫有名的火焰军大将军。叶千灵不敢相信地看着七皇子，只见这厮不知道什么时候折了一根狗尾巴草衔在嘴里，这吊儿郎当的闲散王爷德行，哪里像个军人了？还是大将军？他哪里知道，眼前的七皇子打娘胎起就开始练武，7岁便使剑打败了自己的师傅，天下第一剑客季孙，12岁就把从小陪自己练武的那一些武童集结在了一起，成立了火焰军。15岁便私自带着火焰军前往西疆，仅用1000人便平息了朝廷多年都没有征服的柔然10万大军，又在西疆驻守了整整3年，直到……你不是不想当王妃吗？那你以后就以将军夫人行走江湖也可以。嘿嘿嘿，王妃娘娘有什么好当的？困在王府里像个瓷娃娃，跟着我们大将军征战沙场，那才有意思呢。王妃嫂子，我们都热烈欢迎您随军战斗，您还可以帮咱们管军资。咱们火焰军都是大老爷们儿，打仗杀敌个个都是好汉，
管军资却都是马大哈，正缺一个管家的。赵云雷听了七皇子的话，激动不已，已经开始幻想美好的未来。到时候大将军领兵打仗，嫂子负责做好后勤，咱们从战场上杀完敌人，回营就有热腾腾的酒肉饭菜，岂不美哉？好你个赵云雷，老子娶小芊芊回府是为了疼她的，本王都舍不得使唤她干半点事儿，你可倒好，想把本王老婆当老妈子使。本王娶的是你嫂子，不是你娘。赵云雷从幻想中回过神来，满脸尴尬。对不住嫂子，职业病犯了。叶千灵满头黑线。喂。叶千灵咳嗽一声，轻轻扯了扯七皇子的衣角，正想悄悄地在他耳边开口说什么，没想到七皇子见状，连忙转过身子，大手一挥：“你们几个退远点儿，嫂子有悄悄话要跟本王说。”叶千灵崩溃，知道什么叫悄悄话吗？你这么一喊，那还叫悄悄话吗？赵云雷转身，也是大手一挥，发出标准的军令：“兄弟们，听令，后退3丈，嫂子有小情话要跟大将军说。”叶千灵气绝身亡。小芊芊，你没事吧？需不需要人工渡气？我没事，好得很。那你有什么悄悄话要跟本王说的？咱们俩8字还没一撇呢，你能让你的兵别嫂子嫂子的喊吗？七皇子立马转身：“小芊芊脸皮薄，若还没过门，不许喊嫂子，都给本王改口喊姐，听到没？”“是，芊芊姐。”“豆腐？哪里有豆腐？比铁还硬的那一种。”叶大小姐想自杀。火焰军驻扎在一片山清水秀环抱之中，叶千灵发现七皇子到了这里，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不再是那个玩世不恭、桀骜不羁的得宠皇子了。他在这里更像是一个普通人。他跟小兵们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甚至搭手帮造火兵添柴烧火，忙得像个猴子，又像一个大家长，统帅着这里的所有人。午饭是露天吃的，数百人围成了几十个圈子，席地而坐，每个圈子中间生着火，烤着肉。七皇子被拉到别的圈子去喝酒了，叶千灵和赵云雷坐在了一起，悄悄问道：“哎，你们打过仗吗？”赵云雷也喝了不少酒，大着舌头道：“当然，大将军带我们在西江打了3年，把那帮柔然侉子打得屁滚尿流。”“那你们怎么回来了呢？你们回来了，西江谁来镇守啊？”“大将军没跟芊芊姐说过吗？”“我刚跟你们大将军认识，还没到3天呢。”“3天就定下终身，我们大将军速度够快的呀，这么快法，明年这时候就能报小将军了。”“火焰军刚成立的时候，只是大将军王府里护卫队而已，大将军为了好玩才取了这么个名字。3年前，大越国附属国西江柔然国突然起兵，武皇指派逍遥侯李胜为镇国大将军，带兵镇压。不曾想一镇压就是半年，竟然连吃败仗。那柔然可汗气焰太盛，大放厥词，说要带兵过关，逐鹿中原。”赵云雷又喝了一杯酒，总算是开始说正事儿。武皇得到这个消息，决定亲自领兵征讨。我们大将军对武皇道：“这等小仗，何须劳动父皇？儿臣替父征战，1月之内必然将柔然大军逼出关外。”可是武皇哪里敢相信当时刚刚年满15岁的大将军呢？我们大将军见请命不成，干脆连夜带着我们1000人队伍直接离京前往西江了。我们这些人
全都是自幼便跟着大将军习武的武头。跟着大将军，每人只带了一袋粮、一柄剑、2匹马，白日骑一匹，夜中换另一匹，如此不眠不休3日，便赶到了西江。到了西江，大将军也没有通知当地太守和已经驻扎在那边并且吃了败仗的镇国大将军，而是带着我们悄悄驻扎在敌营20里之外的一个山谷之中，吩咐我们每人带来的2匹马全都放了，又把身上剩下的所有粮食都煮了。那一顿我们每人都干了3大碗饭，然后把碗也摔了。大将军没有说什么鼓动军威的话，只告诉我们这一仗只许赢不许输，想吃饭的去敌营里煮，想回家的抢敌人的马，想继续跟着他就贴着柔然大将军的人头当军令状。赵云雷说到这里突然顿住，然后呢？你们就1000个人，粮也没了，马也没了，怎么去斗蛮族的10万汉军啊？你们到底最后赢了没啊？赵云雷哈哈大笑，要是没赢，谁来娶芊芊姐做将军夫人啊？现在跟你说话的难道是鬼魂不成？叶千灵小脸通红，埋怨道：也是啊，那你快说嘛，后来到底怎么样了？你们是怎么打败柔然大军的？我说你好好一个武官，说话能不能别学那些酸文人总是大喘气儿啊？能一口气说完吗？赵云雷被叶千灵说的也不好意思起来，连忙接着道：放了马摔了碗以后，大将军便带着我们睡了一觉。睡了一觉？叶千灵吐血。对，除了留了2个哨兵轮流放哨，其他人全都在山谷中饱饱的睡了一觉。一觉睡到月上柳梢，大将军这才把我们全都喊了起来。这个时候的火焰军吃饱睡足，一扫过去3日的奔波疲累，我们就这样迅速服行到柔然军的营地之外。大将军指派我们兵分3路，一路专门杀守卫巡逻的哨兵，见一个抹一个脖子，以防他们吹号角把整个营地的兵都吹醒了；一路专门放火烧他们的帐篷，还有一路跟着大将军直接杀到了柔然将军的帐篷里。那柔然将军当时正搂着2个抢来的越国少女睡得香，被大将军直接光着屁股拖出了帐篷。而此时被点的那些帐篷也都烧起来了，整个柔然大军乱成一片，哭的哭，喊的喊。也有警密悍勇的意识到不妙，拿着兵器与我们厮杀起来了。大将军抢了那柔然将军的汗血马，提着小鸡一样提着柔然将军坐在马背上，气势无敌地喊道：柔然国千百年来乃我大越国附属国，受我大越国庇护，竟敢欺世盗名，造反作乱，立即放下兵器投降，便放你们一条生路，若敢反抗，便如你们的头一般，血溅当场。说完便一剑削了那柔然将军的人头，提在手上挥舞了数下。可怜那柔然将军刚刚从温柔乡里醒过来，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已经命丧黄泉。先在人间见了活阎王，又去地下见了真阎王。柔然军再悍勇，见到本营将军的人头都被人家割了，那血洒在无数柔然军的脸上头上，把他们的魂儿都吓飞了，谁还敢继续打仗？跑的跑，散的散，连马都不要了。叶千灵听得入了迷。天哪，这要是放在现代，能拍一部电视剧了。什么？现代？赵云雷一脸茫然。没什么没什么，那个后来呢？后来柔然大军散了，我们抢了他们的马和粮，又把被他们掳到军中的百姓全都放了，捷报传回京中，武皇龙颜大悦，让大将军班师回朝，
留下逍遥侯继续镇守就行了。可是大将军说，这一夜不过是用计出奇制胜，若是真的打起仗来，还是讨不到柔然大军的便宜的，决定留下来亲自镇守。你给我说说，你们大将军到底怎么被害的？说来话长，自从火焰军驻扎在边境之后，小小之辈再也不敢过关半步。直到半年前，守关校尉突然倒戈，半夜开关，致使柔然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接烧了我们的粮库。待火焰军反应过来，便与他们厮杀起来。可是这一次，柔然军有备而来，我们却是措手不及，又没了粮草，竟成困兽，被敌军一点点地逼入绝境。最后数万火焰军因为饥饿，被掳的掳，杀的杀，竟然只有当年从京城跟随大将军前来的1000人还在奋力厮杀。大将军见大势已去，决定独立引开敌军，让属下带着剩下的火焰军杀出突围，回京请求支援。后来我们在带着军队杀回去的时候，却没有了大将军的踪影。大家都以为大将军已经战死沙场，埋骨他乡了。赵云雷堂堂铁血英雄，说到这里，竟触景生情，喉头哽咽，双眼蒙霜。叶千灵有些尴尬，岔开话题：后来呢？你们怎么找到他的？赵云雷摇摇头：没人找到他。武皇得知七皇子失踪的消息，又悲又怒，派七皇子的同胞哥哥二皇子西王爷亲赴沙场，一来退敌，二来寻地，无奈足足寻了半年多，也没有找到二皇子蛛丝马迹。叶千灵吞了口水，看了看远处七皇子英挺的背影。嘿嘿，就在兄弟们都要放弃希望的时候，没想到就在半月前，大将军自己回来了。什么？他也是才回京不久？叶千灵很是惊讶。赵云雷点点头：可不是嘛，火焰军的大将军终于又回来了，有他在，我们一定能渐渐恢复元气，再创昔日的荣光。一个皇子凭空消失半年，又回来了，京中就没有什么动静吗？叶千灵只觉得哪里不对。赵云雷压低了声音道：大将军失踪的消息武皇一直都没有对外公布的，所以也没人知道火焰军经历了什么样的灭顶之灾。依属下拙见，武皇大概是暗中调查这件事，所以才没有打草惊蛇，连大将军回来也是极少的人知道，没有大张旗鼓的公开。叶千灵正想继续问七皇子失踪的这半年干啥去了，身子却一下子被腾空架起。芊芊姐，您不能这么偏心啊，只跟中郎将聊天，却不理其他兄弟们。兄弟们要伤心了快来陪其他兄弟喝2杯。叶千灵这才看清，架起自己的是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伙子。叶千灵记得这俩，一个叫周成才，一个叫周成俊。叶千灵都没有来得及反抗呢，已经被架到了七皇子身边。你跟赵云雷聊什么呢？聊得那么开心。聊你的峥嵘事迹。本王的峥嵘事迹那就多了去了。你们聊的是哪一桩？没看出来啊，就你这身板，竟然还能够带兵打仗。本王穿衣显瘦，脱掉有肉，8块腹肌1块都不少，身材好着呢。你要是不信，可以让你立刻验明正身。说着就要解自己的衣服。怎么当众就宽衣解带啊？本王跟这些兄弟们从小滚到大，他们有几根毛本王都知道，本王有几斤几两他们也清楚，有什么好避讳的？流氓！给你看，明明吃亏的是本王，你怎么能得了便宜还卖乖，骂本王是流氓？七皇子油盐不进，叶千灵发现斗嘴的话，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干脆丢了斧头连把扔，笑嘻嘻道：嘿嘿，好呀好呀，既然你都不在意，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现在就脱给我看看！来来来，快点儿！说着，直接上咸猪手去扒七皇子的衣服。妈呀，女流氓！本王是那么随便的人吗？饭饱酒足，与众将士道别之后，七皇子又骑着追风马，把叶千灵带到了燕王府。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呀？还没下马，叶千灵就迫不及待地问道：“这不就是你以后的家吗？叶府能算你家吗？”我姓叶，叶府不是我家，难道是你家？婚后你要是真想住娘家，本王不介意当上门女婿。进了府内，福儿先迎了过来：“大小姐，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跟七皇子在外头多玩一会儿呀？这山清水秀的，随便找个山窝窝草沟沟坐上一整天也不嫌无聊啊。”果然是老太太派来的逗逼啊，说话都跟老太太一个风格。七皇子一脸坏笑：“你们大小姐着急回来查看家业呢，外头虽然有山窝窝草沟沟，家里也不差呀，有上房次房耳房，随便找一间坐上个一整天也不会无聊的。”你们够了，坐着谈谈人生，聊聊理想，你想哪儿去了？阿依，鼓励拜见未来王妃。我与你们王爷既未拜堂，也未订婚，你们不必一口一个王妃的喊我。阿依和古丽愣了愣：“小芊芊，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可是本王定下来的人了，将来注定要成为燕王府女主人的。”我只是答应你，试着培养感情，又没答应你一定有感情，没感情怎么成亲？不成亲怎么做燕王府的女主人？我觉得七皇子你最好多找几个备选王妃，以免女主人的位子空了太久，有人要惦记。叶千灵说话间，有意无意地把眼睛瞥向那两位美人，只把两个美人的脸都看红了。七皇子却似没有注意到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只是嘻嘻一笑：“本王心里只有小芊芊一个，往后你嫁入王府了，府里也就你一个正妃。本王不娶侧妃，不纳妾室，不养女宠，唯你独尊。你放心，感情是一定会培养出来的。”装，接着装，女宠就站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呢，还给我演。哼，不必跟我表忠心，你有没有别的女人这件事儿，将来都不一定跟我有关系呢。现在就更没有关系了，哪怕养着100、1000个女宠呢，只要你是肾跟得上用。七皇子看着叶千灵骄傲不屑的小脸，又看了看地下站着的阿依和古丽，终于反应过来，本想跟叶千灵解释，这两个女子就是3年前在柔然将军的帐篷里救出的那2个女孩子。咱们府上养2个也不算什么，要不然别人还要说本王养不起呢。叶千灵瞪大眼睛，男人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的，把女人当宠物养，还这么冠冕堂皇的互相攀比。阿姨和古丽听了这话，互相对视一眼，却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天色已晚，我该回家了。福儿，备轿。嘿嘿嘿，吃个晚饭再走嘛，吃了晚饭不走也行啊。我们还没谈人生聊理想呢。叶千灵噌的一下起身，一点面子也不给七皇子留。小样儿。更夫敲过3更，叶千灵在被窝里堆出了一个人形，自己却悄悄地爬窗而出，却不知就在他前脚离开之际，后脚便有人溜进了他的房间。走到拱门洞旁边，叶千灵回首看了一眼这一座住了几天的叶府，心情万分的轻松。整个叶府除了老太太，大概没有一个人是真心欢迎自己回来的，这些都不重要了，拜拜了您呢。本小姐可不跟你们玩了。可是很快叶千灵就轻松不起来了，因为她发现本来应该由她放倒的3条大狼狗已经口吐白沫躺在了门洞边。这是什么人干的？
正准备钻出去找邱之恒，却听到外面传来兵刃交接的声音。伸出头一看，只见几个蒙面人和邱之恒斗在一起。邱之恒看到叶千灵钻出来，大喊：快回去！叶千灵目瞪口呆，连忙把头缩了回来。什么情况呀这是？就在这时，福寿院那一边传出了几声尖叫声。糟糕，现在外面出不去，福寿院又出了事儿，自己可怎么办啊？正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一个蒙面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冲了出来，举着一把剑就往叶千灵胸口刺过去。一声闷风之后，世界好像恢复了寂静。妈呀，出人命了！再叫整个叶府都知道你携金潜逃了。叶千灵惊恐地回过头。七皇子，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你说呢？七皇子眉毛轻挑，似笑非笑。外头那个是你什么人？他果然发现了，是我朋友，没有他我也回不来这叶府。你能不能帮他一把，救一救他的命啊？你的意中人是他？都说了是朋友，意中人个毛线啊！中意他的话，我还回什么叶府呀？七皇子听了叶千灵的话，脸上寒冰微微融化，但还是丝毫没有要出手相助的意思。叶千灵跺了跺脚：你见死不救，我救！说着，趁七皇子一个不注意，钻出了狗洞。七皇子惊呆，他堂堂皇子，当然不会去钻狗洞，只好任由叶千灵这么钻了出去。一声惆怅的叹息之后，他终于还是双足一点，腾身跃到了墙头上。本只想偷偷来看看这个丫头在叶府中过得怎么样，哪知道就遇上了这出好戏。最气人的是，这丫头竟是想要跟外头那个男人私奔的意思。你的心眼儿大概就芝麻粒儿那么大，还想本姑娘嫁给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七皇子又是一惊，什么？这丫头是觉得自己心眼小才不帮他们的？吃醋也不分场合，人命关天了，你还在那儿吃干醋？我跟他真的只是朋友。墙头上的七皇子被骂得坐不住了，一只手抓住墙头，暗运内力，又像掰馒头似的从砖头上掰了几块石子大小的砖块。只在一瞬间，5个蒙面人已经同时倒地。邱之恒走过去一探，愤愤道：下手也太狠了吧，好歹留个活口，问问是谁派来的呀？都死了？你没事吧？看着叶千灵的装束，邱之恒也猜出叶千灵是准备出逃右丞相府。你要走？再不走，阿叶找不到不说，连我自己都要搭进去了。刚才那是谁？邱之恒又问道。那是在叶府新认识的一个朋友。只是朋友？可是你刚才明明说还想娶你。想娶本姑娘的男人多了去了，他还得排队呢。叶千灵不过是一句打马虎眼的话，却把邱之恒的脸说红了。自己可不也是排着队呢吗？那边，刚才就是那边有人在打斗。就在这时，一小队叶府的护卫往这边跑来，邱之恒连忙将叶千灵往回推。叶大小姐，我翻了黄历，今天不是离开叶府的好日子，这事得从长计议，下月初7我们再细细商量。有人追来了，这会儿你得抓紧回去。可是我都……下次出来别带这么多东西了，我姓邱的也不缺银子花。被邱之恒看穿包袱里的伎俩，叶千灵的脸红了红。你家的银子姓邱，我又不姓邱。邱之恒多么想说，你要是想姓邱，随时可以姓邱啊。那边有人，你先回去。说完，自己便捂着伤口跑开了。喂，什么鬼嘛！当初说的那么好，待不住随时带我跑路。好了，现在果然是跑路，只不过
是一看到我就跑路。你现在最应该想的应该是怎么回去吧？跑路的事儿，还是等你熬过今晚再说吧。你没走啊？外面的世界就这么好，放着堂堂丞相府大小姐都不愿意当。我这丞相府大小姐有几斤几两，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大小姐不好当，燕王府王妃的位子也等着你呢。七皇子怒气冲天，叶千灵刚刚被邱之行这个猪队友无情抛弃，等下还要想着怎么若无其事的回去福寿院，干脆向七皇子摊牌。七皇子，您对千灵的好意，千灵真的心领了。可是千灵跟您真的是有缘无分。为什么？就为了外头那个白面书生吗？我说了，您保证不会砍了我的头。你不说，本王也可以随时砍你的头。说啊。那您到底砍不砍我的头啊？你再问，本王不砍你头，先割了你的舌头。那个，我在乡下已经成过亲了，就是上次和您说的那个傻子。叶府去接我的时候，我那舅妈肯定是怕惹事儿，没敢跟叶府的人说。但是我不能骗您呐，您堂堂一个七皇子，总不能娶一个破鞋回家，是不是？叶千灵说完，连忙闭上眼睛。万一七皇子暴怒之下给自己来个一板砖，那太吓人了。等了半天，七皇子也并没有拍叶千灵的板砖。这么说，你是为了那个傻子才不愿意应本王？叶千灵吞了口口水。古话说得好，好女不二嫁。您这么好的身世，肯定不愁找不到王妃。可我家那傻子，要是没了我，以后很有可能就再也找不到老婆了。叶千灵的话还没有说完，嘴巴便被堵了起来。你有点节操没有啊？我可是有夫之妇，不带这么耍流氓的。成过亲也没什么的嘛，本王把铁锹挥得带劲儿点儿，墙角还是可以挖得开。这七皇子真的是脑子秀逗了，叶口一个喊阿叶傻子，我看他简直比阿叶还要傻。听到人家成过亲，不但不生气，看起来似乎还挺高兴，还正欺负人。叶千灵也把手放到唇上，只不过他是狠狠地擦嘴。哟，未来夫君亲你一口，你还嫌弃上了？这以后可怎么入洞房啊？看来本王得提前好好调教调教你。入你个大头鬼的洞房！我还有现任夫君呢！叶千灵再也忍不住，怒怼道：呵呵，谁是你夫君这个问题，咱们可以以后再说。现在当务之急是你这个样子怎么回去？七皇子的话让叶千灵头一下子就大了。是啊，叶府今晚不太平，好像被人袭击了，府中护卫几乎全都出动了，自己身上驮着这么大金银首饰，这尼玛要是被逮到了，不是贼也成贼了。福寿院，叶千灵所住的偏房内，大小姐不会是被贼人抓走了吧？钱丫头怎么会不见了？你们老嬷嬷大丫鬟的一大堆人，竟没有一个发现千灵是怎么失踪的。赵嬷嬷和福儿情知此事非同小可，全都跪到了地上。奴婢们晚上伺候大小姐睡下之后才回自己房的，哪里知道。呀！咱们这几天赏给千丫头的金银首饰全都不见了，这丫头该不会是和外头的贼人串通好了的吧？得了钱财便跑路。老太太的龙头拐在地上狠狠地跺了跺，气得浑身发抖。你家里的姑娘不见了，
你这做嫡母的，不说担心孩子的安危，竟还如此诋毁孩子。媳妇儿也不过是把自己的怀疑说出来嘛。府里遭了贼，千丫头恰巧就在这个时候失踪，屋里金银首饰都不见了，很难不让人这么怀疑的嘛。修远，你还不看看你这婆娘，不但诋毁孩子，还跟老娘顶嘴，你就这么敢看着吗？叶修远吓得回头瞪了一眼汤氏。你别只知道嘴上逞能，千灵要是真找不见了，我们拿什么给七皇子交代？到时候整个叶府都要遭殃。汤氏却暗爽，老娘忍辱负重策划了这么久，为的就是不让那丫头嫁入燕王府，好不好？再看一眼垂垂欲倒的老太太，心里更是痛快。要是能把这个老夜叉也给气死，这叶府可不就是唯他独尊了。老太太，相爷，不是我多嘴，依我看啊，这不是一锅蒸的馒头，它就是家生。千丫头从小没在咱们跟前长大，跟我们叶府是一点感情都没有。慢说孝顺相爷老太太的话了，我看她肯回来，就是为了捞一票走人。父亲、祖母，母亲不过是猜测而已。戴玲相信大姐姐不是这样的人。老太太看了叶戴玲一眼，总算是满意了些，指着汤氏道：“你白活了30-40年，还不如戴玲懂事明理。千灵就是再傻，也不至于为了这么一丁点金银首饰，放弃叶府衣食无忧的生活吧？”叶修远一听老太太的话，觉得似乎也有道理啊。毕竟只要是个脑子清楚的人，都知道留在叶府安安稳稳做大小姐，还能少得了金银首饰吗？大姐姐确实不至于那么糊涂，怕就怕大姐姐在回府之前结交过什么不三不四的人，被人家给带坏了。叶修远这一下完全稳不住了。叶千灵的失踪和叶府半夜被贼人闯入，这两件事联系到了一起，叶戴玲的话确实是最好的解释。祸根呢？当年的方式果然没算错，这丫头她确实就是克我呀。是谁克了我们叶相？倒是说给本王来听听。门外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传进来，慵软中却带着一丝冷峻的杀气。众人听到这个声音，全都回头看向门外，只见七皇子拉着叶千灵，正俏生生地站在门口。本王不三不四吗？叶戴玲吓得连忙跪下：“臣女不是说七皇子，臣女说的是……”你既然不是说本王，那是在说我家小芊芊不三不四。不是。既然都不是，那谁不三不四？叶戴玲的牙根都快要咬断了，都快恨不得说是我不三不四总行了吧？叶相，叶府到底是几个意思啊？本王一早就跟你们定下了小芊芊，说明白点，小芊芊现在是本王的人了。你们一会儿说她克你，一会儿说她不三不四，当真是要跟本王对着干吗？叶修远冷汗直冒，不由狠狠地瞪汤氏一眼。微臣不敢。你不敢？本王看你们非常敢。王小芊芊还一心要孝顺你们，非要在府里再待2年。如若不然，本王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娶她进门，再在你们叶府里待着，只怕迟早有一天要叫你们糟蹋死了。七皇子，您这话，微臣受不起啊！千灵怎么的也是微臣的亲生女儿，微臣只有为她好的，怎么会糟践她？叶相为小芊芊好，本王怎么没有看出来？自幼送到乡下，受尽磨难回府，又总是受到排挤，这会儿跟本王出去赏个月，
还要被姐妹说成是不三不四。叶相不但不教训说错话的女儿，居然还说小芊芊克你。哼，你倒是说说，你哪儿待小芊芊好了？叶修远一听，今晚要是不惩罚叶带灵，七皇子这口气只怕是咽不下去了。黛儿，你姐姐与七皇子夜游，未与家人打招呼，确实欠妥。可是你做妹妹的，不替姐姐辩解就算了，怎么能怀疑姐姐结交了不三不四的人呢？如此不团结姐妹，该罚。汤氏一听要罚叶带灵，顿时腿都软了。我带灵没有做错什么呀。你女儿没做错，那是本王错了。闭嘴！你这断剑妇人，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再啰嗦，你也跟着一起罚。就在这时，福儿跳起脚来。呀，蛇！呀，蛇！金环蛇，银环蛇，枝叶剧毒，蛇中毒王，只消咬上一口，纵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性命。好一个叶府啊！叶千灵也惊住了，叶修远也呆住。府中怎会有蛇？这话应该是本王问你吧？微臣真的不知啊。七皇子嘴角露出一抹冷酷的微笑，将舌头猛地转向汤氏。七皇子饶命啊！叶夫人紧张什么？叶相说他不知环蛇从何而来，本王就是想问问你而已。臣妇也不知道啊，许是花园子里钻进来的。金环蛇出没在闽南地界，咱们盛京城乃是北地，天南海北。你告诉本王，你家花园子产环蛇？汤氏眼神闪躲。那这蛇是哪里来的？是啊，叶夫人跟本王说说，这蛇是哪里来的？肯定是方才那些贼人带进来的，要害叶府的人。七皇子明察秋毫，要替我们叶府做主啊！叶修远再偏心大防，看他这般心虚，也猜出几分不对来，正不知该如何是好，老太太突然开口了：“七皇子，是老身前些日子，老身双腿痛风发作，便托人从闽南带回2条环蛇，想要泡药酒喝。蛇带回来了，泡蛇的酒却还没准备好，就把这2条畜生养起来了。不曾想，他们竟跑了出来，爬到了千丫头的床上。老身该死！七皇子，今晚要不是您，老身可是死了都没脸见千丫头的娘啊！叶修远已经明白了，老太太为了自己的名声，把罪名背下来了。看着老母这把年纪还在为自己操心，叶修远的心顿时不是滋味，把汤氏更加厌恶起来。哼，既然是老太太无意放的蛇，小芊芊也没什么事，这事儿就接过去了。老太太，您有痛风，本王可以给您找最好的太医来看，下次可别再弄这种毒物进府了。老太太见七皇子卖了自己的面子，感激涕零。七皇子，你放心，千丫头在老身这里，谁也莫想动她一根汗毛。金银环蛇这个误会接过去了，可是叶相还没告诉本王，准备怎么处罚叶家这位不团结姐妹的二小姐呢？叶修远头皮一麻，这活阎王果然是不好糊弄的呀。叶府二女不知团结，罚去祠堂跪3日，不许吃饭，另抄金刚经1000遍，以修身养性。叶带灵一听，整个身子都软了。汤氏又开始大呼小叫：“相爷，黛儿身子弱，这么折腾是要她的命啊！”你既然心疼闺女，
你就陪着他一起抽筋去。叶修远罚完，七皇子也不知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只淡淡道：叶相果然是文臣出身，罚子女都这么温柔。妹妹也没什么大错，这般也是重罚了。叶千灵点到为止，扯了扯七皇子的衣角。小芊芊说够了，那就够了吧。七皇子揽住叶千灵，肃杀的表情变作满满的宠溺。叶修远终于是反应过来，这七皇子一举一动都是就着叶千灵来做的，得罪叶千灵比得罪他自己后果还要严重。老太太开口道：这屋子进了蛇，千丫头今晚啊就跟老身睡在外头的碧纱橱吧。修远，你尽快把千丫头的院子都收拾出来。你要带我去哪里呀？随便你。本王是想着你日日在叶府跟那么几个娘们儿明争暗斗，实在无趣，带你出来散散心。当然是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进京以后，除了二皇子的西王府和你的燕王府，连叶府的大门都没有出过，我怎么知道哪里好玩？叶千灵没好气地说道。七皇子突然一笑：呵呵，有个好地方，不知道你敢不敢去？什么地方啊？万花楼。万花楼？叶千灵的兴趣一下子就提起来了。来古代这么久了，还没见过活的青楼，这个可以有。可是我这个样子怎么去青楼啊？这样进青楼，不被打出来就是被拖进去。跟我来。万花楼，一高一矮两个漂亮的公子哥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姑娘们，接客啦！安排一间雅座，再把婉婉姑娘叫过来给我们弹唱一曲。哎，好好好，这就去给二位公子办。老鸨把姑娘们全都拉走，带起一阵阵香风。叶千灵暗咬后牙槽：你这是经常来啊？轻车熟路吗？怎么，吃醋？吃你个妹的醋！叶千灵转身上楼。七皇子在叶千灵身后笑得叶千灵直打颤。两人坐在雅间里等了一会儿，老鸨才满脸焦急地走了进来。怎么了这是？回二位公子，婉婉姑娘被另外几位公子绊住了，那几位说啊，非婉婉不可，死活不让婉婉过来。有意思，本公子还从未见过谁这么狂，倒要去会会。老鸨知不妙，连忙劝道：公子啊，出来玩图个乐子，不要冲动啊。你怎么不拿这话去劝那几位？是觉得本公子出不起2倍价钱？叫你们宝儿给我拿一件新衣裳来。那是刺青。叶千灵惊呼一声：你就是阿叶！七皇子神色慌乱，把衣服破口抓得更紧了，一把将婉婉推出门外。你先出去，本公子与这位公子有点话要说。婉婉也云里雾里，只得出了门。公子，您还要衣裳了不？不要了。婉婉站在门口目瞪口呆，这哥们儿的口味儿未免也太重了吧。屋内，娘子，你听我解释。七皇子急得都快哭了。谁是你娘子？你躲开！我真不是有意瞒你的呀，那晚真的是事出有因啊。我失踪半年多，母妃以为我死了，日日茶饭不思，愁出了病。我再不回京，她就要不好了。叶千灵满心愤怒，怪不得在青龙寺第一眼看到这个七皇子就觉得眼熟，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原来他就是那个臭傻子阿叶。你母妃出事，你要回京，碍着你花半个时辰回去跟我打个招呼吗？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算，担心你大爷的！老子真是自作多情。你离了莲花镇，回到皇宫吃香的喝辣的，当万人敬仰的七皇子，我在那儿担心个鬼。哦，我知道了，你是高高在上的皇子，生怕我这个乡下媳妇儿跌了你的面子，所以才不告而别，是不是？你也太低估我叶千灵了。我要不是担心你个臭傻子是被人拐走了，我连找都不带找你的。别说你是七皇子了，你就是皇帝，我也不稀罕你。好了，我跟叶府相认，回到京城，也就是为了找你。现在看到你过得这么好，我也没什么好记挂的了。拜拜了您嘞，再见。哦不，再也不见。叶千灵连珠炮一般骂了半天，骂完了就要往外跑，却被七皇子一把拉到怀中，紧紧抱住。娘子，你听我解释。我不听。叶千灵扭动了身体挣扎。
七皇子见根本制服不了这个虎娘们儿，干脆狠狠地把她抵到床边，朝她的唇瓣吻了上去，很快就把僵硬的叶千灵吻得浑身绵软，唯有一对小拳头还在她身上软绵绵地捶着。你答应我，好好听我解释，我就放了你。你要是还闹，这会儿我就把咱们的洞房花烛夜补回来。娘的，这是商量吗？这明明是威胁！叶千灵满脸通红。你松开我，我不走了还不行吗？你这个白眼狼，竟然装傻骗我！我可没有装傻骗你，要是你欺负我那会儿傻乎乎的，骗着我那么久都没有入洞房。叶千灵自知理亏，撇撇嘴道：你倒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堂堂大越国七皇子，怎么会变成傻子，在莲花镇给刘寡妇干农活啊？还有，你叫什么名字啊？七皇子满头黑线。你终于想起问我名字了，简寻叶，我叫简寻叶，名字真没骗你。我那会儿头受了伤，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记得自己叫阿叶。大概是因为我母妃和二哥自幼就这么喊我吧。叶千灵无语，都怪自己之前一直想着逃离叶府，从未真心打算过要跟他订婚成亲，也就完全不想问他姓甚名谁，只知道这是七皇子，活阎王。要是早点问他名字，只怕也会早点察觉到他就是阿叶吧。赵云雷不是都已经跟你说了个大概了吗？火焰军在西江被奸细所害，几乎全军覆没。我为了救下最后的1000火焰军，独自引开了柔然军。柔然军意在冲关，过关以后也无心再追火焰军和我了。看着10万将士死的死，伤的伤，想的想，我万念俱灰。好在还有那1000精锐部队逃脱，我决心追上他们，带他们回京重整旗鼓。可是回京路上，我发现一直有人跟踪我，他们想要我的命。当时我身边只剩一个火焰军的军医华神医了，他为保我无虞，替我用人皮面具易了容。易容之后，我怕华神医跟着我会有危险，就让他也跟我兵分两路了。我一个人顶着面具一路策马狂奔，只为早些回京与火焰军会合。可是到莲花镇地界的时候，还是被对方一支精锐小队给认出了身份。为了不让他们引来更多的人，我将他们引到山中，与他们殊死搏战，手刃了对方所有人，而我自己也被逼得坠崖。醒来之后就在刘寡妇家里了，而且什么都记不得了。后来的事你也知道了。叶千灵呆住，追你的不是柔然君？不是。那是跟奸细有关系的人？是不是逍遥侯的人啊？哼，他最好不是。叶千灵知道这件事儿连武皇都在调查，为的就是有确凿的证据。如若不然，一个世袭侯爵也不是那么好扳倒的，便不再追问了。娘子，现在一切都说明白了。你要是在叶府待得不开心，我干脆直接让父皇给我们指婚，立即把婚事办了。你直接搬到燕王府来吧，这样就谁也欺负不到你了。叶千灵微微攥紧了拳头，眯着眼睛摇头。怎么，你不想嫁给我？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既然回了叶府，就要让他们知道我叶千灵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我要他们把前15年欠我的都还回来。至于吗？燕王府里什么都不缺。你不懂，叶千灵总不能跟他说老娘占了原主的身子，得为他做点好事儿。好好好，你一出生就被丢到山沟沟里，以前我还以为你亲爹后娘是因为养不起你才这么干的，没想到你亲爹是叶修远，堂堂右丞相，干出这种事儿。你们所说都属实。地上的刘寡妇和蔡氏全都把头点得如小鸡啄米。小的们哪敢骗丞相夫人？当时微微眯了眼睛，哼，叶千灵，贱丫头，这下你死定了。简寻叶把叶千灵送到了叶府，叶千灵自己回了福寿院。老太太已经睡下了，赵嬷嬷和福儿却还在等着。两人见到叶千灵的装束都呆住了，围着叶千灵左看右看。哎呀，快来看看我们大小姐，做个小子打扮，竟这么俊俏。我瞧着啊，比咱们家2位公子都还好些。福儿也咬着帕子点头。可不是嘛，乍一看我差点没认出来，还想着哪个小厮这么大胆，竟然这么直冲冲闯进老太太房间里来了。是啊，姑娘，还没问你怎么打扮成这样了。叶千灵满头飞汗，总不能说是跟着简寻叶那厮喝花酒去了吧？这个，是七皇子，他不是带我出去逛夜市吗？说这样打扮方便些。真是没想到，咱们姑爷有那样一个混号，平日里人提到他胆子都要跟着颤3颤的。没想到对咱们姑娘真的是没话说了。
不只是替我们姑娘撑腰，还这样周到细心。大小姐，您这辈子跟着姑爷不会有错的。福儿一时兴奋，七皇子都不喊了，直接开始喊姑爷。叶千灵自从知道简巡夜就是阿叶之后，再听到这话也不像之前那样反感了，心里反而甜甜的。小姐，快歇息吧，睡饱了肤色才能匀净白透。咱们虽然是七皇子定下的人了，可是明儿个要去瑞王府，还是不能输给人。七皇子这么疼您，你也要去哪儿都美美的，给他争脸。哼，死丫头，你怎么懂那么多呀？今儿教的是御夫术，今儿这又是什么术啊？这个嘛，叫斗美术。张祖祖，您快看，我把谁给您带来了？小魔星，你跑哪儿去啦？祖祖，这是我七嫂。老太妃微微一愣，垂着眼帘道：“七嫂，你父皇给小老七定亲啦？本宫怎么不知？”简子月笑道：“嘿嘿，哪里是父皇定的呀？是七哥自己选的王妃。祖祖，您看，七嫂多漂亮，多乖巧呀！自古以来，皇子皇女的婚事都是国家大事，非得皇帝亲自指婚的。既然不是你父皇定的，都做不得数，你莫要乱喊。”简子月没品出老太妃的不悦，还带辩解：“话是这么说，父皇那么疼七哥，怎么会在婚事上为难他呀？再说了，千灵姐姐也是右丞相的嫡长女，门当户对，怎么看怎么配呢？”叶千灵虽然不知道老太妃为何对自己不喜，但是也不愿意拿热脸贴她的冷屁股，便也只淡淡做了个服。右丞相叶府长女叶千灵给庄德老太妃请安。老太妃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也不理会叶千灵。叶千灵心中不爽，却不得不就这么保持着作福的姿势。简巡夜就在这个时候来了，老太妃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也不理会叶千灵。叶千灵心中不爽，却不得不就这么保持着作福的姿势。简巡夜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也不管老太妃有没有让叶千灵平身，直接就把叶千灵拉到了身边，对老太妃笑道：“庄祖母，对孙媳妇还满意不？”“你们小孩子，这是胡闹，婚事岂是自己能私定的？你没见私定终身的都是戏文里唱的那些卖唱的、卖身的娼妇妓女，哪有千金小姐会做这等下作事的？”这下简子月也听出老太妃不喜叶千灵了。原来老太妃一直想把自己的侄孙女凌霄侯幕府的大小姐穆伽罗许给简巡夜，简巡夜脸色却黑了下来。孙儿在西疆征战3年，保大越国3年无虞，若是连自己的婚事都不能做主，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不能娶，那3年的仗就白打了。老太妃说起来地位尊重，但是其实也就和英国女皇似的，是个吉祥物，大伙儿也就表面上尊重她，并没有什么实权的。祖母我也只是提醒你一句，在没定下来之前，切莫败坏了叶大小姐的名声，万一事后有变呢？婚姻这个事儿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哼，孙儿可是死死的定下了叶千灵了，不会再有任何变化。简巡夜斩钉截铁地说道。什么人胆敢在右丞相府门口撒野？叶琼灵嘟囔着嘴，门口怎么跪着2个乡下妇人啊？叶千灵却是愣了，那2个妇人怎么是刘寡妇和蔡氏？我们冤枉啊，我们有冤要伸，求丞相夫人给我们做主。刘寡妇和蔡氏呼天喊地地说道。有冤？有冤去衙门，到丞相府来做什么？我们这冤情和丞相府大小姐有关系。叶府大小姐？大小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休得胡说，再胡说就把你们送到衙门里做班房去。别，他们既然这么说，没准有什么隐情，带到府里让他们好好说清楚吧，省得真闹到衙门丢了叶府的面子。汤氏淡淡道。叶千灵瞬间就明白了，汤氏这是和蔡氏、刘寡妇串通好了，要毁自己呀。叶千灵发出了一声冷笑，来得好啊，想给本小姐泼脏水，你们还嫩着些。正好这叶府里的日子有些无聊，咱们就来过过招。大姐姐，那是什么人啊？怎么听着好像在说你啊？我也没看清楚，进去再说吧。
大房的丫鬟一书便走了过来。大小姐，太太说乡下有人找您来了，让您去上访。叶千灵不紧不慢道：好呀，我可正好有点渴，太太那里的茶好，麻烦一书姐姐给我准备一杯茶。一书微微一愣，恨恨地看了叶千灵一眼：你还有心情喝茶？看看待会儿怎么治你。他们又出什么幺蛾子？叶琼灵因着叶千灵给自己治了过敏，和叶千灵也越发的亲厚起来。见大房发难，便摩拳擦掌的想要帮忙。大约是想请我过去喝杯茶。大姐姐，你回府也这么些日子了，咱们家是什么样子的你还不清楚呀？那大房吃人不吐骨头的，连我娘这样还有外祖家可以依靠的，太太还时不时的欺负我们呢，更何况是你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啊，不怕鬼敲门。哟，舅家舅母和刘家干娘都来了呀。哼，死丫头，看你还能挺多久。哟，舅家舅母和刘家干娘都来了呀。两位大娘不远千里赶来，说是有很重要的事要告知叶府上下呢。哦，重要的事？那缓缓再说，等老太太和父亲都到了再说。我已经吩咐人去喊老太太和相爷了。叶千灵大喇喇的找了把椅子自己坐下了。一书姐姐，我刚刚不是跟你说我口渴吗？怎么还不倒茶呀？是我这个叶府嫡长女的话不好用吗？还是大房的茶不舍得给我喝呀？哎呦呦呦，我也渴得紧。一书，快呀，倒杯水怎么那么难啊？难道当丫鬟在这闲站着，要叫我们当小姐的亲自倒水不成？叶府养你们干嘛的？不愿意干活，让太太都打发出去算了。太太，您说是不是啊？叶琼灵问的汤氏一愣一愣的，好像很有道理，又好像哪里不对，只得道：去给大小姐四小姐倒水呀。一书委屈万分，但还是慢吞吞的去倒了2杯水。两位小姐鸟都不鸟他，接了就喝。一书憋红了脸看向汤氏，汤氏只好用眼神安慰他：不要戒，等会儿会给他们好看，不要戒，等会儿会给他们好看。老太太和相爷都来了。什么要不得的事，要劳动老太太？叶修远扶着老太太一进门就不满地说道：奴家也不知道啊，邱表嫂带了一个乡下的刘大姐，说是有很重要的事要府里说，关于千丫头的呢。我怕他们出去乱说，会坏了叶府名声，干脆呀叫他们进府来跟我们说。叶千灵呵呵冷笑，老太太是个人精儿，见这个架势，便知道汤氏肯定是要为难叶千灵了。是你拜托着抚养千丫头的表嫂子不是？哎，是我。我千丫头在你家吃了那么多苦，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你还有脸来找我们？蔡氏没想到老太太这么凶啊，吓得连忙往后一缩。我没有虐待她呀。有没有虐待千丫头？送到衙门里打几10板子，你就想起来了。蔡氏脸都吓白了。我千丫头在你家吃了那么多苦，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你还有脸来找我们？我没有虐待她呀。有没有虐待千丫头？送到衙门里打几10板子，你就想起来了。蔡氏脸都吓白了，心想这不对劲儿啊。汤氏不是拿了100两银子给自己，说按照他的话说就能一下子把叶千灵那贱丫头扳倒吗？蔡氏把眼睛贼溜溜的朝汤氏看过去，汤氏拿眼神鼓励他。两人见此便全都跪倒在地。我们冤呐，求相爷和老太太做主啊。你们有冤便诉。当年民女受右丞相夫人所托，抚养照料叶大小姐，15年含辛茹苦，把她养大成人，该认祖归宗了，还跟俺那口子商量着啥时候啊把她送回相府来呢。哪知道就在我们准备把她送回来的前夕，她跟野男人私奔了。你说什么？此话当真？若是敢有半个假字侮辱我叶府的嫡长女，我叶修远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说什么？此话当真？两位大娘可不敢胡说，我大姐姐的名声岂能有你们这一般侮辱？大姐姐，你快反驳她呀！她若是撒了谎，父亲一定会给大姐姐做主。叶千灵心中冷笑。叶千灵起身，不紧不慢的道：今日来了2位老熟人，现在说话的只有邱舅母
刘家干娘还没有说话呢，千灵暂时不做辩解，等刘家干娘也把千灵的罪行指出来，千灵再一并解释不迟，省得浪费口水。叶黛玲一愣，没想到啊，这个叶千灵这么刁钻，若是让刘寡妇先开口了，等一会儿她就能狡辩了。大姐姐，您还是一个个解释吧，也许刘家大娘说的是另外的一码事儿呢。哼，二妹妹，你这么一说，我怎么觉着刘家大娘待会儿要说什么你都知道了？叶黛玲一惊，连忙低下头。怎么会？大姐姐风声鹤唳，怕是想多了。呵呵，肯定是我想多了。刘家大娘和邱家舅母都是从莲花镇千里迢迢赶过来的，今儿第一次进叶府，也是第一次见叶府的人。虽是远房亲戚，只怕连二妹妹也是第一次见这位舅母呢。怎么会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一定是我想多了。老太太面上虽然还镇定着，心里却也是五味杂陈，波涛汹涌。千丫头啊，千丫头，老身我为了你生母的情分，确实是很想维护着你的，但若是你真的干过跟人私奔的丑事来，那可就无力回天了。届时女儿家的清白没有了，与七皇子的婚事肯定也就黄了。叶千灵看着老太太，脸上片刻间阴晴雨雪，变化一遭。不用猜也知道老太太在想什么，心里也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刘家干娘，邱家舅母的话已经说完了，您还有什么冤情，放心大胆的说吧。只要你说的有理，他们一定会替你做主，哪怕做主的代价是赶走我这个嫡长女，他们也是在所不惜的。怎么，刘家干娘，到底有没有冤情啊？没有冤情，这就赶紧离了叶府吧，这可是堂堂右丞相府，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进来的。刘寡妇被叶千灵逼问得晕头转向，也扛不住了，只好道：冤，我当然冤。你，叶大小姐，你勾搭的就是我干儿子，你把我干儿子拐着私奔了，还骗走了我8两银子，你还我的8两银子。汤氏故作吃惊样子，这可了不得了，相爷，这2位证人的话总不能都是假的吧？邱家表嫂说这丫头跟人私奔，刘家大姐说私奔的对象就是她家干儿子，这铁证如山呐。旁的不说，这话光是听到七皇子的耳朵里，亲事不亲事的已经别想了。七皇子可不得怪罪我们叶府欺辱他堂堂七皇子吗？刘家大姐说私奔的对象就是他家干儿子，咱们拿一个跟人私奔过的姑娘去和他谈婚事，这一般男子都不能忍，更何况是皇子啊。想到这里，叶修远也已经怒火中烧，对着叶千灵便怒吼一声：孽畜，你还有脸站着，还不给我跪下！叶千灵冷漠地看了叶修远一眼，这一眼让叶修远也有些发怵。你听不见我说话吗？叶千灵冷冷道。父亲问都不问千灵一句，怎么就断定这些话是真的呢？不管是真是假，这2个女人因为你才到府里，还传出来这么难听的风声，你还不老老实实跪下？难道是等着我给你请家法吗？叶琼灵见叶修远真的是动了气，也不敢替叶千灵求情，只是悄悄溜出了门去。好在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叶千灵身上，也没人注意到她的离开。香无院，叶琼灵气喘吁吁地闯进了门去。怎么了这是？不好了，不好了！来了2个乡下婆娘，说大姐姐在乡下跟人私奔过，父亲气坏了，说要请家法呢。满屋子的人，连老太太都不敢替大姐姐求情。娘，你快想办法去救大姐姐呀！尤氏也是大惊，此言当真？你大姐姐承认没有？叶琼灵一边喘着气儿，一边把叶千灵如是说都倒豆子一样告诉了尤氏。糟糕，这事儿开不得玩笑，
关乎女儿家清白的事情，难怪你父亲这般生气。老太太都不敢求情，你娘我又哪里敢去替你大姐姐说话呀？这可怎么办呀？家法一旦请出来，还有大姐姐活命的机会吗？我担心父亲是想直接打死大姐姐，一了百了，省得这等丑闻传出去，坏了叶府的门风。你说的一点也没错。尤氏焦急地在屋里转着圈子，良久，终于道：“穷丫头，你看着你大姐姐，这事儿是真是假？”